小陈，我先走了，记得锁门啊。知道了，张姐。将餐厅内剩余的杂物收拾了一番后，检查确定没有遗漏之后，陈舟锁上了门，拖着一身疲惫的身躯，他走上了回家的路。虽然已经接近凌晨3点，但街道上还有一些车辆来往，明晃晃的路灯灯光也照亮了整片道路。可惜在苏城这样一个大都市中，陈舟只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隐形人。父母早早病逝，唯一和他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在2年前因意外离世。值得庆幸的是，家里给陈舟留下了一间不错的房子，让他在这个大城市能够有立足之地。奶奶走后，陈舟便彻底放弃了上学的念头。白天他会去一家快餐店打工，晚上则会来商场内的火锅店做服务员，也算是勉强维持生活吧。一路走回小区，门口保安亭的灯还亮着。这个小区虽然不是新小区，但是环境和物业一直做得不错。只是他靠近了之后，才发现亭内的保安大叔正在呼呼大睡。陈舟笑了笑，早已习惯，现在的社会保安也就是个混子行业，能摸鱼就摸鱼。2年前，这个小区内有个年轻保安就因为心梗突然去世，自此后，剩余的保安就更加注重养生了。说起来，陈舟还想起那段时间，小区内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也因为心梗去世了，当时还在小区里引起了一时的恐慌。打开1102的大门，我回来了。屋子内空空荡荡的，没人回应。陈舟微微叹了一口气。洗漱完躺在床上的陈舟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思绪不由飘散。如果这个世界能有所改变，那该多好。每个少年都在臆想中入睡，陈舟也是。只是他没注意到的是，手腕上系着的珠子正隐隐发着白光，那是他奶奶留给他的唯一一件遗物。又是一天忙碌，陈舟在快餐店打完工后，又急匆匆赶到了火锅店。火锅店他上的是夜班，只要在晚上5点前赶到就行，但他总是在下午4点多就赶到店里帮忙。小陈，又这么早来帮忙啊？火锅店的经理海大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虽然看起来瘦瘦弱弱的，但干起活来可算勤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过来帮帮忙。陈舟麻利地换上制服，正打算去收拾一桌客人留下来的餐盘，一阵机械声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响起。参战种族确认，地心人族。关键时间节点确认2024。他不由愣神了一会，随即转头看向了周围，原本正在大快朵颐的客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满脸疑惑。跑动的服务员们也都停下脚步，一脸茫然地环顾四周。脑海中的声音没有停止，继续响起。时间锚点确认2024年1月10日16点30分。征战游戏开启倒计时30:00， 29:59， 29:58。就在众人吵闹着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声音突然发生变化，出现位置干扰，倒计时3点2点59分。检测文明水平，地心人族，初级科技测发展阶段。开启限制器，通讯限制，武器限制，限制已完成。开启战争迷雾，视线受限，受限效果可受到天赋、技能、精神属性减弱。地图扩建中。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突然发生一阵晃动，大堂内的灯光全部熄灭，电力系统彻底瘫痪。随着一阵轰鸣声，应急照明灯亮起。与此同时，一股白雾从虚空中浮现，渐渐弥漫在空气内。陈舟发现连5米开外的事物都变得模糊不清。搞什么？怎么突然停电了？这是怎么了？地震了？还是恐怖袭击？都在关心这个。没人听到刚才脑海里的声音吗？啥？老婆你也听到了吗？我还以为是我幻听了呢。一时之间，众人乱作了一团，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经理海大胖哪里见过这仗势，但出于职责，只能强忍着慌乱喊着：大家冷静，大家冷静，稍安勿躁，我们马上会派人去查看情况的。陈舟看着这情形也有点惊慌，这实在有点像某些小说的情节啊。脑海中的声音还未停下。地图扩建完成，玩家个人系统开启，玩家个人面板开启，请心中默念开启面板，开启个人属性面板。倒计时1点37分，1点36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一定是进了一场游戏。大家赶快默念开启面板，就能看到自己的属性。客人中，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突然兴奋地大喊道。闻言，多名客人都将信将疑地沉下气来，心中默念。过了一会，几个人都发出了惊呼声。真的，真有属性面板？为什么我的属性都这么低啊？而且天赋也没有，我的力量超过了1，还有一个什么基础格斗的技能，看起来还不错。你们怎么都看起来了啊？没人觉得这个开展很奇怪吗？哪里奇怪了呀？这简直太棒了！大部分人都冷静下来，查看了一会面板。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从众人报出来的属性来看，多数人的属性都没有超过1点，只有少数经常锻炼的人才有比较好的属性。陈舟也赶紧尝试，心中默念开启面板。果然，他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自己的面板。
姓名：陈州，零级，普通。种族：人族。血量：100百分号，100百分号。经验：0-100百分号。力量：0.9。敏捷：1.0。精神：1.2。智力：0.9。体质：1.0。魅力：0.9。普通人的平均属性均为1，同时属性越到后面，1点属性加成就越大，比如2点力量实际力量远大于1点力量2倍。自由属性点0。天赋1，路人，本命天赋，大幅度降低敌人对你的关注度和威胁感，有几率无视敌人的感知类天赋及技能。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你在任何地方都泯然众人。技能1，基础步伐 LV1， 轻微提升移动速度。什么嘛，完全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这也太弱鸡了。平均属性甚至没超过1，而且这天赋算是什么？是说他完全没有存在感吗？陈州不免有些泄气。就在此时，他手腕上的珠子突然发出了微微白芒，在陈州诧异的目光中化作一道光，融入了他的身体内。他的面板上天赋一栏在一阵扰动过后，赫然出现了一条新的天赋：变异 Z， 变异万物。一天一次，该变异必定为良性变异，10%几率将发生特殊变异，1%几率将发生无上限的未知变异。同一技能、物品、天赋、道具等只能进行一次变异，未知才是最迷人的。什么情况？第2章惊现怪物。虽然不知道为何奶奶留下来的遗物会变成一个天赋，但多个天赋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况且这天赋看起来就非常厉害的样子。脑海中的倒计时还在继续。0.58分，0.57分。陈州尝试着用这个变异天赋对着手上的一些事物使用，但却毫无反应。眼瞧着时间不断缩短，大厅内的客人们也开始不安起来，不断有客人直接离开坐席出门。陈州低头琢磨了一会，突然往后厨跑去。这么奇怪的事情都出现了，天赋的事情先放一放，得赶紧先找个防身武器再说。来到后厨，陈州才发现已经有好几个服务员和客人都跑这边来了。他一边在架子上找趁手的菜刀，一边和围在一块讨论的厨师们打招呼：张师傅，我拿几把菜刀防身哈，现在也不知道咋了。小陈，这是啥情况？哎，你别动那把刀啊，这是我的宝贝啊。厨子们见陈州在那找武器，也觉得形势有些不对，纷纷开始找刀具傍身。系统的倒计时终于在此刻彻底归零。0.01分，0.00。征战开启，开始随机投放魔物化主战种族，开始投放其余种族，为自己种族而战吧，最后一次，祝你好运。因本次开启被未知因素干扰，开启时间大幅缩短，因此将赐予所有人类玩家探查数为 LV1 作为补偿。被未知因素干扰是指一开始的那种扰动吗？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陈州突然想起来，一开始的倒计时明明是从30:00开始的，结果居然直接跳到了3点，导致所有人都毫无准备。陈州看向自己的面板，果然在技能栏出现了一个技能，探查数为 LV1， 最简单的探查数，可探查对方的基本信息，探查完整度和双方精神属性差值有关，精神属性差值越高，探查信息越完整。冷却时间30分钟。该探查术会引起对方注意，请谨慎使用。该探查术为非完整版，无法升级。看了看四周，陈州果断对着后厨一名厨师尝试使用了探查术。喂，你对人类0级普通使用了探查术 LV1， 精神判定成功，你将获得对方的部分信息。精神判定，陈州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词语。姓名张征，0级普通。种族人族。血量力量敏捷 0.8， 精神 0.7， 智力 0.7， 体质 1.0， 魅力 0.7， 天赋空。技能信息基本上对得上，都是在一个店内打工的员工。陈州和这些厨师虽然不太熟，但是姓名还是知道的。这个张征体型微胖，作为一名厨师，力量和体质自然不会太低，但是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讲话也是口齿不清，一副小儿瘫痪的样子，智力看样子就不高，非常符合陈州探查到的这个属性面板。但陈州发现，即使所谓的判定成功了，能看到的东西很有限，除了基本属性以外的信息什么也看不到，可能也是因为探查术等级太低的原因造成的。使用完探查术后，陈州明显看到了张征有些疑惑的左顾右盼了一会，他估计这就是技能里面所说的会引起对方注意的说法了。看来如果以后使用起来要注意一些。就在此时，一声声惨叫突然从大厅那边传来，厨子们一听有动静，纷纷抄起家伙朝大厅跑去。陈州看了看后厨连通的黑乎乎的走廊，咬了咬牙，
还是和厨子们一起往大厅去了。倒不是他有多大义凛然，这种情况下他还真不敢一个人乱跑。来到大厅，一群人正纷纷缩在后面，惊恐地看向门口的方向。白雾笼罩，陈州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情形，只能听见一声声惨叫声从门外传来，依稀能听见怪物啊、救命之类的话，这让店内的人更加害怕。经理胖大海恐惧地看着店外，就在刚才，他招呼几个服务员，打算让他们去问问物业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没想到过了好一会还没有人回来，只留下几句惨叫声。小强、小吴，你们俩和我一起去门口看看什么情况。经理海大胖强忍着恐惧，拉上店内最壮实的2个年轻服务员，打算去外面看看什么情况。作为以服务闻名的一家店铺，他还是要把顾客放在第一位的。2个壮实的小伙也没有说些什么，只是紧紧地握着拖把，和海大胖小心翼翼地朝门口走去。别过去！后方的人群中，一名女孩突然喊出来。众人回头看去，那是一名高中生打扮的一名女孩。那名女孩惊慌地望着门外的方向，颤抖地开口说道：那边全是血腥的味道。众人还不明所以，一道信息被分享到众人面板上来：天赋，贫血，本命天赋，天生贫血的你身体孱弱，但却赐予你对血液超乎常人的敏锐程度，请珍惜你的血液。这是面板的天赋？真的假的？为什么我没有天赋？大家都开启了面板，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天赋这个事情。听到旁人的对话，陈州看自己那个路人的天赋也顺眼了一些，看样子好多人都没有天赋这个东西啊。听到女高中生的警告，海大胖3人对视了几眼，最终还是决定从门口退回来。毕竟命只有一条，现在的情况实在过于匪夷所思了，没必要冒险。3人转身往回走，噗嗤，一根长枪从白雾中突刺而出，瞬间贯穿了走在最后面的小吴的胸膛。小吴口中吐着血沫，不可思议地低头看向自己胸前的枪头，喷射的鲜血溅在海大胖和小强的身上，2人一时愣在原地。片刻后，啊呀！大厅内顿时泛起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无论是客人还是员工都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有人甚至直接吓得晕倒在地。海大胖和小强也终于回过神来，不过2人的反应截然不同。海大胖吓得瘫倒在地，连滚带爬地朝着人群中爬去，而小强却大吼一声，挥起手中的拖把，用力地朝着小吴身后的人影砸去。砰！拖把实砸在那道人影上，可人影却没有丝毫晃动。你对蜥蜴人零级普通造成了打击伤害，鳞甲抵挡成功，伤害降低。蜥蜴人受到了轻微伤害。白雾因为拖把的挥动散去，众人也终于看清楚了凶手的全貌。近人一样的身高体型，全身鳞片，一条巨大的尾巴垂落在地。而最令人恐怖的是那蜥蜴模样的脑袋，此刻一双兽瞳正死死地盯着小强。小强早已没有了刚才的勇气，对于未知的恐惧让他止不住哆嗦，手中的拖把也掉落在地。众人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只蜥蜴人模样的怪物一枪捅死了一个刚才还活生生的人，这场面实在太过惊悚。这他妈究竟是什么怪物？陈州远远地看见这一幕，也吓得不行。此刻的小吴已经彻底断了生机，蜥蜴人将长枪拔出，转而朝着瘫倒在地的小强用力刺去。第3章反击。眼瞧着长枪就要刺中小强，一个巨大的火锅伴随着滚烫的热油砸中了这只蜥蜴怪物。蜥蜴人被这一下砸得踉跄，手中的长枪也失去准头，因为被热油洒中，他还疼得发出了嘶嘶嘶的声音。愣着干嘛？还不快跑！客人中一名壮硕的男子朝着小强喊道。小强也终于回过神来，连滚带爬的朝着后方退去。受伤的蜥蜴怪嘶吼一声，眼神通红，看着眼前乱糟糟的人群，发出了一阵奇怪腔调的嘶嘶声。随着这一阵阵嘶嘶声，其身后的白雾中也传来了一阵阵嘶嘶的回应声，似乎是有更多的怪物聚集过来。不太对劲，大家快跑！有人似乎意识到了危险，赶忙大喊，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数支长枪从这只蜥蜴怪身后的白雾中鱼射而出，直接射向了人群。瞬间就有数人的身躯直接被长枪贯穿，躺在地上再无声息。四溅的鲜血让原本就慌乱的人群更加炸开了锅。听着一声声惨叫和尖叫声，陈州将身体彻底埋在角落的桌子底下。就在刚才，有一支长枪钉入了他身后一名客人的右肩，那名客人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地不起。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如此接近。陈州转头看向后厨的方向，那是除了门口外唯一一个可以离开餐厅的通道。他现在非常后悔，为什么刚才没有直接离开，还要跑回来凑热闹。除了陈州外，餐厅的员工们也都知道后厨的通道。趁着混乱，
几名厨子和服务员扭头就朝着后厨跑去。看着几人的身影消失，陈州也想起身跟上，但还没等他动身，那几个逃跑的人就已经尖叫着跑了回来，还有一人身上还流着鲜血。难道后面也有怪物？陈州不禁心想。果然，在他们后方，2只蜥蜴怪手持长枪紧随而来。此时，大门口的蜥蜴怪也从刚才的袭击缓过神来，而他后方竟然又出现了4只蜥蜴怪。腹背受敌，大厅内的人似乎成了砧板上的鱼肉，眼瞧着怪物就要冲进人群，逃不掉了，跟这群怪物拼了！一名客人率先举起反击，举起身旁的凳子就朝着怪物砸去，但转眼间就被2把长枪刺入身体。一开始，那名提示大家面板信息的眼镜青年从角落窜出，拎着一整个火锅砸中了面前的一只蜥蜴人。这蜥蜴人一时不慎，被砸得头晕目眩，直晃脑袋。看着面板上的提示，这个青年惊喜的大喊：“有伤害！这怪弱得很，大家别怕。”见这些怪物也不是不可战胜，其余人也不再犹豫，纷纷拿着凳子或者火锅加入战斗。混乱之中，不断有人被长枪刺中倒下，但店内客人加上员工足足有近100人，在没了退路的情况下，还是勉强招架住了。几名强壮的男人贴身后，甚至能直接将这些怪物扑倒在地。陈州也趁机摸到身边，拿起菜刀朝着某只倒在地上的蜥蜴怪砍去，但是菜刀砍到这只蜥蜴怪物的身上，却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面板上不断传来消息：你对蜥蜴人0级普通造成了砍击伤害，0甲抵抗成功；你对蜥蜴人造成了极微伤害，刀刃毫无效果。面板上都提示着难以破防的消息，应该拿重武器来的。陈州面色难看，对付这种怪物最好的武器就是类似于锤子一样的重武器。蜥蜴人每一挥枪，就有1个人受伤倒下。眼瞧着局势越来越差，刚在后厨和陈州打招呼的张师傅也拿起武器，朝着被扑倒在地的这只蜥蜴怪砍了一刀。这一刀顿时看呆了众人，居然直接将面前这只蜥蜴怪的右臂连根砍断。张师傅惊讶之余，再随手一刀，竟犹如切菜一般，直接将面前这只蜥蜴怪削手。身边的人包括陈州都诧异地看着张师傅，谁也没想到这种难缠的怪物就这样死掉了。这难道是？这位中年厨师惊喜地看向查看自己面板上的天赋。驱灵本命天赋，对灵类生物造成伤害时，将无视对方的灵类天赋技能，并造成额外的真实伤害。作为一名优秀的渔夫与厨师，数十年的处理食材的经验，让你对灵类生物拥有超乎常人的理解。本就是渔夫出身的他，转行厨师后，也常常是处理食材的那个人。对于鲨鱼早就已经烂熟于心，没想到这居然转化成了一个天赋。张师傅看着手中的菜刀，喜悦洋溢，感觉这个游戏对他来说也不是个事啊。小心！还没等张师傅反应过来，足足有3名蜥蜴人直接舍弃了手中的长枪，将其朝着他抛掷而去。张师傅毕竟年纪大了，即便是有人提醒了，但仍没躲过。在众目睽睽之下，3把长枪直直地插入他的体内，有1把甚至直接贯穿了他的脖子，鲜血直涌。张师傅仰面躺地，手中却仍紧握那把菜刀，好果断。陈州没想到这些蜥蜴怪如此果决，在第一时间他就想到了张师傅一定是有个对这些怪物有奇效的天赋，没想到竟然让这些怪物直接舍弃了手中的武器射杀了。这些怪物肯定有智慧。陈州看着眼前的困境有点发难，越来越多的人被刺伤躺在地上，最主要的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反抗的欲望，都是躲在角落或者光顾着逃跑，要不然这么多人一拥而上，这几只怪物哪里是对手？每个种族都是有弱点的，仔细观察。对，沉下气来，陈州静下心来观察了一番，果然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灯光昏暗，加上事发突然，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蜥蜴怪物实际上都是穿了一层皮甲的。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这些皮甲也是鳞片。这层皮甲只是护住了这些蜥蜴怪的腹部到胸部的位置。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着衣部分的防御力会高一点。实际上对蜥蜴怪来说，身体的其余部分恐怕都有鳞甲保护，只有胸腹那一块是需要靠外物来保护的。试一试。趁着混乱，陈州开始慢慢朝着最近的蜥蜴人摸去。这只蜥蜴人手中的长枪已经在刚才抛掷出去，手中已经没有了武器。但即便如此，他面对3、4名成年男子依然占据上风，他的利爪和尖牙都是他最有力的武器，稍有不慎就会被抓伤咬伤。而人类一方根本难以造成有效的伤害，只能依靠手中的板凳拉开距离对峙。蜥蜴人在对峙中越来越烦躁，每上前都被人类用板凳一顿砸，终是忍不住一个猛扑朝着人群中冲来。哪想这地面实在太油腻，一时不慎
这蜥蜴人竟直接摔倒在地。一旁的数人见此良机，哪敢怠慢，一名近200斤的胖男人率先欺身压上，把这只怪物压在地面上。紧接着又有几名男人压了上来，将这只蜥蜴怪死死压在底下。另外几个男女拿着身边可以拿到的东西，哐哐就往这只怪物身上砸去。但很可惜的是，力道不足，鳞甲太厚，对这只蜥蜴怪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反而让其愈发狂躁。其挣扎的力气让几个成年男人都难以控制，不少人都在过程中被划伤。第4章初次击杀。陈州也在此刻赶到了这只蜥蜴怪的周围，他朝着束手无策的众人喊道：“扒开这只怪物的皮甲！”蜥蜴的腹部应该是弱点。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蜥蜴的肚皮是没有鳞甲的。那名压在怪物身上的胖男人赶忙去扒身下这只怪物身上的皮甲，在他用力的拉扯之下，蜥蜴人身上简陋的皮甲拉开了一道豁大的缺口，白花花的肚皮显露在众人的眼前。蜥蜴人感觉不妙，直接借力脱下了皮甲，挣脱了众人的束缚，随后挥舞着利爪朝着那名胖男子抓去。胖男人因为用力太猛，抓着皮甲摔倒在一旁，看着袭来的蜥蜴怪，脸色难看。而身边众人无一人敢拦在这只怪物面前，只敢持着各类杂七杂八的武器等待机会。靠，早知道不做这个出头鸟。胖男人心中极其后悔，出来吃个火锅咋就遇上这种情况了。他双手护住脑袋，蜷成一团，打算趁着怪物上来攻击时刻再找机会反击。就在蜥蜴人即将将利爪刺入胖男人体内时，一把尖刀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其胸腔前。这只怪物竟毫无察觉地用腹部撞了上去。蜥蜴怪疑惑地低头看着身侧持刀的男子，兽瞳里明显可以看到这只怪物的诧异。什么时候，他的竟然完全没有感知到这个男子。随着陈州右手将刀子一搅，刀子笔直地从上到下直接剖开了这只蜥蜴怪的胸腔，鲜血喷涌，各类模糊的内脏流出。这只蜥蜴怪嘶吼一声，瘫倒在地，抽搐了片刻后再不动弹。你对蜥蜴人零级普通造成了刃击伤害，弱点攻击暴击，你对蜥蜴人造成了致命伤害，蜥蜴人已死亡。呼，赌对了，在刚才他就发现这些蜥蜴怪经常把他忽视，就连反击的时候都忘了抓他。他就在猜想是不是因为路人天赋的原因，于是他躲在角落等待着机会。果然如他所料，陈州大口喘着粗气，直犯恶心，鲜血溅得他浑身都黏糊糊的。他现在脑袋还是有些恍惚，平日里的他杀条鱼都要费一番功夫，如今却杀了一只类人的怪物。四周的人呆呆地望着这一幕，有几个女孩甚至直接瘫软在地。陈州回过神来后连忙喊道：“别大意，还有怪物！”战斗远远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一只蜥蜴怪，除去一开始被张师傅消手的蜥蜴怪之外，店内起码还有5只怪物在肆虐。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也终于让众人反应过来，四顾一番，就瞧见一旁一只蜥蜴怪正刺倒一名想要逃跑的客人。又是一枪后，这名客人的惨叫声戛然而止，随后这只蜥蜴怪将目光瞄向了陈州等人。尽管众人合力杀了一只怪物，但仍没有胆量去正面面对这些怪物。有几人见门口已没有怪物把守，纷纷朝着门外跑去。那只蜥蜴怪对那些人熟视无睹，手持长枪朝着待在原地的陈州几人冲来。陈州随手将身旁的椅子推倒在路中间作为阻挡，自己则赶忙朝后面跑去。大家都跑，他陈州又不是超人，也只能跑。至于那几名瘫软在原地的女孩子，陈州只能说自求多福吧。这只蜥蜴怪同样将陈州无视，推开椅子后，蜥蜴怪径直朝着那些瘫倒在地尖叫的人冲去。就在此时，一双脚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在蜥蜴怪冲刺的路线上，猝不及防之下，蜥蜴人被绊倒，脑袋也重重地磕到了桌角。看其样子像是受了重创，趴在地上直晃脑袋，手中的长枪也掉落在一旁。陈州停下脚步回头看去，正是那名躺地的胖男人利用视角插阴了这只蜥蜴怪一手。胖男人抓起掉落在一旁的长枪就朝着蜥蜴怪脑袋上刺去，可蜥蜴怪脑门上的鳞片抵挡了这一击，接连几枪都毫无建树。胖男人就想着故技重施，去扒下这只蜥蜴怪的皮甲，但很可惜的是，这时候的他没有任何帮手，没人帮他束缚住这只狂躁的蜥蜴怪。两人缠打在一起，眼看着这只怪物凭借强大的力量压制住胖男人，马上就要杀死对方。陈州拎来一把椅子，从背后狠狠地将其砸倒地，随后用椅子将蜥蜴怪的身体牢牢固在椅脚之间，对着胖男人大喊道：“趁现在刺他眼睛！”没错，这些怪物除了腹部外，眼睛上也是没有鳞片保护的。看着被固定的怪物，胖男人一咬牙，俯身单手架住怪物的脑袋，另外一手握住枪头，用力地往下一刺。一声凄厉的嘶吼声响起，蜥蜴怪开始疯狂挣扎，
陈州和胖男人两人死命地将其固住。胖男人抓住机会，再一用力，将长枪进一步刺进了其脑袋中。随着枪头彻底没入怪物的脑袋中，其很快就停止了挣扎。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击杀提示，胖男人终于松了一口气。陈州看着不再动弹的怪物，也终于放下心来。也不知自己刚才哪里来的勇气，还敢回来帮忙。两人回头望去，刚才还吓得不敢动的几人早已没了踪影，全都趁着两人缠着蜥蜴怪的时候跑了出去。两人相视一眼，无奈苦笑：“小兄弟，谢谢你，你救了我2次了。我叫王浩，你怎么称呼？”“陈州，大哥，你可真勇，我佩服。”陈州是打心底里佩服在这种时刻还能第一时间站出来的人。王浩摆了摆手，说道：“没有你，我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应该还有几只怪物，怎么没声了？”陈州疑惑地四处望了望。刚才蜥蜴怪来袭的时候，人们都在四处乱窜，怪物也是四处追击。这家火锅店算是比较大的了，陈州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是其中一角，从刚才就一直有惨叫声传来。而现在，除了几人痛苦的哀嚎声，已经没有打斗的声音了。怪物的血和人类的血溅得到处都是，昏暗的应急电源只照亮一角，让人有些不寒而栗。突然，一阵系统提示音在陈州脑海中响起：“恭喜你完成了一场艰苦的小型战斗，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1只；协助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1只。战斗评价 B+，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200%。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蜥蜴长枪普通，蜥蜴皮甲普通，蜥蜴爪 X2，中量经验。当前经验0级18.400分号，100分号。”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王浩和陈州两人惊奇地发现，店内所有的蜥蜴怪物的尸体和血液，甚至包括王浩手中的长枪，都化作蓝光消失。店内蜥蜴怪和其有关的东西全化作蓝光后，这些蓝光又重新凝聚成一件件道具，出现在两人身前。一把长枪、一件皮甲和几个爪子出现在陈州的面前，而王浩面前也出现了一把长枪和一双皮护腕和几个爪子。两人对视了一眼，纷纷拿起了身前的物品查看。陈州的面板上随即出现了这些物品的相关信息：蜥蜴长枪，普通武器，轻微增加破甲。看来现实真变成了游戏啊！陈州不禁感慨：怪物、经验、属性、面板、掉落装备，还真是一个元素没少。第5章 SS 级天赋。陈州又拿起了皮甲和爪子查看相关的信息：蜥蜴皮甲，普通护甲，轻微增加穿着部分的物理抗性；蜥蜴爪，普通材料，蜥蜴的爪子。皮甲比起陈州那瘦弱的身躯显得有些大，但当陈州试着将其套在身上时，皮甲居然自动契合了他的身材，缩小了一些，穿上毫无任何不适感。这么神奇？看了一会后，陈州突然想到了什么：变异。你是否对蜥蜴皮甲普通使用变异？注意，变异方向未知且不可逆，甚至可能出现不明后果，是否使用？果然，变异只能对系统产物生效，怪不得之前都无法使用。否，陈州又对蜥蜴长枪和蜥蜴爪同样使用了变异，弹出的信息都是一模一样，他都选了否。变异1天只能使用1次，他暂时还没有想好该如何使用。就在此时，一阵新的系统提示音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恭喜你在游戏第1天完成一场战斗胜利，并击杀一只怪物，将解锁随机个人天赋转盘，是否抽取天赋？天赋等级为 FSSS。 随机天赋 SSS。 陈州惊奇地呼出声，一旁的王浩似乎也收到了同样的提示，毕竟他也是属于击杀一只怪物。小兄弟，你也收到那个什么天赋转盘的消息了？没错，浩哥你也有。王浩点了点头。那我们先抽取吧，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坏事。抽取天赋。陈州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的转盘，灰色的 F 级天赋面积最大，而彩色的 SSS 级天赋面积最小，基本可以无视。指针飞速转动，最终停留在了绿色区域。运气真的不咋地啊！陈州心中有些苦涩。恭喜你抽中D级天赋飞羽。飞羽 D 将赋予天赋者一根飞羽。飞羽的杀伤力与力量有关，速度与敏捷有关。被摧毁后需要24H 进行恢复。系统提示音落下后，陈州的小臂突然奇痒无比，等他拉开袖子一看，手臂上居然长出了一根长长的白色羽毛。他下意识摸了一下，异常柔软。可当他心念一动，这根白羽又突然变得坚硬无比。当陈州伸直手臂，心念再度控制，这只白色羽毛突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飞出去，定在了他面前的墙壁上，看样子还蛮深的，威力不俗。小兄弟，这是你随机到的天赋吗？看起来不错啊。
王浩的声音从耳边传来。见状，陈州也没有遮掩，大大方方地说道：“没错，我的天赋是飞羽地级天赋，其实威力很弱。浩哥你呢？”陈州手臂微抬，那飞出去的白羽快速地飞回，最后轻轻地重新落回手臂原位。王浩羡慕地看了一眼。我随机的天赋叫做强臂 C 级天赋，看描述只能加强一点双臂的力量判定和伤害判定。说完，王浩随手拿起一把椅子，手臂微红后，那钢制的椅腿竟被硬生生掰歪。王浩和陈州都看着有些发愣，这看起来可比我的白羽厉害多了呀。陈州有些无语，王浩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内心却极为惊喜，没想到在这个技能的加持下，力量如此之大。这时，陈州突然想起来，变异是不是对天赋也能起效？他连忙尝试着对白羽使用。你是否对天赋白羽 D 级使用变异 Z 级？注意，变异方向未知且不可逆，甚至可能出现不明后果，是否使用？还真可以。犹豫了片刻，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天赋变异中，天赋变异成功，白羽 D 级，成功变异为羽甲 C 级。吱吱，发生未知干扰，判定错误。技能变异成功，白羽 D 级，发生未知变异，成功变异为70 SS 级。这看着面板上传来莫名其妙2次的变异成功，陈州也是摸不着头脑。不过他是越来越觉得事情有点奇怪了，他可不信这是自己的运气，要知道自己的运气打小就一直很差，哪能出现这种低概率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这系统究竟行不行？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这种扰动的情况了，怎么谁都可以干扰一下？万幸，最后面板上留下来的是 SS 级天赋70 SS， 将赋予天赋者7根神秘羽毛，名为白灵。白灵杀伤力与力量、精神成正相关，速度与敏捷成正相关，坚韧程度与体质成正相关。当白灵被摧毁后，6H 后将自动恢复。复原之灵可吸收各类元素晶核对白灵进行转化，转化后的灵不可逆。转化后的灵将根据元素晶核的质量和类型对自身进行强化，并生成具有独特效果的灵。卧槽，这下起飞了！看着面板上那一长串的技能介绍，陈州不由发出惊叹。一根白羽变成了7根，而且相关属性也从2个变成了4个，威力和坚韧程度有所上升，同时恢复时间也变得短多了。但光靠这些，陈州可觉得远远不足以称之为 SS 级天赋，最多算个 C 到 B 之间吧，毕竟也就是7根羽毛。那不用多说，剩余的价值肯定在所谓的复原之灵上了。但可惜的是，它没有任何的元素晶核来进行转化，甚至是毫无头绪。看样子这个天赋属于成长型天赋，短期内实力提升恐怕不会太大，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前期要苟一点了。手臂上又是一阵痒痒的感觉，陈州知道自己要长毛了。不过他这次没有拉开衣袖，难不成告诉王浩你陈州有大秘密？片刻后，他已经能明显感知到手上新长出来的白灵，左3右4，而且比之前的白羽更加清晰。这羽毛就如同他新的器官一般，倒是异常奇特。第6章，血之灵。小兄弟，小兄弟！陈州在王浩的呼喊声中回过神来。啊，怎么了？王浩一脸担忧地说道。我看你待了好一会，还以为你怎么了呢？没事，刚才恍惚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陈州随便找了个理由敷衍了过去。两人自战斗结束后就一直蹲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内。陈州稍微站起身看了一下店内，视野可见的范围内一个人也没有，只能听见几人凄惨的喊声。这几人叫了这么久也没有怪物过来，可能怪物已经全都走了。陈州想了想，提议道：要不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了？得到了新的力量，王浩的信心倍增，同时他也意识到了杀怪的好处，此刻哪能不同意？两人正想起身出去，一阵声音不知从店内哪里传来。大家都还好吗？陈州两人探头望去，看到一名穿着衬衫的中年男人正小心翼翼地走到大厅的中央。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应急灯源的照射下，陈州居然能看见其周身竟环绕着一圈淡褐色的光照。都出来吧，怪物应该都死了吧，不然早就冲出来袭击我了。衬衫男人见没人回应自己，又喊了一句：小兄弟，怎么说？王浩低声询问陈州。去看看。好。王浩和陈州两人起身朝着衬衫男人走去。衬衫男看见两人朝着他走来，顿时喜出望外。太好了，我还以为全被那该死的怪物给杀了呢。等到三人都来到餐厅中央，躲藏在餐厅各处的人见没什么危险，也都纷纷走了出来。那些受伤的人此刻才得到救助，不少伤者甚至因为流血过多死去了。老公，
老公你去哪里了？我的燕子，你死得好惨！有没有人看到我的儿子？呜呜！谁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他妈还是21世纪吗？这还有王道吗？到了此刻，人们才敢去寻找自己的同伴和亲人。餐厅内一下子炸开了锅，只是很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阴阳两隔或者走散了。等大家汇聚到一起，发现只剩下40余人了，加上一些伤员，也就50出头。要知道，刚才店内就餐的人加上服务员，可是有近100人了。当然，死去的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人都在混乱中逃出店内了。眼看场面缓和下来了，一些女孩子终是忍不住大声哭出声来，男人们也都是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似乎没有从刚才的惊魂一刻缓过神来。谁也没有想到，短短10几分钟内就遭遇了这么恐怖的事情。前一刻还在满足地吃着火锅，下一刻就经历了生死。我叫杨天花，两位怎么称呼？那名衬衫男来到王浩和陈州身边，开口问道。陈州、王浩，两位是不是也击杀了一只蜥蜴怪？没错，不过我们一共杀了2只。你也是的，而且随机到了一个天赋，名叫护身土遁。杨天花没有详细说明自己天赋的等级和效果。不过很奇怪的是，我这边击杀了1只，你们击杀了2只，之前那个厨子也杀了1只，那还有3只怪物去哪里了？是不是离开店里了？陈州想了想，说道。毕竟那么多人乱逃，说不定蜥蜴怪就跟着这帮人出去了。杨天花点了点头，说道，是有这个可能，不过我们还是检查一下店里面的各个角落吧，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杨天花虽然有心去找，但也怕一个人危险。此刻大厅内大部分人都还在沉浸在刚才的场景中没有走出来，也唯有王浩、陈州等数人还能保持冷静。陈州2人也没有拒绝，眼下2人刚刚获得力量，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尝试一下。3人从前台拿了3只手电，开始在店内一点点搜索。这家火锅店还算是挺大的，大厅就不用多说，能容纳100来人同时用餐。后面还有几个大包厢供团队用餐。3人越搜索越心惊，每隔一段路就能看见不少人类的尸体，一路下来少说也有10几具了。陈州看得眉头直皱，胃里感觉异常难受。在寻找的过程中，3人也找到了几位还躲在角落的幸存者，但即便是3人告诉他们店内安全了，也还是躲在那说什么也不敢动弹。3人也没有多劝，很快3人就搜索到了这家店的包厢处。从血迹来看，有蜥蜴怪一直追着一伙人一路追杀到此处。杨天花主动上前推开了第一个包厢大门，鲜血直接从包厢内流淌到3人的脚下。手电筒灯光的照射下，整个包厢如同血浴一般，血红色的粘液铺满了整个房间。3人都没能忍住，纷纷干呕了起来。走吧。王浩实在忍受不住这个气味，开口说道。看来那几只怪物可能杀完这里的人从后厨跑了。3人正欲离开，陈州突然发现地面上的血液竟然从他们脚下朝包厢内倒流。小心！喊完后，他也顾不得另外2人，自己赶忙朝外闪去。下一秒，几道血刺从包厢内朝着剩余2人直射而来。说到底都是普通人，王浩和杨天花哪里反应得过来？只是这些血刺在杨天花周身数厘米处，竟直接撞到了一层淡褐色的透明罩子，爆裂开来。王浩则是没能躲过，直接被血刺命中。好在没有射中要害，只是腿部被刺了一个血洞。谁？杨天花大声喝道。他清晰地看见面板上的提示，明显是一个人类。人类0级，普通，对你造成了特殊伤害，血护身土遁抵挡成功，豁免伤害。人类0级，普通，对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只是回应他的是更多的血刺。一连10几道血刺后，他的护身土遁再也支撑不住，直接破碎开来。眼瞧着还有源源不断的血刺飞来，一股大力突然将其往后拉去，力气之大，甚至将他甩飞一段距离。正是王浩。将杨天花救下后，王浩赶忙关上了包厢门，挡住了射来的血刺。但吃了那么大亏，他哪能就这样算了？见其双手扣住大门把手，呵！王浩双手的肌肉泛起一阵红光，整个包厢的大门竟直接被其凭借蛮力拆了下来。用力一抛，王浩将整扇大门朝着包厢内部砸去。本就混乱的包厢被砸了个七零八落。一阵巨响过后，场面平静了下来。王浩和杨天花喘着粗气，松了一口气。这究竟什么情况？就在2人松懈之时，2人脚底下的血液中竟又凝聚了血刺，朝着2人脑袋刺去。看着近在咫尺的血刺，2人都露出了惊愕之色。2根白色的羽毛突然从一旁射出，准确地撞碎了2根血刺。关键时刻，陈州出手了。但没过多久，更多的血刺开始凝结，出现在2人的身侧。看着这漫天的血刺，王浩和杨天花脸色难看。只是还没等2人有所反应，
漫天血刺又重新化作血液落在地上。这一连串的操作让两人懵逼了片刻，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过了好一会，面前的包厢内又传来动静，可把两人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陈州，背上还背着一个昏迷的女孩。小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人也是惊奇，刚那么久，也不知道陈州是怎么进去的包厢。明明一开始他是最先退走的。陈州在退走后，他看那些血刺根本无视了他，就在想是不是自己路人天赋又起作用了。见王浩两人在手忙脚乱地应付着血刺，他暂时也没有搭理，直接就摸进了包厢内。果然，直至此刻都没有任何血刺来袭击，只是那个袭击者还没看到，差点被王浩扔过来的门板给砸中，搞了个灰头土脸。好在最后他在角落看见了那个袭击者。见到那个袭击者的时候，他还有点诧异，居然是一开始提示众人有血腥味的那个高中女孩。不过她的状态有些奇怪，此刻的她双目血红，坐在角落，一旁的鲜血则是在不断涌动。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女孩将注意力都放在门外的两人身上，即便陈州到其身侧了，这个女孩都没有发动攻击。就在陈州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面板上的天赋欺凌却在不停闪烁。面前的女孩身上传来一股不知名的吸引力，检测到附近有未知元素晶核，是否吸收？犹豫了几秒，是。一枚血色的晶核挣扎着从这名女孩的身体飞出，随后化为碎片，碎片没入陈州的身体内，逐渐消散。这是什么鬼东西？在一阵的剧烈疼痛中，陈州似乎能听见一阵阵凄惨的嚎叫声。不可能，怎么会？究竟是谁？也不知道过去多久，等陈州的疼痛感彻底消失，手臂上的一根白灵已然化作血红色。恭喜你，复原之灵成功吸收一枚血晶核，一根白灵转化成血之灵。血之灵体质加 0.5， 力量加 0.3， 敏捷加 0.2。血之灵将赐予所有羽毛重生的能力，只要血之灵未被摧毁，其余灵被摧毁后将立刻恢复。当其余灵返回身体后，无论受何损伤都会彻底恢复。血之灵本体被摧毁后需要 EH 恢复。血之灵对敌人造成伤害后将进行一次体质判定，判定失败后将造成一层流血。当敌人判定成功豁免后，下一次你的体质判定将获得一定优势，此优势将不断叠加。看着系统的提示，陈州惊喜交杂。本来他还对这个所谓的元素晶核无从下手，没想到居然这么简单就拿到了一个。白灵转化后的血之灵异常强大，光基础属性的加成就已经让陈州觉得自己脱胎换骨了。体质属性上就让陈州在原本的基础上提升了 50%。 他感觉自己原本因为战斗而有些力竭的身躯突然变得活力满满，力量也大幅增加。血之灵伤害机制强到可怕，只要能对敌人造成伤害并通过判定，就能造成一层流血，即便没有通过判定也会不断累积判定优势，直至成功。只是不了解这个流血究竟能叠多少层。陈州转头看向眼前这个女孩，自从那枚血色晶核从她的体内飞出后，她就已经晕了过去，其身旁的血液也停止了涌动。联想到刚才吸收血色晶核时传出的声音，陈州也大概也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会袭击他们了，很大可能是被什么莫名的存在给控制了。第7章商议。杨天花朝着陈州问道：这女孩什么情况？可能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所以才会攻击我们，我已经解决了。陈州简单的回答道。杨天花脸色有点难看，他可是差点被刚才的血刺给弄死了，就这么敷衍的回答。不过他的命也算是陈州救的，只能点点头。小兄弟，谢谢你，这都已经是第3次了。王浩也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被眼前这个男孩救了3次。经此一事后，三人没有再遭遇其他意外，只是剩余那几只蜥蜴怪还是没有找到踪影。陈州怀疑有可能被附体这个女孩的生物给杀掉了。回去的路上，陈州一路背着这个女孩，他现在渐渐体会到了属性提升带来的强大之处。背着近100斤的女孩毫不吃力，这是之前他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他更是察觉到自己瘦弱的身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强壮起来，这个 SS 级天赋的强大毋庸置疑，更别提现在他的7根白灵只有1根转化了。不消片刻，三人带着这个女孩回到了餐厅正中央。餐厅内的众人已经从刚才的袭击中缓过神来了。等三人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大帮人开始在讨论起来了，但没有一个人敢轻易的从店内走出去，甚至有人开始搬运各类大件物品，将店门口堵住。慌乱的人早在第一波袭击就逃窜了出去，剩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待在店内等待救援就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谁知道外面还有没有怪物呢？手机此刻也成为了玩具。
信号早在一开始就没有了，只能当做手电使用，众人与外界的联系也彻底消失。见三人回来，众人忙起身询问情况。杨天花开口说道：“大家不要怕，我们找了一圈，店里面暂时没有怪物了。”众人闻言松了一口气。另外，有谁认识这个女孩吗？杨天花指了指刚从陈州刚放在地上的女孩：“这不是雪儿吗？”一名高中女孩凑前观望了几眼，突然惊呼道：“她怎么了？”“没事，应该就是昏厥过去了，你照顾一下她。”陈州让开位置交给那名高中女孩。那名女孩向陈州道了声谢之后，呼唤起来：“杨雪儿，杨雪儿，你醒醒！”几声呼唤过后，那名为杨雪儿的高中女孩居然真的慢慢睁开了眼。陈州见状，连忙退至众人身后，手臂微抬，手臂上的白绫微微颤动，蓄势待发。虽然说所谓的血精已经被他吸收，但究竟是不是这个造成他袭击还未可知。王浩和杨天花两人也都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动手。不过万幸的是，这个女孩并未攻击众人，只是皱了皱眉头，朝着身旁的女孩问：“金佳佳，我这是在哪？我死掉了吗？”那名叫做金佳佳的女孩带着哭腔说道：“你还没死，我也没死。”说完，她指了指陈州：“是那个人救你回来的。”见女孩将目光投向了自己，陈州摆了摆手说道：“小事情，你还记得你晕倒前的事情吗？”杨雪儿捂住了疼痛的脑袋，摇了摇头：“我只记得我和我的几个同学还有其余人躲在包厢里面，然后几只怪物就追了进来，然后我就没了知觉，醒来就是在这了。”杨天花这时候冷不丁的开口问道：“那你还记得你袭击了我们三个吗？”此言一出，周围的人顿时哗然一片，没想到还有这个插曲。这名高中女孩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没有，我根本没有印象。”杨天花本还想继续开口，陈州对他微微摆手，他只得作罢。陈州转头对着杨雪儿说道：“你看一下你的经验条，还有天赋。”杨雪儿看了一眼，奇怪的说道：“有20%左右的经验，而且我还多了个天赋，叫什么鲜血领域，是个 A 级天赋。”“A 级天赋？”一旁的杨天花惊呼道：“要知道他的护身土遁仅仅是 C 级。”陈州倒是不意外，看他们三人遭遇袭击的情形，这女孩的天赋就不可能太低。那几只蜥蜴怪也大概率是被他杀了，不然这经验总不可能杀人得来的吧。陈州想了想，朝着杨雪儿说道：“之前你的状态确实有些不对，不过不是你的原因，不必在意。”“谢谢。”虽然杨雪儿不知道在她昏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面板上的变化和杨天花的话让她明白她身上一定出了些问题，能这样被带过再好不过了。女孩的问题解决后，众人又开始商议起现状。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有人提醒道：“后门是不是有楼梯可以直通1楼？”火锅店位于商场4层，商场地上5层，地下2层，共7层。陈州常年在这打工，对这些比较清楚的回答道：“是的，后门过去有个货物电梯，还有个楼道，不过现在电梯肯定不能用了。那我们走楼道下去怎么样？”此言一出，场面顿时冷了下来，大家皆默而不言。提议的那人见状，悻悻不敢再提。谁知道外面究竟是什么状况？谁敢就这么走楼道下去？现在到处都是白雾弥漫，这白雾不但视觉受阻，大概率还有声音的阻隔性。这么大一个商场，特别还是周5的下午，商场内的人流绝对是不少的。可是除了一开始餐厅内的众人能听到惨叫声，等餐厅内的战斗结束后，众人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外面传来任何声音了。就连陈州三人在包厢那边发生的战斗，处于餐厅的人都没有听到声音。那我们究竟怎么办？一名女客人无助地哭出声来：“我的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呢。”此言一出，顿时有好几人也痛哭了起来：“我上有老，下有小，老公也死了，我不想死在这里啊！”王浩不忍看到这一幕，开口说道：“我去楼道看一眼吧，你们在这等我。”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要是我回不来了，你们暂时就别出去了，别白费力气了。刚才我试过了，楼道被一道透明的墙壁挡住了，提示了什么区域头目未击败。”一道声音突然从后方传出，众人回头望去，消失的海大胖带着几人正失魂般朝众人走来。第8章分歧。你什么意思啊？众人将目光看向海大胖，这个富态的餐厅经理此刻正瘫倒在地。海大胖目光呆滞，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回过神来。我说了，出不去的，后面的楼道有一层墙壁一样，我们怎么试都出不去。没用的，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你在说些什么话？什么叫出不去？一名妇女声嘶力竭地朝着海大胖咆哮道。一个服务员装扮的男孩有些沮丧地说道：“经理说的没错，我们在一开始就往楼道逃跑，可是那个通道根本过不去，像是有一层看不见的墙一样，一直提示什么区域头目未被击败。”即便如此，众人还是不相信。陈州倒是比较相信海大胖的说辞，
毕竟以他这种自私自利的性格，第一时间肯定会想着逃跑。如今他这样失望的回到餐厅，只能说明他确实没办法逃离。不过再怎么说，陈州也要去确认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到底这些人所说的区域头目未击败是个什么意思。除了几个受伤的人和照顾的，其余人都纷纷朝着楼道走去。毕竟现在海大胖等人回来了，也就说明去楼道这条路暂时还算是安全的。穿过黑乎乎的后厨，众人来到了后方的员工通道，通道内静悄悄的，众人也不敢朝着两旁走去。来到了楼道前，些许应急灯光照亮了楼梯，但是当众人来到门前，却似撞到了一层透明的墙壁，根本无法通行。果然，海大胖所说的并不是假话。当陈州伸出手触摸到这层透明的墙壁时，一个相应的提示也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该区域的头目未被击败，该区域无法通行。居然是真的！这头目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余人似乎也听到了这个提示，议论纷纷。但这里并不是商议的地方，众人赶忙退回餐厅内。要知道，从后厨出来的通道也同时连接着商场的主通道。之前出现的两只蜥蜴怪就是从那边跑出来的。回到餐厅内后，众人围成一个大圈开始讨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出去找那个所谓的头目杀掉了。难不成我们还能永远困在这里不成？商场内不是还有扶梯吗？我们走那下去不就成了？有人提议说道。你知道那个地方一定能下去吗？况且现在的情况，你敢从这个门口出去看看吗？其实还有一种方法。一名中年男人搂着自己惊魂未定的妻儿说道。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等什么？等别人把所谓的区域头目解决掉，或者等外面的警察军队察觉到这里的情况，把我们救出去。众人闻言都沉默了。这个男人说的确实不错。要知道，此刻是周五接近晚上的点，这个时间来商场内用餐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光在这个火锅店内用餐的人数就接近70-80人了，外面甚至已经开始排队取号了。至于其余店铺的人，那肯定就更多了，难免没有几个猛人可以解决掉所谓的头目。而且这么大范围的人失踪，加上如此多人的死亡，外界知道了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处理的。说到底，人都是自私的，既然存在可能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就能逃离的方法，谁又愿意去当这个出头鸟呢？陈州看着眼前这群人，冷不丁的开口：万一没有人去解决这个头目呢？万一这个头目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解决呢？又万一外面的世界也变得如此荒诞，没办法救援呢？此话一出，无人应话。过了半晌，那个中年男人才缓缓开口说道：总而言之，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去对付这群怪物，就算我去了外面，也只是个拖后腿的。这位小兄弟，我知道你刚才的表现很好，我也知晓你和旁边那位朋友杀死了2只怪物。说到此处，他顿了顿，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妻儿，接着说道：但是你也要理解我们，像我这样的中年老男人，体力和各方面都难以和你们这些年轻人相比拟，也没有像你们一样的什么天赋。这个所谓的系统给我的属性值，甚至没有一项达到普通人的平均值一点。同时，我也没有任何别的技能，我不能抛弃我的妻儿去做这些冒险的事情。说到了这个份上，陈州也没话可以讲。毕竟，无论别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无权去干涉别人。于他而言，他并不是真觉得这些人能带来多大的帮助，只是人多总能带来更多的生存机会。他可不想在这里干耗时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所谓的系统对于勇敢者的奖励绝对是丰厚的，不但拥有着3倍的奖励和经验，还带给了他们这些杀怪的一次随机天赋的机会。如果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游戏，那么整个秩序格局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强者将恒强。就在此时，杨天花突然开口说道：想必大家也看到我周身的这层光罩了，这是我杀怪给我带来的天赋。什么？居然不是自带的天赋？许多人都大惊失色，大多数人都对杨天花的这个环绕周身的护盾好奇，还以为是系统一开始赐予的天赋，没想到是杀怪给的。陈州面色凝重地看了一眼杨天花，他有些明白这个男人要做些什么了。第一天杀怪可以随机1次天赋，系统给我的提示是这样的，记住，只有第一天。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以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想应该不是所有人都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吧。杨天花环视了众人一圈，这个游戏可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等会是一定要出去探索的。如果你们甘心于当个普通人，那就当我没说。许多人将目光看向了陈州和王浩2人，因为有很多人也看到了他们2人杀了蜥蜴怪。2人都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王浩还顺便展示了一下自己暴涨的力量，轻轻松松就将铁质的凳腿给掰歪了。这一下子就将餐厅内部分人的小心思给调动了起来。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中年人有不得不留在这里的理由，而杨天花却有更大的野心，想在这个游戏初期取得更大的优势。他们都在争取餐厅内这些人的支持，人数的优势能够让他们在遭遇怪物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的容错率。就如同刚遭遇怪物的时候，要是没有那么多人分散怪物的注意力，他们几人又如何能杀掉怪物？最终，餐厅内的人分成了两波，一波想要留在餐厅内聚首，这批人以那名中年男人为首，还有大部分的家庭组合、情侣以及年纪较大的老人。这些人要不就是自己的羁绊在，男人无法彻底抛下自己的伴侣走开，要不就是因为属性过低不想冒险，亦或是胆小谨慎。另外一波以杨天花、陈州和王浩三个拥有了天赋的人为首，跟着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这批人的身体素质普遍偏高一些，以男性为主。或许这些人都相信自己能成为那个在游戏里独特的那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杨雪儿也跟着陈州他们一起出去了。中年男根本不放心这个袭击过人的女孩待在餐厅内，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其余人的一致认可，就连杨雪儿的同学们都纷纷投了赞同票。第9章雾中战。陈州等人简单收拾了一下装备和补给后就出发了。移开店门口的障碍物，众人小心翼翼地朝白雾中走去。还没走2步，一个男人突然叫了一声卧槽！白雾弥漫，众人根本看不清眼前的情形，这个男人就被什么东西给差点绊倒在地。众人低头看去，吓了一跳，一具穿着火锅店店员服装的尸体正躺在血泊当中，是门口负责迎宾的同事。陈州一眼就认出了这具尸体，在工作中两人还偶尔会有交流。照这么说的话，那么另外几个人应该也……果不其然，众人四处探去，门口还躺着7、8具破烂的尸体，不但有服务员的，还有原本等在门口排队的客人，此刻已经全部都被杀害。饶是有了心理准备，但是众人还是被吓得不行。就这么一会，就有几个人借口身体不适回了餐厅，不愿意再往外走了。还没有遇到怪物，队伍大部分人就已经心里惶恐，打起了退堂鼓。接着走吧，我们一家店一家店探过去。杨天花手握一把蜥蜴人掉落的砍刀，为了提振大家的信心，主动走在队伍最前面。出来的人身上也都或多或少都带了些厨房搜刮来的武器。白雾笼罩在前方，压根看不清前方的事物。陈州心中也有点忐忑，视野实在太差劲了，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一旦被蜥蜴怪突袭，这支临时的队伍恐怕会立刻崩溃。周围的静谧也让他感觉到一丝丝不妙。陈州警惕地四处张望，慢下脚步，从队伍的中前方退至中后方。一旁的人见他如此谨慎，也不由紧张起来，似乎迈不开脚来。不知不觉，整个队伍越来越慢。杨天花走在最前方，似乎听到了前方传来了些许声音，连忙举手示意后方停下脚步。他很满意这支队伍，大家令行禁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回头便准备和众人商讨对策。这一回头，人猛了，白雾弥漫，哪里还有人影？这 TM 人呢？难不成有未知的怪物全给杀完了？他脑海中不由想起恐怖片里的场景。一支队伍走在静谧的街道上，怪物从后面一个个毫无声息地将人杀死，而领头的就是最后死的那个。恐惧感让他想尖叫，但是又不敢发出声音。就在此刻，一支长枪突破白雾，从他脑后方刺来。相隔不到数米的地方，陈州一群10几个人正蹲在地上慢慢往前挪动。王浩挪到陈州身边，轻声说道：“陈州，你有没看到杨天花哪里去了？”“都看不到了，他不是走第一个吗？到前面去了吧？这家伙走那么快干啥？都跟不上了。”陈州看着王浩还在不断往后退的脚步，有些无语。“你至于吗？有那家伙领头，还怕什么？那兄弟你倒是慢点退啊，我都跟不上你了。”王浩紧紧跟着陈州的步伐，继续向众人后方退去。等他们退到队伍最后方的时候，居然发现有人退得比他们还要远。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正一本正经地躲在最后面缓缓挪动。3人正面面相觑，队伍前方突然传来了一阵破空声，伴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一道人影摔落在众人身前。这不就是杨天花吗？此刻的他周身的褐色光华有些不稳，衣服稍显凌乱，但好在身上没有什么伤口。他遭了偷袭，护盾和长枪碰撞的力量将其击飞数米。等他落地抬头，就看见了自己这群队友全蹲在后方看着自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怪物来了呀，还愣着干啥？我还以为你们全都死了呢。伴随着几声嘶吼声，几只蜥蜴怪的身形从前方的白雾中显现。杨天花顾不得起身，连忙在地上翻滚数圈，躲开几次攻击。后方的救援也及时赶到，除了几个人还在那踌躇不前，大部分人都冲了上来。王浩手持蜥蜴长枪，趁着最前方那只蜥蜴怪注意力还在杨天花身上时，把枪杆子当作棍棒用力一砸，臂力强化，双臂一阵红光闪过，下砸速度顿时快了一截。最前方的那只蜥蜴怪本想举臂格挡，却不料这一击快得超乎意料，直接被击中脑门。你对蜥蜴人零级普通造成了钝器伤害。
鳞甲抵抗成功，弱点攻击。你对蜥蜴人造成了少量伤害，你对蜥蜴人造成了晕眩。这只蜥蜴怪竟被王浩一击砸晕。紧跟在王浩身后的陈州见此良机，也不犹豫，双手一挥，刷刷，2根羽毛精准地命中蜥蜴人的眼睛。你的白鳞蜥蜴人灵级普通，造成了穿刺伤害。弱点攻击，你对蜥蜴人造成了大量伤害。白鳞的杀伤力相当出色。见这只蜥蜴怪还在动弹，陈州踏步上前，手握匕首插入这只蜥蜴怪的脑袋。你对蜥蜴人造成了致命伤害。蜥蜴人灵级已死亡。见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一只蜥蜴怪，人类一方士气大盛。原本还躲在人群后的几个人一看怪物也不过如此，也纷纷拿着钢棍和菜刀等武器上前帮忙。几只蜥蜴怪哪里招架得住实际有武器的人类进攻？特别长枪这种武器没有数量，没有地形，一旦被人近身，根本施展不开。更不用说这些蜥蜴怪只会一招突刺，毫无章法可言。不一会，这些长枪都被人类一方打落在地，而人类一方仅仅只有数人被刺伤。这些蜥蜴怪只能够凭借着一身鳞甲和利爪与人类不断周旋。众人看着眼前不断嘶吼、挥舞着利爪的蜥蜴怪，有些头疼。失去了武器，但这些还是凶猛的野兽，无论是棍棒还是刀刃，都没办法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棍棒砸到其身上，被鳞甲抵挡过后，只能造成少量伤害。刀刃更惨，很多人都面板上弹出来的都是你没有对其造成任何伤害。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陈州的白鳞，每每划过这些蜥蜴怪，都能让其发出一声嘶吼，流出些许鲜血。陈州倒是不着急，他在不断尝试着控制自己的2根白鳞。有这么多靶子可以练习天赋，陈州巴不得。随着不断的使用天赋，陈州明显感觉到自己和这几根羽毛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能造成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强。在发射这些羽毛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用自己的精神力来进行简单的转向，继而控制羽毛在空中的轨迹，再也不是直来直去。在他精神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下，这些蜥蜴怪的鳞甲都会被白鳞划出一道豁口。随着几只蜥蜴怪身上的伤口也越来越多，这些怪物也越来越着急，但每次拼死扑向一个人就被乱棍打回。这人的天赋也是杀怪得到的吧，实在太厉害了。众人见自己刀具都难以破防的鳞甲被2根羽毛轻易划破，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这些怪物马上就坚持不住了，马上我们也会有这样厉害的天赋的。就在此时，这些蜥蜴怪都开始不断嘶吼起来。伴随着嘶吼声，陈州隐约感觉到周围的白雾中似乎出现点什么东西。速战速决，都让开，让我来。杨天花也意识到有些不妙，主动上前，仗着有护盾保护，他越过人群，直接顶着这些蜥蜴怪的攻击冲了上去。蜥蜴怪的利爪朝杨天花袭来，被其周身的护盾稳稳地挡住。而杨天花完全不顾这些蜥蜴怪的攻击，径直抓住一只蜥蜴怪的肩膀，随后一个绊脚将其摔倒在地，显然是有些格斗功底在身上的。第10章精英，快上！有了杨天花主动上前充当先锋，其余人很快就紧跟压制。虽然蜥蜴怪的力量很大，但是也没办法阻挡多个成年男子的同时进攻。更何况在此之前，这些蜥蜴怪都被陈州消耗了一波，伤势不轻。很快，这些怪物就被众人乱棍打倒在地。见状，不少人拿出随身的刀具，开始朝着这只倒地蜥蜴怪身上的薄弱部位发起攻击。鲜血喷溅，很快就有2只蜥蜴怪就被众人合力杀死。剩余的2只眼看就要坚持不住，陈州没有上前，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幕。这些人都是想要杀死一只蜥蜴怪获取天赋的。现阶段拥有天赋的人越多越好，没必要去抢这些。有很浓的血腥味朝这里赶来。一道清脆的声音在陈州身侧响起。陈州转头看向这个一直跟着众人一言不发的女孩，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自从知道杨雪儿袭击过陈州3人之后，所有人都对他有些忌讳，这次更是将他赶了出来。就连他的同学都对他躲躲闪闪，不愿接触。这个女孩一路上一直默不作声，似乎被抛弃这件事让她很是伤心。这会突然出声，让陈州很是惊讶。杨雪儿神情有些惶恐，有个血腥味非常浓的怪物来了。陈州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连忙朝着前方的众人大声喊道：“小心！”但为时已晚，一柄头枪突然从前方的白雾中射出，直接命中了一个正在忘我的挥砍菜刀的男子。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其射入后方的白雾中，不见踪影。陈州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恐怖的速度和力量，还有怪物！杨天花赶忙呼喊，众人赶忙从已经不成形的蜥蜴怪身上散开。不过眼下大家都已经在杀戮中感到兴奋，并没有谁因为有新的怪物的到来而觉得害怕。但陈州却隐隐觉得不太妙，
刚才那只头枪的威力与他之前在火锅店内碰到的那几只蜥蜴怪的长枪投掷威力明显感觉不一样。要知道，在火锅店内时，老李被整整3把长枪射中，也没有出现这种直接被击飞数米远的情况。但是其余人可没有想那么多，眼下杀死一只怪物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天赋，而天赋的强大，这些人也已经看到了。无论是杨天花的护盾，还是王浩的臂力强化，亦或是陈州的飞羽，都是能够让这些人感受到超凡的魅力的。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拒绝的诱惑。几名上头的年轻人直接突破白雾，朝着头枪射来的方向冲了过去。几人的身形很快消失在白雾中。陈州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切，实在是太鲁莽了。过了一会，前方的白雾中还是没有任何声音传出，剩余的人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那几个人呢？怎么还没有回来？有个大叔朝着前方探了探脑袋，不知道。不过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杀了怪还是没有随机到什么天赋？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戴着金丝眼镜的那名男子朝着杨天花问道。杨天花摇了摇脑袋说道，我也不清楚，我们刚才杀完怪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战斗结算的系统消息，随后就有了随机天赋的轮盘出现，战斗还没有结束，自然就没有结算，也没有天赋。陈州在一旁说道，战斗还没有结束，这是指什么意思啊？眼镜男有些疑惑，其余人也纷纷将目光投向陈州。陈州朝着刚才几个年轻人冲进去的方向指了指，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我们这些人可以算作一个战斗团体，而我们遭遇的蜥蜴怪也可以算作一个战斗团体。战斗结算应该是需要我们两方有一方彻底死亡或者别的什么条件，所以现在没有结算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还有怪物没有解决。金丝眼镜男继续问道，所以你的意思是想要获得天赋，那就必须要去把新加入战斗的怪物也杀掉，那岂不是如果一直有怪物加入战斗，那这场战斗就一直不算结束？陈州想了想，点了点头说道，理论上是这样没错。既然这样，那我们也跟过去看看吧。距离那几人冲进白雾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任何回音，他们心中也有些不妙。一群人踱步朝着前方走去，走了不到数米的距离，他们就已经找到了刚才冲出去的其中一人，整个胸腔破开了一个大洞，鲜血流得遍地都是。怎么办？有人已经开始发虚。另外2个人呢？在这里。在一旁的墙壁上，2个青年的尸体被钉在墙上。该死！那怪物呢？有人不禁怒骂。这3个人也不知道搞些什么，还没等这个男人说完话，一支枪头直接从其嘴巴里冒出。哦，这个男人不可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脖子，鲜血疯狂地从嘴巴里喷涌出。噗！长枪拔出，这个男人应声躺在地上抽搐，眼看着活不了了。众人惊愕地向其身后望去，一只全身着轻甲的蜥蜴怪正站在那，右手单手持枪，左手腕部挂着一个小盾牌，背上还背着一把头枪，看样子和普通的蜥蜴怪相差甚大。嘶哈！嘶吼了一声后，这只蜥蜴怪直接朝着人群冲了过来。快拦住他，杀了他！众人还是想和之前对付普通蜥蜴怪那样，将其包围，打落武器，再利用人数的优势把他磨死。陈州躲在人群后，看到这一幕就知道要糟。这只蜥蜴怪的速度极快，完全不是之前那类普通蜥蜴怪可比拟的。果然，还没等人类形成包围圈，这只蜥蜴怪枪如闪电，根本来不及反应，在最前方那个男子惊愕的目光中刺中他的脖子。身后2名男子愤怒地挥着棍子砸来，还没等铁棍落下，这只蜥蜴怪拔枪，持枪一撩，左手边那名男子吃痛，手中铁棍脱手，蜥蜴怪回身一挡，长枪稳稳架住了另一名男子的下铡。这只怪是精英？那名武器脱手、手被挑伤的男人看着面板上的提示，惊讶地喊道：“蜥蜴人德里，0级准精英，对你造成了穿刺伤害，你受到了伤害。”听闻陈州赶忙丢了一个探查术上去，你对德里0级准精英使用了探查术为 LV1， 精神判定成功，你将获得德里的部分信息。德里0级，种族蜥蜴人，血量力量 1.4， 敏捷精神 0.9， 智力 0.6， 体质 1.1， 魅力 0.7， 天赋准精英模板天赋，对所有激战。看着杨天花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这只精英蜥蜴怪不慌不忙，一枪横扫，将刚才身前2人荡开，随即用力朝着冲来的男人刺去。杨天花周身褐色护盾泛起一阵涟漪，终究还是挡住了。蜥蜴怪的脸上明显露出了惊讶的神情，手中长枪都险些脱手。杨天华高举手中蜥蜴长枪，用力下砸，
给我死！砰！一声闷响，蜥蜴怪左手护腕上的小盾完美的挡住了这一下。杨天花的脸色有点难看，刚想换招，却见眼前这只蜥蜴怪却如同泥鳅一般向后方撤去。别跑！杨天花和周围几人见其要跑，赶忙追了上去。小心！陈州觉得有些不对劲，赶忙大喊道，手臂抬起，足足6根白绫急射而出。果然，这只蜥蜴怪还没跑几步，一个起跳回身，右手拔出了身后的头枪，用力后拉，呼啸的头枪直向杨天花而去。杨天花脸色大变，可现在实在是避无可避。宁！一声怒喝，他周身的黄色光华居然开始汇聚成一面有形的盾牌，出现在头枪的正前方。这正是他随机天赋的主动技能。个人天赋护身土盾 B， 赋予天赋者一个常驻无形护盾，该护盾能够抵挡任何对天赋者有敌意的攻击，该护盾的防御力等于天赋者全身防御的平均值。护盾的能量与天赋者的精神、体质属性、周围土元素能量相关，护盾一旦被击破，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充能。主动技能凝盾，将全身的能量汇聚成一个有形盾牌来抵挡攻击，该盾牌的防御力将大幅上升。该盾牌的防御力与能量总额、天赋者精神力、周围土元素含量有关。冷却时间 6H。 头枪很快就和杨天花的凝聚的土盾相撞，两者相撞，土盾稳稳地挡住了头枪。就在杨天花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土盾轰然破碎，第二支头枪直接轰碎了土盾。在杨天花不可思议的目光中，头枪的枪头在其眼里越来越大，一刹那，红的白的溅了一片，一具无头的尸体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一时间场面异常安静，谁都没有想到刚才还威风凛凛的杨天花就这样死在了他们眼前，还是以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陈州也没有想到这头枪的威力居然如此恐怖。在杨天花的护盾之前，他的白绫就和对方的头枪相撞了，可是被轻易就给荡开了。没想到在碰撞之后还有余力击碎杨天花的护盾。如今场上还活着的人只剩下10来个，还有数人都受了伤，不少人心中都有了逃跑的念头。一名队伍最后面的小伙子见场上形势不对，竟直接扭头就跑了，但一支头枪呼啸着紧追而去。这名小伙子直接被穿膛而过，死都不能再透了。眼瞧着这只蜥蜴怪还在继续从身后的背带里摸着头枪，都他妈的别再犹豫了，赶紧上，不然全都得死在这里！陈州大喊道。他忽然想起来什么，朝着待在原地的杨雪儿喊道，你也是，不想死的话就快用你的天赋。杨雪儿带着哭腔的说道，可我是真不知道怎么用天赋啊。陈州也没有理会这个女孩，控制着6根白绫再次朝着面前这个恐怖的蜥蜴怪射去。其余人见状也知道逃跑根本无济于事，迟早都会被这只蜥蜴怪个个击破，纷纷拿起武器冲了上去。蜥蜴怪看着飞过来的6根羽毛，露出了不屑的神情。可当他举起长枪正想荡开第一根羽毛的时候，脸色就变了。羽毛上附带的力量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当他荡开第一根羽毛的时候，手臂就有些发麻。见状，他直接放弃了正面应对的想法，举臂用小盾挡住了第2根羽毛后，他的身形一动，消失在了原地。剩下4根羽毛纷纷插在他消失的位置，微微颤动。陈州脸色难看，收回了6根白绫，这也是为什么他还要将血之灵藏着的原因。这怪物速度太快了，他现在还无法很好的控制转向，面对这只蜥蜴怪如此快捷的速度，只能勉强起到牵制的作用。但好在有了陈州的拖延，剩余的人都顺利的冲到了他的面前，不然怕是光扔头枪都得死上一半的人。但是靠近之后又该怎么办呢？从之前的战斗就可以看出，这只蜥蜴怪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一手枪法虽然看不出有多厉害，但是简洁，杀伤力大，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果然，这只蜥蜴怪轻松躲过最前方男人的一记突刺，反手就朝着其面门刺来。幸亏王浩此刻及时赶到，将那名男人向后拉去，随后双臂发出红光，举起铁棍用力一砸，明显发动了天赋技能。这只蜥蜴怪见这机势大力沉，也不敢硬接，凭借右手小盾侧挡住，借着这股力向后撤去。与之前同样的手段，从背后抽出一把头枪朝着王浩掷去。叮叮叮叮叮叮，这次陈州可不会大意了，足足6根白绫将这柄头枪生生撞至一旁的墙壁上。王浩见状也急忙抓住机会上前进攻。可这只蜥蜴怪的战斗经验实在丰富，加上速度极快，尽管人类这边还有不少人，但很难形成一个包围圈。这只蜥蜴怪边打边撤，刚利用左手小盾硬挨王浩一击下砸，右手单手持枪直接刺入一人心脏，人类又折损一人。要不是有着陈州在一旁牵制，恐怕剩下的人会立刻崩溃。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陈州，你小子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王浩心中也在发怵，放声大喊。对方完全像是和一群小孩子战斗一般，没有任何的压力。即便他加强的臂力的一击，对方也用小盾完美的格挡了下来，力量差不多可以跟他开启天赋后媲美了。这怪物太灵活了，不能控制住他，一切都白搭。陈州一边控制着白灵，一边说道：“血牢！”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从众人身后响起，是杨喜儿。在不知不觉间，居然没有人发现，遍地的血液居然以一种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汇聚到这只蜥蜴怪的脚下。而就在女孩声音响起的一刹那，那满地的鲜血开始不断涌动。蜥蜴怪似乎也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急切的想要跳跃逃离这个血池。陈州觉察到了这是个好机会，可是杨雪儿刚才根本没有和他沟通，他的6根白灵还未收回。就在此刻，人群中的那名金丝眼镜男却突然发难，一把银白色的手术刀凭空出现在其手中，其甩手一挥，手术刀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朝着空中蜥蜴人的眼睛飞去。蜥蜴人的神情大变，紧闭双眼，随后用护臂紧紧挡住头部。第12章稀有装备。叮！一声脆响，蜥蜴人的手臂竟被这把手术刀给弹开，露出了眼睛。但是还没完，手术刀弹飞之后，竟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再次掉头朝着蜥蜴怪的眼睛飞去。噗！这把手术刀直直的透过眼皮，射进这名蜥蜴人精英的眼睛内。哈！蜥蜴人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趁此机会，王浩高高跃起，举起长枪，用力下砸。砰！蜥蜴怪直接被王浩从空中砸落在地。与此同时，地上的血液此刻也彻底爆发，一柄柄血刺从地上的血液中产生，形成一个锥形牢狱，把蜥蜴怪牢牢地困在中央。成了！但还没等众人高兴片刻，这只蜥蜴怪发狂般用利爪挥舞，数秒间几根血柱就被折断，眼看就要逃脱。机不可失，看着眼前的情形，剩余的人见状赶忙上前去发起攻击。臂力强化，王浩强化双臂，狠狠地朝着这只蜥蜴怪的脑袋砸下去。而此刻的蜥蜴怪哪里还有反抗之力，硬生生地挨了这一下后，顿时晕了过去。陈州见状也放下了手臂，附在其上的微微颤动的血之灵也重新恢复平静。他诧异地看了一眼那名金丝眼镜男，他没想到这个人居然隐藏这么深，也不知道这是他的个人天赋还是什么。没过多久，血牢内只剩下一只破烂的蜥蜴怪尸体。尽管他的鳞甲很厚实，还穿着全身轻甲，但也终有支撑不住的那一刻。战斗也终于落下了帷幕。恭喜你完成了一场史诗的小型战斗，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1只，协助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1只，协助击杀德里0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B 加，相当不错的战斗。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200%。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蜥蜴长枪普通，蜥蜴爪 X1，德里的护腕稀有，中量经验。当前经验0级 67.200分号，100分号。看着面板上终于弹出来击杀提示，陈州终于松了一口气。应该是因为新手加成的缘故，居然也掉了一件稀有装备。要知道他只是协助击杀呀。德里的护腕稀有，小幅度增加出手速度，小幅度增加腕部防御。这只精英怪的最后一击也不知究竟是谁完成的。陈州没有去抢，毕竟关系到别人的天赋。原来所谓的天赋轮盘是这样。金丝眼镜男看着面前凭空冒出的白光，喃喃自语道：“很明显，他杀了一只蜥蜴怪，随机到了天赋。除了他以外，场上除了陈州、王浩、杨雪儿外，只活下来4个青年和一个与陈州同在火锅店打工的中年男人。不过这些人都没有透露天赋轮盘的信息，不知道究竟是击杀者在刚才的混战中死去了，还是这几人有所隐瞒。”没过多久，金丝眼镜男看着手中泛起的绿色光芒，喃喃说道：“没想到干了一辈子医生，到游戏里面还是医生。”说罢，他转头看向了陈州等人：“有人受伤吗？刚好我随机到一个新的天赋，试试效果。”我，还有我旁边的这个都受伤了。有名偏瘦一点的青年连忙喊道：“刚才和这只精英蜥蜴怪战斗的时候，他的大腿就被划了一道巨大的伤口，一旁的胖一点的朋友胸口也有一道伤口。”随着眼镜男将手中绿色光球分别推入2人体内，两人的伤口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你们几个呢？”眼镜男朝着陈州、王浩等人问道。陈州刚想摇头，突然想到了什么，说道：“我手可能刚才有点摔伤，也给我治疗一下吧。”好。光球汇入陈州体内，他感觉浑身暖洋洋的，就连体力都貌似恢复了不少。向面板看去，血量果然在慢慢的恢复。你受到人类0级普通治愈之光效果，生命恢复。天赋名就叫治愈之光吗？陈州心中暗想。
怎么样？好很多了，谢谢。不客气。陈州转头走向杨雪儿，刚才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出手，可能很棘手。可女孩却只是带着哭腔摇着头说，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个游戏和天赋我根本搞不懂，弄了大半天才知道怎么使用天赋，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我的错。不怪你，谁都没想到这个怪物这么厉害，杨天花那个家伙都死了。王浩也上前安慰道。看着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陈州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如果你不想再这样的话，最好抓紧时间熟悉自己的天赋。一群人在眼镜男的天赋下很快就恢复了伤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是准备回去，还是继续朝着外面探索？金丝眼镜男率先开口问道。回去吧，我们连一家店铺都没进去探索，刚出火锅店几步路就死了这么多人，连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大叔都死了。几个青年都已经没有勇气继续探索了，10几人的队伍出来，现在才刚出来就死了一半还要多。这还仅仅是一只所谓的准精英怪，这个区域的头目肯定比这只准精英怪还要厉害。本来还想着所谓的游戏降临，他们能够像小说中的主角那样子一路打怪发育，翻身做主人。现在他们仔细想一想，要不是他们几个运气好，或许早就在刚才的战斗中躺在地上死去了。最主要的是，他们几人都没有抢到人头，一个天赋都没有。接着走下去也无非是炮灰罢了。杨雪儿只是摇了摇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令人意外的是，那个中年男，他居然提出了继续探索的意见，这让陈州不得不怀疑，刚才的战斗中他也是获得了天赋的一人。对陈州来说，是肯定选择继续探索的，他根本不甘心继续以前的生活。再说了，留在那边等别的人来拯救吗？他可不喜欢把命运放在别人的手上，不趁着现在抓紧发育，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最后几名青年都决定回去，而其余5人继续朝着周边探索。简单的交流后，陈州也知道了金丝眼镜男的名字。李玉是一名市里最好的医院的医生，而那名中年男的名字叫做王栋梁，原本是负责火锅店的后勤工作，倒是和陈州还有几面之缘。很快5人就来到了火锅店隔壁的一家酸菜鱼店，和火锅店门口一样，这家店的门口一样躺着数具尸体。几人互相看了一眼，继续朝里面走去。里面漆黑一片，就连应急灯都没有打开，也不知道是被打坏了还是怎么样。几人打着手电朝里探去，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看到。墙壁和地面上到处都是鲜血。这家店铺不大，比起火锅店小了数倍。几人简单探索了一番就出来了，没有怪物，也没有活人，只剩下10数具还在流淌鲜血的尸体。尽管看了那么多次死人的尸体，但是陈州等人还是恶心的想吐，杨雪儿更是直接在一旁吐了半响。只有李玉好像还是无视人一样。几人继续出发。这家商场的4楼基本上都是以餐饮为主，火锅店的位置位于东北角的最边上，店铺很大，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他们现在就是从一边慢慢的朝西面探索。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第一个电动扶梯处，不出所料还是下不去，和刚才楼道的提示一模一样，或者说不单单是下不去，上也上不去。在这个商场还有5楼区域是电影院，当他们的手触碰在向上的扶梯时，同样有无法通行的提示。商场内全是白雾，看不到上面也看不到下面，不但隔绝视线，也隔绝了声音。陈州面色凝重地说道，看来不解决所谓的区域头目根本没办法出去了，找一下别的幸存者吧，一只准精英级别的怪物就已经让我们难以应付了，必须要找到帮手。李玉提议道，说不定还有别的幸存者侥幸杀掉了怪物。说得不错，我们慢慢探过去吧。第13章幸存者。在几人准备动身前，李玉却突然问了几句，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只所谓的头目究竟在哪个区域？他究竟在本层的什么地方？是游荡的还是固定位置的？我们会不会立马就遭遇？陈州等人也不禁思索起来。对啊，头目就在本层，万一他们几人探索的下一个地方就碰到这个所谓的头目怎么办？他们5个人有能力解决这个头目吗？要知道刚才那只精英怪就差点让他们团灭了。看着前方弥漫的白雾，几人不由担心冷不丁突然冲出来一个恐怖的怪物。我们还是别太担心了，按照我的判断，这只头目大概率出现的位置会是在最西面。李玉见众人忧心忡忡，赶忙安慰道。为什么？众人有些疑惑。你们仔细想想，最西面是什么店铺？不就是傻烤肉自助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王浩还是不解。那家烤肉自助有火，人有多少？王哥，你不记得了吗？陈州想了想就明白了。作为整个商场最火的一家烤肉自助，每天的排队人数都是超过了70、80桌，加上店内的人，起码有数百人在那个位置。而人多就意味着危险，会吸引更多更强的怪物过去，确实会有极大的几率头目就在那边。想到这里，他认真地看了一眼这名自称医生的男子。
心思非常缜密，而且极为小心的一个男人。出火锅店的时候，他就是远远跟在队伍后面。刚才要不是机会难得，恐怕他也不会暴露自己的本命天赋。最后，几人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走一段距离，打算先将附近这一块的店铺全部探索完再说。毕竟怪物可是会四处袭击的，就算他们躲在店里面不出去，也迟早会有一天被攻击。如果实在运气不好碰到了头目，那也只能拼死一搏了。整个商场的格局大致为一个长方形，中间有一块圆形的巨大空地，平时用来举办活动什么的。而陈州等人所在火锅店就在最东面，烤肉自助则在最西面。几人去的下一家店面的是一家牛蛙火锅店，之前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不过此刻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传出，还是和外面一样，尸体横在走道中央，惨不忍睹。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从角落中传来，是谁？似乎是看到了灯光，意识到不是怪物，里面的幸存者主动发出了声音，我们不是敌人。王浩听见有人活着，赶忙应道。听到声音，里面的人貌似也松了一口气。就这么一小会，从各个角落中钻出来20多人，也不知道刚才他们究竟藏在哪里。你们是？一个穿着工作装的女人开口问道。我们和你们一样，是被困在这里的人，从隔壁的火锅店内过来的。陈州在这群人中间也看到了几个熟悉的人影，貌似就是刚才火锅店内逃出去的那些人。看样子是在外面看到无法逃脱，又重新找了家附近的店铺躲了起来。那门口的那些怪物，你是说那些蜥蜴怪吗？没错，我们之前看情况不对劲，就拉着大伙一起找出路，没想到路上就碰到这些怪物。这个女主管说到这，眼神中开始透露出恐惧。其中有一只怪物太可怕了，仅仅交手了一小会，我们这有战斗力的人就全部被杀死了。要不是那只可怕的蜥蜴怪突然被什么吸引走了，我们这群人怕是一个都逃不掉。被吸引走了，应该指的就是这只准精英的蜥蜴怪被我们交战的那会其余蜥蜴人的叫声给吸引过来的。陈州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只准精英蜥蜴怪是单独过来的了，应该就是被这群人给杀掉了其余的怪物。如果你是说门口的蜥蜴怪的话，应该都被我们解决掉了。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陈州皱着眉头看向店内的人群，大部分都是小孩和女人。我们本准备在这里等救援，本来以为是救援来了，没想到。女主管低落地说道。如果你们觉得这里不安全，可以去一旁的火锅店，那里面人还比较多，而且相对来说位置安全一些。望了一眼他身后的人群，大多都是神色惶恐。陈州也明白肯定是拉不来什么援手了。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带着这些人回到火锅店后，陈州等人才再次出发。几人神情都有些不好，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帮手，收到的全是坏消息。就算有人能够杀死蜥蜴怪得到天赋，也极有可能死在类似于刚才那精英蜥蜴怪的手中。就在几人再次来到牛蛙火锅店附近时，走在最前方的李玉突然停下了脚步。谁？他朝着迷雾中大喊。出来！一把手术刀凭空出现，游荡在李玉周身。与此同时，陈州也突然感觉到一种被窥视的感觉。他微微抬起手臂，白灵蓄势待发。其余几人也同样感觉到了异样，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中年男王梁栋开口说道：这是备用了侦查术，我同事之前对我用过，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对方是人类？王浩拿着武器疑惑地问道。别掉以轻心，说不定怪物也会有这个技能。再说就算是人类也不一定安全。李玉严肃地说道。这个朋友说得好，不过我们真没有什么恶意。一名高大魁梧的男人从前方的迷雾中走出。主要是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匪夷所思，我们也是怕才不得已使用探查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紧随着这名男人的还有10数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肌肉爆棚的汉子，手上还拎着铁棍等武器，甚至有人还拿着个哑铃。还没等陈州等人发问，这个领头的肌肉男就开口介绍起自己。我叫马军，澎湃健身会所的经理。澎湃健身会所知道吧？就开在这边上。说罢，马军还指了指自己身上短袖的电标。这个健身会所陈州倒是挺有印象，之前他还去店里蹭过几次免费的试用，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健身房了，里面光健身教练就有10来个人。礼尚往来，陈州也毫不客气地朝对方丢了个探查术。你对人类0级普通使用了探查术 LV1， 精神判定失败，你仅可以探查到少量信息。姓名马军0级普通，种族人族，血量98.700分号100百分号，力量敏捷，精神0.9，智力体质魅力1.0，天赋技能不知道是不是精神力太低的原因，所有属性基本上都看不到。不过有一点陈州可以确定，那就是眼前这个男人有天赋。之前他在火锅店内就探查过一名厨师，
那名厨师的天赋栏很明确的显示无，而此刻这个男人是……这名魁梧的男人明显感受到了什么，皱了皱眉头，却没有说些什么。简单交流了一番，双方就放下了戒备。澎湃健身会所就开在商场靠中间的部分，他们等人也是从那边一路清扫过来的，情况不太乐观，大多数店铺内的人都被杀完了。马军回想着在路上看到的情形，摇着头说道：“幸存的人我都让他们去健身房内躲避了，我还安排了一部分有战斗力的人员去保护他们。”陈州听完后有点疑惑地问道：“有没有想过你的健身房也不是很安全？毕竟另外一侧的怪物没有清理。怪物很厉害吗？我们路上遇到也不下10来只怪物了，都轻轻松松解决了。”马军摆了摆手，轻松地说道：“况且留在那边的还有4、5个天赋者，这些蜥蜴脑袋的怪物们根本不是对手。”讲到这里，马军旁一个身着背心的肌肉男应和道：“说实话，这些怪物真的不厉害，还是你们太怕了。这些怪物都不够我们分的，现在还有几个人没有觉醒天赋。”看着这些健身教练手中从器材上拆下来的各式铁棒，陈州突然没话说了。这类重型武器对付起这种蜥蜴怪可比刀刃有用多了。这些肌肉男们的力量加上随机到的天赋，这些普通的怪物还真不是他们对手。大叔，不要随便立 flag 哦，我们之前碰到了一个精英级别的怪物，可不是这些普通蜥蜴怪能比的。杨雪儿看着马军不以为意的样子，忍不住提醒。马军哈哈一笑，也没有说啥，毕竟这几人不知道他们的战斗力，这么说也无可厚非。不过想起刚才的探查，底下人汇报这5个人的天赋栏全都是，虽然因为精神力过低的原因看不到具体的天赋，但还是说明这5个人起码都已经杀了一只蜥蜴怪物了，是个不错的战力，值得拉拢一番。在这游戏降临后，当他和一帮健身的兄弟们杀了第1只蜥蜴怪后，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点小野心，拉拢一帮人当个小领导，万一政府崩溃了呢？说不定就成了一方大佬。你们怎么打算的？不如跟我们一起行动，人多也安全一点。5人简单商议了一番，对马军的这个说法也没什么异议。本身他们就是想要找到大部队一起行动。陈州看着这群肌肉男也是安全感满满，队友越强越好啊，他就喜欢混。想了想，陈州还是开口建议道：“要不马哥你还是把人全都转移到火锅店内，只要没有别的通道，我们一路清理过去，那边是最安全的地方。”马军点了点头，虽然我不怎么担心，但你说的有道理，没必要犯那个风险，我们这就回去通知他们。第14章巨兽。陈州5人加入队伍后，马军的队伍已经扩大到16、17人了，一众人乌泱泱的就朝着澎湃健身会所走去。领头的不是那群肌肉男，反而是一个精瘦的年轻人。刘子峰的天赋能够看穿迷雾，虽然等级不高，也没有夜视的功能，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一个神迹。看出了陈州几人的疑虑，马军在一旁解释道：“目前还不知道蜥蜴人究竟是凭借声音还是热源什么来感应的，但也是会受到这个迷雾影响的。而刘子峰的天赋能够让我们先于这些怪物发现他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没什么伤亡的主要原因。怪不得有这样的天赋在，等于是能打一个先手。要知道陈州等人打得如此惨烈，视野劣势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蜥蜴人的感知明显比普通人的感知强上一些，每都从迷雾中发起突袭，人类一方都会被打得猝不及防。”马军话锋一转，突然问道：“话说回来，你们的天赋是什么？我也好根据天赋来安排你们的位置。”闻言，李玉似笑非笑的回答：“马经理，你们刚才不都使用了探查术吗？还需要问？”马军尴尬的挠了挠脑袋，实话实说道：“都是一群精神很低的汉子，除了一堆问号，啥也没看到。你们如果不愿意说的话，那就算了。”李玉笑了笑，开口说道：“我的天赋是治疗类的，等级不高 ，C。”马军听闻喜出望外，好啊，队伍里就缺个奶妈了。见李玉说出来自己的天赋，其余几人也纷纷说出来自己的天赋：力量增加 E， 控制血液 D， 硬化皮肤 D。陈州听完暗想，果然中年男王栋梁也有天赋。不过这群人报的天赋真的没有问题吗？浩哥，你不是个 C 级天赋吗？杨雪儿，你那个只是个 D 级天赋吗？几人将目光投向了陈州。飞射羽毛 D 级，出来混，身份是自己给的。马军略显失望，除了那个治疗的天赋还可以，其余几人的天赋都略显失色，特别是那个什么控制血液和飞射羽毛，听名字就弱到爆炸好不好？不过他很快就将失望掩盖，听起来都是不错的天赋哈，一会战斗的话，你们还是注意保护好自己。军哥，前面好像有情况！一声呼喊突然从前方传来，马军脸神一肃，赶忙走到队伍前方。此刻担任着斥候功能的刘子峰停下了脚步，正不断张望着。什么状况？刘子峰一边张望一边问道：“军哥，
我们之前是不是让华哥和李哥在门口搭建器材当防御工事守着的？是啊，你没看到那2个家伙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别说人没看到，我们会所门面都没了。什么？马军一时半会不能接受，怒斥道：你看仔细。刘子峰苦瓜着脸说道：军哥，我看得真真切切啊，门口都一片狼藉。所有人准备战斗。他娘的，那些家伙不会真的就这样死了吧？马军现在还记得他们杀了第一波怪物时，他的兄弟们得到天赋时的那副嘴脸，不会就这样死了的。这才多久时间，要赶紧去帮忙。都跟我来。马军带着一群人快速向澎湃健身会所跑去。不会真的被我乌鸦嘴说中了，出什么事了吧？杨雪儿听着前面嘈杂的声音，悻悻说道。王浩看着这群人朝前面跑去，问道：看样子是出事情了，我们要跟上吗？陈州想了想，说道：别跟太紧，看看状况先。好。几人也跟着大部队的尾巴朝前进。曹。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马军也看到了健身房门口的场景，一具具残破不堪的尸体和狼藉的现场让他不禁破口大骂。这才走了多久，怎么就这样了？他转头朝着刘子峰问道：小刘，里面什么情况？能看到吗？刘子峰张望了一番后摇了摇头：没灯光，看不见。军哥，我们该怎么办？进去吗？进。他妈的，我就不信了，什么怪物能在这么短时间就把几10个人全杀完了？曹太，准备照明。是。看着那些肌肉男们纷纷冲进了健身会所内，消失在了白雾中，陈州5人也紧随其后。我们也跟上吧，注意安全。我总感觉这次碰到的应该不会太简单。好。陈州5人缓步走向了澎湃健身会所。越靠近店面，几人越发心惊，这究竟是何等的破坏力，就连门口的墙壁都被砸得破损了一大块，所有的尸体都是残破不堪，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这是什么怪物搞的啊？王浩看着这些尸体有些害怕，看这些人的肌肉哪个都比他壮实多了，可现在全都跟个破洋娃娃似的。大家，我好像感觉什么东西在震动。走在最后面的杨雪儿突然开口说道。王栋梁也开口应道：确实有什么东西在震动。陈州停下脚步，仔细感受了一下，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脚下确实有轻微震感，可能是个大家伙，大家小心了。随着几人继续往前走，震动感越来越强烈。随着几人彻底进入健身房的大厅内，他们也终于知道那个震动的来源是什么。凌乱的大厅内，一个的光团漂浮在正中央，照亮了整个区域。一只脑袋都要顶到天花板的巨大蜥蜴怪正在健身房大厅内肆虐。马军等人正在和这只怪物酣战。就在下一秒，一个壮汉被这只怪物整个拍进了一旁的墙内，成了一团肉泥。整个大厅内如同人间炼狱，到处都是人的四肢和内脏。短短的时间内，刚进来的人只剩下10个不到，还站在场上了。快来帮忙！马军看到5人到来，心中大喜。他现在后悔自己实在太鲁莽了，根本没想到遇到这样一只恐怖的怪物。当他们进来的时候，里面的人早就被杀完了。至于留守的那几个天赋者，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看到。更令他绝望的是，眼前这只怪物身上除了人类的鲜血，看不到任何伤口。也就是说，这只怪物基本上无伤杀掉了健身房内留守的所有人。第15章，昆顿。陈州5人毫不犹豫，立刻出手。眼下可不是发呆的时刻。血牢，杨雪儿第一个出手。现在整个区域内全是血液，对他的天赋极为有利。这只巨型怪物的脚下血液中顿时刺出一根根尖刺，欲将这只怪物困在其中。不少刺入腿部的血刺让这只怪物发出愤怒的嚎叫声。去！6根白色羽毛从陈州袖中如同利剑一样飞出，分别朝着这只怪物身上的不同部位刺去。你的白灵对蜥蜴人、昆顿、一级、准精英造成了刃击伤害，巨魔之皮抵挡成功。你对昆顿造成了轻微伤害，你对昆顿造成了极微弱伤害。微弱伤害，又是一只精英怪，一连6击没有一次超过微弱伤害。陈州头疼地看着眼前这只暴怒的怪物，白灵难以造成很有效的杀伤，就算是被陈州的白灵划破的伤口，也都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这怪物的恢复力很强，要一口气消灭它。马军喘着粗气提醒道：这是我们这边一个探查类天赋者探查的信息，你们抓紧时间看。昆顿1级准精英，种族蜥蜴人，血量 91.3，100分号，力量 1.9， 敏捷 0.7， 精神 0.4， 智力 0.3， 体质 2.3， 魅力 0.1， 天赋1，巨魔之血，本命天赋。身为蜥蜴人中的异类，你天生流淌着巨魔之血，
这让你愈发疯狂的同时，也拥有了普通蜥蜴人难以匹敌的力量和体质。力量和体质成长大幅增加，同时大幅度增加生命回复速度。2. 巨魔之皮 C 少量增加全身的物理抗性。3. 技能怪物的详细信息直接被分享到陈州等人的系统面板上。好全面的信息，陈州心中不禁暗暗想到，这只怪物的力量和体质都高到可怕，而且看天赋也是防御巨高的家伙。在刚才那一会，那些肌肉男们都趁着怪物被困的机会提起武器上前进攻，但是击打这怪物庞大的身躯上都显得有些乏力。这个怪物的巨魔之皮虽然只是个 C 等阶天赋，但是在针对钝器的防御力上面远比鳞甲高。这些健身器材打在其身体上效果都不太好，加上其恐怖的恢复力和强大的力量，难怪马军他们完全不是对手。眼瞧着怪物马上就要脱困，马军急得大喊：好不容易困住了，都他妈给我用全力，不然我们都要完蛋。说罢，他居然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原地唱起了歌。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陈州看的是一脸懵，这是搞哪一出？但随着马军歌声响起，在场所有人身上都泛起微微白光。陈州顿感浑身上下轻快了不少，他急忙看向系统提示：你受到人类、零级、普通、自由之歌的增益，力量轻微上升，出手速度轻微上升，持续时间10分钟。群体增益 buff。 看样子这个马军的天赋等级也不太低。其余人抓住机会也是火力全开，敌人背上控制了，辅助上 buff 了，这时候还不赶紧进攻，还趁什么时候？在马军开唱之后，人群中一名肌肉男高高举起手中卸掉了一边的杠铃，下一秒那杠铃凭空增大了1倍，带着浩大的威势朝着被困在原地的怪物砸去。轰隆一声巨响，怪物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还没完，王浩紧随其后，双臂通红，手持长枪，用力朝着怪物脑袋刺下。在 buff 和其自身天赋的加持下，这一击的威力达到了巅峰。给老子死！巨大的力量下，长枪在与这只怪物头骨碰到的一瞬间就折断了，但也成功的打碎了这只怪物的部分头骨，一些白色的脑浆随之流了出来。但是众人还没大意，在没有收到击杀提示之前，谁都不敢说这些怪物已经彻底死了。一众人仍然疯狂地用各种武器朝着倒地的怪物招呼，李煜更是直接控制着手术刀朝着怪物裂开的头颅飞去，想要彻底绞碎这只怪物的脑子。然而就在手术刀即将射入这只怪物脑袋的那一刻，一只巨手挡在了其中，手术刀直接被这只巨手卡住，无法动弹。小心！这只怪物状态变狂暴了。后方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大声呼喊，声音中带着丝丝恐惧，而且他的血量还在快速恢复，所有属性都……很可惜，这名男子没办法把所有信息都说出口了。他的脑袋被一块飞射过来的碎骨头给轰了个稀巴烂，这只怪物竟然直接用自己碎裂的头骨投掷出去，将这名男子击杀。力量之恐怖令人瞠目结舌。老秦，马军睁眼欲裂。老秦是他10多年的兄弟了，这次还绝了罕见的探查类的天赋，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他探查出来的，但此刻来不及为老秦的死悼念了。这只巨型蜥蜴怪眼神变得通红，疯狂嚎叫的同时，两只大手开始在身边胡乱抓动，暴增的力量让杨雪儿的血牢直接破碎开来，有2人躲避不及，直接被这只怪物抓在手中。下一秒，伴随着2声戛然而止的惨叫声，2个人的骨骼被其捏得粉碎，鲜血顺着这只怪物的手臂流下，一下子折损了3人，而且怪物的状态貌似变得更为恐怖，情况急转直下，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不好，有些人已经在想着如何脱身而去了。都别想着跑，到这个地步了，跑也活不了几个人。没看见老秦怎么死的吗？马军怒斥众人。血牢！看着怪物即将起身，脸色苍白的杨雪儿再次使用了一次血牢，可是这次的怪物还没等血牢成型，竟直接拎起了健身房内的龙门架，举起一挥，所有的血刺都被轰碎开来。看着怪物挥舞着这巨大的龙门架，所有人都连忙躲避，有人稍微被剐蹭了一下，顿时整个人横飞出去，骨骼碎裂，失去了战斗力。这还怎么打呀？一名肌肉男颤颤巍巍地看着眼前这只怪物，腿都在止不住的发抖。他扔下了手中的武器，转身就朝着外面跑去。小心！噗嗤，一个哑铃片被这只怪物掷出，竟直接将这个逃跑男人的胸膛轰出个大洞。这恐怖的力量！第16章困兽之斗。陈州有些心有余悸，要是这只怪物瞄准的是他可没有信心躲过去。早在情况不对的时候，他就没有留手。
血之灵已经来回射伤了这只怪物3次，但很可惜的是，初次使用的血之灵并没有预想中的有效。这只怪物体质实在太高，血之灵除了能造成大一点的伤口外，流血状态一直没有触发。你的血之灵对昆盾、一级、准精英造成了伤害，巨魔之皮抵挡成功，体质判定成功，下次体质判定你将获得一定优势。你对昆盾造成了少量伤害，就没有办法像李玉那把手术刀一样一直在外面攻击吗？陈州对自己的羽毛很不满，每次射出去进攻完都像是能量耗尽一样，必须要重新回到身边才能又坚挺起来，不然就会真的像跟羽毛一样轻飘飘，毫无杀伤力。眼下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了，前方只有寥寥数人挡着，唯一能正面抵挡几下的就是那名将杠铃成倍放大的男子。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画面，一个人居然能够挥动比自己还要高大的铁质器材，而且他的杠铃在攻击过程中大小还在不断变化，给这只怪物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陈州也注意到，他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了。和这只怪物挥舞的龙门架对抗的过程中，他的手臂也已经开始微微发颤。王浩和王栋梁则辅助着这个肌肉男进行抵挡。王栋梁确实和他所说的那样，应该是一个防御类的天赋。再有一次不小心被龙门架擦到身躯的时候，居然发出了铁器碰撞的声音。虽然他被击飞至很远处，但很快就爬起来继续战斗，像是个没事人一样。至于其余人，要不和陈州、李玉一样在后面放冷枪，要不就是在一旁畏畏缩缩不敢上前。要知道，眼下的情况是擦肢就可能重伤甚至死亡，谁敢轻易上前？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只蜥蜴怪的状态也不是很好，脑袋缺了一个角，身体到处都是被陈州的羽毛戳出来的伤口，浑身都是鲜血。但也不知是不是在狂暴状态，这只怪物毫无痛觉，同时巨魔血统还在不断的恢复肉身。在残血状态下，这只怪物反而愈发恐怖。老马，我快坚持不住了，快想想办法！那名拿杠铃做武器的男子明显有些脱力，此刻正大声吼道。马军也知道没有了这名男子，其余人恐怕是鱼肉，根本没办法抵挡。但他眼下根本想不出任何翻盘的办法。沉默了片刻后，他只能落寞地喊道：大家准备跑吧，能跑几个是几个，是我老马对不住大家了。说罢，居然再次唱起歌来。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你受到人类、普通、零级、自由之歌的增益，移动速度中幅度提升。随着马军难听的歌声响彻全场，所有人的脚力大幅度上升。陈州无奈地叹了口气，也准备开溜了。这是第7次了，血之灵仍然没有触发流血，即便那么多伤口，这只怪物仍然生龙活虎，而没有抑制住其回血状态的话，看样子根本没办法杀死这只怪物。杠铃男听明白马军的意思后，大吼一声，手中的武器再次增大了些许，和这只怪物狠狠地硬拼了一记。咚的一声，杠铃应声而飞。这名男子双臂耷拉，明显已经脱臼了，但他没有丝毫停留，顺着这股巨力倒飞出去，倒地一滚之后，强忍着疼痛朝外面跑去。王浩和王栋梁见状也不敢停留，转身就跑。这只怪物见所有人都向外跑去，怒吼一声，随手拿起一片杠铃就要向人群中掷去。闭眼！一名躲在人群中默默无闻的男人突然此刻大声喊道。陈州虽不知为何，但也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下一瞬，就算隔着眼皮，陈州也明显觉察到外面似乎白茫茫一片。原本悬在大厅正中央的亮光圆球此刻发出了无比亮的光芒。这只蜥蜴怪不知发生了什么，眼睛直接望向空中的光球。要知道，蜥蜴本就是夜视动物，眼睛在原本昏暗的环境下突然受到如此强烈的白光刺激，结果可想而知。这只蜥蜴怪猝不及防之下，眼睛顿时受了重创。等白光散去，陈州等人睁眼看去，这只蜥蜴怪居然在不停地捂住眼睛哀嚎。那名释放白光的男子也没有想到，居然效果如此之好。要知道，他刚才只是想掩护一下众人撤退。陈州和身旁的李玉对视了一眼，还有机会。李玉再次挥出了手术刀，瞎了眼的怪物如同靶子一般，只能站在原地挨打。手术刀绕着这只怪物不停地飞舞，划出一道道伤口。陈州也不留手，7根羽毛飞速的来回，将这只怪物身上戳出一个个血洞。而这一次，血灵终于体质判定成功。你的血之灵对昆盾、一级、准精英造成了伤害，巨魔之皮判定失败，体质判定失败。你对昆盾造成了一定伤害，你对昆盾造成了流血。这只怪物身上成功挂了一层流血，而陈州的血之灵的体质判定优势会一直存在。这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每一击，这怪物身上都会挂上一层新的流血。有戏！但这只怪物明显觉察到了生命危险，在这一刻，他再也不顾眼睛的疼痛，强行睁开了双眼。通红的双眼还流着鲜血，似乎下一秒就要报废。但他已经看到了那两个讨厌的老鼠的方位，双手举起龙门架，他就要朝着两人的位置扔去。解剖！关键时刻，李煜一声低喝，怪物全身各个关节处突然喷射出大量的鲜血，他双脚瞬间站不稳，跪在地上，手中的龙门架也拿不住，摔在一旁。陈州惊异之余却毫不客气，血之灵一次次划过这只怪物的身体，在挂上第7层流血时，这只怪物再也撑不住身体，轰然倒地。陈州仍不敢大意，7根羽毛如同机关枪一般继续朝着倒地的怪物射去，直至系统提示音响起，他才彻底放下心来。恭喜你完成一场困难的小型战斗，击杀蜥蜴人昆顿1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B， 困兽之斗，何苦来哉。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 200%。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昆顿的救赎、精粮、大量经验。当前经验1级 2.700 分号，100分号。第17章止步。升级了，陈州的状态瞬间恢复到了全盛，而且他明显感觉自己的体力各方面比之前都更盛。他连忙看向了面板的信息，恭喜你升级了。在0至1级期间，您战斗一共完成了 B 级评价1次， B 加级评价2次。总体评价 B， 评价受战斗烈度和战斗规模影响。恭喜您一共获得 0.7 属性点。 A 级评价属性点奖励 100%， 从 D 级奖励 10%逐级 10% 增加。根据您期间的表现，系统自动为您分配为力量 X 0.1， 敏捷 X 0.1， 体质 0.1， 精神 X 0.4。根据您期间的表现，请在以下5项中选择2项，4、5最多可以选1项作为自己的额外奖励。1、技能点 X1， 2、自由属性点 X 0.2， 3、声望 X1， B 级评价特殊奖励。4、止步 LV。 1、主动，对任意对象使用后，该对象将进行1次精神判定，判定失败后，对方无论处于任何状态，都将强制进入止步状态。止步状态下，对方将在原地无法移动 3S， 冷却时间30分钟。 B 级评价特殊奖励。5、神射 LV。 1、被动，轻微提升任意投掷物伤害。这次升级给陈州提供的信息相当之多。第一是升级增加的属性点是居然根据他的战斗表现来自动分配的。确实在升级的3场战斗中，陈州除了第1场战斗贴身搏斗了少许时刻外，其余都是站在远处当一个远程输出手。这次升级系统也给他大幅增加了精神力，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的表现，系统就会让你愈发的朝着你表现的方向发展。例如王浩，陈州想都不用想，他升级的时候一定是力量为主，同时奖励的多少还跟他升级途中的战斗评分息息相关。所以今后的战斗，那些混在战场上毫无作用的人，即便是升级了，他们的属性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一个拿了 A 级以上评价的人升1级拿到的是属性点，就相当于 D 级评价人升了10级拿到的属性点。因为这个奖励从 D 级的 0.1 一直到 A 级的 1.0， 跨度可是相当之大，这可没有什么保底属性的说法。当然，这只是单从分配属性点上来说，毕竟下面还有别的奖励项。但是下面的这些奖励，想必拿高评价也会有更好的选择，或许是选择更多，或许是奖励更好，亦或是都有，陈州不得而知。毕竟他现在只拿到了 B 级评价，在奖励的选择上，陈州犯了难。声望不知什么用处，技能点他如今也没有特别有用的技能，前3个选项他无疑是选择了自由属性点。陈州随手将其加在了精神力上面，随着精神力的增加，他对于羽毛的操控度在不断上升，同时羽毛的威力和续航能力也与精神力息息相关，毫无疑问，精神是最优先的选择。至于后面2个技能，陈州思索再三，还是选了4、止步。从长远来看，可能收益5更高。神射的描述虽然很简单，但陈州明白这绝对是一个神技，因为他描述的是可以提升所有投掷物的伤害。从广义上来讲，无论是弓箭、子弹，还是类似他的羽毛、李煜的手术刀，都可以归纳为投掷物。就连你随手扔出去的东西，都可以算是投掷物。同时，这个技能作为一个被动，可是无时无刻在生效的。玩过游戏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技能有多强大。但是陈州仍然选择了4，因为他实在太缺乏保命手段了。人类的身躯在这些怪物手上如同纸一样脆弱，在那些敌人朝他冲过来的时候，他可没有别的技能来控制住那些怪物。要是他拥有王栋梁那样子能硬扛巨型蜥蜴怪异机的防御力，他一定会选择神射。但很可惜，
他没有。而且陈州看着止步的技能描述，想到了一些别的用处，或许这个技能比他想象的要更加有用。处理完升级的选择，陈州看向了这次掉落的装备和这次系统对战斗的评价。昆顿的救赎，精良腰带，少量提升体力，少量提升生命恢复速度。附带技能巨魔之玉，快速恢复自身生命上限 20% 的血量，冷却时间 24H。 精良品质比之前拿到的稀有品质更上一层，甚至自带了一个回血技能。陈州直接将其穿在了身上，保命的手段从来不嫌多。至于战斗评价，这场战斗的评价远比陈州想象的要低。不过他仔细想了想就知道为什么了。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人类一方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仔细一算的话，人类一方足足有10多名天赋者，有增益的辅助马军，有抗线的杠铃男和王栋梁，近战输出则有王浩，而且远处则有陈州和李玉打伤害，发光男和杨雪儿则是能做控制，甚至还有那名老秦做情报。只要大家打好配合，甚至能够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杀掉这只怪物。即便没有他的流血 debuff， 只要不断磨，这只怪物终有倒下的那一刻。但是众人却偏偏选择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环境中和这只怪物硬碰硬。即便是狂暴状态的怪物，众人都是硬扛。现在回想起来，怪物最后那个状态一定是个不能持续很久的状态。众人完全可以避其锋芒，可现在却打得如此惨烈。说来这只怪物还是和陈州5人之前遇到的准精英德里属于同个等阶的怪物，只是两个怪物一个属于力量型，另外一个是敏捷型，给人的压迫感却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你们杀掉了这只怪物！一声惊呼将陈州拉回现实。原来是刚逃走的众人回来了。他们看到系统的击杀提示，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回来看看，没想到就看到了那只恐怖的怪物浑身破烂的躺在那。运气好，刚才那个大叔的光球给这怪物致盲了，我和李医生趁机就把这怪物杀了。陈州把功劳全归结在那名发光男的天赋上面。难怪，要是早知道老曹的光球还有这效果，那些人就……讲到这里，马军明显有些难过。陈州没有安慰他的想法，毕竟这次很多人的死亡完全是因为这个男人的莽撞，就连他们5人都受了牵连。虽然最后没有什么大碍，但仍让陈州对其生出些许厌恶之情。经此一战，马军原本偌大的队伍只剩下马军、杠铃男、发光男和另外2人。至于原来的斥候刘子峰，早在陈州等人进来之前就死在了怪物手中。陈州有些可惜，无论这个斥候还是那名拥有探查天赋的男人，都是现在非常稀缺的人才。没想到因为马军错误的决策，就这么轻易的死在这里。第18章休整。在战斗结束后，陈州简单看了一下自身的面板，姓名陈州，一级普通，种族人族，血量 98.300 分号100百分号，经验 2.4 百分号100百分号，力量 1.3， 敏捷 1.3， 精神 1.8， 智力 0.9， 体质 1.6， 魅力 1.1， 自由属性点 0， 天赋 1. 路人本命天赋 2. 变异 Z 3. 欺凌 SS 白灵 X6 血之灵 X1 技能 1. 基础步伐 LV1 2. 止步 LV1 3. 探查术为 LV1 装备 1. 德里的莽撞稀有护腕 2. 昆顿的救赎精良腰带 3. 蜥蜴皮甲普通 4. 蜥蜴长枪普通。对于自己的属性，陈州很满意。在这次升级后，精神力足足上升了 0.6， 他的脑袋都清明了很多。同时，当他再次尝试使用白灵时，已经明显觉察到威力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在精神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羽毛的周围都开始泛着白色光芒，如同一柄白色飞剑，并且他对羽毛的操控力也越来越强。如今他已经能够控制羽毛进行大幅度的转弯、加速、减速。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白灵在战斗中的实用性也高了许多。要知道，以往他只能简单控制羽毛的转弯，在面对高移速的敌人的时候，往往很难命中。缺点同样存在，在一段时间后，羽毛的威力还是大不如前，需要再次回到身体上进行补充威能。倒是血之灵在他的尝试下，发现已经能够离开身体全力战斗接近3分钟了，并且威力大幅度上升，就连铁质的杠铃片都能戳进去几寸，倒是真如同血色飞剑一样。这让他更加期待拿到新的金盒了。目前这个 SS 级的天赋完全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强大来。这一战过后，马军等人再也没有了初见陈州那会的意气风发。
此时都迷茫着，不知该如何是好。多年的好友就在刚才基本上死了个干净。马军现在才明白自己的那小野心只是个笑话，连一只准精英的怪物都差点把他们全灭，还想着在这所谓的现实游戏里做一个一方大佬。看着马军等人的状态，陈州也知道今天肯定不能继续探索了。刚好他也有些疲惫，接连几场战斗，虽然升级后体力恢复了，但疲惫感却还是存在。再加上时间也已经快要接近晚上12点了，他和李玉、王浩等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先撤回火锅店休整一晚，明日再做打算。至于马军等人，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在失魂落魄中跟着陈州等人往回走去。10人回到火锅店后，才发现这里的防御做得相当到位，门口被桌椅叠得密不透风。再确认不是敌人后，里面的人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一点缺口，让陈州等人进来。等陈州进来一看，好家伙，里面人密密麻麻坐满了，少说也有100来人了。看样子周边的幸存者全部都跑到这里面来了。之前提议留守这里的中年男人郭玉泉已然成了这里的临时领袖。你们回来了，赶紧坐着休息，吃点东西。郭玉泉对陈州等人的回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准备了相当丰盛的食物来他们的人补充能量。虽然他之前和陈州他们意见相悖，但也不是个傻子。通过别的幸存者，他自然也是知道外面的怪物究竟有多么可怕。这些人能够完好无损的回来，实力自然不用多说。眼下外界的情况不知如何，杀起怪来可能力不从心。但这些人不高兴起来，杀起人来谁拦得住？虽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就怕万一。他已经暗自下定决心，一定将陈州他们伺候得好好的。再说了，陈州等人实力越强，在外面杀的怪物越多，他们这些留在这的人就越安全。郭玉泉早就已经想明白了，这场游戏的主角不是他这种人，他只想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游戏中生存下去，仅此而已。当陈州等人提出要在这里休息一整晚时，他连忙拍着胸脯说道：晚上守夜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毕竟我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务必要好好休息。经历过几场战斗，陈州、王浩、李玉、王栋梁、杨雪儿已然成了一个小团体。李玉摸了摸吃饱的肚子，朝着其余4人问道：今天我们就休息了？其余人可没有他这么好的胃口，特别是周围还残留着淡淡的血腥味。陈州想了想，皱着眉头说道：最好我们几人还是安排一下守夜吧。现在他们对这个游戏还是了解太少，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幺蛾子，防人之心不可无。最后5人决定，除了杨雪儿，其余人分时段进行守夜。交给我吧，你们安心睡，到时间了我会叫下一个人起来。在王浩大大咧咧的保证中，陈州安然睡去。游戏降临的第一天就这样悄然过去。4层的自助店外，昆顿和德里还没有消息吗？一名身着巨盔的蜥蜴人开口问道。是的，大人。在这只蜥蜴人的一旁，一名手持法杖、头戴兜帽的蜥蜴人低头回答道：要不要我派人去找一下？不必了。赫伯特摆了摆手，真要是出事了，你们去也不顶用，还不如先把眼前这块骨头啃下来再说。说罢，他将目光转向了自助店。一个透明的光罩牢牢地挡住了门口，数只蜥蜴怪在不断用武器打击着这光罩，泛起一阵阵涟漪。我倒是要看看这龟壳子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去。光罩内，一群人正围在一个胖子身边，不停地给他递上食物，而这个胖子正在一边哭一边疯狂进食。我真吃不下了呀，求求你们了，我真的一点也吃不下去了，你给点力啊，胖哥，再吃点再吃点，怪物又在打罩子了。是啊，胖哥，你不吃我们全都得死啊！你是没有看见那些死掉人的惨状，可我现在就他妈想死啊！我是一丁点都吃不下了，你们饶了我吧。丁超吃东西吃得想死，但他嘴上说吃不下，却还是在一直往嘴巴里塞东西。他又不是真的想死，要是停止吃东西，维持光照的魔力会瞬间消失，到那时候他和周围这些人可就真的要死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局面发展成这个样子的。在数个小时之前，他还是个开心的胖子，只知道自己今天正准备来自助店大快朵颐，给这家店主来上课，没想到莫名其妙就被卷入了什么游戏。在一阵混乱之中，他和其余人合力击杀了一只怪物，得到了一个魔力护罩的天赋。魔力护罩 B 可利用自身魔力形成一个防护罩，防护罩的防御力等同于全身防御力平均值，防护罩无范围限制。当受到攻击时，将消耗魔力进行防御，魔力耗尽后，防护罩将自动消散。他的魔力储备不是很充足，精神和智慧属性都不算太高，但好巧不巧，他的本命天赋居然刚好可以与之搭配。大胃王本命天赋，吃下去的食物可以化作任意能量进行补充，但前提是你必须吃下去。你还真吃啊！在他出门和一大帮人被一只恐怖的盔甲蜥蜴给杀得连滚带爬的时候，
他及时进自助店开启了魔力护罩，堪堪挡住了这只怪物。但他发现所谓的护罩很快就从厚变薄，马上就要被击碎。他立马拿起店内的食物疯狂进食，随着食物下肚，天赋大胃王疯狂运转，食物化作了自身的魔力，很快光照又重新变厚实起来。见状，丁超急忙朝着店内的人大喊道：“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拿吃的过来，我吃东西能补充护罩。”店内的其余人哪里还敢怠慢，全都指望着这层罩子活命呢。自助店别的不多，就是吃的多。丁超的身边很快堆满了食物，但是丁超很快意识到，原来吃东西也是能吃恶心起来的。虽然下肚的东西都化作了魔力消失不见，但他需要不断重复吃下去的这个动作。再美味的东西吃得多了也会觉得厌烦恶心，再也没有当初吃食物的愉悦感。我发誓，我出去后要绝食3天。第19章清风步。一觉睡醒，神清气爽，陈州伸了个懒腰，张望了一圈，不少人早早的醒了过来。想来这晚没有睡安稳，毕竟发生了这么奇怪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像陈州一样神经大条的。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用变异，他的 SS 级天赋都是经此得到的。陈州怎么能忘记？要不是昨晚实在太累了，刚过12点，他估计就迫不及待使用了。使用的对象他也早决定好了，那就是基础步伐。为什么不是止步？因为这个技能原本的效果就很出色，变异毕竟是不可逆且随机的，万一变异的结果自己不满意，到时候他可没地方哭去。而基础步伐则不一样了，作为一个远程输出手，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保命手段，这个技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完全可以拿来赌一把。再说了，没有比基础技能还要弱的技能了吧？你是否对技能基础步伐 LV 易使用变异 Z 级？注意，变异方向未知且不可逆，甚至可能出现不明后果，是否使用？是。技能变异中，技能变异成功，基础步伐 LV 一成功变异为清风步 LV 1，清风步 LV 1，轻微提升移动速度，获得轻微反应判定加成，还不错。陈州看了获得的新技能，满意的点了点头。相比较于原来的基础步伐，清风步还增加了些许反应判定的加成，但陈州更看重的是，同样是 LV 1，清风步属性却增加了一条，这说明清风步的等阶就比基础步伐要高。等将来技能等级高了，想必清风步获得的成长也会比基础步伐更多。提升完技能，陈州发觉自己饿得不行。经过了一个晚上，昨天的那种对血腥的不适也开始有些消散，身体也开始向他发出饥饿的信号。在他去郭玉泉那拿食物的时候，他发现李玉正在和马军还有昨天健身房活下的另外几人说些什么。吃完东西回来，王浩、王栋梁、杨雪儿3人也醒了过来。此刻他们3人正在热火朝天的聊些什么。怎么？什么东西聊这么开心？陈州将领过来的食物分给众人。谢谢陈哥。杨雪儿接过食物，撕开包装就开始吃了起来。我们在聊之前都是做什么的呢？没想到浩哥的家就在我家边上，没想还是半个邻居呢。是啊，我还说出去后找到老婆一起去雪儿家看看呢。王浩开口应道，但很快他又有些沮丧，就是不知道外面究竟变成什么样了，会不会也……杨雪儿东西也不吃了，直接开口打断：浩哥你别乌鸦嘴了，我们这里这么奇怪就算了，要真整个世界都变成这样子了，那人类还有什么活路？王栋梁也在一旁说道：是啊，我老婆孩子都还在家里呢，可千万别。陈州鼓励道：放心，我们一定都会出去的，你们的家人也都会平安无事的。好，好，好，3人一起应道。话说回来，李医生哪里去了？哦，我刚才看他和马军那几个人在讲些什么。马经理啊，那也是个可怜人。话音刚落，陈州便看见李玉带着马军5人朝这里走了过来。李医生，这是……李玉笑眯眯地说道：马军还有唐瑞静他们5人已经准备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李玉口中的唐瑞静正是昨天将杠铃当武器的那名肌肉男，能将手中的杠铃大小不断变换，力气也大得惊人，是个相当厉害的狠人。那名能够放出个光球的男人名叫曹太，另外2人虽然没有获得天赋，但是基础属性也不低，战力相当不错。没想到李玉能将5个人全部说动，昨天有冒犯的地方请大家见谅，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马军看样子也是恢复了一些，此刻朝着众人鞠了一躬，诚恳地说道。陈州也是喜出望外，那真是太好了，那今天我们探索的安全度可就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啊。不，我们今天不准备出去探索了。李玉语出惊人。什么？为什么？陈州想不明白李玉为什么突然这样说。李玉眯着眼问道：为什么要出去？
外面还有什么？商场4层半边的幸存者全聚集到这个店内了。至于另外半边的人，你看了昨天的怪物，你觉得那些人还有活路吗？可李煜根本不给陈州开口的机会，继续说道：昨天出去的目的是增强战力和寻找战力，今天杀怪已经没办法得到天赋了，而且去另外半层的危险已经远大于寻找战力的收益了，所以为什么还要出去？李煜的话让陈州半天说不出什么来，最后还是开口道：可到最后我们还不是要去解决那个所谓的头目吗？是啊，所以为什么要出去呢？我们失去了侦查手段，在白雾中分不清对方的方位，危险那么大，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以逸待劳呢？杨雪儿这时候也开口帮腔道：可这里还有这么多老人孩子，还有那么多普通人呢。普通人？我们之前不是普通人吗？李煜嗤之以鼻，朝着四周望了望。你看看这些人，就这样指望着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给他们带来活路，凭什么呢？说实话，我就是看中了这里有这么多人，才想着留守在这里的。有那么多人当作诱饵，我们才更有机会战胜那个所谓的头目。李煜的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但没想到马军第一时间就响应道：李医生说的没错，有了这些人，我们才会有更高的胜算。唐瑞静还有另外3人也马上表态支持。陈州脸色难看地看着李煜，他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男人说的每一句都没有错，每个理由都充分的让他无法反驳。我也觉得我们不应该出去。陈州回头看去，中年男王栋梁正苦笑着看着自己。陈小兄弟，我也有家人，留在这里比出去冒险更有机会见到我的家人。李煜看向了还在犹豫的杨雪儿，开口问道：雪儿，你忘记那些人赶着你出去的情形了吗？杨雪儿突然回忆起一开始那些人看自己恐惧的眼神，还有回来时自己的那些同学悠闲地躺在大厅的沙发上吃着东西，而自己却要在外面经历生死。更何况自己父母关切的脸仿佛历历在目。陈哥，抱歉，我也支持李医生的决定。王浩见状，无奈地对看着自己的陈州摊手道：小兄弟，留着呗，就算我支持你，我们2个出去也是找死吧。事已至此，陈州也没有办法，他总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送死。看向周围那些缩在角落发呆的幸存者们，陈州心中不由浮现一丝悲哀。到时候真爆发起战斗来，这些人面对那种精英级别的敌人只能是炮灰。但他明白，无论是李煜还是王栋梁他们，都有比他更需要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家人。第20章阵营战。什么？你们准备留守在这里？郭玉泉没想到昨天外出的几人今天就改变了主意。没错，外面的幸存者已经不多了，而我们又缺乏探查手段，我们准备在这里守着等头目过来。李煜开口解释道：毕竟4层也不算大，我发现这些怪物都有袭击人的特性，头目迟早会找过来的。可这里还有那么多小孩和老人呢，将后厨东西清理出来，将那些人全部都安置在后厨吧，同时把后厨的通道彻底封死，记得找2个人看守在那边。另外把所有能提起武器的人都集合起来，光凭我们几个天赋者恐怕没办法战胜那个头目，需要所有人的力量，记住，是所有有战斗力的人。郭玉泉看着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凌厉的眼神，吞了吞口水，不由开口应道：好，我这就安排。郭玉泉的威信还是很足，店内的人很快就活动了起来。原本死气沉沉的大厅很快变得热闹起来，有人在拆卸着各类桌椅，将其变为手中的武器；有人在搬运大件，堵住一些关键性的口子和窗户，以防怪物入侵；有人在收集各类食物和必需品，以备不时之需。陈州坐在地上，看着眼前这些人忙忙碌碌，心中泛起一丝苦涩。或许这些手段面对普通怪物还有用，但是面对比昨天那只巨型蜥蜴还要强大的怪物，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杨雪儿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陈哥，你不会怪我们吧？正是眼前这个男孩当初就自己出来，还向众人担保他没有问题，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待在这，无论是他还是对陈哥而言，都有更多的活命机会。没有，这不怪你，这不怪任何人，只能怪这该死的游戏。陈州摇了摇头，事关生死，又有谁是错的？那……杨雪儿刚想继续开口，轰隆，巨大的爆炸声从店门口传来，无数木屑飞溅，浩大的声浪将白雾都吹开了一部分。众人朝着门口看去，原本被牢牢堵住的大门被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个全身都隐藏在盔甲中，手持巨剑的怪人正站在缺口处。一名在门口被震倒在地的男人艰难爬起身来，对着这个怪人大声呵斥：你他妈是谁啊？为什么要破坏这？话音未落，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直至看见自己的身躯，才知自己已身首分离。赫伯特看着喷射的鲜血，哈哈大笑道：还是这里爽啊，那龟壳子我真是看了烦人。是敌人，准备战斗。
众人哪里还不知道眼前的盔甲怪人是敌人？就在此刻，所有人面板上弹出了一条红色警示消息：警告！警告！你找到了本区域的头目盔甲恶魔赫伯特，请击败他，获得脱离区域权限。是 BOSS。曹太第一时间发动了能力，大厅正中央浮起了一个巨大的光球，照亮了四周。直至此时，众人才发现眼前那个身着盔甲的根本不是人，在其身后，一只巨大的蜥蜴尾巴正在不停地摇摆。陈州朝其丢出了探查术，喂，你对盔甲恶魔萨克斯一级精英使用了探查术，喂，精神判定失败，你将获得对方的少量信息。盔甲恶魔赫伯特一级，种族蜥蜴人，血量、力量、敏捷、精神、智力 0.8， 体质、魅力 1.1， 天赋精英模板天赋，对所有低于精英模板的单位将有全范围判定加成。技能？什么？陈州心中大惊，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精英单位，并且这只怪物不只是有名字，还拥有一个盔甲恶魔的称谓。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陈州相信系统绝对不会有一个无用的信息。小心！就在此刻，高达 1.8 的精神让陈州敏锐地察觉到了空气中有些奇怪的波动，连忙大喊。可已经来不及了，一颗巨大的火球从赫伯特身后射出，直接越过众人，命中了曹太。一声轰鸣，众人回头看去，曹太连个残肢都找不到了，直接被轰成了碎块。周边的几人都受了波及，不少人都重伤。拉姆斯，你太暴力了！盔甲蜥蜴瓮声瓮气地说道。抱歉，大人，我还以为杀掉那个家伙，这光源就消失了。一只手持法杖、戴着兜帽的蜥蜴人从盔甲蜥蜴身后的破洞走出。到这时，陈州才发现不对的地方，这些怪物居然在交流，而且用的还是他们能听懂的普通话。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拉姆斯，相当不错的猎物，那就开始吧。有些落后了。如你所愿，大人。两只蜥蜴怪就这么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自顾自交流起来。那名称为拉姆斯的兜帽蜥蜴人从虚空中掏出了一个卷轴，下一秒卷轴碎裂，众人的脑海里传来了系统声：条件满足，阵营死战开启。开启方蜥蜴人，对战方人族，对战人数蜥蜴人21人族105。阵营死战开启后，双方将不得擅自脱离战场，直至一方全部死亡或者投降。阵营死战开启后，后续进入战场范围内的所有对象将自动加入对应阵营，如非双方种族将由该对象自由选择阵营，选择后将无法更改。由于本次阵营死战开启方为蜥蜴人，当人族获胜后，所获的贡献点降翻倍。本次阵营战将开启额外奖励库，奖励库的领取方式为贡献点兑换，贡献点获取方式为击杀或协助击杀对方阵营，救助或辅助本方阵营。现在死战开始。这是什么？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面板的提示，无法逃离。死战。好了，儿郎们，猎杀开始。嘶哈！随着赫伯特的一声嘶吼，成群的蜥蜴人从其身后的破洞处涌出，朝着人群中杀去。看着来势汹汹的怪物们，人们下意识的就想往后逃跑，可眼下哪里有地方跑？虽然大厅内所有的桌椅都被搬走，但相比较于如今在场的50-60人来说，还是显得非常拥挤。后门刚被堵上，短时间也根本打不开。上啊！还等什么？王浩怒吼着，双臂发红，挥起长枪，第一个冲了上去。都看不懂系统的意思吗？我们还有退路吗？但还有比他更快的。在王浩身后，6道白芒飞射而出，几只蜥蜴人避之不及，被其命中。白芒划过，蜥蜴人身上的鳞甲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瞬间撕裂，有一枚白芒甚至贯穿了怪物的脑袋。你的白鳞对蜥蜴人鳞级普通造成了伤害，鳞甲抵挡失败。你对蜥蜴人造成了大量伤害，蜥蜴人获得状态断肢。你对蜥蜴人造成秒杀伤害，蜥蜴人已死亡。精神的巨幅提升让陈州的白鳞伤害也大幅度提升。如今普通蜥蜴人的鳞甲已经无法抵挡住白鳞了。见己方天赋者如此强悍，人类一方也是士气大盛，纷纷举起武器冲了上去。哼！拉姆斯冷哼一声，手中法杖微微发亮。片刻后，刚才杀掉发光男的火球就成型，朝着陈州所在的地方呼啸而去。呵！一声怒喝，唐瑞静高举桌板，将其朝着火球抛去。随后天赋能力发动，桌板在空中再次放大，准确地挡住了火球的路线。一声轰鸣，火球和桌板在空中相撞，爆发出巨大的响声。
桌板爆开的碎片都砸得底下人伤了不少。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随着马军难听的歌声响起，众人的身上泛起蓝光。你受到人类、零级、普通的自由之歌，全范围防御得到小幅度提升。马军的群体 buff 在这种场合简直就是神迹。所有人类的身体上就像是被附了一层削弱版的鳞甲，即便被普通蜥蜴人正面刺中，也不会被刺个洞穿。人类一方的天赋者纷纷大发神威，交战中反而是蜥蜴人落了下风。第21章无法阻挡。看着手下的人纷纷吃瘪，赫伯特也无法坐视不理。只见他双腿原地一蹬，一身盔甲的他竟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马军飞去。这种能够释放群体增益战歌的萨满，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时间要除掉的对象。拦住他！李煜见状连忙大喊。此刻的马军是普通人能对抗蜥蜴人的关键，一旦马军死了，人类一方恐怕立刻会损失惨重。但这恐怖的盔甲巨兽岂是那么好拦的？几个人试图举着桌板挡在赫伯特的必经之路上，但赫伯特看都不看一眼，径直地撞了上去。下一秒，桌板破碎，几人的半边身躯也被彻底轰碎，眼瞧着就活不成了。血墙！一声轻喝，人类和怪物的血液混杂着，从地面升起一道道墙壁，试图阻拦住这头恐怖的盔甲巨兽。哈哈，无趣，无趣！但这仍没有阻拦住赫伯特的冲撞。在赫伯特一声声咆哮中，一连3堵血墙被接连撞碎，而这仅仅稍微延缓了这怪物些许时间。王哥，交给我！王栋梁扛着一块巨大的桌板，毅然决然地挡在了赫伯特的前进路线上。在两者即将相撞的那一刻，王栋梁发动了能力铁块。随着能力的发动，他的全身竟真变得如钢铁一般，在光源的照射下折射出些许光泽。这还没完，他面前用肩膀抵住的桌板也突然变大变重，俨然是唐锐镜的能力发动了。赫伯特见状，不怒反喜，来！冲锋中的身子稍许伏低，速度进一步加快。众人恍惚间仿佛见到了一头魔物的身影在其身后浮现，两者相撞，一声巨响，整个房间都颤动了几下。碰撞产生的巨大声浪让周围的人都站不稳身形。烟雾散去，众人看清楚中央的情形，一道巨大的身影站在原地，而在不远处，王栋梁的身躯和桌板混杂在一起，扭曲地嵌在墙上。一时间，场上静谧了片刻，谁也没有想到这头怪物竟然如此凶猛，就连防御力最强的王栋梁都扛不住一击，眼下还有谁是对手？众人的心中不免浮现绝望。就在此时，6道白芒和1道银芒突然从人群中爆射而出，直直地射向那伫立的人影。没错，虽然这家伙看似很强势地击杀了王栋梁，但他绝对不会好受。如此长时间地站在原地不动，定然是在恢复。李煜也看出了这一点，手术刀再次显现，和陈州的6道白绫一并射向赫伯特的盔甲关节处。你的白绫对盔甲恶魔赫伯特1级精英造成了伤害，盔甲抵挡成功，伤害巨幅降低。你对赫伯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虽然对这只怪物的防御力有所预料，但陈州也没有想到这么夸张。6根可以轻易洞穿普通蜥蜴怪的白绫竟然被直接弹开。同样的，李煜的脸色也相当不好。他的手术刀虽然攻击力比起陈州的白绫要更加出色，但也没有任何建树，只能在对方盔甲上划出一道道白痕。不过他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在操控着手术刀，不断在赫伯特周身切割，企图找出这只怪物的弱点。正如陈州和李煜所料的那样，赫伯特刚才那一击自己也不好受。他的冲锋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特别是最后时刻，他使用了消耗极大的技能，现阶段会短暂虚弱一会。饶是如此，都没有彻底将刚才那个男人撞碎。不过这都无所谓，在他坚硬的盔甲保护下，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他。要知道他的防御在他的族群中也是属于上乘。值得庆幸的是，有了众人的拼死拖延，马军倒是成功撤退到了人群后方。有了他的歌声不断加持 buff， 人类一方倒是能够和普通的蜥蜴人打个有来有回。拥挤狭窄的店内也让这些蜥蜴人无法发挥自身灵活的优势，只能和人类打起阵地战。同时这也让后方那名释放法术的蜥蜴人束手束脚，无法释放大范围杀伤的火球，转而释放一系列精准的火箭。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人类一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大部分伤亡都是这名蜥蜴人法师造成的。就连王浩也被一支火箭射中腿部，暂时失去了移动力。不能这样下去了，盔甲蜥蜴由我来对付，你们去解决那只法师蜥蜴。李煜对着陈州喊道。好！
陈州虽然不知道李煜哪来的底气拖住盔甲蜥蜴，但现阶段也只能相信他了。雪儿，你找机会进攻，我来吸引注意力。好的，陈哥。陈州等人离去，李煜看着眼前这名重新站起身来的盔甲巨兽，脸色凝重。给我的时间也太短了点。赫伯特看着眼前这名人类独自站在身前，不由有些想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就在他准备冲锋用一记挥砍解决掉他时，突然发觉自己有些困倦，眼皮不由自地耷拉了下来。怎么可能？在眼睛闭上的最后一刻，他好似看到了面前那名人类正在不停地晃动着一个摆钟。呼，还好这个怪物的精神不太高。李煜松了一口气，不过要尽快了，恐怕不能太久。蜥蜴人法师拉姆斯正不停地释放火箭对付眼前的人类，突然心中闪过一丝警兆，眼睛一瞥，顿时看见6道白芒朝着自己急射而来。拉姆斯见识过这白芒的厉害，他可没有盔甲蜥蜴那样的防御力，自然也不敢怠慢，口中微微默念几句，一道巨大的火焰护盾瞬间成型，挡在其面前。火盾，这还没完，他转手从虚空中掏出一个卷轴撕碎，随后浑身开始散发着火焰，焚烧着周围的一切。火焰披风，接连2个技能让陈州顿感不妙，但眼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心中微动，6道白芒三三分开，绕开火焰护盾，分别从2个不同的角度朝着拉姆斯进攻。以他目前的精神力，分2路已经是他能控制的极限了。拉姆斯不慌不忙，手中法杖轻移，身前的火盾也随之移动，挡住了3道白芒的去路。随后手中戒指红光一闪，一个崭新的火盾瞬间成型，挡在另外3枚白芒的路途中间。这操作真是让陈州大开眼界。你的白灵对拉姆斯1级准精英发起攻击，火盾抵挡成功，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6道白灵全部被火盾拦下。不止如此，白灵在被拦下后，陈州发现火盾上的火焰居然还在不停地烧着羽毛。陈州心中大惊，赶忙集中精神控制白灵回来。但拉姆斯岂能罢休？周身的火焰披风涌动，无数火焰朝着羽毛卷去。尽管陈州反应已经很快，但仍有4根白灵没有逃脱，被火焰卷入。不消片刻，这4根羽毛很快就被火焰吞噬殆尽。陈州看着回来的2根焦黑的羽毛，脸色有些难看，这是他第一次遇到羽毛被摧毁的情况。你的白灵遭到拉姆斯1级准精英的摧毁，正在重新恢复中，受血之灵的增益，恢复时间大幅缩短，白灵立刻恢复。幸亏有着血之灵的加持，不断有着能量从红色羽毛中流入陈州的身体。转瞬间，陈州的手臂又重新长出了4根崭新的白色羽毛。他还在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将血之灵打出，万一血之灵都被摧毁，那其余羽毛将需要整整6小时才能恢复。第22章，拉姆斯。拉姆斯虽然抵挡了陈州的进攻，但他仍然没有大意，因为周围的空气中仍然弥漫着魔力涌动的异样。他很快就将目光移到了脚下的血液中，是血，血液彻底爆发，血液不断凝成一根根血刺，朝着拉姆斯刺去。感受着血刺的魔力波动，拉姆斯面露嘲讽之色。就这，爆！周身火焰涌动，瞬间爆开，火焰披风消散，一阵火焰风暴以其为中心扩散开来，所有的血刺都被席卷进去，消失殆尽，就连场内的血液都在不断的被高温蒸发。杨雪儿脸色苍白，光这一下就已经让他的精神力见底了。现场可以供他使用的血液实在太少了，本身大家为了聚守在这里，就将所有的尸体和血液都清理干净了，而现在战场上新产生的血液本身就不多，之前为了阻拦赫伯特的时候就已经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凭借目前的血液量，他能发动进攻已经很勉强了。杨雪儿看着自己的天赋有些发愣，为什么自己明明是 A 级天赋，却总是很弱的样子？比起别人来，条件限制那么多，必须场上有大量鲜血，消耗又那么大，释放几次之后就会精神力枯竭，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他盯着自己的手掌，鬼使神差之间居然将匕首朝着手掌刺去，一击灭掉所有的血刺。拉姆斯也松了一口气，四顾战场，他才发现大人居然静静地站在战场中央不动弹了。这是他很快意识到了，这绝对是幻境一类的技能控制住了，只要自己释放的小法术攻击到大人，就大概率能将其唤醒。一只火箭术快速成型，但就在此时，拉姆斯心中一股警兆突然浮现。什么人？拉姆斯法术强制中断，强忍住不适感，回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刘天宇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蜥蜴人还有保命手段。在匕首即将刺入这只蜥蜴人的脑袋时，他脖子上的项链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随后一阵巨大无形的推力袭来，将其硬生生地推开了数米远。他已经将时机抓得奇准无比了，在其刚释放完技能，环绕周身的火焰也彻底消失。他不禁心中暗骂：这鬼怪物怎么那么多道具的？又是卷轴，又是戒指，又是项链的。看着暴怒的拉姆斯，他做了一个摸脖子的动作，随后一步迈出，消失在了原地，就像刚才悄无声息地来到拉姆斯身后一样。啊！我要你们死！一丝鲜血从拉姆斯的脑门流了下来。这个原本优雅的蜥蜴人此刻彻底陷入了疯狂，他压根没想到居然能够在降临的开局就被如此弱小的人类戏耍。他可不是德里和昆顿那两个家伙，一个原本是低劣的侍卫，勉强凭借一手枪法升上来的贴身护卫，另一个则是大人从奴隶里面挑选出来的狗，无非是强壮一点罢了。而他拉姆斯可是堂堂正正的贵族后裔，和大人之间甚至有着血缘关系。这家伙，别说拉姆斯，就连陈州他们都没有看清那个男人是如何出现和消失的，只是隐约记得这个人是最早出去和他们一起出去探索，又选择回来的几个人之一。当初陈州还以为这几人都没有天赋才会回来，没想到隐藏地如此之深。但这些都是次要的，眼下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众人看着眼睛里都开始泛着火焰光芒的暴怒蜥蜴人法师，这怪物好像已经彻底发飙了。赫伯特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在拉姆斯魔力爆发的一瞬间，他就已经被惊醒，但他并没有动起来的意思。拉姆斯是跟着他很久的下属，但眼下不是讲感情的时候，他要看看这个家伙究竟有没有继续跟在自己身边的价值。在看到拉姆斯暴怒的状态后，他盔甲下的嘴巴咧开，这才像话，老伙计，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吧。随着拉姆斯火力全开，其身后的空中浮现出整整5个巨大的火球。陈州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朝着身后的掩体跑去。这他妈的谁敢扛？虽然他的白灵在就刚才已经恢复，但火系天生克制他的羽毛，他的羽毛面对这些巨大的火球如同浮游撼树。回头一看，杨雪儿还是低头站在原地。他急忙大喊：干嘛呢？雪儿还不跑？眼下不只是人类觉得有些恐慌，就连在和人群中和人类战斗在一起的蜥蜴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么狭窄的空间，如此强大的火球，还能分敌我吗？一枚火球轰然落下，拉姆斯居然浑然不顾自己的蜥蜴族人的安全。随着这一颗火球炸裂开来，4、5名人类和数名蜥蜴人都直接被轰成了碎块。众人这才意识到不妙，但为时已晚，又有数个火球落入人群当中，整个餐厅瞬间淹没在火海中，大批人类和蜥蜴人成了灰烬。一旁的墙壁也被彻底轰塌下来，场地都宽阔了起来。要不是地板和天花板都有那透明的屏障保护，恐怕整个区域都要被炸开。而更令众人绝望的是，随着拉姆斯从怀中掏出一瓶蓝色的药剂喝下去，他那法杖再次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在其身后数个巨大的火球再次凝聚而成。陈州脸色一僵，之前那些火球瞄准的是战场中央的那些人，而此刻已经瞄准了后方，也就是陈州等人所在的位置。他双臂一挥，6白1红7道光芒朝着拉姆斯飞去，但还没靠近，拉姆斯手中手镯红光一闪，一层燃着火焰的屏障在其周身生成。他妈的，这家伙究竟有多少道具？陈州心中暗骂。拼了！他操控着7根羽毛加速前进，打算从正面突破这个屏障，打断拉姆斯的法术释放。第23章血海。7根羽毛先后跟屏障碰撞，陈州的白灵的威力今非昔比。拉姆斯虽然精神力强大，但也并没有高出陈州太多。凭借装备产生的屏障在抵挡住3根白灵后彻底破碎，剩余的3根白灵和血之灵直奔拉姆斯面门而去。就在此刻，拉姆斯手中3枚戒指齐齐发出红光，抗拒火环，一道巨大的火焰环从其身上爆发出来，直接将剩余3根白灵焚烧殆尽，就连血之灵都受损严重，被彻底击飞。妈的，这个家伙是哆啦 A 梦吗？陈州再无信心和这只怪物对抗，顾不上旁人，凭借着不俗的敏捷，疯狂地朝空处躲避。拉姆斯看着这个落荒而逃的人类，心中不由升起一股爽快之感。凭借装备又能怎么样？装备就是我的能力。虽然他拉姆斯在族中总是被称为一个依靠装备的垃圾废物，但他却从来不引以为耻，反而加倍的收集各类道具装备，因为这就是他拉姆斯与生俱来的天赋。装备收藏家本命天赋，你可以无吟唱、无指令释放各类装备技能，
且装备技能的冷却时间减半，装备技能的威力小幅度上升。哈哈哈！全都死吧！在一阵狂笑之中，一连串巨大的火球轰向了幸存的人类。轰隆轰隆，巨大的轰鸣声中烟尘四起。拉姆斯的笑容却戛然而止，因为他没有收到任何的击杀提示。烟尘渐渐散去，一个庞大的红色血液构成的护罩保护住了剩余所有人类。这是……陈州回头就看见了这令人惊讶的一幕。杨雪儿，此刻的杨雪儿像极了陈州在包厢内见到他的状态，双目血红，瞳孔都消失不见，右手被刺破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血液正不断滴落在地，以一种不科学的态势化作巨大的血池，而眼前这个护罩就是从血池中诞生的。拉姆斯面色难看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她身上的魔力波动已经远远超过了她，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这怎么可能？拉姆斯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类女孩的等级在系统上的显示只有0级，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魔力？但眼下根本不是他思考的时候。血色护罩消失，转而凝成漫天的血刺。女孩右臂一挥，漫天血刺朝着拉姆斯袭来。别小瞧我！拉姆斯见女孩漫不经心的样子，顿时怒不可遏，手中剩余的7枚戒指全数爆发出光芒，威力更加庞大的抗拒火环瞬间成型。一瞬间，整片场地瞬间清空，就连远处的陈州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冲击，将其往后推去。但在场地正中央的杨雪儿却不为所动。在冲击波到来那一刻，其身前竖起一道巨大的血色墙壁，牢牢地挡住了火环的冲击。在火环冲击的一刹那，血色墙壁再次软化成一滩血池，朝着拉姆斯快速移动。看着飞速移动的血池，拉姆斯明白让这血池靠近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头上都冒发出一阵蓝光。强面！与此同时，法杖上的晶核在此刻瞬间爆碎开来，蜥蜴人法师双目中的火焰燃烧到了巅峰。炼狱！凭借着装备的加持，拉姆斯释放出了根本不是他这个等级能够释放的恐怖魔法，就连空气都开始变得燥热。赫伯特皱着眉头看着那名女孩，有些惊疑不定。这是血族？随后他又自顾自地摇了摇头。可血族为什么要帮助人类？而且这魔法也过于粗糙了一点。随着空气中的温度上升到极致，拉姆斯面前的地面上喷涌出了一团团巨大的火焰，且朝着杨雪儿的方向不断延展而去。整块区域半边化作了火焰地狱，半边则是阴暗的血液深渊。喷涌的地火很快和血池碰撞在了一起，一声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两者的魔法能量在不停的消耗，僵持在战场中央。这不可能！拉姆斯不敢相信地望着这一幕。要知道他所释放的炼狱是魔法经过高度精炼的结果，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系统技能，而对方的血池，与其说是技能，不如说是一种魔法能量的汇聚，而对方就凭借如此粗糙的能量就抵住了他炼狱的爆发。但这还没完，他亲眼看着那名女孩再次拿起匕首，朝着自己另外一只没有受伤的手刺入。随着点点鲜血落下，血池的能量再次扩大，不，与其说是血池，更不如说是一片小型的血海。僵持了片刻后，翻涌的血海直接淹没了他的炼狱。望着铺天盖地而来的血液，拉姆斯的眼里第一次露出了绝望。他拼了命地使用自身装备上的所有技能，抗拒火环、火焰护罩、火焰盾，但在那完全不讲道理的魔法能量面前，这一切显得那么可笑。直至最后一件装备技能陷入了冷却，拉姆斯终于不再挣扎，两只双手搭了，闭上了双眼。拉姆斯，你没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魔法师，你太过于依赖外物了。胡说，装备不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吗？年幼的拉姆斯在和自己的父亲争执着这一切，自身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拉姆斯，你的天赋不是个好东西，它是你的桎梏。看着自己父亲离去的背影，拉姆斯暗自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父亲明白，他是错的。脑海中的回忆一闪而过，拉姆斯其实早就明白自己的父亲说的是对的，但他就是在倔强，他要向所有人证明，就算依靠装备，他也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直到面临这一刻，他才彻底放下，仅凭着一腔不服气的怨气，怎么能够成功？他心底就是佩服像他父亲那样凭借自身实力就能成为强大魔法师的蜥蜴人。随着心结彻底消散，拉姆斯顿感基因的桎梏好像也随之一松，但他转而就无奈笑了一声，死都死了，还想着什么进阶呢？第24章援军。滔天的血浪朝着拉姆斯覆盖而去，众人看着这恐怖的声势都咽了咽口水。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滔天的血浪直接被轰碎成漫天血雨。
满脸鲜血的众人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本该沉睡的盔甲蜥蜴挡在了拉姆斯面前，仅凭一拳就轰碎了滔天的血浪。老伙计，算你还有点出息，不然我可懒得出手。料想中的死亡没有到来，拉姆斯听着熟悉的声音，惊喜交杂。他睁开眼，哪里还有什么血浪？看着眼前威风凛凛的盔甲蜥蜴的背影，老大，你……还没等拉姆斯将话说完，一柄长枪从背后将其直接贯穿。什么人？听到动静回头的赫伯特就看到了自己的老伙计被一枪贯穿的情形，滔天的怒火瞬间笼罩了他。你们人类，他妈的真的是找死！一柄巨剑伴随着巨大的黑影直接轰向了杀死拉姆斯的那个家伙。一股熟悉的蓝色护罩出现，稳稳地挡住了赫伯特的这一击。是你！赫伯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让他在降临初期就束手无策的那个胖子。丁超真是叫苦不迭，刚刚满满的魔法能量此刻被赫伯特的一击瞬间消失了一大半。他只能一边后撤一边赶紧从背包里拿出各类高热量食品往肚子里塞。还好爷爷，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之前那个戴着兜帽的家伙，无数的法术日夜不停地轰着他的魔法护罩，让他吃到看见食物就想吐的地步。当他看见护罩外的怪物都消失不见的时候，起初还以为是陷阱，后来时间越久越觉得不对，于是和众人商议之下，拿着大量的补给食品和一部分人摸索着前进，直至到了火锅店这里。果然一过来系统就提示加入了阵营死战，那还用犹豫什么？众人直接拎起武器加入了战斗。丁超恰好就看到了之前那个兜帽蜥蜴人背对着自己，一副很萎靡的样子，他偷溜到其背后一枪捅了上去。看着系统上的击杀提示，丁超也诧异万分，没想到这个所谓的准精英这么容易就死掉了。场面风云变化，让陈州完全来不及反应。先是滔天的血浪被那只巨大的盔甲蜥蜴凭借一击轰拳直接轰散，杨雪儿也因为流血过多彻底昏厥。但转眼间，那法师蜥蜴被一名不知道何处来的胖子直接击杀，而在他后方还隐隐约约有很多人类的身影。陈州赶忙看向系统面板，果然有20多个人类阵营加入了战斗，还有零星的人加入战斗，是援军。这倒是陈州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本以为这些蜥蜴怪事清理了另一侧所有的人类后才过来的，现在看来情况不是那样。虽然杨雪儿昏厥过去失去了战斗力，但是他们也迎来了新的援军。没有过多言语，火锅店幸存的人类和新来的援军一前一后，围着孤零零的赫伯特。没错，在拉姆斯的一番胡乱轰炸之下，人类死伤惨重，但是蜥蜴人也彻底死亡殆尽。眼下人类和蜥蜴人的比例是1比84，除去40多名没有战斗力的人员躲在后厨。现在场上足足有40多人在与赫伯特对峙，局面似乎已经无限趋向于人类了。你们是不是以为你们赢定了？赫伯特看着眼前那些面露希望的人类，愤怒地笑出声来。你以为我是指望那些废物吗？就凭我一个就能杀光你们这群杂碎！一声咆哮，赫伯特朝着面前的人类冲了过去，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随着马军的歌声响起，人类一方和赫伯特的最终决战也就此开始。就在开战之际，陈州的血之灵竟然又隐约了有了一丝波动。血之灵感应到周围存在大量的血元素，是否吸收？竟然还可以吸收？难道血之灵还没有进化完全？在惊疑之中，陈州犹豫了片刻，还是选择了是。很快，无论是杨雪儿那漫天被轰散的血浪，还是蜥蜴人和人类的血液，都开始逐渐汇入地下消失，逐渐汇聚到陈州脚下，随后融入他的身体内。伴随着巨大的疼痛感，陈州居然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又开始长出了羽毛，而这些羽毛全部都是血红色的。随着疼痛愈演愈烈，陈州终是坚持不住，彻底晕了过去。糟了，怎么选在这个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之后，陈州才醒了过来。当他看向场上时，顿时吃了一惊。盔甲蜥蜴浑身的盔甲碎裂，手中的巨剑也不翼而飞，看着伤势不轻。但人类一方损失更是惨重，场上只有寥寥数人站着。李煜早已没有了原来波澜不惊的样子，此刻的他左臂耷拉，眼镜都已彻底碎裂，正大口地喘着粗气。丁超只是衣服稍显凌乱，但是他原本鼓囊囊的背包已只剩下最后的一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陈州意想不到的人，王栋梁居然死而复生。此刻的他和丁超轮流充当着李煜的盾，牢牢地抵住了赫伯特的进攻。至于王浩、唐瑞静、马军等其余人，都早已不见身影，不知生死。而蜥蜴人和人类的比例此刻为 1.46 分，也就是说，在陈州晕过去的那短短的时间内，刚才站在场上的所有人基本都死了。
似乎听到了动静。李煜将目光移向了陈州这边，他顿时大喜。陈州，他之前还一直以为陈州在拉姆斯或者赫伯特的范围性攻击中被波及死掉了，没想到还活着。而眼下一名天赋者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在他看来，眼前的这只盔甲巨兽也已经快到了极限了。与此同时，赫伯特也看到了醒来的陈州。怎么会？要不是李煜突然出声，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这个人类。这下可不妙了。本以为凭借自己坚硬的盔甲对付这些人类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手到擒来，没想到这个人类凭借一把小小的匕首，竟然能够对自己的盔甲不断的造成结构性的破坏。这时候多个敌人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想罢，他直接放弃了李煜，转而朝着陈州的方向袭去。见状，丁超和王栋梁都脸色大变，他们都挡在了赫伯特袭击李煜的路线，但陈州可是在侧面啊。陈州看着冲来的巨兽也是惊慌不已，下意识的就挥动右臂。下一秒，无数的红色羽毛从陈州的袖口鱼贯而出，如同红色风暴一般，将袭来的赫伯特牢牢包裹在其中。一阵阵凄惨的吼叫声响彻全场。第25章再次进化。你的血雨对赫伯特一击准精英造成了割裂伤害，盔甲抵挡成功，盔甲抵挡失败，你造成轻微伤害。无数的消息提示不断弹出。这是陈州赶忙看向了在他醒来时的系统提示。恭喜你，你的血之灵吸收精纯的血能量得到了进化。血之灵体质加 0.7， 力量加 0.3， 敏捷加 0.2， 精神加 0.3。 血之灵威力大幅度上升，血之灵将赐予所有羽毛重生的能力，只要血之灵未被摧毁，其余灵被摧毁后立刻重生。血之灵被摧毁后需要 EH 重生。血之灵对敌人造成伤害后将进行一次体质判定，判定失败后将造成一次流血。血之灵吸收精纯的血系能量，生成了108根血羽，血羽可依附在天赋者身体的任意部位，只要血之灵未被摧毁，血羽将在摧毁后立刻恢复，注意是立刻恢复而非重生。技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质再次增加了 0.2， 精神属性提了 0.3， 同时新增了108根血羽。他挽起衣袖查看，果然那根血红色的羽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羽毛长了数分，同时羽毛的正中央居然长出了类似红色眼球的花纹，好生诡异。李煜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一幕，没想到陈州居然一出手威势就如此之大。血色风暴持续了数分钟之后，所有的血羽能量耗尽，陈州抬手将其全部召回。在场的众人都紧张地看向原地，赫伯特的盔甲已全部被割裂，刚刚威风凛凛的巨兽此刻正跪倒在地，脑袋低垂，全身都是血羽划出的伤口，鲜血流了一地。见状，丁超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狠狠地甩飞了手中的能量棒，老子3天都不想吃东西了。但陈州却还是不敢懈怠，抬臂就想再次发射一轮血羽，因为他还没有收到怪物的击杀提示。战场的蜥蜴人的数量还是明晃晃的写着1。就在血色风暴马上要接触到赫伯特之时，陈州却突然发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不对，随着原地碎石的炸裂，陈州明白不是消失，是这只怪物的速度太快了。他连忙大喊：小心！丁超刚瘫坐在地，还没来得及反应，一股庞大的力量瞬间与他的护盾相撞，僵持了不到1秒，护盾破碎。丁超被一只缠着诡异紫色气息的巨手狠狠地轰中，轰隆！丁超瞬间被击飞到白雾之中，只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李煜、王栋梁、陈州3人这才看清怪物的样子。把丁超打飞后，这只怪物转过身来，刚才已奄奄一息的赫伯特此刻如同魔鬼，双目漆黑，浑身缠绕着诡异的紫色气息，好似一只失去了理智的野兽一般，嘴巴的唾液止不住的往下流，朝着在场的3人咆哮。这怪物真的是靠我们能打败的吗？王栋梁看着眼前这个怪物的散发的危险气息，双手都在止不住的发抖。陈州皱着眉头收回了血羽，没想到这怪物还有2阶段。李煜脸色也是相当难看，在盔甲蜥蜴阶段，依靠着大家给他的机会，他施展了无数次的解剖，最后靠着陈州的那一击才彻底瓦解了这只怪物的盔甲。没想到盔甲解除后的赫伯特如同一只被解放的怪物一般，变得更加恐怖。场面的平静没有维持很久，王栋梁突然拿起武器，大喊着朝着赫伯特袭去。啊！杀了你！这一幕顿时惊呆了陈州和李煜2人。老王怎么会如此不智？看着老王疯狂的面孔，陈州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不对，他赶忙看向了系统提示。
果然，你受到了盔甲恶魔赫伯特1级精英的魔气影响，精神判定成功。你成功抵挡住了魔气影响。李煜显然也看到了这个提示，两人隔空对视一眼，急忙上前支援。丁超生死不明，现在只有王栋梁可以勉强抵挡这只怪物了，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在陈州的血雨和李煜的手术刀到达之前，王栋梁就和赫伯特碰撞在了一起。赫伯特压根没管王栋梁的长枪，任凭他刺入自己的身体。随后两只大手将王栋梁抓了起来。王栋梁面露疯狂之色，毫无恐惧。哈哈哈哈哈！你杀不死我，我是钢铁之躯，我是钢铁之躯。没错，就算他之前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他都没有死去，那就是因为他随机到的天赋铁块乃是 B 级天赋。可不单单是身体表面变成了铁皮，而是整个身体都变成了铁块，就连五脏六腑都变成了真正的铁块。普通人即便穿着盔甲，也会被钝器给隔着盔甲击杀，那是因为内脏受不了强烈的震荡破碎。但他王栋梁没有这个烦恼，心脏都是铁做的，没有任何人能击杀他，除非看着怪物双手握住王栋梁的脑袋和双脚，将其平放在身前。陈州和李煜都意识到了什么，脸色大变，两人疯狂地利用手术刀和血雨攻击。但即便手术刀刺进了他的脑袋，身上被血雨化的血流不止，他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随着赫伯特将王栋梁当作筷子一般直接抓住，用力往下一甩，右膝抬起一顶，王栋梁那钢铁般的身躯瞬间断成两截，随着两截身躯如同垃圾一般被这只怪物扔到一旁。致命的伤让他的天赋再也不能维持，钢铁一般的身躯开始软化，内脏顺着身子的缺口流出，而他的口中还在不停地喃喃道：我是钢铁之躯，王栋梁，退场！幸存的蜥蜴人，人类1.12分。第26章魔躯。赫伯特，这是你第一次独自外出打猎，务必要当心。放心吧，母亲，我肯定会打到足够多的食物的。这是什么？母亲？哟，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没想到还敢跑回来，杀了他！你们全都该死！小子，就这点实力，也想给你亲族报仇？哈哈哈哈！我一定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啊！老大，这家伙看着有点不对劲啊。能有什么不对劲的？我们这里100多号人，他还能翻了天不成？这是怪物，这是魔鬼！啊！全都死，全都给我死！哈哈哈哈！大人，全都死完了，没有一个活口，应该就是这家伙杀的。带他回去，把他收纳进家族吧，勉强可用。赫伯特，比试时你为什么总是穿着盔甲？你这样不是赖皮吗？我也不知道，老爷吩咐的。盔甲恶魔赫伯特和其他人不一样，赫伯特的模板天赋倒不像是一种增强，反而是一种束缚，魔性被深深地抑制在了盔甲之中。而如今随着伙计的死亡和盔甲的脱落，赫伯特那在身体内最深处的魔性被再一次激活。看到赫伯特面露疯狂地将脑袋中的手术刀拔出后，李煜顿感不妙，连忙控制着手术刀飞回，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徒劳。下一秒，手术刀被赫伯特握在手心，硬生生的折断。李煜的精神本就因为释放了太多解剖而临近枯竭，因为手术刀的损毁，精神再次受损的他再也坚持不住，昏厥了过去。随着李煜的倒下，场上还站着的人只剩下陈州一人。微叹一声，陈州收回漫天血雨，因为接下来再也没有谁能够挡在他的面前，也再也没有谁能够替他吸引火力。陈州舔了舔嘴唇，面临如此的险境，他竟觉得刺激无比，浑身的细胞似乎都在雀跃这一刻。实际上，在升级和血之灵的加持下，陈州的属性无疑是在场所有人类当中最高的，体质属性甚至可能比之前遇到的巨魔蜥蜴比肩。但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用远程手段和敌人交手。实际上，他的近战能力在属性的加持下可以说是丝毫不弱。看着眼前这个敌人并没有因为同伴的接连倒下而绝望，反而开始变得兴致勃勃的模样。赫伯特疯狂的眼眸中也燃起了战意。下一秒，一人一蜥蜴同时朝着对方冲了过去，轰！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声浪。陈州的血雨在右臂凝成一个血雨盾，与赫伯特缠绕着紫气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强大的精神力让陈州的凝成的血雨盾坚硬无比，但庞大的力量却将他击飞至半空。看着轻松一跃就追上来的赫伯特，陈州面不改色，挥动左臂，无数血雨从袖口中射出，
如箭矢一般朝着赫伯特袭去。赫伯特怒吼一声，双臂挡在头前，强顶着血雨逆冲而上，在其身侧形成了一层由魔气形成的护盾，堪堪抵住了血雨的侵袭。但当他冲破血雨风暴，打开双臂，将身侧最后的血雨彻底打散，却没有在身前看到任何人影。陈州早就借着血雨的反冲击力到了他的下方，借着血雨震动产生的些许气流，陈州平稳落地。随后他举着右手朝着天空中的赫伯特巨，一股莫名的能量从陈州身上的血之灵传出，无数被赫伯特打散的血雨在空中快速恢复。下一刻，朝着正中央的赫伯特袭去，扑哧扑哧，无数刺入肉体的声音传来。在半空中的赫伯特很快就成了一个刺猬一般，但陈州却没有半点放松。这头怪物的气息并没有因此弱下去半分，反而愈发强大。一阵阵让人疯狂咆哮中，源源不断的魔气侵袭，让陈州面板上不断传来精神判定的声音。尽管系统显示精神判定一直成功，豁免了魔气的负面影响，但陈州却觉得自己的理智越来越弱，有一丝毁灭一切的欲望不由浮上心头。在这恍惚之际，一记紫色的拳影突然出现在了眼前。轰！巨大的爆鸣声响彻全场，陈州被结结实实正面击中了一拳。废墟中的陈州站起身来，看着面板上仅剩 23% 的血量，有些后怕。要不是血之灵增加的那么多体质，他还在关键时刻将腰带的恢复技能使用了，恐怕就这一下他就彻底下线了。要尽快解决这一切。勉强支撑的理智让陈州告诉他不能这样下去了。几次交手，他已经明白血雨的杀伤完全不足以杀死这头怪物，只会让他变得更加恐怖。这只怪物的恢复力比他之前碰到的那头有着巨魔血统的蜥蜴要更加夸张。看着远方的怪物再次咆哮，周身的魔气暴虐般疯狂地鼓荡起来，随后彻底爆发，浑身上下刺着的血雨被一击给毁灭。随后无数的魔气快速地凝聚起来，转眼间魔气在赫伯特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魔影。滔天魔气的威压下，陈州却反笑起来，此刻已然没有任何退路可言。他的脸上露出了疯狂之色，瞳孔竟在此时变换成了血之灵上一模一样的血瞳。那就来吧，最后一战。漫天的血液再次重新化作血雨，逐渐汇聚到陈州右臂，以血之灵为靶，6根白灵为柄，108根血雨为刀身，一把巨大的血雨刀凝聚而成。一人一蜥蜴再次一同朝着对方奔去。赫伯特右臂蓄力，身后魔影的右臂也同时动作，无数的魔气汇聚，一直缠绕着这滔天魔气的紫色巨拳朝着陈州挥去。陈州双持血雨刀高高跃起，战场上残余的所有人类和蜥蜴人的血液在这一刻统统汇聚在刀身上，凝成一把巨大的血刀朝着赫伯特砍去。在这一刻，血色巨刀和紫色巨拳在空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死！身形交错，那小的身影一阵晃动之后直直地躺倒在地，大的身影矗立在原地半晌，最后从肩膀处至腰间出现一道裂缝，半边身子缓缓滑落。此战终了，蜥蜴人比人类 0.12 分，人类阵营获胜。第27章奖励。躺在地上的陈州大口喘着粗气，看着面板上传来你击杀了盔甲恶魔赫伯特的消息，他才彻底放下心来。说来最后也是侥幸，在交手的最后一刻，他对着赫伯特使用了止步，强大的精神让技能顺利的判定成功，对方被毫无征兆的桎梏在了原地。原本声势浩大的一击彻底打在了空处，而他则结结实实的砍在了对方的身体上，将其直接一刀两断。看对方的模样，似乎身体内的魔性还没有激发到极限，要不是这致命一击，对方的实力恐怕还会得到提升。恢复些许力气后，陈州站起身来，走到了赫伯特的尸体前，看到其还露着狰狞笑容的蜥蜴面孔，仿佛在死前还沉浸在刚才激荡的战斗中。陈州一阵恍惚，喃喃道：“抱歉。”下一瞬，赫伯特的尸体逐渐化作蓝光，彻底消失。这次不单单是蜥蜴人尸体，所有的人类尸体居然也化作蓝光消失。系统的声音姗姗来迟：“阵营死战结束，本次对战阵营人族蜥蜴人，胜利阵营人族，达成胜利条件，蜥蜴人全员死亡或投降。恭喜你完成了一场史诗的中型战斗。由于本次战斗特属于阵营死战，奖励将分为个人奖励和共享奖励。开启贡献度排名，个人奖励根据个人战斗评价单独发放，共享奖励将根据贡献度进行奖励库兑换形式发放。
本次战斗胜利阵营贡献占比，人族 100%。本次战斗胜利个人贡献度排名如下：第一名陈州4182点，第二名李煜1789点，第三名杨雪儿1283点，第四名丁超1167点，第五名马军已死亡672点，第六名唐瑞静已死亡545点，第七名王浩492点，第八名王栋梁已死亡481点，第九名曹太已死亡394点，第十名魏雨桐237点。本次战斗中，你单独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6只，蜥蜴人1级普通1只，盔甲恶魔赫伯特1级精英。本次战斗中，你合作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4只，拉姆斯1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A+， 无可匹敌。战利品计算中，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 200%。战利品结算：蜥蜴皮甲 X5， 蜥蜴长枪 X3， 蜥蜴皮鞋 X2， 蜥蜴爪 X6， 魔影斗篷、火遁指环、巨量经验。由于本次战斗属于阵营死战，战利品将会由系统暂为保管，保管时间为 24H，24H 内随时可提取，24H 后不提取将默认有系统回收。这次的装备并没有直接发放，反而存在了系统的仓库中。陈州心念一动，一颗火红色的戒指就出现了手中。火遁戒指，稀有戒指，内部储存着火系魔法，使用后将释放火遁术 LV1， 当前可释放次数3/3，每次释放后需要经过 12H 补充魔力。火遁术 LV1， 释放一个火焰盾牌，盾牌的防御强度与自身精神、智慧属性有关。好东西！火遁术可是陈州看着那名蜥蜴人法师用过的，防御力相当出色，他毫不犹豫地带了上去。紧接着，陈州将系统仓库里的所有东西都取了出来，毕竟 24H 后可是要回收的，万一忘记了可就尴尬了。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那件披风了，散发着浓浓的魔气，魔气的性质俨然和赫伯特最后的那股魔气一模一样。魔影斗篷，史诗斗篷，大幅度降低自身的存在感。主动技能魔影，释放后将在身后召唤魔影，在召唤期间，魔影将会重复本体的所有动作，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 6H。 史诗装备，且不说装备本身自带的属性，就和自己的路人天赋极度重合，能够更加强化自身的隐蔽性。要知道自己能够活到现在，路人可以说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装备自带的技能更是逆天，能够重复本体的所有动作，也就是说，在技能持续期间，它释放出去的所有羽毛将变成双倍，这将是真正的漫天飞羽。如此强大的技能，甚至可以堪称底牌的技能，其冷却时间也相当短，仅仅 12H。 陈州怀疑，要不是拥有新人战利品加成，这种品阶的装备根本不可能会出现。他直接将斗篷穿在了身上，至于其余的装备都是些垃圾，属于凑数的。大量的经验则是让陈州的经验条跳到了1级 48%。 要知道他可是才刚升1级。还没完，新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奖励库奖励结算完毕，现已开放奖励库，各位可通过系统面板查看。本次共享奖励库奖励领取规则如下：本次奖励兑换货币为贡献点，由于本次战阵蜥蜴人为战争发起方，人族战利品奖励上升 100%， 所有奖励兑换值将打5折。注意，任何天赋类、技能类物品无法交易。奖励库一打开，陈州第一眼就被惊到了，因为兑换的第一类别，那就是众人梦寐以求的天赋类。天赋类，所有天赋都库存都为1。魔心 A 级，将你的心脏属性转化为魔属性，在使用魔属性技能时，技能威力提升 50%， 同时冷却时间缩短 30%。天赋技能复生之魔，在遭遇致命伤害时将不会立刻死亡，并且陷入魔化状态，全属性大幅度上升，恢复力大幅度上升，持续时间未知，冷却时间30天，不定期将对自身造成一次精神判定，若判定失败将沦为魔物。复生之魔的使用次数越高，精神判定的次数越频繁，无法掌控的人终究会沦为怪物。兑换点10000点。铁块 B 级，发动能力后能够将自身包括身体内部结构都化作铁块，防御大幅度上升。该天赋可自由开启关闭。铁人警告，一旦长时间开启之后将出现不可逆状态。兑换点4000点。自由之歌 B 级，哼唱任意歌曲后将对场上所有友方单位施加增益性 buff， 友方将根据哼唱者歌曲类别获得不同增益，增益强度将根据哼唱者精神属性、哼唱认可度获得增强。任意 buff 施加后需要10分钟后才能施加新的 buff。
唱得好要对方的命，唱得差要自己人的命。兑换点5000点。备话 ：B 级可对5分钟内任意自身接触过的非生物体发动，发动能力过后，该物品将可以自由放大至1到2倍，放大程度将根据物体本身质量发生变化，变化后物品的质量也会相应增加或减少。变化的物品将在10S 后恢复原状。警告：遵循万物守恒定律，想要获得什么，那就必须要失去什么。兑换点6000点。耀光球 C 级发动能力后，可凭空出现一个可照亮4周的光球，光球可移动，不可被攻击。同时，你将获得光球的视野。再次释放能力后，可以使光球发出强烈的光芒，持续时间30分钟，冷却时间12H。闪光弹。兑换点3000点。硬皮 D 级小幅度提升自身全身物理抗性和元素抗性。兑换点2000点。力量强化 D 级力量上升 0.2， 且力量判定获得轻微加成。兑换点2000点。技能类所有技能库存都为1。火球术 LV 1，释放一颗巨大的火球，火球威力与自身精神、智力属性有关，冷却时间3分钟。兑换点1500点。火矢术 LV 1，释放一支由火焰凝聚的箭矢，箭矢威力与自身精神、智力属性有关，冷却时间15S。兑换点1000点。抗拒火环 LV 1，以自身为基准，从内向外扩散一道环形火焰，对所有途径的敌人造成火焰伤害，并造成击飞效果。敌人距离越近，火焰伤害和击飞效果越显著。扩散范围、伤害、击飞效果与自身精神属性有关。冷却时间10分钟。兑换点3000点。物品类魔念5000点。火焰晶核2000点。逃脱卷轴3/3 800点。单人副本乱入卷3/3 800点。快速治疗药水20/20 500点。小型治疗药水50/50 80点。蜥蜴爪50/50 30点。装备类魔影盔甲精良1500点。魔影头盔精良1500点。魔影护腕精良1500点。魔影足具精良1500点。蜥蜴长枪30/30 50点。第28章兑换。长长的兑换列表直接让陈州看花了眼，可以说这些天赋每一个都拥有它独特的效用。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所谓的奖励品居然全都是和死亡者有关的天赋、技能、装备。他心中不禁有个恐怖的猜想，该不会这些所谓的奖励只是系统从死亡者里面抽出来的吧？虽然马军他们没有明说过自己的天赋，但陈州可是受过马军的增益 buff 的，名称赫然就是自由之歌。而铁块、背化、耀光球3个天赋则分别对应王栋梁、唐瑞静、曹太3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天赋名称，但这些天赋的描述分明和他们展现的一模一样。不过看到这些天赋的描述，陈州都不由感叹，有些人真是没有把天赋发挥好。先不说马军的自由之歌不但根据自身属性，还跟唱歌水平有关，难怪获得的 buff 增益一般都是轻微提升或者小幅提升。马经理唱歌实在过于难听，耀光球这主要作用曹太也根本没有搞明白，这可是一个无敌的侦察眼，可居然被简单的当成了一个照明天赋。背化这个天赋就更是夸张，就是可惜不能对自己使用。如果没有后面的系统描述，陈州怀疑这个天赋是 A 级打底。光就这一会，陈州就想起了无数妙用，但他没有足够的兑换点去兑换。想来最后2个D 级天赋估计也是某个人或者怪物的，被抽出来当做奖励品了。而所谓的 A 级天赋魔星以及装备类的魔影套装，应该是属于盔甲恶魔赫伯特。技能类的所有技能都是拉姆斯常用的法术。陈州越想越心惊，不过他转念一想，这又关他何干？死了一了百了，管他那么多干啥？再说了，这些人的天赋都是经过系统的天赋轮盘得到的，系统可以赐予，那自然也可以在你死亡的时候收回去，用来奖励给更强大的人。这也是系统的本意吧。想罢他就不再纠结于此，好好挑选起奖励来。不努力变强，那就成为别人变强的资粮。首先第一个必选的物品他早就已经挑选好了，那便是火焰晶核。那是关乎他 SS 级天赋70的关键物品，没有任何东西的优先级能超过它。光一根血之灵就已经让陈州的实力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兑换完火焰晶核后，陈州的贡献点瞬间只剩2182点。幸亏这次是因为蜥蜴人发起的阵营战，兑换所有物品都是5折优惠，不然兑换完晶核他的贡献点估计就清空了。思索再三，
陈州最后还是将目光投向了天赋类，毕竟道具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技能也可以通过升级获得。同时，他陈州拥有那么多远程输出手段，不是很需要火球术、火矢术这样的攻击类法术了。至于装备，最好的魔影类套装居然只是精良级别的装备，看样子自身的魔影斗篷是经过战利品加成后才进阶的史诗级别。既然这样子的话，一件精良装备的重要程度就远远比不过一个地类天赋了。装备是会迭代更换的，而天赋是永久相随的，再小的加成那也是很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他还拥有着一个 Z 级天赋变异，可以不讲道理的将天赋都变异，在力量强化和硬皮之间挑选了半天，最后陈州兑换了硬皮 D 级，剩余的兑换点，他兑换了2瓶小型治疗药水。小型治疗药水脱战状态下可使用，喝下后缓慢恢复自身的血量，被攻击后失去效果，冷却时间10分钟。随着奖励的兑现，陈州察觉到自身的皮肤似乎变得坚硬了一些，看向自身面板，果然天赋一栏多了一个天赋硬皮。与此同时，在他的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枚火红色的晶体，火焰晶核，精良，内部蕴含着极其浓郁的火元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材料。和当初一样，强烈的吸引力再次出现。检测到附近有未知元素晶核，是否吸收？是。晶核碎裂，其中蕴含的火元素爆发开来，融入了陈州的身体中，强烈的灼烧感瞬间袭来。但陈州此刻的体质已接近2点，这些疼痛已在能够忍受的范围内了。没过多久，晶核内的火元素彻底融入了陈州身体。拉开衣袖，手臂上一根白绫已彻底化为红色。这红色和血之灵的深红色不同，而是明亮的鲜红色，让人一看到就仿佛就能感受到刺眼的灼热感。这次的吸收速度比上次血系晶核的吸收来得快得多。他看向系统面板 ，SS 级天赋70再度提升。恭喜你，复原之灵成功吸收1枚元素晶核，一根白绫转化成火之灵。火之灵力量加 0.3， 精神加 0.2。火之灵威力大幅度上升，火之灵将赐予所有羽毛燃烧及火焰抗性的能力。火之灵对敌人造成伤害后，将进行一次体质判定，判定失败后将造成一层燃烧。当敌人判定成功豁免后，下一次你的体质判定将获得一定优势，此优势将不断叠加。血之灵赐予了所有羽毛重生的能力，属性以体质为主，主生存。而这个新获得的火之灵则赐予了所有羽毛燃烧及火抗的能力，属性以力量和精神为主，也就是说主进攻。陈州的羽毛威力将迎来进一步的上升。只是很可惜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晶核的品质问题，这次陈州获得的属性只有 0.5 点，而且没有获得类似于血雨那样的火雨。不过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了如今的程度，他已经很满足了。翻看系统面板的时候，陈州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天赋一栏居然多出了一个天赋准精英模板天赋，对所有低于准精英模板的单位将拥有全范围判定轻微加成。这不是和那些怪物的模板天赋一模一样吗？怎么回事？他翻看系统的记录，才发现一条忽略的消息。恭喜你实力达到标准，系统自动将你的模板评级调整为准精英。自此以后，所有人的系统消息中，你将以本名出现，而非种族代称。同时赋予你模板天赋准精英。进阶精英路线请自行摸索，精英将拥有独特的模板天赋和称号，请继续努力。原来实力达标就会自动被评为准精英，只是看样子继续进阶精英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进阶准精英无关痛痒，只是多了个全范围的判定轻微加成。比起这个，陈州宁愿自己的模板不被上调，这样子就能低调行事，扮猪吃虎。所有的奖励彻底领取完毕，陈州这才想起来查看战场上其他人的状况。看之前排行榜，他熟识的几个人李煜、杨雪儿、王浩都没死。第29章战后，陈州先去唤醒就近的李煜，这家伙就躺在不远的地方，身上也没有什么伤口，只是因为精神力枯竭晕厥了过去。在陈州的呼唤中，李煜很快就醒了过来，捂着疼痛的脑袋晃了晃，他惊奇地看着面前的陈州，不可思议地问道：“你把那个怪物给杀了？这不是显而易见吗？系统消息都没看到吗？”尽管系统的面板和现实的情况都在告诉李煜这是事实，但是他仍然不可以相信，面前的这个男孩居然能够击败那样子的怪物。别人或许不清楚，但是作为战斗到最后的他来说，他能深切感受的那个怪物隐藏在最深处的魔性。在他倒下的时候，这只怪物还远远没有到达他的极限，而就是这样一只恐怖的怪物，居然被眼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男孩给单枪匹马的给杀掉了。看陈州的模样，
连衣服都不曾破碎，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想罢，李煜自嘲地笑了一声：“是我小瞧你了呀，你去找其余人吧，我没事。王浩伤得很重，他和杨雪儿都在包厢内。”好，很快陈州就找到了包厢内受伤的众人，除了杨雪儿和王浩外，还有不少昏迷的伤员。一名女子此刻正在照顾着伤者，见到有人进来，这名女子抬头望来，陈州也不由惊艳到了。一头短发显得特别的清爽干练，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眸此刻正直盯盯地看着陈州。你是？陈州？魏雨桐顿时想到了刚刚提示战斗胜利时展现的排行榜，这不就是那个排名第一的人吗？没想到是个这样年轻的男孩。是你？谢谢你杀了那些怪物。魏雨桐连忙站起身来道谢。他曾一度以为这场战斗人类已经没有了希望，蜥蜴人和人类的比例从1比84一直到1点12分。外面的震动声不断传来，赫伯特的嘶吼声响彻天地，魔气开始顺着房门的缝隙蔓延到房间中来，就连他最后都差点没有坚守住心神。没想到突然之间系统就提示战斗胜利了，这样的大起大落让他都不由感叹命运之奇妙。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名男孩带来的。魏雨桐不由对眼前这个男孩露出了浓厚的好奇心。不用这么客气，我只是看看我的朋友状况。陈州摆了摆手，接着问道：他们的状态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吧？都没什么事，大多数都是力竭或者精神力枯竭导致的，在游戏面板下，只要不是什么致命伤都能恢复过来。魏雨桐随后从自己怀中掏出一个红色药瓶晃了晃，接着说道：再说有解决我的药，这些人的伤势都是小问题。这些药是？看着眼前这个稚嫩的男孩，魏雨桐眯着眼，突然凑上前来，不由分说便将药瓶塞进了陈州手中。姐姐，我看弟弟你状态也不怎么好，你也试试这些药剂效果吧。走出包厢内，陈州脑袋还是晕乎乎的，手里面塞满了各色的药剂，脑袋里回荡着暂时只有这些了，以后弟弟你想要了随时来找我，下次可就要收钱了。晃了晃脑袋，陈州缓了缓心神，将目光投向了手中的药剂。魏雨桐的1号药剂稀有，小幅度恢复精神力，可在战斗中使用，冷却时间10分钟。魏雨桐的2号药剂稀有，小幅度恢复体力，可在战斗中使用，冷却时间10分钟。魏雨桐的5号药剂稀有，中幅度恢复生命值，不可在战斗状态中使用，遭遇攻击后终止恢复效果，冷却时间15分钟。陈州呆呆地看着这些药剂，竟然全部都是稀有药剂，而且看名字全都是魏雨桐自己制作的。将药剂塞进身后的背包中，陈州不由苦笑了一声，以后说不定还真要再去找他。离开了包厢后，陈州朝着后厨走去，那里之前是安排所有的老弱妇孺躲避的地方。看人类的幸存数量，那里所有的人恐怕都已经死完了，但这究竟是怎么死的？要知道蜥蜴人一方只剩下赫伯特，而他一直在正面战场被拖住。思索间，陈州已经来到了后厨的门口，操控着血雨在周身环绕。陈州打开了大门，里面空空荡荡。对此陈州并不意外，毕竟这次人类的尸体也会像蜥蜴人一样化作蓝光消失。随手扔出几根血雨，血雨如同蜡烛一般在空气中燃烧，照亮了整个后厨。在一个角落，陈州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影，这是那个偷袭法式蜥蜴的人。刘天宇正面露惊恐，抱着脑袋缩在角落，嘴里不停地喃喃道：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听到这些话的陈州顿时明白了，一股怒火瞬间升上心头，几十根血雨朝着刘天宇急射而去。血雨上燃烧的火焰让整个后厨都为之一亮。就在此刻，刘天宇突然抬起脑袋，站起身来，面目狰狞地朝着陈州吼道：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死。在血雨到达的前一秒，刘天宇右腿一迈，又如同陈州在战场上见到的一样，身形直接消失，下一瞬直接出现在陈州身旁。陈州心中大骇，连忙操控剩余的血雨构筑成盾牌挡在身侧，但刘天宇却毫不理会，再次迈出一步，直接消失在现场，只留下一句重复过数次的话：我不是故意的。陈州面色阴沉，可惜的是止步还在 CD， 不然一定留下这个人。感受着空气中残留的魔气，陈州也大概率预料到这里发生了什么。躲避战斗的刘天宇被魔气侵染导致发狂，面对有着强大天赋的他，普通人根本不是对手，很快就被杀了个精光。但魔气侵染根本不是陈州可以原谅他的理由，这家伙本就是因为逃避战斗而躲藏在后厨的，要是他和众人一起战斗，亦或是躲藏到别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家伙，下次见面一定是你的死期。第30章离开。尽管区域头目被击败，但陈州并没有急着出去，
现在外面的情况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他准备和众人一起休整好再出去。索性他就在原地熟悉起自己暴涨的属性和血雨的使用。没多久后，众多伤员也恢复了过来。丁超这个胖子也依靠着背包里仅存的食物，转化成生命力，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当这些人醒来后，看到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和奖励，都有些懵逼。没想到居然就这样躺赢了。虽然共享奖励库的好东西都没办法兑换，但是光战斗的奖励和经验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像李玉、丁超等人都已经升到了1级。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丁超介绍，自助店还有很多的幸存者，他只是和一小部分热心人过来助战，大部分人都还是留在了店里。陈州他们一行人在将奖励全部都消化了之后，就一起朝着自助店去了。一方面是想要告知众人头目被击败的消息，另外一方面也是想着沿路搞点补给，以免出去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小兄弟，你真是太厉害了！那么厉害的 BOSS， 我连一招都走不过，要不是有着魏小姐的帮助，我恐怕小命不保啊！断了一只手臂的王浩却丝毫没有沮丧感，一路不停地夸赞着陈州。陈州看着王浩断裂的手臂，有些不忍道：“浩哥，你这手臂没办法恢复了吗？”“能有啥办法？原来的手都被打成粉碎了。”王浩耸了耸肩膀，大大咧咧地说道：“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个人，我能活下来也是运气算好了。”见王浩如此乐观，陈州也放下心来，但转头他就看见了一直低头闷头不作声的高中女孩。雪儿，怎么这副模样？陈哥，你说我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啊？杨雪儿回想起这次战斗，自己居然对后来和蜥蜴法师魔法对轰的场景毫无印象，再加上之前还发生过袭击陈州3人的事件，这让他不由怀疑起自己身体内部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陈州对于这件事情也没有把握，虽然在一开始他确实是将杨雪儿身体内部的某些东西给吸收掉了，但是究竟有没有残留，他也不清楚。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你现在这副模样，怕是真有什么东西附体你也没法反抗吧？再说了，这次你不是大发神威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吗？要不是你，我们恐怕都有危险。所以说，是好是坏犹未知，没必要如此担心。这游戏如此神奇，若你的身体真有什么事，也是有法子可以解决的，不如去好好提升自己，想办法解决。一番大道理下来，杨雪儿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她最后还是露出了一个笑脸。谢谢陈哥，我会努力的。陈州也有些不好意思，明明自己也没有大几岁，还在这讲得头头是道的。路过扶梯的时候，陈州上前再次触摸了一下之前无法通过的墙壁，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该区域的头目已被击败，是否离开？警告：离开本区域后必须等待一定范围内所有区域打开才可再次进入。看到提示，陈州就更不想独自离开了，走了就不能随便回来了。也就是说，万一离开遇到了什么危险，也没路可以退了。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其余人看到这些提示，也纷纷表示要跟随大部队一起离开。眼下这种状况发生什么，众人都不会觉得奇怪了。门口埋伏着一群怪物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哪里还敢自己独自离开？没多久后，众人来到了自助烤肉店这边。比起被摧残的乱七八糟的火锅店，这边显然好了很多。虽然头目刷在了这边，很多人在一开始轻易就被杀死了，但后来丁超凭借护盾牢牢挡住了门口，就再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也因此，店内居然还有100多号的幸存者。这些人知道头目被击败，已经可以出去之后，齐齐欢呼出声，不少人喜极而泣。太好了，我还以为要死在了这个鬼地方了。妈妈，我以后听你的话，再也不跟男同学出来吃饭了。这些该死的怪物杀了我的老公，我出去以后一定要让政府派军队杀光他们。原本陈州他们还以为头目没刷在火锅店那边是他们运气好，现在想来还不如在这边自助店内，100多号人啥事没做就能躺赢着出去。不过这究竟是好事坏事，谁也不清楚。万一外面的情况也不妙，那么没有经历过战斗的他们，想来也会将来也不会好过。只靠躲避和他人保护下活下来的这些人，继续走下去的可能性也实在不大。陈州没有过多接触他人，只是自己默默的熟悉力量。倒是李玉显得异常积极，在人群中穿梭，帮助伤者恢复，安抚众人情绪。没多久后，众人就休整完毕，所有人都带上了足够的水和食物。同时，陈州等人也将多余的蜥蜴长枪等装备分发给一些青壮年男子，增强一下众人的战斗力。出去的地点，众人选了自助店后面的一个楼梯通道。他们并不打算走商场内部的扶梯过，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上下都是和他们一样的情况。万一下到3层又无法出去，那岂不是又要面临一场战斗？只希望楼梯通道能够直接走到1楼出去，尽量避免战斗。
李煜领头将手放在了楼梯通道前的透明墙壁上，在确认过后，透明墙壁被李煜轻松穿过，随后他的身影消失在了白雾中。陈州见状也不再犹豫，将手也放在了透明墙壁之上。该区域的头目已被击败，是否离开？警告！是。透明墙壁的阻碍感瞬间消失。陈州依靠着血雨燃烧的光芒，摸索朝着前方走去。在进入墙壁的一瞬间，他后方的透明墙壁瞬间化作了一个雾墙，挡住了回去的路，看不清后方的众人，也无法回头。陈州一步步顺着台阶向下走去，白雾也越来越浓。当他走到最后一个台阶，一抬头便惊呆了，眼前根本不是商场的3楼，而是广阔的广场。他居然已经到了商场的大门口外，而在商场的周围，哪里还有城市的模样？目之所及，全是郁郁葱葱的高耸丛林。第31章分别。李煜就站在陈州的身旁，看到这一幕的他显然也被惊到了，久久没有言语，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很快，陆陆续续的，其余人也都纷纷通过通道出来了。不少人心理素质不好，看到眼前这一幕直接晕了过去。稍微好一点的也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陈州也觉得这些实在太过于匪夷所思了，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将整个广场给搬了过来，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外面的天空中仍有白雾弥漫，但是比起商场内没有那么浓郁，加上有光线的穿透，所以视线比起商场内好上不少。陈州很快就在前方的树林中隐约看到了破碎的水泥路，联想到一开始系统所说的地图扩建，他猜想这个森林就是所谓的扩建的地图，而这些扩建的地图就在原本的世界中穿插，这一下可有点不妙了。如此一来，即便是根据南北来定位，恐怕依据原本的地图也会出现一些偏差。幸亏他所住的小区在游戏降临前离此处不远，骑车也就20分钟的路程，要是根据路上的些许指示物找到家的方位，也应该不会太难。想到这里，陈州准备立刻就出发。现在时间是正午，正是赶路的好时间。要是到了黄昏或者晚上，在白雾的遮掩下，怕是根本不能看清任何事物了。这回他打算独自出发，如今他的属性已经高出普通人不少了，在体力和速度方面，普通人都很难跟他媲美。他也不太想在路上带几个累赘。现在还是游戏降临的前3天，有着战斗奖励200%的加成，他希望能在这个期间再升上个1级2级的，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力。虽然一个人危险性是有的，但是陈州相信凭借自己现在的实力不是什么问题，即便是真正的精英，他也有一战之力，他也不会那么倒霉，直接就碰到比精英还要强的怪物吧。什么？小兄弟，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去？王浩的大嗓门一下子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你小点声。陈州有些无语，本想和这几人简单告个别就溜走的，没想到这家伙嗓门这么大。哦，好的。王浩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想了一想，接着说道，不过说来也是，现在小兄弟你的实力那么强了，一个人走也根本不怕，还能刷刷怪，岂不美哉？幸好自助店这群人不知道你的实力，不然恐怕你走，他们都要在背后戳你腰子，说你这个人不顾他们性命。我管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算个毛。陈州不屑地撇了撇嘴，毫不在意地说道，倒是你少了一只手，就别那么英雄主义了，还有记得多关照雪儿。知道知道。你不和李医生还有雪儿2个人道个别吗？雪儿那边就算了吧，等会弄得我又不忍心的。至于李医生，陈州看了看在人群中忙碌的李煜，你最好小心一点他。李医生怎么了？我感觉他人挺好的呀。王浩有些不解。没什么，可能只是我的错觉。陈州摇了摇头，随后将背包里的几瓶小型治疗药水塞到了王浩的手上。这些药水你拿着吧，我有更好的药水。另外之前照顾你的那个魏小姐，你也记得多照看一下。行，没问题。见一切妥当，陈州便转身打算离去。就在离去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向王浩问道，你们准备去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啊，跟着大部队走吧。你之前不是说过你家里还有家人吗？哦，这个呀，可能等我们先找到了稳定安全的地方再去找他们吧。你确定这样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吧。好，那再见。再见。虽然脑海中有很多疑惑，但陈州并不想管他人的想法，转头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在陈州即将进入树林之时，一道身影却突然从一旁窜了出来。等等我，大佬。陈州转头看去，原来是丁超。自从陈州独自战胜了赫伯特后，丁超就一直称呼陈州为大佬。大佬，你去哪里？带上我一个呗。休想，自己刷怪去。陈州完全不想搭理他。虽然这家伙能很好的弥补陈州在防御上的不足，但是和他并不熟，带上他还碍手碍脚的。那好吧。对了，大佬，你有没有觉得奇怪？
奇怪什么？为什么从商场内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好像没了想法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多人也，足足100来号人，出来之后全都乖乖的。丁超越说自己也越是觉得奇怪。我之前在自助店里，这帮人可是天天吵这吵那的，好多人都是说出来之后要立刻去找自己家里人的。这群人如今全都乖乖的待在那门口，好像都在等什么发号施令一样。丁超说到这里，冷汗都冒了出来。我看样子不对，就赶紧跟着你出来了。陈州联想到王浩刚才那副模样，好像觉得也有哪里不太对劲。胖子，是不是你想多了？说不定只是外面变化太大，他们不知道咋办了呢。还有，你确定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想法了？你没在自助店里待过，你是不知道，有个老太婆成天哭死哭活，就算外面那么多怪物都不怕，硬是要回家看自己的孙子。要不是那堵透明墙壁给拦着，怕是早自己走了。如今我问他为何不去，你猜他怎么说？陈州答道：等先找到了稳定安全的地方再去找他们。眼前这个胖子听闻大惊失色。大佬你怎么知道的？陈州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刚我和一个人道别，他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奇怪了呀？还有，大佬你这么厉害，不说自助店里的人，火锅店活下来的人里面总会有想跟着一起走的吧？丁超朝后面指了指，你看看，有一个人跟着咱吗？有人在你提出要回家时提出要跟你顺路的想法。说罢，两人转头向后望去。这一看，两人顿时感觉心脏似乎被狠狠地掐了一下，下一秒就要从胸膛处跳出来一般。所有的幸存者都站在原地，静静地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见两人回头，所有人一起举起了手，挥了挥以示道别。难以言语的恐惧感瞬间遍布陈州全身，他艰难地从口中吐出一个字：跑。随后头也不回地朝树林中跑去。看着陈州离去的背影，李煜放下了手，微叹一声，可惜了。过了半晌，杨雪儿突然开口问道：为什么不留下他？李煜笑了笑，转头朝着丛林深处走去。算了，反正以后还会有机会。其余人都如同提线木偶一般，也转身跟着他走去。杨雪儿朝着陈州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也转身跟着离去。第32章，蜥蜴人营地。树林某处，一道身影正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陈州是第一次遇见这么诡异的事情，相比于此，他宁愿和一只精英怪大战300回合。不知道跑了多久，跑到什么方位，直至远超常人的体力都彻底耗尽，陈州才停下脚步。坐在地上回忆起刚才那一幕，他仍觉得毛骨悚然。究竟发生了什么？王浩、雪儿还有李医生他们怎么样了？陈州估摸着那边的人恐怕都凶多吉少了，也不知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想到这，他不由又想起那名送他药剂的短发女子。可惜了。不过为什么我和丁胖子没什么事呢？这也是陈州疑惑的点。翻看了历史的系统消息，并没有关于精神入侵方面的判定。难道说我和丁胖子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导致了诡异不敢入侵？陈州将目光投向了天赋栏的 Z 及天赋变异。是你吗？休息了半小时后，陈州的体力也恢复了大半，刚紧绷的精神也稍缓了一点。那些怪人好像根本没有追上来的打算，他也打算将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等以后实力强大了再去帮王浩等人报仇。至于丁胖子，早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在逃跑的那一刻，两人都是慌不择路，哪里还顾得上对方往哪里跑，自顾自的就瞎跑走掉了。不过这样也好，他身上的秘密不小，有个人在身旁也是束手束脚的。当陈州起身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后，几道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视野中，正是一对蜥蜴人。陈州喜出望外，相比较那些诡异的人类，这些蜥蜴人反而变得眉清目秀了起来。毕竟现在这些普通的蜥蜴人早就构不成任何威胁了，对他而言只是移动的经验包罢了。几根血羽从陈州袖口中飞出，朝着袭来的蜥蜴人小队射去。恭喜你完成一场普通的小型战斗，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 X5， 击杀蜥蜴人1级普通 X3， 德克斯1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B， 轻松惬意，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 200%。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青灵之鞋，稀有，大量经验，当前经验1级 61.300分号100分号。青灵之鞋，稀有鞋子，小幅度提升移动速度。沿着蜥蜴人小队的踪迹，陈州居然在森林深处发现了一个蜥蜴人的小型营地。简单观察了一番后，他便发起了突袭，比想象中的更容易。他很快就将营地里的蜥蜴人全部屠戮殆尽。营地内最强的也就是那个名为德克斯的准精英。这个准精英的实力弱到陈州不敢相信，不如说就是个比普通蜥蜴人强壮一些的蜥蜴人罢了。
数十根血雨的攻击下，仅仅坚持了数秒就被击杀。看来所谓的准精英实力差距也是大到离谱。如今他遇到的4名准精英怪物中，蜥蜴人法师拉姆斯的实力无疑是最强大的，层出不穷的魔法道具和威力强大的魔法，百个德克斯这种水平的准精英都不是对手。巨魔蜥蜴人也是强到离谱，最早遭遇的蜥蜴人得力也不错，一手投枪术让人类队伍损失惨重。可以说陈州之前遇到的这些个准精英都要比刚杀死的这只强上数倍。所以说怪物的实力不能单单从模板的等阶来看了吗？等阶只是决定了下限。陈州心中思索着，不，或许不但等阶无法判别，等级也无法判别。他顿时想到了他升级时系统的属性分配原则。如果这游戏人类是玩家，蜥蜴人同样也属于玩家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蜥蜴人当中也存在这样一个战斗评价的评级？一个2级拿了2个 S 评级升级的蜥蜴人，能够和一个2级拿了2个 D 评级升级的蜥蜴人比较吗？恐怕是一个天一个地吧。得尽快拿到一个探查类的技能了。陈州意识到了，这样下去迟早会吃亏，哪天不小心就会因为轻敌反而被别人扮猪吃掉了。他将目光望向了系统送的探查术。喂，话说回来，他从来没有尝试对这个技能使用过变异，是不是也能成？不过变异还在冷却时间内，只能等到明天再尝试了。收了收思绪，陈州便再次出发。趁着新人加成期间，他准备将等级提升到2级。当前经验1级 87.300 分号100百分号。这片区域的蜥蜴人不少，陈州一连寻到了好几个蜥蜴人的营地，不过有几个营地里面的蜥蜴人数量实在太多，甚至他能在其中看到不少气息强大的个体，他不敢贸然闯入。看样子这块地方极有可能是蜥蜴人的降临地之一，他只能挑了2个小营地和几支巡逻队收割。不过陈州很快意识到愉快的升级之旅要结束了，在接连几个营地和数支巡逻队被屠戮后，蜥蜴人一方明显反应了过来，巡逻队开始变成了20人一组，小营地也开始戒备，加派人手。在陈州清理第3个营地的时候，就差点被蜥蜴人的大部队撵上。遥遥望去，领头的那只蜥蜴人全身着金甲，拿着金色长枪，一看就不是好惹的。陈州头也不回地朝着远离蜥蜴人营地方向跑去，他可没什么逃命的本事，真要打起来只能拼命。何苦呢？将军，要追吗？不必了，正事要紧。那边是否已经联系好？是，已经确认了，明天降临的种族是亡灵族。亡灵族？罗德里克·沃伦皱了皱眉头，不由攥紧了手中金枪。你和兄长确认过了吗？是亡灵族。一旁的银甲蜥蜴人感受着眼前这名大人的散发的恐怖气息，身形不由发抖。是的，大人，首席大人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了，你退下吧。好的，大人。银甲蜥蜴如释重负，从一旁退入阵中。罗德里克抬头看向了白雾弥漫的天空，喃喃道：兄长，你究竟在想什么？第33章忘气术。离开了那片区域之后，陈州再也找不到几只落单的蜥蜴人，眼看着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他的经验还卡在 92%， 许久没有动弹。不说蜥蜴人，就连人类也没有看到。要不是偶尔在树林中能看到几个独属于人类世界的易拉罐、塑料袋、水瓶一类的垃圾，还有2辆刚刚被遗弃的汽车，他甚至都怀疑没有其余人类了。不过这地图究竟被扩得有多大，他起码在树林里沿着一个方向走了5-6公里了，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没有看见任何的人类建筑物。这哪里行？思索了一番后，他转身就往回走去。在夜色降临前，他准备回到临近蜥蜴人营地的那个遗弃汽车里面休息，明天一早再去蜥蜴人营地杀一波，升了级再出发。毕竟现在只差了 8% 的经验，在3倍经验的情况下，只需要再杀一些普通的蜥蜴人就够了。至于今晚，他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一整天的连续战斗早已让他也疲惫不堪，加上晚上也不适合行动。至于安全问题，他倒是不担心，现在周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躲在汽车里面应该没什么问题。沿着原路往回走了不知多久，陈州又看见了那辆被遗弃的汽车，车的主人也不知道究竟跑哪里去了，正好便宜了他。拉开车门，将座椅放平，陈州躺了上去，舒服地发出了一声长叹，感觉好久没有这样躺下来好好休息了。可惜车主还把车钥匙给拔走了，不然陈州甚至想开点歌听一听。躺着也是无事，陈州便梳理了一下自身的力量体系。这几场战斗下来，除了经验以外，陈州对自身的力量也开始逐渐熟悉了起来。如今羽毛的威力在高达 2.3 精神、1.6 力量属性的加持下，已经到了一个极强的程度。普通蜥蜴人的鳞甲已经完全无法阻挡。以现在的精神力，陈州能完美掌控18根血羽。这里的完美掌控
指的是能够将这18根血羽任意转向、加速、减速，并且保持满威力，一直持续战斗。他身上的血之灵能够隔空给这些血羽持续供给能量，但前提是不离开他身体范围30米内。一旦距离过远，血羽的能量消耗会变大且不能补充，届时不但威力会大幅下降，掌控度也会减弱。当精神属性提升后，这个范围也会随之增大。但18根血羽只是保持高水准的常态状态。第二个状态就是操控全部108根血羽发起远程攻击。在这个状态下，精准度就无法保证，掌控度也大幅度下降，无法做到精细操控。同时全力进攻的时间也只能维持5分钟左右。能量耗尽后，这些羽毛就需要重新回到身上进行补充。如果血羽被摧毁后重生，这个时间会进一步缩短。但这个状态下的杀伤力无疑是非常恐怖的，非常适合用来对付大体型的怪物或者多名敌人。第3阶段的状态就是在血羽上再叠加上火之灵的火系能量，这个状态下的血羽威力将进一步上升，甚至可以直接洞穿普通蜥蜴人的身体。但火之灵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具体能持续战斗的时间，陈州也无法测算。并且无论是血之灵的重生还是火之灵的燃烧状态，都不是无限制的。每当血之灵发动能力，使其他羽毛重生后，其羽毛上面的眼睛就会闭合些许。而当陈州杀了敌人，血之灵则会吸取敌人的血液进行恢复。火之灵能量消耗则会变得逐渐暗淡，目前只能依靠吸收空气中的魔法元素自然恢复，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来补充。而当灵上面的能量耗尽之后，灵的能力将会被极大的削弱。至于7根核心灵本身，威力自然是比血羽再次高上一个档次的。当然，最强的状态，那必然是近身状态，依靠着本体源源不断能量的供应，让所有的羽毛都保持着满状态。之前陈州对战赫伯特使用的血羽刀即是如此。想象着，当敌人以为你是个远程输出手，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来到你的身边，正准备一刀了解你个远程射手，才发现你居然是个近战比远程还要厉害的家伙。那画面，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天。在出发之前，陈州先尝试对探查术为使用了变异。你是否对技能探查术为 LV 亦使用变异 Z 级？注意，变异方向未知且不可逆，甚至可能出现不明后果，是否使用？还真可以，这不是把系统的技能给白嫖了一个吗？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是，技能变异中，技能变异成功，探查术为 LV 亦成功变异为忘气术 LV1。忘气术 LV1 可探查自然环境中的气场变化或对方的气场来获得相关信息，探查完整度与精神属性及双方精神属性差值有关。无冷却时间，使用本技能将极大消耗精神力。学中有气，高明者可窥学探气。忘气术，这是古代中国的旺气，不但可以对人使用，还可以对环境使用。陈州不明白这所谓的探查自然环境是什么意思，试试不就知道了。于是他便对着身旁的树林使用了忘气术。随着精神力的消耗，陈州的眼中泛起丝丝光华，在他视野里，眼前的树林竟然出现了些许赤红色中夹杂着黑色的气，随之而来的还有兵戈碰撞的声音。他的脑海中顿时有了些明悟，这块区域近期就会有战事，而且有些许凶兆。随着眼中的光华褪去，陈州的视野恢复了白雾笼罩的树林模样。好神奇的忘气术！虽然精神疲惫，但陈州心中喜悦万分。有了这个技能，他完全可以趋利避害，对自己的生存有极大的好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此地会有战事的警兆，难道和那批蜥蜴人有关？陈州心中暗想。不过他本身今天就要去那边再刷一波经验的，刚好验证一下忘气术所得是否属实。至于所谓的凶兆，并不是很明显，问题应该不大。第34章虚化。陈州再次来到了之前退走的地方，看着眼前的一大片空地，怪呢，我的经验呢？陈州一脸懵逼，再去周围寻了一圈，全都是空的，就连之前那个最大的营地都彻底搬空了。就一晚上的时间，这怪怎么全不见了？该不会是被我骚扰的搬家了吧？陈州寻思自己也没那么大能耐啊。不死心的他再去仔细寻了寻，总算在一处小营地发现一小队蜥蜴人。这支小队此刻正在打包营帐，收起来放到一辆小推车上，看样子是要转移阵地。陈州见状并没有打草惊蛇，这几只蜥蜴人还不能让他升级，不如跟着他们找到大部队，顺便看看这群蜥蜴人在搞什么幺蛾子。趁着这个空档，
他也正好试一试忘气术对敌人的效果怎么样。想罢，他就对着某个蜥蜴人使用了忘气术。你对蜥蜴人0级普通使用了忘气术 LV1，你获得相关信息：种族蜥蜴人，威胁程度毫无威胁，气息属性无，并没有精神判定的过程，直接获得了相关信息。在陈州的视野中，这名蜥蜴人的周遭出现了一缕缕红气。和探查术相比，忘气术少了许多的信息，包括基础属性和天赋技能都无法探查到。但忘气术却有几点好处：其一是根本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和探查术侦测对方身体不同，忘气术本就是根据对方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气息来判定的，自然不存在引起注意这一说，也不会存在判定的过程。其二便是能判断出这名敌人的危险程度。探查术往往因为精神属性或等级的关系，无法探查到具体的信息。就算探查到具体的信息，探查者也很难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这个敌人的实力如何。但是忘气术不同，它虽无法侦测基本属性，但它能从敌人散发的气息直接判断敌人的危险程度。只能说两者各有特色。很快，这支小队的蜥蜴人就收拾好，顺着树林中的某条小路开始前进。陈州远远地跟在身后，不敢靠得太近。走了约莫半个钟头，他发现地上的痕迹越来越多，周围也渐渐出现了别的蜥蜴小队的身影，这让他开始愈发小心起来。不过有着斗篷和天赋的加持，只要他不是运气太差，刚好撞在人家脸上，隐藏行踪还不是什么问题。再往前走了一段路后，他跟着这支小队穿过了一片灌木，视野豁然开朗，一支庞大的蜥蜴人军队映入眼帘，无数的营帐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头。空中本弥漫的白雾都不知被何物被驱散一空，这他娘真是闯蜥蜴窝里来了呀！看着仍然从四周的树林内钻出的一支蜥蜴人小队，陈州终于明白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蜥蜴人了，原来是全都汇聚到这里来了。不过他们聚在这里是做什么呢？陈州目光投向了蜥蜴人军队的前方，那一块的白雾未被驱散，但朦朦胧胧之间，他隐约看见一些高耸的黑影，看起来像是一些建筑。难道说这些蜥蜴怪准备进攻一块人类的聚集点？仔细想了想，确实是有极大的可能，不然蜥蜴人也没有别的什么敌人啊，费这么大力气在这聚集军队何苦呢？不过陈州并不打算掺和，先不说里面的究竟是不是人类，就说眼前这种规模数量的蜥蜴人军队，就是站着让他杀他都能杀到精疲力竭虚脱了去，他可不觉得他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少贡献，何况这里面一定会有许多比之前的盔甲蜥蜴更强大的蜥蜴人强者。陈州思忖了片刻，转头就走了。他准备去截杀那些还在汇聚的蜥蜴人小队，先升到2级再说。至于此地的人类，他只能说自求多福了。这边的蜥蜴人小队真的特别多，周边所有的蜥蜴人似乎都朝着这个方向赶来，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突途径来联系的。陈州很快就截杀了2支蜥蜴人小队，等级升到了2级。恭喜你升级了！在1至2级期间，您战斗一共完成了 A 加级评价1次。B 加级评价1次 ，B 级评价3次 ，B 级评价3次。总体评价 A， 评价受战斗烈度和战斗规模影响。恭喜您一共获得 0.9 属性点。A 级评价属性点奖励 100%， 从 D 级奖励 10%逐级 10%增加。根据您期间的表现，系统自动为您分配为力量 X0.2、敏捷 X0.1、体质0.1、精神 X0.5。根据您期间的表现，请在以下6项中选择2项，5、6最多可以选1项作为自己的额外奖励。1、技能点 X1， 2、自由属性点 X0.2， 3、声望 X1 B 级评价特殊奖励， 4、技能点 X2 A 级评价特殊奖励， 5、碎甲 LV1， 主动技能使用后自身的所有攻击将自带碎甲属性，持续3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 6、虚化 LV1， 主动技能使用该技能后将自身虚化，在接下来 ES 内免疫所有物理层面攻击，冷却时间10分钟。 A 级评价特殊奖励，很可惜评价只有 A， 离拿满属性还差了一个等级，应该是因为在那场评价 A 加的大战后刷小怪导致评分降低。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奖励有了6项，陈州估计评价如果再高一点，选项会更多，可选的也会更多。陈州思索再三，最后选择了4、6。2点技能点还是要比2点属性要相上不少的。而在2个技能的选择方面，陈州还是考虑以生存为主，毕竟他现在的攻击确实不弱。虚化这个技能只要不面对法师，可以说得上是无敌1秒钟了。2点技能点，陈州想了想，决定就先加在虚化上面了，
虚化的时间再拉长点比较有安全感。虚化 LV3 主动技能，使用该技能后将自身虚化，在接下来 2S 内免疫所有物理层面攻击。冷却时间6分钟。A 级评价特殊奖励，很好。虚化的时间翻了1倍，冷却时间也缩短了4分钟，起码不会出现在一次战斗中只能使用1次的情况了。至此，陈州的属性面板如下：姓名陈州，2级准精英，种族人族，血量99.400分号100百分号，经验0.2百分号100百分号，力量1.8 1.2加血0.3加火0.3，敏捷1.4 1.2加血0.2，精神2.8 2.3加血0.3加火0.2，智力0.9，体质1.9 1.2加血0.7，魅力1.1，自由属性点0，天赋1路人本命天赋2变异 Z 3 70 SS 白灵 X5 血质0，体质加 0.7， 力量加 0.3， 敏捷加 0.2， 精神加 0.3， 火之0，力量加 0.3， 精神加 0.2， 血雨 X108 4硬皮 D 5准精英模板天赋技能1清风步 LV1 2止步 LV1 3旺气术 LV1 4虚化 LV3 装备1德里的莽撞稀有护腕2昆顿的救赎精良腰带3魔影斗篷史诗披风4火遁戒指稀有戒指5青灵之鞋稀有鞋子，其余都是普通装备。第35章两方。蜥蜴人营地中央，一个巨大的营帐内，中间摆放着一把豪华的座位，其上坐着一名威猛的蜥蜴人，其身躯龙鳞覆盖，金色的眼眸中透着一股凶猛和野性的气息。而在其两旁的座位上坐着10余名身着各式服饰的蜥蜴人，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人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气场。之前陈州所见到的金甲蜥蜴人罗德里克、沃伦就在其中。一名身着银甲的蜥蜴人小心地走进帐篷中，走到罗德里克、沃伦身后汇报道：“将军，外围似乎有些小老鼠，很多支小队失去了联系。这种小事就不要汇报了，你们自己去处理。”罗德里克、沃伦皱着眉头说道：“眼下是什么时候了？底下的人还是这么没有眼力见。”在其对面，一名身着黑色战袍的蜥蜴人正不停地把玩着手中锋利的匕首，发出微弱的刀锋摩擦声。见此一幕，他满脸戏谑地看着金甲蜥蜴问道：“五哥，什么情况？这么小心翼翼的，不妨说出来，大家听一听。”利斯德，这好像不关你什么事吧？罗德里克并没有回答的打算。名为利斯德的蜥蜴人哈哈大笑道：“怎么会不关我事呢？眼下任何情况都是关乎家族的大事啊！可千万别因为你的私心，让家族利益受损了。”眼瞧着坐在首座的那名大人投来了目光，罗德里克心里将对面的那个傻子暗骂了100遍，恭敬地向首座汇报道：“有几只老鼠在外围杀了我们一些小队，请首席放心，我会立刻派人去处理。”五哥，你的人行不行啊？不如我去帮你处理呗，刚好离开战还一段时间，我去热热身。你被再三挑衅，罗德里克实在忍耐不住，浑身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但利斯德丝毫不惧，瘦弱的身躯也爆发出一股丝毫不弱于对方的气势，就这样直直地盯着罗德里克。够了，老八，你去处理一下吧。庄严的声音从首座传来，两股气势顿时消散无形。是。利斯德似奸计得逞一般，挑衅地看了一眼罗德里克，身形一动，消失在了帐篷内。刘斯，给我指个路。一名全身藏在黑袍中的蜥蜴人闻言，默默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随着魔力灌注，纸条化形成为一只纸鹤，扇动着翅膀飞出了帐篷内。谢了。随着利斯德的离开，帐内又恢复了平静。老五，我说你老和他较什么劲？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脑子一直都有点毛病。罗德里克身旁一名布衣蜥蜴人面露微笑，朝着他说道：“这家伙就是喜欢和我作对，我有什么办法？”罗德里克没好气地说道：“哈哈，说不定是喜欢你呢。小时候就你们一块玩的最欢。别提了，话说回来，是不是还少了个人？”布衣蜥蜴闻言环顾了一下全场，除了利斯德的位置外，还有个位置空了出来。你是说第9席吧？整天躲在盔甲里面的怪胎。是他，怎么没看到他？鬼知道，说不定死在哪个人类手里了呢。怎么可能？虽然这家伙挺奇怪，但是实力还是不错的。说的也是，虽然我们被限制了很多的实力，但也不至于被现在的人类给杀了，兴许是被困在哪里了。不过就在此时，一股骇人的气势从上方传来，让罗德里克的话戛然而止。
安静！会议现在开始。随着首座的那名蜥蜴人威严的声音落下，场内的10数名蜥蜴人都坐直了身躯。因为第9席至今未归，暂由备席第1的布雷克利代理其职。话音落下，从帐外走进一名高大威武的蜥蜴人，其背后背着一把巨大的锯齿镰刀。他朝着首座上的蜥蜴人和两旁的蜥蜴人分别鞠上一躬后，在最末的座位上坐下了。话说在前头，这场是我们沃伦家族的首战，要是谁掉链子，休怪我不客气。是。老五你负责全军统帅，老四、12席、布雷克利3人负责辅助。是。随着一道道命令下达，蜥蜴人的军营开始快速变动了起来，帐中的身影也一个个离去。军营旁的一棵树上，一只麻雀理了理羽毛，眼睛微微转动。孙队长，情况怎么样？将视野从麻雀的身上收回，孙正面色凝重地说道：不太妙，蜥蜴人的军队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接下来随时都有可能发起进攻。会议室内本就沉闷的气氛变得更为冷冽。有人开口继续问道：有找到包围的薄弱点吗？孙正摇了摇头说道：没有，我的鸟飞了好几圈，四面八方全是蜥蜴人，看数量起码有数万之多，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一名军装肌肉男子听闻用力地捶了一下桌面，气愤地说道：妈的，老子当了这么久的兵，现在被这种傻逼怪物给困死了，要不是武器都不能使用了，我一炮就把他们全给轰上西天。场中一名妙龄女子闻言嗤笑道：陆营长，现在还在说这些大话有什么用？陆刚气愤地看着这名女子说道：你别太过分。何小璐，要不是因为这游戏你还有点天赋，你以为你配合我们这群人坐在一块？哟，是我不配了，就你们能，那你们谈吧，还要我们这些平民过来谈什么？话音落下，会中10余人的目光齐齐投向了陆刚。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你够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陆刚，给何小姐道歉。可陆刚还想顶嘴，但转眼就看到了老人那威严的眼神。是，对不起，何小姐，是我的错。陆刚转头就朝着何小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哼！何小璐轻哼了一声，倒也没有再说些什么。眼下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对抗外敌。大家记住了，大家都是人，希望有些人不要再给我摆谱子，没有下次。老人很快就把这件事情下了个结论。第36章12席。小徐，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情况。是。一名穿着笔挺军装的青年军官站起身来。以下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得来的敌方情报，经过多方验证，大多数内容是可信的。首先，这次的敌人是种族为蜥蜴人，和我们一样同为智慧种族，来历不明，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但和我们人类不同的是，蜥蜴人不分国家，乃是分为一个个氏族。而本次我们面对的敌人就是蜥蜴人众多氏族中较为有名的一支沃伦家族。先暂停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些消息，徐少尉，你都是从哪里得到的？可靠吗？座中一名肥胖的男子举手问道。汪先生不必怀疑消息的真伪性，我们是经过多方验证过的，例如我的天赋追溯，就可以从敌方尸体上读取到他生前的记忆。这样的天赋我们军方有不少，这些消息的可靠性绝对可以保证。我没问题了。好，那我就接着说了。因为条件有限，我们对敌方为什么发起这场战争不得而知，只知道对方似乎也是曾经经历过一场这样的征战游戏。我们这次的对手沃伦家族，族中强者众多，而其中最强大的莫过于被称之为12席的存在。身为首席的蜥蜴人，更是该家族中最为强大的个体。这场战斗，我们面临的可能就是12席的全员。对方所谓的12席情报有吗？是什么级别？精英还是更高？何小璐举手提问道。其余人对此也非常关注。在场的每个人都是准精英级别以上的强者，普通蜥蜴人对他们的威胁远没有对方强者来的大。目前我们只有部分情报，有2个席位都是从我们本片区域出去的，其余全都是从外面赶来的。那2席分别是第10席恶臭侍从提姆，他杀光了医院一栋楼所有人，随后强行突破包围出去。第4席布基浪克卡宾沃伦，正面强杀了我们军队上百人，包括准精英在内的5人没有受伤，突围而去。2者皆是精英级别。众人闻言反而松了一口气。精英级别啊，那还好，我们不是已经围杀了起码4、5个精英了吗？是啊，预料之内，预料之内。陆营长不是还单杀过对方的精英强者吗？这有什么好怕的？徐少尉听到这些轻视的话，赶忙提醒道：各位，12席恐怕比你们想象的要恐怖得多。我们杀掉的那些精英，我也从他们的记忆中读取了些许片段，他们在族中的实力排名，甚至都排不上12席的备席。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方这么强，我们直接投降好了呀。一名染着红色头发、
打着耳钉的男子大声说道：“吴俊义先生，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提醒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把对方当作普通的精英怪来对待，不然恐怕要吃大亏。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和对方的实力差距有多大？徐少尉，你就直说吧。”吴俊义没好气地说道：“敌方准精英级别的强者200以上，精英级别的强者50名左右，其中12席比普通精英更强。至于对方的前3席，我们的研究员推测实力要达到下一个模板等级了。”在场的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吸了一口凉气。他们早知道双方的差距很大，但是没想到差得这么远。吴俊义听闻，瞬间就跳了起来，大声嚷嚷道：“那我们还怎么打？我们这个房间加起来也不过30多个人吧？就算你们军方藏了50个准精英的兵王好了，连人家的零头都比不过，更别说高端战力了。我们这里除了几个人之外，还有谁进阶了精英呢？吴先生，你太瞧得起我们军方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各个部队加起来也不过30人不到的准精英。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派出人员寻找外援了。有消息了吗？没有。那你说个屁！”吴俊义差点被眼前这个一板一眼的少尉气笑出来。情况反正就是这样了。届时我们准备收缩人员，守住4条主干道，再分散小队，结合城市打巷战。到时候希望各位作为机动人员，负责对需要援助的地方进行帮助。我们军方这几天收集到的一些道具装备，届时也会为各位开放，各位可自行挑选一件，也算为感谢各位的帮忙。吴俊义听到还可以选一件装备，顿时高兴了起来。其余人也露出了喜悦的神色。这些天城中大部分区域都是军方等人清理的，实施装备是别想了。但选一件适合自己的精良装备或极品稀有装备，想必不是什么问题。你们军方还挺够意思，不让我们强行顶上去就不是问题。不过你们能守得住吗？本默默听讲的老者此时突然开口说道：“守不住也要守，后面就是人民，我们无路可退。”一名脸上有道疤痕的男子一开口就答应了下来：“行，我王虎答应了。我明白了，不过到时候如果真的情况不对，我会自行撤离的。”吴俊义也应了下来。随着两人的答应，剩余那些散人强者纷纷答应了军方的要求。好，那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是通讯装备，你们务必收好。徐少尉说罢，从背包中拿出数十个黑色的石头，递给众人。通讯装备？这游戏不是把所有通讯都给彻底限制了吗？你们军方哪里来的通讯设备？这个不一样，这是我们研究员通过自身天赋形成的一个新装备，当你们拿在手上，就可以远程发送消息。这个东西数量比较有限，你们务必不要弄丢了。众人纷纷将石头接到手中，和之前的手机比较类似，但是有了系统的装备提示。传音石，嘿，稀有，通过某人改造产生的石头，当将精神力灌注其中，就能将你想说的话传送给所有持有相同颜色石头。距离限制50千米。徐少尉不好意思地说道，虽然比较简陋，还需要耗费一定的精神力，但总比没有好一点。我们的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制作更高级的通讯装备，可惜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时间了。何小璐把玩着这个黑色的石头，笑着说道，白拿一件装备不是挺好的吗？反正这次我们也逃不过，帮你们也是帮我们自己。那就好，请各位务必小心，这次蜥蜴人来势汹汹，绝不简单。会议结束，散人们纷纷去仓库挑选装备，军方人员也开始各自行动。偌大的会议室中很快就只剩下3两人。老人身边的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朝着老人说道，首长，这次怕是很难撑过去。老人沉默了半天，最后开口说道，之前让你找的那些种子找了吧？都找了，逃脱卷已经发到个人了，全都能避免这次的惩罚。那就行，以后看这些年轻人的就行了，有这些人在，人类就还有希望。至于其余人，全力找个突破口，让普通人都能够逃离。好的，阵营战开启。看着系统上突然弹出来的提示，老人叹了一口气，眼神里充满了落寞。身旁的中年眼镜男看着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天前还是多么好的盛世，如今却成了这副模样。该死的游戏。第37章，闭野幽行。几只蜥蜴人惊恐地在树林间狂窜，时不时还将目光向后方投去，似乎有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在追着他们一般。几束血光从他们后方急射而来，很快就追上了这些蜥蜴人。伴随着几声惨叫，几具尸体逐渐化作蓝光消失。片刻后，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现场，漆黑的斗篷下是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庞，不经意间就要将他忽略。真是个好地方啊，已经杀了快10个小队了，经验又来到了20%。陈州本想升到2级就走，无奈实在太香了，数不尽的蜥蜴人在往这里汇聚，随随便便杀几只又能看到下一队。就是这个评价有点难受，系统似乎不喜欢我这种虐菜的方式啊，每次的评价只有 B 级。说实话，陈州到现在也有点想收手了。还在外面的蜥蜴人已经很少了，大部分已经赶到了军营中集合。另外，
他已经看到了有部分的精英小队似乎在这边巡逻，最主要的是他的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感，好似要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一样。算了算了，到此为止了。将战利品放入背包内，陈州刚想转身离开，却突然心中警兆凸显，感受到耳边传来的风声，他第一时间就开启了虚化。你受到碧野 U 型利斯德的攻击，虚化免疫本次物理攻击，利斯德没有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咦？一声轻疑从耳边传来，陈州立刻激活身上的所有血雨，环绕自身形成一个小风暴。虚化持续时间很快就到了，陈州隔着风暴看到了那个袭击者，一身黑袍，手持双笔，目光阴冷，就这么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看着陈州。这他妈哪里来的怪物？旺气术，碧野 U 型利斯德3级精英，威胁程度极高，气息属性魔。深红色的气息伴随着丝丝黑气从这只蜥蜴人的身上散发出来。精英？怎么会突然出现个精英？是因为我杀了太多小怪的缘故，被蜥蜴人寻仇了？还没等陈州思考太多，对面那个怪物的在原地消失不见。隐身？还是瞬移？陈州维持着血色风暴，惊疑不定地观察着周围。他很快就发现了端倪，因为他的旺气术还在持续时间内，能隐隐看见那道红色气息的移动轨迹。旺气术居然还有这个作用，他心中大喜，但仍不露声色，仍然假装紧张地朝着四周观望。随着那股红色气息快速移动到身前，陈州知道对方马上就要发起进攻了。在对方马上就要踏入血雨风暴的一瞬间，陈州立刻操控着所有血雨朝着那道身影射去。利斯德看着眼前的无数血雨，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也仅此而已了。利斯德双手的匕首快速挥动，竟然精准地将每一根羽毛刺飞。陈州惊骇地看着这一幕，这怪物居然顶着70-80根血雨的攻击一直往前进，这怎么可能？止步！精神判定成功。眼前怪物前进的脚步骤然停下，无数的血雨疯狂地朝着他发起进攻。陈州也顾不得留手，将身上剩余用来防守的血雨和7根铃都朝着利斯德射去。利斯德此刻也已经差不多到了极限，没想到眼前的敌人还有进攻手段。笔刃风暴！利斯德将身后披风朝前方一挥，无数的匕首朝着陈州射来，与空中的羽毛和铃相撞。火遁术！一个凭空生成的火焰盾牌挡住了漏过来的匕首。利斯德也挥动武器，将漏过来的羽毛纷纷击落。两者的身形都向着后方退去，两者同时站定。陈州一挥手，无数血雨如燕归巢一般回到身体上，随后再次挥动右臂，血雨飞出，血雨风暴再次成型。利斯德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人类，没想到这个人类不但能躲过他的致命一击，还能看破他的隐身，攻击手段还如此之多。看来这次得花点力气了。本还以为人类一方会没什么强者的，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一个硬茬子。在这个人类之前，他还对3只老鼠出手了，无意失手，这些人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就死了。还是小瞧人类了，也不知道这次的行动会不会出什么差错。他耍了几下匕首，问道：人类叫什么名字？陈州。他面露阴狠，瞳孔中散发着微微红光，一股不祥的气息从体内散发出来。记住了，杀你者，沃伦家族第8席碧野 U 型利斯德沃伦。陈州没有回应，只是空中的血雨隐隐散着红芒，透露出一丝丝危险的气息。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一只纸鹤不知从何处飞来，落到了利斯德的肩上。在平静了一会后，利斯德突然收起了武器，朝着陈州说道：人类，这次且放你一马，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说罢，他的身影再度消失，看向原地，那只纸鹤化作纸屑逐渐消散。陈州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再次使用了旺气术，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奇怪的气息后，才松了一口气。莫名其妙地遭遇了袭击，所有的保命技能都用了个精光。他刚才假装自己还胸有成竹的样子，实际上心里虚得要命。眼前这个敌人一看就是还有什么底牌在手上，他可是彻底没了什么保命的手段，保命的手段还是少了。陈州心想，进攻方面有着70D的加持，一直都不是很缺，反而是生存方面还是太过于欠缺了。眼下一个精英级别的刺客轻轻松松就将他2个保命技能都给逼了出来。不过这怪物为什么突然离去了？陈州盯着地上的纸屑发呆，这纸鹤是什么东西？传音手段吗？突然陈州想到了什么，对着地上的纸屑开启了旺气术。果然上面缠绕着一丝丝蓝色的魔法气息，是个魔法造物，看样子是收到了什么消息。联想到盘踞在此的蜥蜴人大军和前方朦胧的建筑，该不会是蜥蜴人要发起进攻了吧？想到此，陈州第一时间想的就是逃离这里。
上次蜥蜴人使用了一个阵营死战的卷轴，就将所有人死死地困在一片区域，不可以逃离。这次开启战争也非常有可能使用这种类似的卷轴啊！他可不想被卷进去。就在他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一道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阵营战开启。陈州面色难看，迟了。第38章，阵营战在线。阵营战开启。开启方：蜥蜴人，对战方：人族。阵营战开启后，双方将不得擅自脱离战场，脱离战场后将受到严重惩罚，全属性降低 10%。一方死亡或者投降后，战争结束。阵营战开启后，后续进入战场范围内的所有对象将自动加入对应阵营，如非双方种族将由该对象自由选择阵营，选择后将无法更改。由于本次阵营战开启方为蜥蜴人，当人族获胜后，所获贡献点将增加 50%。妈的，又是这个玩意！陈州心中暗骂，就没有什么条件吗？说开启就开启，他们人类一方只能被动接受，虽然获得的奖励更多，但这也太操蛋了。不过这次和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是阵营战，而非死战，可以脱离战斗。只不过要付出全属性下降 10% 的惩罚，和性命比起来，这个当然算不上什么。不过陈州可不想就这么白白的送上属性，他打算到里面看看。他觉得所谓的阵营战肯定不是毫无条件的，双方的实力不会是天差地别。万一里面的人类一方拥有很多强者也说不定。想罢，他就继续朝着内部前进，再次来到了之前蜥蜴人大军驻扎的地方。此刻的蜥蜴人军营已经空了大半，遥遥望去，陈州还能看见蜥蜴人军队正在往前方的建筑中前进，逐渐消失在了白雾之中。果然已经开打了吗？毕竟前方的建筑也不是城墙，想必里面的领导人也不是傻子，没有聚守在街道的入口，而是将整个蜥蜴人军队给放了进去，应该是准备和这些蜥蜴人进行巷战了。如今的他有着旺气术的辅助，在白雾中战斗也有着一定的优势，加上路人天赋和斗篷的加持，在里面也是如鱼得水。这不正是个很好地刷经验的地方吗？加上之前和蜥蜴人精英的战斗宗旨，说明这些精英的蜥蜴人似乎都有着自己的目标，看样子就更顾不上他陈州了。小心地穿过空荡的蜥蜴人军营，随手杀了几只还在整备的小怪，凭借着隐蔽能力，陈州很顺利地来到了白雾区域。果然如他所料的那样，这些建筑正是人类的建筑，而且看区域是苏城的中心区域，他的面前这座建筑赫然就是苏城第2人民医院。在记忆中，这医院边上还有数座商场、无数居民区、政府部门等，可以说是苏城最热闹的地方了。据他所知，这里甚至还有着一个小型的军区。想到这里，陈州对这场战斗的信心又增加了几分。毕竟从外面看，这片建筑群的规模还是不小的，人口少说也得有7、8万，比起蜥蜴人的军队数量不遑多让。翻进医院，里面有着不少战斗的痕迹，但是没有尸体。想想陈州就明白了，这次的人类和蜥蜴人都属于战利品，最后都会化作奖励库的资粮。来到医院内部，依旧是空无一人，白雾笼罩下的医院内部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感觉，加上没有灯光，只能依靠外面照射进来的些许光芒。行走间，前方突然传来了些许杂乱的声音，陈州停下脚步，躲在一旁开启了旺气术，些许红光弥漫在白雾中。种族：蜥蜴人，威胁程度低，气息属性无。陈州松了一口气，黑暗中的医院还是太过于恐怖，他都不想多待。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陈州也看清了对方，是一支蜥蜴人小队，正大大咧咧地搜查着每一个房间，粗暴的动作发出了嘈杂的声音。果然，种族不同，蜥蜴人完全无法体会到人类对于这种环境的恐惧感。陈州毫不客气地出手，10数根血雨呼啸飞射而出，领头的蜥蜴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脑袋就被划开一个血洞。其余4、5只蜥蜴人也很快步入后尘。恭喜你完成一场普通的小型战斗，击杀蜥蜴人0级普通 X4， 击杀蜥蜴人1级普通 X1。当前经验2级 23.400分号100百分号。即便有着3倍加成，经验也越来越少了，这些蜥蜴人的等级太低了。陈州没有犹豫太久，直接出了医院，继续朝着建筑群内部走去。此刻的医院明显已经被蜥蜴人彻底清理了，蜥蜴人的大部队都已经朝着内部前进了，没必要花费时间在这里，最好还是再杀几只精英怪更好。陈州脑海中又浮现了那个蜥蜴人刺客利斯德的身影，当然不是指那种怪物。一处巷子内，3道身影正在疯狂地朝前方逃窜。庄明远一边逃窜一边朝着后面张望，脸上露着惊恐的神色。老张，你不是说你的隐蔽天赋可以完美瞒过这些怪物吗？现在是什么情况？一旁被他称之为老张的男人欲哭无泪。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现在怎么办啊，老庄？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赶紧往外面跑！丢点属性，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就在此时，一旁的另一名男人鼻子动了动，突然开口说道：“老庄，来了！”庄明远闻言，立马停下了脚步，另外2人也紧跟着停下脚步，躲在了庄明远身后。土墙术，几根箭矢呼啸而来，直直地撞在了地面上升起的土墙上。继续跑！庄明远脸色有些苍白，朝着另外2人喊道：“老庄，我们怕是跑不了了。”你说什么？庄明远转身看去，只见一小队蜥蜴人正拦在他们的前方，挡住了去路。去他娘的，跟这些怪物拼了！还没等庄明远行动，2支箭矢刷刷的从他耳边飞过，准确的将其身旁的2名男子爆头，带着点白色浆液的鲜血溅在了他的脸上。刚才涌上心头的热血瞬间被浇灭，庄明远当场跪倒在地，甚至不敢回头去看那名正在逐渐靠近的蜥蜴人攻手，那个恐怖的怪物。操蛋的世界，操蛋的游戏！庄明远心中暗骂，低头准备认命。就在此时，无数呼啸的风声从耳边传来，随后是一声声重物倒地的声音。庄明远惊讶地抬起头，一名年龄不大的青年就站在眼前，朝他伸出了手。你没事吧？第39章强敌。庄明远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身旁这个看着非常年轻的青年居然瞬间就把那些恐怖的怪物给杀完了，其中还有一只准精英级别的怪物。要知道，之前在幸存者之间流传，这些准精英级别的怪物起码需要10个以上的战斗天赋的拥有者才有机会击杀，自身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陈州倒是不知道身旁的男子在想些什么，随手将刚才掉落的头巾戴了上去。顺风头巾，稀有头盔，能够略微减少风的阻力。描述很简单，效果不俗。无论是跑路还是用羽毛进行攻击，风的阻力有所消除，速度又快了一些。穿上装备后，他开始思考从庄明远口中得到的消息。和他所预料的不差，这片区域划的范围很大，有非常多的幸存者，这归功于这里面囊括的军区。军区的军人当天晚上就杀穿了自身所在的区域，早早开始维持起了秩序。甚至军方派强者使用了部分副本乱入卷，介入了一些政府、医院、学校等重要区域，帮助里面的人员通关区域出来。仅仅2天不到的时间，这片区域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秩序。军队的强者凭借着自身不俗的基础素质和大量的杀敌，有很大一部分都达到了准精英级别的阶级，甚至有几个达到精英级别。但就在昨天，当军方派出几支小队出去探查情况、搜救时，发现侦察小队迟迟没有回来，这才发现周围已经开始被蜥蜴人给包围了。起初军方还打算将周边的怪物全部清理完，结果蜥蜴人的军队越来越多，其中的强者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个军方的真正的精英阶级的强者在一次外出任务中死亡。军方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蜥蜴人军队发起进攻前，军方派遣人员将这些情况通报给了全区域的人类幸存者，要求大家往中心区域聚集，同时征求民间强者的帮助。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信邪，待在自己家里或者附近，不愿意离开。直至蜥蜴人大军真正降临，这些人才知道后悔，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蜥蜴人强大的感知力下，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躲藏，纷纷被清扫。庄明远3人就是仗着有着老张的隐蔽天赋，想要躲过蜥蜴人的搜查。可是他们太自以为是了，人类能有天赋，蜥蜴人岂能没有？在拥有搜查天赋的蜥蜴人眼里，庄明远3人无所遁形，很快就被一只准精英蜥蜴人盯上，一直追杀至遇见陈州。小兄弟，你真的准备继续往里面走吗？庄明远跟着陈州心惊胆战，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怕蜥蜴人的军队，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在道路中央。他本来还以为这个年轻人和他一样准备跑路的，哪知道这人居然是从外面赶过来主动参战的。是啊，现在还有3倍经验呢，我准备好好的升级一波。陈州一本正经地说道，随手一抬10数根血雨朝着一旁的一个建筑中射出，一声声蜥蜴人的惨叫声响起。庄明远看着系统面板提示的战斗胜利和经验奖励，又惊又喜。这年轻人战力着实可怕，而且还有特殊的探查手段。他们一路上碰到了不少蜥蜴人小队，在陈州手里都撑不过10秒钟就被杀完了。他混在边上蹭经验都快升到了1级。你知道聚集点在哪里吗？知道，就在原来的市政府前面的广场处，之前军方有天赋者通报给我们过。我准备往那里去，大叔你什么打算？庄明远刚想说自己准备逃离这片区域，转念又想自己一个人怎么跑得出去，还不如跟着这个年轻人混吃混喝呢。庄明远咬了咬牙说道，我跟着你一起去吧，这片区域虽然没有被树林给覆盖，但是还是有略微变化的，我给你带路。随后又加了一句，小兄弟你记得保护一下我。陈州听到此话无语了一会，他自己都没办法保证自己安全呢，还保护你安全？随口敷衍了一句我尽量，怪物太厉害就赶紧自己跑吧。话音刚落，
陈州突然感觉前方的气息有些略微不妙，望气术之下，面前的视野中出现了浓郁的红色气息，带着蓝色的冰霜寒气。就比如现在，你能跑就赶紧跑吧。庄明远也听明白了，头也不回的转身就朝后方跑去。前方的危险气息的来源显现，一名蜥蜴人手持刺剑，一身皮甲，身材较之普通的蜥蜴人还要苗条些许。他从白雾中慢慢的踱步而出，朝着陈州微笑开口说道：“阁下如此实力，为何欺负些弱者？”陈州没有理会，周身血雨纷飞，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和这些两脚羊废话什么？华纳斯，杀了就完事。身后传来了另一道声音，陈州诧异的回头望去，一名身着重甲、身材魁梧的蜥蜴人从身后的白雾中走出，手上还拎着一个人头，赫然是庄明远。就在陈州愣神之刻，一道白芒突然出现在其身后，虚化，随着身体化为虚无，手持刺剑的蜥蜴人与陈州交错而过。陈州却毫不客气，血雨瞬间爆发，射向近在咫尺的敌人。只见眼前的敌人在几个闪身之后，勉强逃脱了血雨的攻击范围。你的血雨对冰霜华尔兹、华纳斯一级精英造成了割裂伤害。华纳斯站定身形，抹了抹脸上被血雨割裂的伤口，脸色阴沉的看着陈州。哈哈，华纳斯，这是我第一次看你吃瘪啊！重甲蜥蜴人看着眼前这一幕，哈哈大笑。闭嘴，巴里，这个人不一般。华纳斯手中的刺剑开始泛起了冰霜的寒气，开口对着陈州问道：“沃伦家族贝席第6，冰霜华尔兹，华纳斯，人类，你叫什么名字？”陈州不明所以的看着眼前这一幕，之前那个蜥蜴人也这样，非要报上自己的名号，好像都很有绅士风范一般。这难道是蜥蜴人一族的传统吗？人民群众，陈州。身旁的重甲蜥蜴人见华纳斯认真的模样，也收起了嬉笑，对着陈州说道：“沃伦家族贝席第13，卑劣行窃，巴里。”说罢，将庄明远的头颅捏碎，一道黄色气息从其头颅散出，被巴里吸入体内。陈州手持长枪，周身环绕着数十根全力激活的血雨，一股嗜血的杀意涌上心头。随着华纳斯剑上的寒气弥漫开来，战斗彻底打响。第40章传说度。才一交手，陈州就感受到了棘手。华纳斯的速度实在太快，简直像是在地面上滑动一般，陈州根本没办法瞄准，而且他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在华纳斯身上。巴里如同一个重装坦克一般朝着他稳步推进，让他不得不分心向后撤去，以免被巴里缠上。这个重甲蜥蜴虽然敏捷不行，但体质和一身的防御力绝对不低，手上举着一个巨大的盾牌，就连血雨都无法洞穿这个巨盾。当陈州想利用血雨袭击巴里的侧面或者背面，一道熟悉的土墙升起，牢牢地挡住了这些血雨。这是土墙术。看到这手土墙术，陈州就不由想起了庄明远，他之前也看到过那个男人释放过这个技能。联想到眼前这个怪物战前的举动，陈州不难猜出他肯定是吸收了庄明远的技能。更麻烦的是，在阻挡巴里接近的同时，他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敌人的攻击。华纳斯已经凭借着自身的速度接近了他，他根本不与陈州正面对抗，依靠着飘忽不定的步伐摇曳在战场之中，趁着陈州将注意放在巴里身上时再突然发起进攻。一旦陈州将注意力转移至他身上，调动血雨对他发起反击，他就立刻滑步向后撤去，等待机会。陈州只能用血雨护住身上的要害部位，以免被一击致命。你受到冰霜华尔兹、华纳斯2级精英的攻击，硬皮抵挡成功。你受到了少量伤害，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面前的巴里也越来越近，他的血量已经渐渐下降到 63% 了。要是等巴里近身缠上之后，怕是他之后的行动更为困难。殊不知，两个蜥蜴人心中也有些不安。这个人类是怪物吗？之前还以为是个类似于法师的操控者，没想到敏捷也不低，即便被华纳斯拖着，巴里都难以接近。体质就更不用说了，挨了华纳斯这么多下，还生龙活虎的，看样子血量连 50% 都没有下。华纳斯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维持华尔兹的状态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他的体力已经有所不支了，再过一会，怕眼前的敌人还没倒下，自己就要陷入虚弱状态了。想罢，华纳斯手中刺剑的寒气进一步散发，漫天的寒气飘散在场中，就连地面上都开始出现了一层冰。随着地面上的冰越来越厚实，华纳斯的动作也越来越快，陈州甚至开始看不清对方的身影了，而对方的攻击中附带的寒气越来越重。幸好他的体内还有着一根火之灵，凭借着此，他不动声色地消除着身上的寒气。
但是还是假装动作开始逐渐变慢。华纳斯见状，心中大喜，在地表冰面形成的那一瞬间，华纳斯大喊：“就是现在！”随后身形绕着陈州快速滑动，数秒后，无数道剑影朝着陈州刺来。就是现在！止步！止步！你对冰霜华尔兹、华纳斯2级精英释放了止步，释放失败，对方处于无法选定状态。卑劣行窃，巴里2级精英对你释放了止步，精神判定成功，你将受到止步状态 3S。 怎么可能？无法选定可以理解，为什么巴里会有他的技能，还能判定成功？他可不相信会有这妖巧的事情，对方刚好会他拥有的技能。卑劣行窃，卑劣行窃，除非对方偷的他的技能和他的属性，但眼下根本不是思考的时候。虚化，幸亏虚化已经到了冷却时间，但陈州惊骇地发现自己的血量还在不停地下降。你受到冰霜华尔兹、华纳斯2级精英的冰霜属性攻击，硬皮抵挡失败，虚化闪避失败，你受到了部分伤害，不是物理伤害。随着寒气到达了巅峰，攻击已经从附带寒气变成了真正的元素伤害。火遁术出现的火遁堪堪挡住了几下攻击，就彻底破碎。而眼前的巴里趁着他被止步期间，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一手重锤已经高高举起，上面开始泛起黄色光芒，看样子就是发动了威力强大的蓄力技能，估计就等着他的虚化时间结束。不能再藏了！魔影，身后巨大的魔影显现，火之灵全功率爆发，周身的血雨一瞬间爆发出炽热的火焰，朝着四周席卷而去。爆发出的暖意将身体内的寒气瞬间驱散，身后的魔影也随之出现了108根散发着幽暗火焰的紫色羽毛，一同朝着四周席卷。场地上的冰面很快被燃烧干净，环绕着陈州的剑影速度也随之减慢。巴里的技能被这股风暴强制打断，吹至远处。爬起身来的他看到了2股巨大的羽毛风暴，吓得转身就跑。但陈州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陈州手臂一招，无数燃烧着的血雨汇聚，以血之灵、火之灵为核心，汇聚成一把巨大的血火枪。双手向后用力一拉，一掷，血火枪朝着巴里呼啸而去。巴里回头望见这把枪，脸色大惊，急忙连着使用了3次土强术。但是陈州的血雨枪岂是那么好挡的？这把枪的动力可不是来自于陈州本身的力量属性，整把枪都是由陈州的羽毛构成，也就是说，这把枪的动力来自于陈州所有羽毛的精神属性的推动力。3堵土墙瞬间被击破，血火枪于是不减，直接击碎巴里身上的重甲，狠狠地刺入其体内。还没结束，陈州身后的魔影也紧随着投出了一根散发着幽冥火焰气息的紫色长枪，再次刺入了巴里体内，将其击飞10数米之远。巴里连挨2击，吐出一大口鲜血，但是还没有死亡。他看着面板上所剩无几的血量，面色惊恐，不顾身上插着的长枪，头也不回地朝着外面跑去。爆！下一秒，无数燃烧的血雨从巴里体内爆开，将其整个身躯炸成了碎片。卑劣行窃，巴里死！华纳斯气喘吁吁地显现了身形，他眼睁睁目睹了眼前这个人类在他的大招攻击下强杀了巴里，而这个人类硬挨了他全部大招，仍然没有死亡。看着这个人类将目光投向了他，他第一次露出了恐惧的神色。逃！赶紧逃！华纳斯强忍着身体的痛苦，快速地向着军队方向跑去。这个人类的速度是他的弱项，一定是追不上我的。止步！精神判定成功。突然被强制停下的脚步让华纳斯心中直犯恶心，他绝望地回头望去，漫天的红色羽毛和黑色羽毛正呼啸而来。冰霜华尔兹，华纳斯，死！恭喜你完成一场传说的小型战斗，击杀卑劣行窃巴里2级精英，冰霜华尔兹、华纳斯2级精英。战斗评价 S+， 以1敌2，以下击上，可谓战神。恭喜你获得传说度1点。强悍新人，传说度1点。在人类战场游戏降临第3天，你以新人之躯单枪匹马强杀2大蜥蜴人精英，你的战绩在本区域传送，所有人的人类和蜥蜴人见到你都会有所印象。传说点是比黄金技能点、属性点更为稀有的资源，它可以替代技能点和属性点使用。当它替代技能点时，提升的技能将变化为传说技能，技能将被固化无法提升，技能将获得极大的提升效果。当它替代属性点使用时，它可以直接提升该属性1点。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 200%。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行窃手套、史诗手套、冰霜之鞋、精良鞋子、
基础剑术学习手册技术手册 X2 大量经验，当前经验1级 78.100分号100百分号。第41章炎灵术。战斗结束，陈州第一时间使用了当初魏雨桐给的药剂，见底的生命也快速恢复。没过多久，生命来到了 50% 以上，陈州这才松了一口气。在刚才硬挨华纳斯的大招时，他的生命就已经彻底见底了，幸好有着腰带的巨魔之玉和火遁术的抵挡，强行加了 20% 的血量，他才撑了下来。不过到了最后，他的生命也只剩下 7% 了。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奖励大爆发，这次的评价到达了 S 加，不但收获了大量的装备和道具，还拿到了一点传说度。虽然陈州不了解传说点是个什么东西，但看介绍描述，传说点是比黄金技能点、属性点还要稀有的资源，就知道这东西一定非常难得，因为他就连什么黄金技能点、属性都还未见过。他首先看起了装备和道具，这次掉落也是相当给力，一件史诗，一件精良。行窃手套、史诗手套，每次攻击命中对方后，将偷取对方的主属性 0.1 点，最高可以偷取5次，持续时间5分钟。主动技能行窃，释放该技能后将偷取对方一个随机技能，效果、持续时间、冷却时间根据该技能决定。该技能可以储存在手套中，但该技能将只有1级，技能可进行替换。行窃冷却时间 12H， 这手套简直无敌，泛用性比起他的披风来说可能更加出色。首先是自带的偷属性，对敌时一来一回等于是增加了1整点的属性点，而且削弱的是对方属性最高的部分，对于限制对方的实力有很大的帮助。自带的技能更是变态，直接偷对方的技能并能够一直储存，他完全可以一直偷取到自己满意的技能进行储存，等于是自己多了一个技能，并且这技能日后还能替换。虽然只有1级，但已经足够，技能点的获得可不容易。要知道陈州目前的技能大部分都还只是1级。冰霜之鞋、精良鞋子，轻微增加移动速度和冰属性抗性。被动技能滑冰，在冰面上的移动速度大幅度提高，并且不会滑倒。这鞋子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或许配合上某些人的天赋有奇效。将身上的青灵之鞋和冰箱之鞋穿上去对比了一下，对于移速的加成，这鞋子反而不如青灵之鞋。陈州随手将其收入了背包之中，说不定找到了人类的聚集点后能够交换别的装备。看完装备，陈州将目光投向了那2件掉落的道具。2件装备可完全不够 S 加级别的3倍奖励含金量。基础剑术学习手册，学习后将领悟被动技能基础剑术 LV1， 基础剑术 LV1， 轻微增加剑法的威力和掌控度。技术手册，使用后获得1点技能点，不可交易。10本技术手册可合成1本黄金技术手册，都是好东西。陈州当即将3本书都使用了。随着基础剑术学习手册的使用，陈州的心中突然明悟了些许剑法，掌握了直刺、挥砍、格挡、剑术姿态等剑术的基本要领。最后则是2点技能点和传说点的使用了。思来想去，陈州最后决定将技能点继续投入虚化，这个技能救了他可以说很多次，是个非常实用的保命技能。传说点，陈州在忘气术和止步2者间纠结了半天，最后决定加在止步上面。2者都非常重要，陈州甚至可以想象，当传说点加在忘气术上后，大概率会形成一种瞳术之类的强力技能。可止步这个技能同样也非常重要，很多次都是依靠它来翻盘的。是否使用2点技能点提升虚化 LV3？ 是。技能提升到4级需要的技能点已经从1点升为2点。恭喜你，虚化技能提升到 LV4， 你可以从以下3个选项中选择一项作为突破奖励。1. 虚化时间大幅度提升，虚化持续时间增加 50%。 2. 虚化时移动速度提升 50%。 3. 虚化时将处于无法选定状态。毫不犹豫的陈州就选择了3，有了这个他就可以躲避一些指向型的技能，当然面对范围攻击时还是没办法躲避。虚化 LV4 主动技能，使用该技能后将自身虚化，在接下来 3S 内免疫所有物理层面攻击，冷却时间5分钟。 LV4 突破奖励，虚化时将处于无法选定状态。最后就是这次最大的收获了，传说点的使用。是否使用1点传说度提升止步？提示：传说点非常珍贵，使用后将不可逆，请谨慎使用。是。随着传说点的消耗，面板上止步的信息逐渐破碎，随后金光泛滥。片刻后，一个崭新的技能成型。言灵术，传说技能，古老且强大的语言技能。言灵术的力量在于言语的精确性和使用者的精神力属性。言灵术需要高度的集中精神和精确的发音，
任何分心或发音错误都可能导致咒语失败。技能介绍非常简单，并没有介绍使用方法，但技能成型后，陈州的脑海中就自动获悉了这个技能的施展手段。命回，他第一时间就尝试着释放。随着他口中2个字的吐出，他的生命急速地回复，很快就恢复了到了满值，先前遭受的伤害全部都恢复了。简而言之，言灵术不可以随意说，第一个字描述意义，第二个字描述体现方式。就比如陈州再次吐出2个字羽速，第一个代表了他自身的羽毛，而第二字代表了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速度。果然，他射出的羽毛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每次释放言灵术都将消耗精神力，精神力消耗的多少是根据言灵术的释放难度来变化的，而一旦释放不佳或者困难，可能会遭到反噬。比如陈州对着强大的敌人说出命死，这个就完全不可能。陈州的精神力没有强大到直接让精英级别敌人死去的程度，这就会导致言灵术释放失败，遭到反噬。同时，言灵术也不可以凭空造物，只能对现有的物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变更。所以，言灵术最好的施展方式就是进行辅助，比如说对敌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者对自身进行一定程度的增强。即便限制如此之多，这个传说技能言灵术还是非常强大的技能，一个技能就抵得上绝大部分辅助技能的合集。有了这个技能，陈州的实力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42章无路可退，技能提升完毕，陈州也有了继续前进的底气。本来随着斗篷和腰带的技能使用，他心中就有了撤退的念头，如今却得了新装备和新技能，他的实力不降反升，自然打消了这个念头。收拾完毕，他就顺着大道继续朝着城市中央走去。随着继续深入，他碰到的蜥蜴人越来越多，但是他杀的数量反而不多，因为这些蜥蜴人遇见他不再和之前一样直接冲上来拼杀，反而跟见了鬼一样直接四散而逃，就连准精英级别的怪物都再也不见踪影，这让陈州的升级效率大幅度降低。这前后的变化他也猜测到了，大概率就是因为那一点传说度导致的。你的战绩在本区域传送，所有人的人类和蜥蜴人见到你都会有所印象。陈州略感无趣，继续朝着内部走去。某个角落，一名蜥蜴人探出头，看着陈州离去的背影，松了一口气。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张，张口吐出了几句话之后，将纸张抛向了空中。纸张在空中幻化成一只纸鹤，扇着翅膀消失在空中。一处高楼的顶部，那位首席上的龙鳞蜥蜴正站在岩边，一双金色龙瞳正俯视着这座被白雾笼罩的城市，而在其身后只剩下2名蜥蜴人。一名蜥蜴人身穿破旧的补丁衣，嘴上叼着不知道哪里搞来的人类制作的卷烟，腰间挂着一把巨大的长刀，正吊儿郎当地靠在角落休息。另一名蜥蜴人身材矮小，全身隐藏在黑袍中，正是当初为利斯德释放纸鹤指路的那名蜥蜴人。此刻他正不停地接收着各处飞来的纸鹤，并将内容不断汇报给首席。4路大军都进发得很顺利，虽然受到了一些阻拦，但很快就击溃了敌军，估计很快就能到达人类的中心区域。很好，龙鳞蜥蜴点了点头，接着问道：有出现什么意外吗？黑袍蜥蜴应道：是有一些，第12席遇到了一个人类强者，被重伤击退。第6席遭遇了3名人类强者的围攻，受了点伤，不过杀了2人，被跑走1人。西部地区有个贝席被一支人类精英小队围杀，第8席前去已经解决了麻烦。看样子人类还是有点水平的呀，短短3天就有了这么多强者。龙鳞蜥蜴似乎对这些战绩很不满意。突然又有一只纸鹤飞来，黑袍蜥蜴接到手中，纸鹤化作纸屑飞散开来。感知到了纸鹤中蕴含的消息，黑袍蜥蜴愣神了片刻。刘斯，怎么了？似乎注意到了黑袍蜥蜴的异样，龙鳞蜥蜴开口问道。没什么，大人，只是我们有2位贝席似乎在南部后方失去了联系。哦，有点意思。说罢，龙鳞蜥蜴将目光投向了身后那名吊儿郎当的刀客蜥蜴。老四，要不你去看一下。角落的卡宾深吸了一口人类的卷烟，随后缓缓吐出一口白烟，淡淡说道：我才不去。龙鳞蜥蜴有些无奈，只能对着黑袍蜥蜴问道：刘斯，南部是哪个席位在负责？刘斯想了想回道：是第7席和12席，不过12席受了点伤。怎么是列夫那个家伙？龙鳞蜥蜴似乎对第7席意见颇大。刘斯见状说道：不如我纸鹤传音给那2位失踪的贝席问问情况，说不定只是暂时失联了。闻言，龙鳞蜥蜴突然转头，用那恐怖的龙瞳死死地盯着刘斯，似乎要隔着黑袍看到那底下的神情。刘斯并没有表露出什么，只是将身躯俯得更低，以示尊敬。片刻后，龙鳞蜥蜴转过身去：那就这样吧。是。刘斯默默应道。你说什么？你是从蜥蜴人后方杀过来的？
陆刚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名看似平平无奇的大男孩。陈州也很是无奈，走着走着，莫名其妙他就走出了蜥蜴人的包围圈，遇到了军方的人。军方的人见到他都是惊讶不已，听闻到陈州是从蜥蜴人后方杀过来的，更是不可思议，赶忙就带着陈州来见陆刚。是啊，大叔，你们都问我好几遍了，我确实是从外面进来的。陆刚围着陈州转了几圈，啧啧称奇，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不过看你小子确实有几分煞气在身上，倒也应该不是作假。陈州心中暗想，自己哪里有什么煞气，估计又是那一点传说度搞得鬼了。不过也好，省得麻烦。陆刚站在原地想了想，自言自语道，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这边的蜥蜴人防御相比其余地方确实薄弱了很多啊。而且对方那个所谓的12袭也被我重伤了，说不定还真是个机会啊。陆刚越说眼睛越亮，他转头看向一旁窗台上的一只乌鸦，喊道，老孙，我说的你听到没有？乌鸦哇的叫了一声。陈州在一旁看地暗自称奇，果然世界大了，什么天赋都有，这都有人直接变成乌鸦了。没多久，陆刚兜中的传音石微烫，陆刚将其拿了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中传出，陆刚，不惜一切代价从你那打通一条出去的道路，我会立刻安排人手对你进行支援。陆刚微微叹了一口气，他知道首长的意思，这是准备拼死一搏了，以血肉为代价给普通人打通一条道路，让普通人从战场中撤退。想到之前传音石内传来的消息，陆刚也明白此刻的人类的状况非常不妙。万盛广场处遭遇敌方第5袭无畏统领罗德里克·沃伦，前线部队拼死抵抗，全灭。苏城大学处遭遇敌方背袭第1嗜血狂战布雷克利，我方不敌，陈上士和魏少尉断后，生死不明。后方潜入小组遭遇敌方第8袭毕野 U 型利斯德·沃伦，无一人生还。除了寥寥几个好消息，其余都是坏消息。对方的12袭卫个个都是精英中的佼佼者，更别提还有那么多普通精英级别强者辅助，人类一方根本抵挡不住。如今传音石内很少再有声音传来了，首长已经下令全面收缩防线，眼看就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也就是如此，才会孤注一掷的准备朝这个方向突围。一方面是遇见了陈州，另一方面这方向是遇见对方12袭卫最少的，目前只碰到了一个第12袭的碧鳞战痕巴奈特，而且还已经被陆刚重创。虽说这有可能是对方的陷阱，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再无后路可退。第43章再得金河。小兄弟，能带我们再走一遍你来时的路吗？陆刚朝着陈州问道。城中还有数万普通人，急需找到一个可以逃出去的路。陈州皱了皱眉头，本来他也觉得没啥，可现在将他放在道德制高点是啥意思？陆刚这话弄得他很不舒服。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只是安全我可不能保证啊。陆刚闻言大喜，拍拍胸脯说道，放心，我们军方也不是吃素的，而且等会有很多强者过来支援。陈州点了点头，表示答应了，毕竟在能力的范围内，他还是想为人类贡献点力量的。没过多久，陆刚口中所说的支援纷纷抵达。陆营长，你可别唬我们啊，这年头还有能从外面冲过来的人？一道声音从门外传来，一名红发杀马特推门进来，但当他第一眼看到陈州时，顿时心中一惊，这里哪里来的狠人？他立即笑着脸对着陈州谄媚道，想必这位大哥就是那位狠人吧？果然英俊威武。陈州看着这个变脸极快的男子有些无语。哟，哈巴狗还没死呢，是不是躲哪个角落去了？早早到来的何小璐阴阳怪气地说道，你别放屁，老子宰了2个蜥蜴人的准精英。吴豹跳如雷，大骂道，好了，都别吵。徐少尉到达之后就接过了陆刚的指挥权，他扫视了一下在场的10余人，开口说道，该来的都差不多来了，没来的估计也来不了了，我们就开始吧。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有些沉默。几个小时前在会议室的还能有30余人，现在只剩下这么点人了。长话短说，蜥蜴人势大，我们根本抵挡不住，我们军中的强者已经死亡过半，剩余的大部分都集合在中央广场处保护群众。接下来由我们来负责开路和探路。根据情报，这片区域的精英已经被陈州先生击杀2只，军方击杀1只，散人围杀1只，而第12袭也被陆营长击伤。眼下机会极佳，我们要彻底清扫这片区域，给群众开路。就仰仗诸位了。徐少尉转头看向陈州，客气地说道，陈先生，麻烦您带路了。第一次被这样客气的称呼，倒是搞得陈州有些不好意思。不用客气，帮助大家应该的。听到此话，徐少尉眼神一亮，果然是很纯粹的青年。他紧接着又小声地说道，陈先生，等会留一下。那就这样，大家准备一下就出发吧。待到众人都离开后，
徐少尉从兜中取出了一颗红色石头，交给了陈州。这是？陈州满脸疑惑。徐少尉只是笑着没有言语。陈州将其拿到手中，火焰晶核，精良，内部蕴含着极其浓郁的火元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材料。感受到欺凌的蠢蠢欲动，陈州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需要这东西的？徐少尉似乎知道陈州心中的疑虑，开口说道：“陈先生不用担心，我们的研究员内有一名天赋可以知晓他人最需要的道具。我们也是想借此感谢您冒险过来救援的举动。”陈州心中有些尴尬，他只是想来升个级，顺便混点奖励。不过真是什么天赋都有啊，连他的需求都能知道。徐少尉接着开口说道：“因为匆忙，我只带了这一颗，仓库还有一枚史诗品质的元素晶核，带出去后我们会交给陈先生作为感谢。”陈州不得不感慨，军方这手段，又是定金又是感谢的，这让他不得不卖力了呀。放心，徐少尉，我会尽力的。听到此话，徐少尉才开心的笑了。他不会看错人的，眼前这少年这样说了，就会这样做。等到陈州离去，陆刚凑上前来问道：“怎么样？”徐少尉微笑着说道：“稳了，这男孩不简单。”“呼，那就好，我都不敢和他说狠话，生怕他厌烦。话说为什么总让我扮黑脸？”徐少尉回头打量了一下陆刚，浑身的腱子肉，一脸凶相，笑着说道：“因为你像。”离开房间后，陈州很快就将这枚新的晶核使用了。这枚晶核的质量和他之前取得的那一块一模一样，应该能让火之灵再进一步。复原之灵觉察到一枚元素晶核，是否吸收？是。随着一阵灼热感袭来，陈州的火之灵再次迎来进化。可惜的是，没有得到质变，并没有得到和血雨一样的特殊技能，只是附加的属性再次增加。火之灵，力量 0.5， 精神 0.5， 还是全攻击属性加点。陈州的羽毛攻击力再次得到了一次巨大提升。列夫，为什么让我假装重伤，还放那个人类过去？大人知道了，我们都要被责罚。一处原先的人类实验室内，一名身材矮小、身着白色实验长袍的蜥蜴人正在实验台上忙忙碌碌，而在其身后不远处站着一名身着黑色铁甲的蜥蜴人。巴奈特，我们都是多久的同事了？我会害你吗？嘶哑的声音从白袍蜥蜴的口中传出。人类有本兵法，其中有句话叫做唯三缺一，给他们留条生路，自然会全往我们这边跑，不然和老鼠一样多烦人。铁甲蜥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可列夫，我们能把那些人全部歼灭吗？不需要通知大人请求支援吗？白袍蜥蜴露出了疯狂的神色，当然不需要，就连你都不需要，我一个人就可以。我不只是要杀光那些人类，还要把他们全部当做我的实验品。结，在其身前的一个液体舱内，一名昏厥的人类正泡在其中，其身上大部分器官都被替换了，可这名人类还没有化作蓝光消失。铁甲蜥蜴默默地退出实验室，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将情况如实汇报后，纸条化作纸鹤飞向空中。第44章，何小璐。嘿，小哥，你是什么天赋？陈州还沉浸在属性提升的喜悦中，一道清脆声音突然打断了他。回头看去，一名靓丽的都市女郎正站在他身后。陈州认识她，何小璐，刚在会议徐少尉上就介绍过众人。发射羽毛，就像这样。陈州随手挥出一根血羽，仅仅使出了5分力控制。血羽如同一根血色飞剑，快速地划过何小璐身侧，将其身后的墙壁直接洞穿。何小璐胆战心惊地看着这一幕，眼前这个男孩要是刚才想取他性命，仅凭刚才那一击就足够了。但他转眼就收起惧色，面带笑意地上前挽住陈州的手臂。傲人的事业线被挤得更为明显。小哥，你也太厉害了，和你商量的事情怎么样？陈州感受着手臂上模糊的触感，看着那条深深的刀疤，只觉脑袋有点晕眩。君子动口不动手。哦，原来喜欢动口啊。何小璐舔了舔嘴唇，似乎有些惊讶。究竟有什么事？陈州有点受不了这个女人，赶忙把手抽出来，将视线移开。何小璐瞥了一眼陈州下半身，轻笑一声说道：“我看小哥你是个远程输出手吧，我这里有件道具，我想你用得上。”说罢，何小璐从包中掏出一个帽子，庇佑之帽，精良帽子，小幅度提升精神力，恢复速度。主动技能庇佑，开启技能后将自动解除所有控制状态，并免疫 ES， 冷却时间 24H。 看到这顶帽子，陈州的眼睛都挪不开了。神级帽子，无论是属性和技能都无比契合他。他转头看向眼前这个漂亮女人，问道：“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陈州有些无语。“保护我？话不能一次性讲完吗？”他毫不客气地收下了那顶帽子，替换了自己原来那个头巾，随后将8根血羽递给何小璐。“不要离开我30米范围内，不然羽毛很快就会失去能量，
另外，平时可以将这些羽毛当作护甲，放在要害位置抵挡伤害。何小璐大喜，接过血羽。他本来还以为陈州只能顺路照顾他，没想到给了他8根血羽。这羽毛的威力他可是看到了的，寻常准精英级别的怪物可能都抵挡不了几下。他拿起血羽就往自己的胸前塞去。你干嘛啊？陈州大骇，眼前这个女人大庭广众在做些什么鬼东西？何小璐眨了眨大眼，无辜地说道：你不是说挡住要害吗？我挡住我的心脏啊！行。陈州捂上了眼，不忍再看。要知道这个羽毛它可是还有感知力的啊，不但如此，还能用精神力控制。一想到此，陈州就觉得鼻中有些滚烫的液体就要流下来，他赶忙转头离开。何小璐不明所以，快步跟了上来。哎，小哥哥，别走太远啊！你不是让我跟着你吗？你别靠太近，离我10米外吧。哎，小哥哥，你这羽毛怎么还动来动去的，挠得我好痒。先遣小队很快出发，一共10人，陈州带路，陆刚领队。至于徐少尉则没有跟过来。队里全是军方和民间的好手，能活到现在的起码都是准精英里面的佼佼者。至于陆刚，更是精英级别的强者。陈州还是第一次见到人类一方的精英阶级，他到现在还对如何进阶精英一头雾水。不过眼下也不是时候，只能等出去后再问了。众人快速穿行在街道之间，还真奇怪，一只怪物都看不到了。吴俊义暗自称奇，那我们岂不是就这样往前走就能出去了？队伍中一名体型夸张、接近300斤的胖子开口说道：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蜥蜴人都哪里去了？陈州也觉得奇怪，之前他来的时候怪物可多了，只不过都躲着他而已，现在可是一只怪都看不到了。前面有人！何小璐突然开口，众人齐齐看向。陆刚开口问道：你确定吗？这个地方还有人？我确定。何小璐信誓旦旦地说道，而且边上没有任何敌方埋伏，他的天赋可以探测100米范围内所有的敌我双方，类似一个小型雷达。而那个人明显是绿色的己方阵营。走，去看看。陆刚立刻决定去看看，无论是真有人还是陷阱，他都要带队去看看。这本来就是先遣队的意义所在，将所有的危险和不安因素都探测出来。众人很快来到了何小璐所说的地点，但当看到那个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因为那个人就背对着众人，跪坐在一条大道上，身体还在不停抽搐。徐小姐，你确定这是自己人？何小璐见状，对自己的天赋也有些不自信起来。应该吧，我去看看。队伍中一名寸头军人站了出来，朝着那个诡异的人走去。行走间，一层金色的光罩在其周身成型。队伍中另有一女子，双手一挥，一根灵力构成的绳索形成，将其一段缠绕在了寸头军人的身上，另一端缠在自己手上。他喊道：大哥，感觉不对，拉一下绳子，我把你拽回来。寸头军人点点头，缓缓走至那人前方。看到那人脸庞的那一刻，脸色大变。这哪里还是人？无数的蓝色发光蛆虫在其口腔中、眼眶内不停地钻进钻出。他连忙拉动灵力绳索，队伍那名女子连忙凝聚精神力，将寸头男往回拉。就在寸头男刚被拽动那一刻，那诡异的人整个身躯开始剧烈膨胀，下一秒，膨胀到极致的身躯炸裂开来，无数的蓝色小虫在空中不停扭动掉落下来。别让这些怪虫靠近！陆刚大喊。陈州没有出手帮忙，只是简单护住了自身。要是队伍里的这些人连这种程度的麻烦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活到现在？果然，只见队伍中那名胖男深吸一口气，随后用力吹出，一阵大风凭空刮起，将那些怪虫全部吹至远方。汪四先生，干得好！这些怪虫被吹远后，纷纷钻入地下，消失不见。众人原地等了半晌，仍没有任何情况发生。吴俊义不禁吐槽道：搞什么？就这么虎头蛇尾，害我们这么紧张。不，他们来了。何小璐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天赋提示，他们四周密密麻麻的凭空出现了无数的红点。第45章复生的蜥蜴人。很快，那些凭空出现的怪物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里，赫然是那些消失的蜥蜴人。不过此时这些蜥蜴人的状态非常奇怪，浑身僵硬无比，眼睛中还都有着蓝色的光芒散发。这些蜥蜴人状态很奇怪啊。陆刚开口说道：小侯，探查天赋共享，快！好。队伍中一名军服青年应道，随后将探查到的信息共享给众人。蜥蜴人被控制，种族蜥蜴人，血量力量 1.8， 敏捷 1.8， 精神0，智力0，体质 2.0， 魅力0，天赋无，技能。这些蜥蜴人被那些蓝色小虫给控制了，
怪不得我们刚才都探查不到敌人，之前这些蜥蜴人都是尸体状态。这些蜥蜴人的属性好奇怪，力量、敏捷、体质3项属性极高，都快比得上一些准精英了，大家小心。为什么尸体状态不会消失？可没有人回答他了。那些诡异的蜥蜴人已经攻了上来，才一交手，陈州就觉察到了不对劲。以往能够秒杀这些蜥蜴人的血雨，此刻却失了效。这些怪物即便是胸口缺了一个大洞，也仍然行动如初，直至陈州用10树根将其轰成了破烂，这才停下行动，并且系统上并没有传来击杀提示。当陈州看到这些蜥蜴脑袋中爬出的蓝色光虫，他才想明白原因。下一秒，他的血雨径直朝着这些怪物的脖颈而去，血光飞过，怪物脑袋瞬间落地，其扭动的身躯也停止了行动。他提醒众人道：攻击脑袋，不然这怪物不会停止行动。其余人心领神会，在和这些交战之时，招招都朝着蜥蜴人的脖颈或者脑袋攻击，但意外来的比想象的更快。这些蜥蜴怪在陈州的血雨下或许和普通的蜥蜴人无异，但其余人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那名释放金光罩的寸头军人一刀砍在了面前这只蜥蜴人的脖颈处，但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脑袋落地，军刀仅仅砍进一点便卡住了。寸头军人刚想用力扯出，就见眼前那名蜥蜴人挥手抓了过来。寸头军人对此视而不见，这些普通的蜥蜴人根本破不了他的金光罩。但眼前这蜥蜴人手臂的蓝光一闪，利爪挥舞的速度又快了几分，一击重重地砸在寸头军人的金光罩上。在寸头军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金光罩泛起一丝丝裂痕。他刚想撤退，可很快2只蜥蜴人的脚上泛起蓝光，快速地追了上来，刷刷2下就将其的金光罩彻底击碎。那名使着凌厉鞭子的女人急忙用鞭子缠住寸头军人，将其往回拉，可为时已晚，拉回来的只是一具残破的尸体。与此同时，其余人也是险象环生，面对这些奇异的蜥蜴人，众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2人和寸头军人一样疏忽大意，直接被这些蜥蜴人给撕碎了。倒是有3人异常出彩，一人就是领队陆刚。身为队里唯一一个精英阶级的人类强者，这些蜥蜴人对其根本没有什么威胁，他每一拳轰出就能将对方的身体轰出一个大洞。一人是那名为汪四的大胖子，他对蜥蜴人的进攻不管不顾，即便是身上被划出深深的血痕，在一阵绿光过后就很快恢复如初。而他凭借着抱、抓、绊等方式，将一只蜥蜴人摔得浑身骨裂，不能起身，有些像相扑的技巧。还一人则是吴俊义了，手握双刀，在几只蜥蜴人的围攻下也是游刃有余，只是他的攻击略显乏力，往往需要多次攻击才能砍下一只蜥蜴人的脑袋，让他直喊救命。怪物的诡异让徐小璐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就在刚刚，一只蜥蜴人以突然爆发出极快的速度来到他身边，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时，手臂蓝光微冒，就要抓向他的脑袋。关键时刻，胸口的羽毛突然飞出，急速地在这只蜥蜴怪的脖子处绕了一圈，一颗好大的脑袋直接落地。徐小璐忙接住飞回来的羽毛，往着陈州身旁靠去。还是大佬靠谱，一根羽毛都能杀死这些怪物。这些蜥蜴人不对劲。陆刚一拳轰碎了身前这只蜥蜴人的脑袋，一边朝着众人喊道：大家背靠背围成一个圈，不必这么麻烦。陈州说罢，袖内飞射出10树根血羽，朝着众人身旁的蜥蜴人飞去。只见这些血色小剑一般的羽毛纷纷刺向蜥蜴人的头颅，不一会便倒下了数十只蜥蜴人。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吴俊义更是大喊道：剑仙啊！陈州有点自责，刚才没想到这些蜥蜴人还有这么诡异的能力，猝不及防竟让队伍折损了3人。这些蜥蜴人的防御根本挡不住他的血羽，10树根羽毛在外的消耗倒算不上什么。看着源源不断的朝着众人涌来的蜥蜴人，都纷纷倒在血色飞芒下。队伍中的其余人都是暗自庆幸，还好有大佬带着，不然我们今天怕是死定了呀。就刚刚那一会，吴俊义就累得直喘粗气。这些蜥蜴人究竟是哪里来的？算上那个特殊的技能，他们的实力都快比得上弱一点的准精英怪物了。陆刚惊奇地看着陈州，果然独自穿过包围圈进来的人就是不一样。攻击力虽然比不上他，但是这轻杂兵的水平可比他厉害多了。可刚才他探查过，这人也不是精英级别啊，为何如此厉害？不一会，众人身旁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起码有近100只蜥蜴人倒在了陈州的血雨下，但还是有数不尽的蜥蜴人朝着众人涌来。就连陈州都有些倦了，虽然各方面都没什么损失，但是精神上的疲惫可无法消除。陆刚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赶忙问道：何小璐，到底还有多少怪物？何小璐闻言再次开启天赋查看，下一秒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比之前还要多。
数不清的怪物还在朝这里涌来。妈的，这边一定是陷阱，我们死了就算了，把消息一定要传回去。陆刚拿起手中的传音石便发送消息，但过了好一会，传音石仍然没有亮起。试了好几次，他终于确定了，传音石失效了。完蛋了，就算我们不回去，大部队估计也准备朝着这边突围了。陆刚想象到这支奇异的蜥蜴人部队突然出现在人群的中央，那后果他根本不敢想象。第46章七窍流血。陆营长，什么情况？一旁的汪四见陆刚难看的样子，便开口询问。传音石失效了。什么？众人异口同声，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陆刚。他一脸苦涩，将手中的传音石扔给了其余人。我手中的传音石还是特制版的，能抗一定的干扰，不信你们试试。众人接过传音石试了试，果然不能使用。随后他们掏出了自己携带的那颗传音石，不出所料，也都不能使用。那岂不是我们没有援军了？吴俊义转头看向便秘模样的陈州，担心地说道：“大佬脸色也不好啊，可能撑不了多久了。”陈州有些无语，他是因为这些怪物每个都没有击杀提示，也就是说，这么多怪物没一只有经验和奖励的，这多难受啊！汪四摇了摇头说道：“我们死了倒还是小事吧，要是让这些怪物冲进人群中。”陆刚开口应道：“没错，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我们必须有人回去告诉众人这个消息。”众人齐齐将目光投向了陈州，眼下唯一有可能从这些怪物群中杀出去的，也只有他了。列夫，你的这些小玩意好像对那些人没什么作用啊。不远处的一个小房间内，两名蜥蜴人正拿着奇怪的望远镜朝着陈州等人的地方张望，还不是因为那个可恶的人类。白袍蜥蜴列夫看着望远镜内陈州的模样，直咬牙，不然我的小可爱们早就把那些人都杀光了。列夫，要是大人知道你杀了这么多同族，还没有什么成果，你要遭老罪了。怕什么？这些人类的通讯设备都被我掐了，可那个人类的剑仙要跑，你能拦住吗？列夫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看向了身边的铁甲蜥蜴，恨恨地说道：“巴奈特，我们都是那么多年的同事了，你不会对我见死不救吧？”巴奈特闻言也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转头看向了眼前的白袍蜥蜴，有些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不行？”列夫气得原地跳了起来：“巴奈特，你欺人太甚！”但下一秒，这个矮小的蜥蜴人就平静了下来，对着巴奈特竖起了一根指头，一滴。我会把给大人制作的药水偷出来给你一滴，2滴，成交。巴奈特满意的点了点头。下一秒，这名身着铁甲的蜥蜴人从窗口跳下，慢慢的朝着陈州等人的位置走去。等到彻底看不见他的身影后，还在房间内的矮小蜥蜴人阴狠狠的自言自语道：“还1滴2滴呢，老夫让你吃我的大便！”战场中央，陆刚等人正围在陈州边上。小兄弟，你不用为了我们这样拼命，我知道你的实力，请你回去帮我们传递消息吧。我真没拼命，我还好得很呢。看着陈州眼睛中都泛起的血丝，众人完全不相信他的鬼话。何小璐看着陈州时不时看向他的目光，心中更是春心荡漾。他该不会是为了我才留在这里的吧？但转而他的眼神就暗淡了下来。可惜了，姐姐，我这次恐怕活不下来。要是能活下来，姐姐一定会好好回应你的。陈州上下打量着何小璐，暗自思忖，这女人把那8根羽毛藏哪里去了？怎么不贴脖子上，不贴脑门上？是不是蠢？胸大无脑啊！小兄弟，你眼睛都整个红了啊！你真没事吗？你回去吧。陆刚看着陈州通红的眼睛，吓得不行，生怕眼前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暴毙了。哦，这个呀，陆营长你别担心，我技能用多了就这样，没事的。小陈啊，我知道你厉害，你收了神通吧？人民群众需要你啊，这怪物要是冲进人群，损失惨重啊。我知道啊，我这不是在清除吗？杀光了不就好了？大佬，你眼睛都流血了呀，你真的没事吗？小事小事，技能的副作用罢了。陈兄弟，你七窍都出血了呀，你快别用技能了，我来给你治疗一下。陈州张口吐出一口血沫，含糊不清地说道：“五方，择个技能，吼金优点答。”圣人啊！众人看着眼前这个拼死为了他们抵挡怪物的年轻人，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钦佩感。小哥哥，你走吧，我不喜欢你了。众人齐齐看向泪流满面、面色潮红的何小璐。下辈子我一定做你的媳妇，不，小三也行，情人也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陈州有些无语，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只不过是因为血雨杀了太多，身上的血能量爆棚了而已。虽然这些怪物没有经验和技能，但是身上的血液还是热乎的，似乎没有死去多久。血雨击杀的怪物都会将其身上的血能量给吸收储存起来，作为羽毛的能量。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达到一个接近永动机的效果。
血之灵上面的那个眼睛已经彻底睁开，上面的血能量已经储存满，多余的血能量开始储存在陈州的身体上。随着陈州的身体达到负荷，这些多余的血能量只能通过七窍流血的方式排出，倒被眼前这些人给误会。不过他也不好解释什么。随着陈州吐着一口口鲜血，还在利索地控制着羽毛杀着怪物，众人终于知道陈州所言不虚，这家伙还真的没啥事。一众人很快就失去了紧张感，看着陈州大发神威，开始闲聊，唯独何小璐自知失态，蹲在了一旁掩面。陆营长，军中有这么猛的人吗？我谁都不服，就服陈小哥，你说呢？以后陈哥就是我老大了，我单方面承认的。又过了一会，好无聊，我也是。我用灵力绳拉一只怪过来，大家一起消遣消遣，这想法不错。再一会，对3，要不起？你丫的会打牌吗？你们都别回头啊，我要尿血了，这怪也太他妈多了。好的，陈老大。哎，何小璐，你回头看些什么呢你？吴俊义，坏我好事，老娘撕了你！第47章，虎啸。巴奈特看着眼前这一幕，暗自称奇。虽说列夫的这些实验品实力不算太强，但是数量可是个大麻烦，就算是他都要暂避锋芒。他本想等这些实验品多消耗眼前这群人类的实力再出手，可等了半天，等到那名人类的剑仙都他丫的尿血了，还没见其有半点疲惫的模样。眼瞧着实验品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也实在等不下去了，不然到时候哪里来的军队伏击人类部队？仅凭他和列夫2个人可做不到。想罢，他便大大方方地穿出白雾，朝着陈州一群人走去。真是麻烦！看着黑甲蜥蜴魁梧的身影从白雾中慢慢显现，陈州忙提醒众人：“大家别玩了，大的要来了！”陆刚看到了那个身影，一把将手中的牌给甩飞，兴奋地说道：“他娘的，这家伙又来了！陈小兄弟，这家伙交给我，你保护好大家。”听到陆刚的话，陈州也知道这大概就是之前被陆刚重伤的那个精英了。既然是陆刚的手下败将，陈州也就不再担心了，点点头应道：“你小心便是，其余交给我。”陆营长加油啊！这次一定要留下那怪物。众人见陆刚信心满满的样子，便纷纷在后方助起威来。陆刚揉了揉拳头，朝着眼前这只怪物叫嚣道：“喂，就你一个？上次的教训还没吃够？”说罢，他朝着巴奈特身后望了望：“别看了，就我一个。”巴奈特似乎对眼前的敌人很是不屑：“你不够格，让你身后的剑仙来，就凭你！”陆刚大怒，摆出架势，一股骇人的气势骤然爆发。见状，对面的蜥蜴人也不再多言，身体微微下蹲，双持黑铁短枪直指陆刚。沃伦家族第12席碧鳞战痕，巴奈特，请指教。营长，吃虎，陆刚。再无废话，战斗打响！一阵剧烈的轰鸣声响起，双方在战场中央碰撞，爆出剧烈的声响。陆刚所用的武器是指虎，战斗方式大开大合，每一击都势大力沉，动作也是极快。凭借着他本人多年在军中学习的格斗技巧，招招都是直奔对方的要害而去。巴奈特的武器倒是不常见了，用的乃是2把黑色短枪，同时2处小臂都各有1枚小盾。虽说在交战过程中被陆刚有所压制，但并没有呈现出颓势。陆刚的每一击都被其架住，或者用小盾完美格挡。陆刚那巨大的力量对他而言仿佛仅此而已。每一击虽然威势十足，但击打在他的武器上或者盾牌上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泛起丝毫波澜。而他往往凭借格挡或者架住后的一次反击，就让陆刚乱了几分手脚。2人一连硬拼数十招，在又一次险而又险地躲过黑色短枪划向喉咙的攻击时，陆刚翻身回撤，退回到陈州等人处。陆营长，你没事吧？有人关切地问道。陆刚喘着粗气，看着前方淡定的巴奈特，骂骂咧咧地说道：“这家伙怎么感觉比之前更难对付了呢？”陆营长，要不我来？陈州试探性地问道。你小子，老子的实力才发挥了2分，你等着瞧吧你！陆刚感觉面子有些挂不住，转头朝着人群中的一名眼镜青年问道：“小后，对方的属性探查到了没？”对方似乎有遮掩探查的道具，信息基本没有。那算了，看来必须要认真起来了。陆刚不在意地挥了挥手，随后凝神聚气，双眼逐渐变得很厉起来。数秒后，一个模糊的气虎出现，包裹着他全身。众人都隐隐听到了些虎啸声。巴奈特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饶有兴趣地说道：“有点意思。”但下一秒，他的脸色突变，急忙举盾格挡。陆刚的身影居然在转瞬间就出现在他的身侧，一记重拳轰下，即便是被盾牌挡住了，但巴奈特还是被轰至数米之远才站定身形，勉强将这股力量彻底卸掉。
这一路的地面都被彻底破坏。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了，但观战的吴俊义还是不禁感叹，这就是军中的战斗狂人吃虎的风采吗？他早就听闻这位陆营长是军中战斗风格最为狂暴的人，在准精英阶段的时候就一人独挑2名蜥蜴人的准精英强者，在开启了气虎后，就是陆刚的单方面碾压。还没等巴奈特反应过来，陆刚的身影就再次出现在其身旁，一记记重拳之下，巴奈特如同皮球一般，被陆刚不停地在战场中击来打去，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在又一击身后虎影加持下的重拳后，巴奈特终于没有抵挡住，被径直地轰在了胸部，被打飞10数米远，翻滚了数圈后才停了下来。好猛！何小璐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他这才明白陆刚肯定是谦虚了，这样子的实力，光凭他自己也一定能杀出这怪物圈，回去汇报消息去，轻松拿捏。吴俊义等人甚至开始庆祝，有2个大佬带飞的感觉就是好。但陈州可没有他们那么乐观，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便开启了望气术。在他的视野里，那倒地的巴奈特散发的危险气息没有丝毫减弱。陆刚也是一脸凝重地看向前方，还差了点意思。巴奈特缓缓爬起身来，重新摆好架势，对着陆刚出言嘲讽道：“再用点力，人类。”陆刚这才明白，之前这怪物被他重伤只是假象，亏他还因此洋洋得意。不过这怪物要是因此小瞧他，恐怕要吃大亏。转瞬之间，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巴奈特身侧，巴奈特如同之前一样，正欲举盾格挡，陆刚的脸上却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随后一拳轰出。因为他陆刚也没发挥全部实力啊。随着这一拳轰出，在场地所有人耳边如平地惊雷一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虎啸声。陈州等人还算好的，那些被蓝色小虫控制的蜥蜴人都似疯魔般乱舞了片刻。这么远的距离尚是如此，在虎啸声音正中央的巴奈特更是难受，一声虎啸让他瞬间失神，被这一拳直接砸中脑门。什么玩意？巴奈特心中大骇，但刚回过神来，就看见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再次出现在眼前，随后又是一声虎啸，他再次失去神智。不知多少声虎啸过后，四周靠近一些的蜥蜴人脑部的蓝色小虫已经被全部震死，就连陈州等人也都感觉脑瓜子嗡嗡的，得亏这虎啸不是冲着他们来的。战场中央，陆刚大口喘着粗气，眼前的巴奈特的头盔已经被彻底打碎，露出了狰狞的蜥蜴面孔，双眼泛白，摇摇欲坠的就要倒下，双手的武器也拿不住掉落在地。第48章完美肉体。陆刚皱着眉头，再次扬起拳头，就要给眼前的敌人最后一击，但拳头却未落下，被一只巨大的蜥蜴手给握住了。他惊讶地抬头看去，巴奈特不知何时恢复了清明，此刻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另一只拳头伴着巨大的虎啸声朝着眼前的敌人轰去，但此刻的巴奈特却丝毫不受虎啸的影响，抬手就将另一只手也捏在手中。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的虎啸对他没作用啊？陆刚大骇，急忙想抽身后退，可眼前的巴奈特牢牢地固住他的2个拳头，力量之大让其难以挣脱。就在僵持之际，巴奈特突然松开了双手，陆刚猝不及防向后倒去，摔在地上。巴奈特看着眼前狼狈的敌人，露出了嘲讽的笑容。陆刚心中大怒，你大爷的！捏着拳头又冲了上去，但是还没等他落拳，对方的拳头就直接打在了其面门之上。砰！陆刚的身子在空中飞了几米，随后落地滚了数圈，躺在了陈州等人的面前，昏迷不醒。看着刚才还威风凛凛占据上风的陆刚，转眼就被敌人打败，众人的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怎么会？陆营长在军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强者了，怎么连对方的第12系都打不过？军中的那几名青年根本不敢相信，他们心中的不败神话就这么破灭。就连陈州都有些惊讶。讲实话，陆刚的实力确实不弱，比起他之前碰到的那2个蜥蜴人精英都要强上不少，可在眼前这名敌人的手中居然被如此戏耍。你们照顾好陆营长，我来对付他。陈州朝着众人吩咐了一句，就要上前，刚好周围的那些蜥蜴人也被虎啸震死了一群，可以腾出手来。交，给我！一阵嘶哑的声音传来，制止了陈州。众人看向声音的来源，居然是陆刚。此刻的他双目无神，整个身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四肢着地，趴在地上，就如同一只野兽。长官，你没事吧？看着陆刚奇怪的动作，小侯不由担心地问道。但陆刚并没有回答他，反而发出来些许嘶吼声，都离他远一点，他的状态不太对劲。陈州连忙制止了还想上前去搀扶的众人，众人闻言都小心翼翼地后撤了一段距离。不过陆刚并没有搭理他们，只是目光死死地盯着巴奈特，嘴中还止不住地流下口水。
巴奈特用脚尖挑起地上的2把短枪，接住后耍了2下，随后朝着陆刚挑了挑枪尖，表情傲慢，丝毫不把看似不太对劲的陆刚放在眼里。即便是如此状态下的陆刚都被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他嘴里发出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双手双脚并作4腿使用，以一种野兽奔跑的姿态朝着巴奈特袭去。起初几步陆刚还显得有些生疏，差点摔倒在地，随后越跑越快，越跑越熟练。在跑至巴奈特身前数米之时，陆刚一跃而起，一双手再不像之前一样用拳，而是化拳为爪，如猛虎下山一般朝着眼前的敌人抓去。巴奈特有些不屑，举盾格挡，但这一爪的威力却远远超乎他的想象，竟直接将他手臂的小盾划破，其手臂的盔甲都被划出一道巨大的豁口。他脸色大变，另一只手急速挥舞着短枪，朝着空中的陆刚刺去。陆刚却在空中毫无支点的情况下，强行转变身形，躲过了这一枪。随后又是一爪，将黑色短枪直接断成数截。陈州在远处看着这一幕，暗暗称奇，这威势比起之前陆刚清醒的表现可强多了。之前的陆刚虽然看起来强，但是徒有其表，身后的透明虎影只是起到了虎啸震敌和强化力量速度的作用，自身还是在使用人类所学的拳法对敌，每招都是一板一眼，虽然都是杀招，却彻底丢失了自如感。而现在才是真正融入虎形当中去，一招一式都是依靠本能化身成为真正的野兽，眼下才是真正的虎。不过看着正狼狈抵挡着陆刚进攻的巴奈特，陈州心中不禁泛起疑惑，眼前这个敌人的天赋和能力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甚至没有看到任何技能使用的痕迹。那名蜥蜴人仅仅凭借着自身的肉体和技巧，就能做到如今这个地步，真是不可思议。战场上，巴奈特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凭借野兽本能行事的陆刚让他苦不堪言，招招都是诡异莫测，威力巨大。在陆刚的攻势下，他的盔甲很快就割裂开来，一具遍布伤口的蜥蜴人躯体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那是怎样一具让人心惊的肉体？碧色的鳞片下面布满了或大或小、或新鲜或久远的疤痕。尽管种族不同，众人还是对这副肉体表示惊叹。美丽的肌肉线条，匀称的体型，堪称完美。巴奈特看着眼前那个朝着他龇牙咧嘴的人形野兽，开怀的大笑。已经有多久没有人能把他逼到如今的地步了？和所有其余席位的人不同，巴奈特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天赋，他拥有的只有一副完美的肉体和坚毅不挠的意志。完美肉体，本命天赋，生命值上限大幅度提高，生命恢复速度大幅度提升，同时你将豁免部分伤害，对控制效果的抵抗能力提高，减少被控制的几率和持续时间。力量、敏捷、体质3项属性的发挥力提升 30%。 你拥有一个最完美的肉体，它能让你力量完美的融入匹配你的身体。非常简单的天赋，但是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天赋。1点力量能爆发出 1.3 力量的攻击强度，1点体质能发挥出 1.3 体质的生命恢复力和体力，1点敏捷能发挥出 1.3 敏捷的攻击速度和反应，同时还能减免控制、豁免伤害、恢复生命。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快速在陆刚的虎啸中清醒的缘故。虽然全是被动提升，但却结合了防御、恢复、进攻3大方面，这天赋属实逆天。没想到还有人类能逼出我使用这些。巴奈特看着眼前的敌人，有些无奈。他向来都是以被动技能来对敌，就连自己所学也都是进阶格斗、基础步伐等一些被动技能，这也是为什么初期陆刚在他手上频频吃瘪的原因。可眼下这些明显已经无法支撑他继续对付陆刚了。他身上的鳞片逐渐发出碧光，浮现出复杂的纹路来。模板天赋显现，碧鳞之力，战纹附体。第49章吃虎。随着2大天赋的使用，巴奈特的周身开始浮现一层淡绿色的光影。陆刚的进攻很快再次到来，但这次攻击却没有在巴奈特的身上留下疤痕，而是被那层绿色光影拦了下来。巴奈特的反击块精准，直接一拳打在了陆刚的背部，留下了一道绿色的拳印。一阵阵剧烈的疼痛传来，就连野兽姿态的陆刚都不由发出几声哀鸣。陈州等人看去，那道拳印的伤口所在处居然在不停地被这股绿色的气息灼烧。这正是碧鳞之力的效果，不但能提供能在身体周围形成一层保护的气，还能在攻击上附带额外的毒属性伤害。陆营长，你赶紧退，让我来。陈州明显看出了此刻的陆刚已经完全不是对面的对手了，但这种状态下的陆刚怎么会听劝？他只是在原地嘶吼了几声后，又奔跑着朝着巴奈特扑去。此刻的巴奈特却和之前截然不同，在战纹附体的加持下，他的速度和力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陆刚的速度此刻在他眼里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非但如此，战纹附体还能为他提供先祖的战斗经验，而先祖们正是狩猎这种野兽为生。此刻的陆刚在他的眼里破绽百出，刚才的他只是为了测试自己的碧灵之力的防御力，才会硬挨陆刚一击。眼下的他已经不准备继续玩了，毕竟后面还有个人类的剑仙要对付。陆刚接连的几次攻击都被轻松躲过，正欲再次发起攻击，却发现巴奈特的身影不知何时来到了自己的身旁。还没反应过来，他整个身躯被高高举起，随后重重的砸倒在地，一口鲜血喷出，再被一击重踏踩在胸口。这次不但是口吐鲜血，骨头都碎裂了大半。陈州，快去救陆营长啊！小兄弟，求求你了，快去帮一下陆营长吧！旁观的众人看见这一幕，都急得不行。陈州本想帮忙，可在他的忘气术的世界中，此刻陆刚的气息居然还在不停的攀升，丝毫没有萎靡的气象。不急，再看看。果然，躺在地上的陆刚不停的发出虎啸，一声比一声巨大，额头上甚至出现了一个淡淡的王字。在又一声巨大的虎啸声后，巴奈特再也扛不住，直接被声浪震飞出去。等他落地站定，抬头看去，眼前的陆刚居然已经重新站起身来，整个身躯佝偻，两臂耷拉，但是双手却成爪状，眼睛空洞无神，脑门上一个王字若隐若现，浑身散发着危险诡异的气息。如果说一开始陆刚是人，刚才的陆刚是兽，现在的陆刚就是人兽，人的状态与兽的状态彻底结合在了一起，这才是吃虎的最终形态。哈哈哈哈！巴奈特看着眼前的敌人大笑，看来我看走眼了，原来这群人里面你才是最强的，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巴奈特再次摆开了架势，朝着面前的敌人勾了勾手，来吧，看看究竟是谁更胜一筹。陆刚并没有回答，但是人却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朝着对方跑去，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巴奈特丝毫不惧，密密麻麻的战纹浮现在身上，气势不断上升，拳头上缠着庞大的绿色气体，朝着陆刚迎了上去。轰轰轰轰，无数碰撞声在战场中央响起，两者的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看不清战况，震起的烟尘让四周的人都睁不开眼。太猛了吧，陆营长都暴重成这样了，对面还能应付？那些比对方席位还高的蜥蜴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但这情况却并没有维持多久，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刻突然戛然而止，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陆刚被一拳正中面门，倒地不起。巴奈特直直地站在原地，但是胸口处却有一个大洞，本该放着心脏的地方空空如也。众人寻去，原来是被陆刚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可笑！巴奈特无奈地苦笑一声，终是技不如人。回忆起这一生，从一个底层的家族侍从，被家族的大人们发掘出天赋，随后跟着家族东征西战，实力不断提升，立下汗马功劳，直至遇上了大人，被委以重任，以外族身份坐上了象征家族顶点的12席。本以为这次能够为家族再添辉煌，没想到却早早倒在了路途之上。可惜，不能看到大人你登顶的那一刻了。巴奈特缓缓闭上了眼睛。不过，吴这一生倒也还算精彩。沃伦家族第12席，碧灵战痕，巴奈特退场。命回。一道绿光闪过，陆刚本该消散的生命稳了下来。陈州揉了揉太阳穴，接连3道大消耗的咒术让他有些头疼，看向了躺在地上的陆刚。陈州不禁暗暗想到，算你陆刚命大，小爷救了你2次，到时候一定要好好敲军方一笔。没错，就是救了2次。在刚刚人对战之时，正是陈州的2记炎灵术才让战斗瞬息而止。在关键时刻，陈州口中轻吐出4字咒言：身指爪力。本该快速移动的巴奈特被直接定在原地，被陆刚一记威力加强版的黑虎掏心取了性命。虽然他很快解除了控制，并拼死一击彻底解决了陆刚，但是自己也已经再无活命可能了。陆营长怎么样了？小猴关切地上前问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你们来个人照顾一下吧，我还要清理周边的这些怪物。陈州站起身来，从陆刚身边离开。周围的蜥蜴人并没有因为巴奈特的死去而停止进攻。大佬你也太厉害了，不但这么强，还有这么一手治疗术。吴俊义一脸崇拜地看着陈州，其余人也都是很诧异，这年轻人未免也太过全能了吧。我来照顾陆营长吧，刚好我也会一点小小的治愈术，虽然比不上大佬，但是还是能缓缓恢复生命的。那名使用灵力绳的女人蹲下身子，手中泛起微弱的白光，融入进陆刚的身体内。他身体上的伤口开始逐渐愈合，看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陈州眼见情况稳定下来了，也不再管，继续控制着血雨清除周围的这些蜥蜴人。也不知道控制这些蜥蜴人的在想些什么，就是上前送死有什么意义吗？幕后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明知道这些蜥蜴人不是我的对手，难道还想消耗我的体力？还有后手？陈州思忖间，心中突然浮现一丝警兆，一定还有什么遗漏的。陈州的目光投向了四周这些蜥蜴人，看着他们僵硬的四肢，突然明悟，对，尸体，巴奈特的尸体。陈州猛然回头，小心！众人皆不明所以。下一秒，那名使灵力绳的女子半边身子突然被炸成血雾。第50章，炎灵术出显威。众人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那刚刚已经彻底躺下的巴奈特，系统提示已经被击杀的巴奈特，此刻又重新站了起来。就这样一击，将他们的队友给轰碎了半边身子。重新站起来的巴奈特心脏处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东西，眼眶处的眼球已经脱落，隐约能看见里面有只巨大的发光蓝色蛆虫在蠕动，而他整个身躯表面都浮现出一股诡异的蓝色光芒。都退开！陈州厉声喊道。他一眼就看出来，眼前的怪物根本不是其余人所能抗衡的，就连之前的陆刚也不行。本身强悍的肉体，再加上蓝色蛆虫赋予的奇特技能和防御，这只怪物的实力恐怕比他生前还要强悍。陈州身上无数血雨飞出，朝着死而复生的巴奈特射去。无往不利的血雨此刻却吃了亏。只见巴奈特手中蓝光一闪，一片蓝色的雾气弥漫开来。血雨一旦进入这片蓝色雾气的范围内，移动速度就被大幅度削弱，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粘住了一般。巴奈特脚上蓝光一现，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比之前还要快。陈州耳边风声骤起，伸直，巴奈特的身形顿时止住。陈州手中血雨刀瞬间成型，朝着对方砍去。对方却也不弱，蓝色光芒覆盖手臂，直接将手臂当成盾牌挡了上来。你的血雨刀对碧鳞战痕，巴奈特被控制，造成了伤害。碧鳞之力抵挡成功，完美肉体抵挡成功，幽蓝气息抵挡成功，硬皮抵挡成功。你对巴奈特造成了轻微伤害。两者发出金属的碰撞声。看着系统提示上弹出的一堆防御天赋或者技能的抵抗，陈州皱了皱眉头。这防御力真让人头疼啊！如今的巴奈特比生前的防御力更高，还多了一个名为幽蓝气息的技能。炎灵术得控制效果很快消失，陈州急忙拉开距离。巴奈特脱离控制后，双腿蓝光一闪，继续朝着陈州追了过来。地陷！巴奈特身前的土地瞬间塌陷，猝不及防之下，他整个人掉了下去。陈州没有停顿，火之灵全功率附魔，血雨刀上燃起熊熊烈火，火盛，烈火再次膨胀，血雨刀上升出无数道火舌，火焰的颜色从深红色转变为橙黄，隐约透露着点白色，散发的热浪让远处的吴俊义等人都不得不往后退去。陈州一跃而起，朝着陷入坑内的巴奈特砍去。巴奈特手臂抬起，泛起蓝光欲阻挡。陈州强忍着不适，嘴中再次吐出两字：法尽。蓝色光芒瞬间消失，轰隆一声巨响，燃烧着的血雨刀狠狠地劈在了巴奈特双臂之上。下一秒，蜥蜴人双臂断裂，脑袋至胸口处被直接劈成两半，头颅的缺口处，一只肥胖的蓝色蛆虫断成两截，还在不停地蠕动，其伤口处的火焰还在不断灼烧，很快就将其燃烧成灰烬。陈州大口喘着粗气，头痛欲裂，苦不堪言。最后一记炎灵术已经超出了他的极限，这个程度的咒术实在太过逆天，更何况敌人还是比他更高一阶级的精英，就算是瞬间的禁法都让他遭受了反噬，恐怕短时间内他无法再使用炎灵术了。强，太强了！四周围观的人只有这一个感受。本以为陆营长爆种2次的状态已经很威猛了，没想到陈州还要猛，他们可不知道陈州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只看到这只比之前还要恐怖的怪物，在陈州的手上连3招都走不出，就被斩杀。土地陷落，火焰附魔，瞬间成型的血雨刀，还有不知名的控制术，就光这些明面上的技能，就让吴俊义他们大受震撼。要知道，寻常人能有其中一项，就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战力了。而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手段层出不穷，看似还留有余地的样子，就连陈州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战力结合起来，居然已经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这是他第一次将炎灵术用到战斗之中，还有所生疏。如果炎灵术发挥妥当的话，甚至可以利用各项环境辅助轻松虐杀对方，而不是这样强制禁掉对方技能，让自己也受到反噬。大佬，你没事吧？吴俊义等人见战局已定，急忙上前。我没事，不过我们可能要撤退了，再来一只这样的怪物，我恐怕抵挡不住了。虽然其余人不太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但也有了撤退的念头。如今陆营长重伤昏迷，大佬
要是再被什么东西给拖住了，剩下他们这些小卡拉米，就连周围那些蜥蜴人都能把他们撕碎了。该死，这人类究竟什么来路？列夫将手中的望远镜狠狠地摔在地上，骂骂咧咧道：巴奈特的肉体是我多梦寐以求的材料，就这么给他毁了。要是把他的肉体拿回来，我一定能造出比现在还要厉害数倍的实验体来。这下该怎么办？矮小的蜥蜴人的在阴暗的房间内转来转去，要是让那人类走脱，恐怕这里的情况就暴露了。难道要发消息给其余席位的家伙求助？不行！列夫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想法。那些席位哪个是省油的灯？要是知道自己出了如此之大的纰漏，恐怕自己的席位要立马下降或者丢失。如此一来，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资源恐怕会全部丢失，这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看来只能放出那几个还没有经过验证的实验品搏一搏了。哦，你还有后手？一道男人的声音突然从房间内响起。谁？列夫惊恐地四处张望，他很快发现了声音的来源，居然是窗台上的一只乌鸦。你是谁？列夫缓步向后撤去，右手慢慢地向背后摸去。乌鸦没有回答，只是快速地朝他飞来，随后化作一片黑雾。就在列夫想要拔出些什么东西时，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右手。抓住你这个老鼠了！一道身穿军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恭喜你完成了一场史诗的小型战斗，协助击杀碧鳞战痕巴奈特3级精英，协助击杀疯狂科学家列夫2级精英。战斗评价 A+，出彩。获得战利品新人加成，持续3天，加成效果为 200%。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碧鳞戒指、完美药剂 X1、列夫的望远镜、中量经验。当前经验2级 93.500分号100分号。陈州等人看着周围突然倒地的蜥蜴人和突然结算的战斗，一脸懵逼。他们本还在焦虑，该如何从这么多蜥蜴人中间杀出重围。毕竟陈州现在的精神状态不佳，长时间的战斗让他的精神紧绷，加上炎灵术的反噬，控制起血雨来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没想到战斗突然结束了，看来是有人去解决了那个幕后黑手，那个所谓的疯狂科学家。陈州看着面板上的提示，猜测道：不管怎么样，眼下都不宜久留，抓紧时间回去吧。众人无心查看奖励，将掉落的东西收起来后，就向着来时的路赶去。第51章疾风金河。六哥，你就这么看着列夫和巴奈特被杀？被杀是技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利斯德，你别忘记了，我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别把注意力放在没必要的东西上面。一处高台之上，这名背着巨弓的蜥蜴人顿了顿，接着说道：另外，你去把巴奈特的尸体给重新招回来，这具身体可不能浪费，他发挥不好就交给别人吧。利斯德把玩着手中的匕首，开口应道：好的，格里菲兹大人。那请问不需要把列夫那个老头子的尸体也收回来呢？别在这当阴阳人，那老头能就这么死了？别去管他。好的，格里菲兹大人。利斯德站上高台边缘，仰面一躺，整个人急速下坠，消失在白雾之中。格里菲兹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列夫死去的方向，好似这浓郁的白雾和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他的视线一般。而在那个阴暗的房间内，那名杀死列夫的青年军官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有些疑惑地转头望向了格里菲兹的方向。格里菲兹有些惊讶，喃喃开口说道：有意思，可惜这次不是时候。撤回到人类的阵地，小猴几人急忙去汇报情况去了。而伤重的陈州等人很快被转移至了病房内。一进入病房，陈州就感觉自己的脑袋的疼痛缓解了许多，就连体力都在逐渐恢复。看向面板，你受到法阵痊愈之阵 LV4 的治疗，生命、魔力、精神、体力的恢复速度大幅度提升。不愧是军方啊，连阵法都搞出来了。看眼下终于安全了，陈州就拿出了刚才战斗中掉落的装备和道具查看。这次陈州并没有直接击杀敌方，巴奈特是被陆刚给杀掉的，至于那个列夫更是不知道被谁杀死的。后面复活的巴奈特虽然很强，但是并不算击杀，倒是显得很亏。首先是一枚绿色的戒指，碧鳞戒指、精良戒指，轻微提升全身防御力，中幅度提升毒属性抗性，聊胜于无。毕竟陈州碰到用毒的敌人也不多。不过手上有10个戒指位，不带白不带。陈州很快把它丢入变异的备选名单里面了，只待冷却时间一好，就将名里的这些技能装备一个个都变异了。完美肉体药剂，史诗，从肉体完美的个体身上提取的特殊药剂，使用后能随机增加力量、敏捷、体质3项属性 0.5 点，只能使用1次。好东西啊，等于是平白多了半级的属性。陈州毫不犹豫的就喝了下去。你使用了完美肉体药剂，力量加 0.1， 体质加 0.4，
体质来到了 2.3， 直追精神属性。感受着逐渐强壮的肉体，陈州有些无语。我是个远程射手啊，给我搞那么肉做什么呢？将最后一件掉落物从背包中拿出，顾名意思，就是一个望远镜。列夫的望远镜，特殊道具，蜥蜴人科学家列夫利用特殊材料和魔力制作的一个特殊望远镜，具有看破隐身、迷雾、障眼法等功能。陈州拿起望远镜，朝着窗外的白雾看去。果然，在望远镜的视野之下，那些白雾好似消失了一般。陈州轻易的就看到了白雾后方的事物，同时，这个望远镜还具备调节视野大小的功能，真是好东西啊！陈州对他爱不释手，拿着望远镜转了一圈，视野里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深沟。陈大佬，这么近，你没必要拿望远镜看吧？何小璐无奈的声音响起。陈州拿下望远镜，原来是何小璐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病床前，他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真大呀！就在这时，何小璐突然俯低身子，白花花的一片，让陈州瞬间迷了双眼。他轻轻的在陈州耳边说道：“就这么好看，要不要再钻进来？”可嗨嗨！一声咳嗽声打断了两人。原来是陆刚领着一名青年军官朝着两人走来。何小璐赶忙站直身子，理了理衣服，假装若无其事的抬头张望。陈小兄弟，身体怎么样了？强压下兄弟的躁动，陈州回道：“已经没什么事了。话说陆营长，你恢复的这么快？要知道，陆刚之前可是彻底昏死过去，没想到眼下居然恢复的比他还快。那些研究员把我当小白鼠医了，得亏我没出什么事。”陆刚摆了摆手，随后指着身后的那名青年军官，对着陈州说道：“这次除了感谢陈小兄弟你的救命之恩外，还要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好，我叫周进。”那名青年军官主动上前伸出了手。“你好，陈州。”两人握了握手。所以，到底有什么事情？首先自然是感谢陆先生对这次行动的大力帮助，还救了陆营长。周进从怀中掏出了一颗绿色结晶，在看到那绿色结晶的一瞬间，陈州就明白了这是什么。那来自天赋欺凌的强烈需求感，又是一枚元素晶核，而且等级绝对不低。周进直接将这枚结晶递了过来。疾风晶核，史诗，蕴含着强大风元素能量的神秘晶体，内部蕴含的风元素精华极为纯净，是极为罕见的材料。果然是史诗级别的晶核。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陈州明白这枚晶核的价值几何。要知道他就算之前拼死拼活在阵营死战的兑换表中也只见过精良级别的火焰晶核，如今这枚史诗级别的晶核恐怕在军方也是极为难得的。到了现在，他也对元素晶核有所了解，这东西并不是单单只有他需要。它不仅能够作为魔法施法的媒介，增强相应属性魔法的威力和效果，还能够嵌入武器或装备中，赋予他们特殊的元素能力。更有些人的天赋和他的欺凌一样，需要吸收这些晶核来得到进一步的开发。陈先生不要误会，这枚晶核只是为了感谢你救了陆营长和这么多人民群众的谢礼，不需要你在做些什么。周进摇了摇头说道。陈州听闻纳闷，那你们究竟是来找我做些什么？不会是为了单单给我送个石头吧？再说了，我们离开时那些变异的蜥蜴人突然全部失去控制死亡，也是你们军方的手笔吧？想必你们自己就能处理这件事情了。周进苦笑说道。陈先生，你真是太小瞧你自己了，要不是因为你击杀了那个死而复活的巴奈特，让幕后之人露出了马脚，我们也没办法找到幕后的那名蜥蜴人。至于这次，确实有几个不情之请。陈州把玩着手中的晶核，果然，虽然眼前的人说的好听，但拿下这枚石头恐怕没这么简单。你说吧。第52章护卫任务。我想请陈先生您加入我们军队。啊？陈州一脸疑惑，军队是这么简单就能加入的吗？周进解释说道，如今的世界，军队的概念早就模糊了，个体的强大已经掩盖了集体的力量，因此首长也要求我们军队做了改革，只要是人品没有问题，愿意为人民奉献出一份力量的，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加入我们军队。这些人我们不会要求他们和普通的军人一样，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要求他们执行某些任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给予这些加入军队的人一定的资源。周进随后看向了何小璐，比如说何小姐，如今也算是我们军队的人了。陈州将目光投向了何小璐，对方点了点头。这件事情我要思考一下。陈州没有立即答应下来，毕竟他还要回家一趟，看看父母留下来的遗物究竟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不答应加入会怎么样？周进闻言赶忙摆了摆手，说道：“陈先生不要误会，就算您不加入也没有事，这枚晶核我们也不会收回。只是有一件事，我们需要陈先生您的力量，请您这边施以援手，事后我们还会给您更多的谢礼。”陈州叹了一口气，恐怕这才是对方的最终目的吧，请他加入军方只是顺带的事情，要是他再不答应，就显得他不识趣了。你先说说吧。
周静闻言大喜，转头示意了一下陆刚，陆刚点了点头，带着何小璐出去了。随后，周静抬手从窗外招来一只乌鸦，乌鸦几声怪叫之后，化作一片黑雾，笼罩住了周静和陈州两人。陈州并无惊慌之色，这黑雾并没有任何的攻击性。陈先生，这是本人的一点小手段，可以隔绝声音和视线，因为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很重要。我理解，你说吧。周静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道来。陈先生，你对这次阵营战疑惑吗？哪个方面？双方的实力。自然疑惑，简直天差地别。依据他人的说法，陆营长的实力可以算得上是军中数一数二的了。在爆种2次的情况下，要不是陈州暗中帮助，都不是对方第12席的对手。蜥蜴人的整体实力对于人类来说简直是碾压。实不相瞒，我们军方机缘巧合也拿到了一张开启阵营战的宣战卷。宣战条件较为严苛，主动开战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比如说要给予对方获胜奖励的增多，或者自己失败惩罚的严厉。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双方的实力不能相差过大。陈州想想也是，如果这种宣战卷真的没有任何条件使用的话，那效果也太逆天了。你要是看见一个敌方强者，就派出无数强者围攻，朝对方扔一个宣战卷，逃就扣属性，打就打死你，这谁受得了？所以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周静此时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们也不清楚，但我们的研究员排除了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便是双方的实力对等。这怎么可能？陈州惊呼，难道人类中还隐藏了很多的强者？我们一开始也以为是这个，所以派遣所有探查能力的天赋者去搜寻，可一无所获。直至后来我们遇到了你，陈先生，你们怀疑我就是那个能让双方实力拉平的变数？这怎么可能？陈州虽然自认为实力不错，但他不是傻，几次3番他都是勉强赢下战斗的。周静脸色难看，接着说道，确实不是陈先生您，不瞒您说，这次陈先生和陆营长一块出去，我都是一路跟随，就连最后的那第7席也是我去偷袭杀掉的。我们也确认了，陈先生您的实力虽然强悍，但不至于弥补我们人类和蜥蜴人之间的巨大差距。陈州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怪不得军方的人那么殷勤，主动送各种道具给他，原来他早就在军方的人的监控之下了。想到这，他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还是过于小瞧这个在游戏降临之前最大的国家机器了。既然如此，你们军方希望我做些什么呢？如今这边的通道已经彻底打开，普通百姓和大部队都已经朝着这边撤离，但我们首长打算留在原地，等待对方的首领到来。他希望和对方首领沟通，了解更多这场游戏的本质。周静目光炯炯，直直地盯着陈州说道，而我希望陈先生您到时候在无法沟通或者沟通破裂的情况下，掩护我们首长撤退。开什么玩笑？陈州差点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对方可是12席的首席啊，过来的时候不知道带着几个12席，他有这个本事吗？陈先生别急，我话还没说完。我们自然知道是敌不过对方的，所以我们设置了传送阵在首长身边，在谈判破裂或者结束之后，就立刻将首长转送至您这边，不需要您直面对方的强者，您只需要带着首长成功撤出这个战场即可。同时，我们还会派出几个帮手和您一起行动，并且派出几支明面上的队伍来干扰对方的视线，掩护你们逃脱。陈州松了一口气，那倒是还行。如果仅仅是带着人逃离，不用直面对方的12席的话，陈州对此还是很有把握的。思考了片刻，他开口说道，行，这件事我答应下来了。周静闻言第一次露出了笑脸，那就麻烦陈先生了。说罢，他又从怀中掏出了一张卷轴，交到了陈州的手中。这是一张逃脱卷，能够免除这次的战争惩罚，就作为这件事的定金吧。逃脱卷，激活逃脱卷后，使用者和将被立即传送到附近一个安全的地点。当在阵营战、阵营死战、种族战等战争中使用时，可豁免逃离战场造成的惩罚。居然是这东西！陈州本就在思考，这次的战争不可避免应该是输了，但是逃离的惩罚他有点不可以接受，全属性整整下降10%。他还在想军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这个惩罚，没想到对方就直接拿了出来。想必要是他不接下这个任务，对方肯定是不会给的。收下卷轴，陈州开口问道，那我在何处等待？陈先生，您在这块阵地内等待就行，待会小队的成员就会过来找您，队内会有成员带您过去，这次的事情就拜托了。事情敲定，周静被一阵黑雾包裹，化成一只乌鸦朝着外面飞去。时间已经快要接近夜晚，在白雾的笼罩下，整片人类阵地都显得阴沉沉的，有一种风雨欲来之势。第53章风之翼。离开病房，陈州寻了个地方，打算先将拿到的疾风金核给使用了。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史诗级别的金核，不知效果如何。复原之灵觉察到一枚元素金核，是否吸收？是。
手中的绿色金河碎裂，狂风开始在四周呼啸，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这一幕。空中的无形风元素开始逐渐融入陈州的身体内，暴虐的风能量让陈州的肉体感受到剧烈的撕裂感，这股痛苦持续了很久才彻底消失。陈州大口喘着粗气，冷汗直冒，太冒险了！没想到这颗金河内的能量如此充裕和狂暴，要不是他的体质远超常人，恐怕这次肉体都会被体内的风元素给撕炸裂开来。恐怕就算得到了第4枚金河，也不能立即吸收了，必须要再次提升体质才能扛得住。恭喜你，复原之灵成功吸收1枚元素金河，一根白灵转化成风之灵。风之灵敏捷加 1.5， 风之灵将赐予所有羽毛操控空气中的风元素的能力。风之灵对敌人造成伤害后，将进行一次敏捷判定，判定失败后将造成一层缓足。当敌人判定成功豁免后，下一次你的敏捷判定将获得一定优势，此优势将不断叠加。风之灵吸收精纯的风系能量，得到了再次进化，赋予拥有者风之翼的能力。不可置信！摇曳的绿色羽毛，漂亮的曲线，尾部分叉成3尾，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这就是新生成的风之灵，在吸收史诗级别的金河后，直接超越了火之灵，到达了血之灵的等级。对体质为主，火对进攻为主不同。风之灵代表了极致的速度， 1.5 的属性全数加在了敏捷之上。陈州如今的敏捷提升到了 2.9， 居然超过精神属性的 2.8， 一跃成为他的最高属性。同时风之灵也赐予了他真正的飞行能力，那就是风之翼。陈州意念一动，一对无形的翅膀在背后生成，微微扇动之下，陈州的身体直接离地，很快他就飞到了高空之上。虽然视野中全是白雾，让他看不清下面的事物，但飞行的喜悦还是让陈州激动不已。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渴望着天空，而如今陈州彻底征服了这片天空，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满足感。不过眼下战斗在即，还有任务在身，陈州也没有过多尝试，只能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再来体会了。他能感受到风之翼除了飞行之外，还有许多别样的能力。缓缓在原地落下，几道熟悉身影已经等在了那。我靠！大佬你别太夸张，怎么一会不见你都会飞了啊？吴俊义大喊大叫道。虽然之前人类中也有不少人有飞行能力，但那些人仅仅只有飞行能力啊。眼前的这个大佬可是战力爆表的牛人啊，眼下还掌握了飞行术，恐怕战力又要上升一大截了。怎么是你们几个人？原来在场的5个人中有4人都是陈州的老熟人。吴俊义拍了拍身旁胖子汪四的身子，笑着说道：大佬，我们俩是听说了你在这个队伍里面主动请缨过来的，由大佬带队，这不是稳稳的。汪四也是笑着和陈州点头示意。陈州点了点头，将目光投向了何小璐和陆刚2人。何小璐拍拍胸脯，振振有词地说道：当然是因为我的雷达天赋，刚好这次任务有用，可不是我故意抱你大腿哦。陆刚则是不要脸地说道：怕你小子实力不够，我来给你搭把手。行吧，刚好这几人也熟悉，倒是不用磨合什么的了。陈州看向了最后一个人，那人身穿警服，看样子年龄不大。他上前伸出了手，说道：陈队长你好，我叫徐飞鹏，擅长侦测。陈州握了握手，有些疑惑地问道：你叫我陈队长，啥意思啊？陆刚没好气地在一旁答道：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这次上面让我们以你为主导。陈州有些惊讶，没想到这次上面居然直接将他这个外人当队长，本还以为他还是继续辅助陆刚呢。这次还是这么重要的任务，看来真的很信任他啊。虽然大多数都是熟人，但论配置确实相当合理了。陆刚作为主要战力，何小璐和徐飞鹏作为辅助，负责探查怪物属性和躲避敌方大部队。汪四作为保护和肉盾，吴俊义作为斥候和辅助输出。就算是没有他，这支队伍也算是一个合格的小队了。当然，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算一个小队。既然人都齐了，那我们就出发吧。老陆，你知道在哪里等吗？陈州毫不客气地指挥了起来。知道，陈队长。说罢，陆刚领着众人穿过一栋栋建筑，最后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民房前。几人还没踏进房间，2道身影突然从不知何处冒了出来。陈州看去，是2名身穿军服的汉子，看身上气势实力应该不错。2名汉子走到陆刚面前，敬了个礼：长官好。行了，这里交给我们了，你们去忙别的吧。是。2名汉子身子没入阴影中，很快消失不见。陈州看着这一幕，不禁感慨道：老陆，你们军中真是卧虎藏龙啊，这2个汉子实力起码是准精英级别的佼佼者吧？事关我们这片区域最高长官的安全，能不重视吗？陆刚对此却并不意外。再说了，这个实力能有啥用？在我手中走不出3合，你怕是一个照面就能解决了他们。几人推门进入，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民房，在21世纪这种房间都还算比较少见了。房间内大部分东西都已经被清空了，只留下中间一大片空地，在空地上画着一个巨大的阵法，密密麻麻的纹路看得人头晕。几个关键的节点处还插着几颗晶石，看模样倒是和陈州使用的那些晶核有点像，但是其中蕴含的魔力却不多。陈州不由好奇问道：“这个阵法和医院那个阵法都是你们军方人的手笔？”陆刚倒是不避讳，直接说了出来，毕竟这也不是个啥秘密。那倒不是，这是民间的一个风水大师给画的，不过他为了感激我们军方就下了他，现在确实是在和我们军方合作。真是能人辈出啊！那些制作的传音石和画的这些阵法，无一不体现着这些人正以极快的速度在适应这个游戏。第54章，蒂摩斯。原本人类所在的中心区域，军队和普通人都已经全部撤离，此刻已经空空荡荡，只留下一片狼藉。几名蜥蜴人正缓步走其中。列夫那边已经彻底被人类击溃了。刘斯朝着身旁的龙鳞蜥蜴躬身道：“是的，大人，包括12席巴奈特大人和第7席列夫大人都已经死亡。”列夫这个蠢蛋！龙鳞蜥蜴的脸上露出些许恼怒之色。见状，其身旁一名身穿蓝色法袍的蜥蜴人连忙笑眯眯地宽慰道：“老大，你也别着急，反正列夫的实力对我们这次的行动没什么影响。罢了，其余人已经就位了没有？”“全都就位了，所有位置都已清空，没有留下一个人类的活口。”“不错。”龙鳞蜥蜴点了点头。“罗德里克，那些士兵们也都就位了吧？”金甲蜥蜴人罗德里克应道：“是的，大人，都已妥当。”行走间，几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军帐前。龙鳞蜥蜴抬头看了看军帐，开口问道：“刘斯，你说的是这里？”“是的，大人。如今里面还留着3名人类，他们中有一老者自称是人类领袖，想要见您，我们派过几个人进去，不过都扔了出来。有点意思，你们随我去看看吧。”龙鳞蜥蜴带头进了帐篷，身后4名蜥蜴人也跟了进来。帐篷内正中央的座位上坐着一名老者，其身旁只余2人，一人是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一人则是徐少尉。在见到老者的第一时间，龙鳞蜥蜴就知道了他就是所谓的人类领袖，那股身上的上位气息实在太浓郁了。人类真是奇怪，为何会是这样一个虚弱的个体作为领袖？随手拉了一把椅子，龙鳞蜥蜴就坐了下来，开口问道：“人类，你在此等本座是何故？”老人却只是静静坐着，没有说话。过了半晌，见人类3人还是没有回话，龙鳞蜥蜴眼神微眯，静静地盯着3名人类，语气不善：“这就是你们人类的待客之道？你们在消遣本座？”突然，老者微笑起身，缓缓说道：“感谢蒂摩斯大人的馈赠，我们下次再见。”龙鳞蜥蜴眼神微变，厉声道：“你怎么知道本座的名字？”他的身上早就被神秘庇佑，对方应该任何信息都看不到才对，况且他也没有觉察到任何的探查术。人类3人还是默不作声，感受着空气中的魔力波动。蒂摩斯突然脸色大变：“这是传送阵，留下他们！”身后的4名蜥蜴人瞬间发起进攻。刘斯的黑袍中飞出无数个纸鹤，散发着恐怖的黑色波动，朝着3人急速飞去。金甲蜥蜴罗德里克则是将手中的金色长枪直接灌注成金光柱，朝着几人抛射过来，整个房间都被这股巨大的威势掀飞出去。刀客蜥蜴卡宾不显露威势，但是无数刀影已经布满整片房间，就连空间都似乎被这些刀影斩破。最后的法袍蜥蜴克雷尔更是威猛，口中念念有词，转瞬之间从天空中召唤出无数道天雷，朝着徐少尉3人轰来。但3人却丝毫不慌，在攻击到来之前，一道光罩瞬间成型。无论是威力多么浩大的攻击，轰在这片光罩上都没有泛起丝毫波澜。天神结界，怎么可能？蜥蜴人一方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如此浩大的攻击，怎么可能会有人能挡下来？克雷尔眼眸中无数道闪电掠过，开口说道：“一定是无敌类的天赋，等级还相当高，起码 S 级打底。”卡宾收起了刀，望着眼前这的光罩分析道：“时间不会太长，可惜传送马上要完成了，地上的传送阵也被这罩子给护住了。”说罢，4人将目光齐齐看向了蒂摩斯。只见龙鳞蜥蜴站起身来，一身气势无限飙升。4人立马意识到了老大要做什么，赶忙从房间内撤了出去。毁灭龙息！一道蕴含着毁灭气息的龙息从蒂摩斯口中喷涌而出，直直地撞上了那象征着无敌的光罩。在两者的碰撞下，这本在系统描述中为无敌的光罩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薄，眼看着就要被击碎。老人身旁的那名中年眼镜男抬起了手臂，对准了身前的光罩，口中念念有词几句后，本该破碎的光罩再次厚实了起来。又过了几秒，光罩瞬间消失，连带着老者3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毁灭龙息肆意喷吐，蒂摩斯前方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焚烧殆尽，连齑粉都不曾留下。看着一片狼藉的地面，蒂摩斯愤怒地发出了一声龙吼：“追！一定要把那几个人给我追回来！”他蒂摩斯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虽然仔细检查过自身，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自己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负面 buff， 但蒂摩斯总感觉冥冥中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个老者拿走了。可大人，我们不是还要……克雷尔的话瞬间让蒂摩斯清醒了过来。是啊，这次的首要任务可不能忘记。克雷尔，你去追，能杀就杀掉那个老者。刘斯，你应该有那老者的气息，给克雷尔带路。是。一道纸鹤从刘斯的怀中飞出，飞向了某个方向。克雷尔脚底生风，居然凭空飞了起来，朝着纸鹤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等到克雷尔离去，罗德里克好奇地开口问道：“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刘斯和卡宾两人也将目光移了过来，他们也在疑惑刚才为何突然就要发起攻击。蒂摩斯摇了摇头，有些不确定地说道：“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我又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很久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了，人类。”蒂摩斯有些头疼，感觉原本尽在掌握之中的局面似乎有了些变化，这是在他当上首席之后从未有过的事情。你们三人赶紧去指定地点，不用管这件事了，克雷尔会去处理好。是。三名蜥蜴人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去。蒂摩斯在原地停留了许久，他有种预感，不杀掉那名老者终会酿成大错。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关乎他们全族的大计，绝不能失败。两者轻重实在让他很难取舍。克雷尔，可别让我失望。第55章追兵。老陆，问你个问题。不起眼的民房内，陈州的小队在这静静等待。啥问题，陈队长？陈州好似并没有听出语气的阴阳，接着说道：“你的精英是怎么晋升的？”闻言，陆刚愣了片刻，紧接着突然大叫道：“我靠！你不提我都没想起来，你这小子还没到精英呢。”小队中的其他人也都用诧异的眼光看向陈州。大佬，不是吧？你这么厉害，还没到精英级别？以陈州展现的实力，早就比大部分精英都要强力了。他们确实没有想到他还停留在准精英阶段。众人倒也从未想过用探查术查看，早些时候聚集点内就发生过多次因为这种不礼貌的探查术导致打架甚至死人的事件，因此军方早就规定不得随意拿探查术探查自己人。当然，如果你拥有那种不被察觉的方法另说。陈州被众人搞得有些尴尬，挠了挠脑袋说道：“我也想晋升啊，可是不知道怎么晋升。”陆刚啧啧称奇，随后开口说道：“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和你们说说我们军方知道的2种晋升途径吧。”闻言，其余人也都是聚精会神。毕竟除了陈州，他们几人也都到达了准精英的级别，军方可从未和外面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如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肯定要好好记在心里。第一种途径就是通过一件稀有道具，名为精英晋升卷轴。这个道具使用过后，你只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上面的要求，那你就能自然晋升。如今我们军方大部分人都是使用这个来晋升的，包括我也是。卷轴还有吗？现在这种情况怎么会还有剩？早就用完了。陆刚没好气地说道。众人听闻有些失望，陈州接着问道：“那第2种途径呢？”第2种途径，那就是自然觉醒。陈州有些疑惑，自然觉醒是什么意思？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据我们的研究员分析，这是一种利用外部的环境不断刺激自己的精神，来达到境界突破的一种觉醒。比如说，你们见过的徐少尉，就是在数个强敌的围攻下，在生死之间突破自我晋升的精英。陈州想起了那名和蔼的青年，没想到他居然也是名狠人。这2者有什么区别吗？问到此处，陆刚的神色突然有些黯淡。他比我强太多。不过他很快就接着说道：“不过这可能是我们完成精英晋升任务时，都是在最低标准完成后就直接晋升了。或许把任务完成度做得高一点，也能比上自然觉醒说不定。”陈州在此刻突然感受到了眼前这个军人的不甘。或许他在之前确实有着很强的天赋和能力，但是面对着无数需要保护的群众，他只能无奈在最低完成度的时候直接晋升。进阶精英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你们如此迫不及待？强，非常强的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诧异，你居然还不是精英，我都不敢想象，当你小子到了精英级别，究竟拥有什么力量。或许你能正面硬汉对面的第一席也说不定。其中最强的莫过于模板称号，就比如说我的称号吃虎。就是。陆刚的话戛然而止，眼前的传送阵突然发出了巨大的光芒。片刻后，一名老者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首长好！陆刚赶忙起身敬礼。走！老者并没有废话，直接开口说道。众人也知道情况紧急，立马带着老者朝着既定的路线跑去。令人意外的是，
老者的速度并不慢，还能跟上众人的脚步，倒是让众人省了点心。但老者似乎对这样的速度并不满意，好似后方有着什么东西在追赶一般。再快点！迅足术，你受到徐飞鹏1级准精英的迅足术 LV2 增益，移动速度增加 20%， 持续6分钟。陈州也口中微吐2字：身轻。随着2道加快速度的法术使用，众人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城外跑去。但还没跑多远，陈州突然感受到一股剧烈的魔法波动，他赶忙大喊：快停下来！众人虽然不知为何，但都停下脚步。下一秒，前方几道雷霆凭空砸下，走在最前方的徐飞鹏直接被击中，化作焦炭躺在地上。吴俊义惊出一身冷汗，要是刚才再往前2步，恐怕他此刻也是和徐飞鹏一个下场。这么快就追上来了，众人哪里还不知道被袭击了，赶忙四处寻找敌人的身影。你们真是跑得快啊！一道声音从空中传来，众人抬头看去，一名穿着蓝色法袍的蜥蜴人正漂浮在空中，带着淡淡的笑容看着众人。陈州看着这个敌人，心中惊疑不定。在望气术的视野下，眼前这名敌人散发的红色气息铺天盖地，是他迄今所见威胁程度最高的敌人。系统提示上赫然写着极度危险，你们带首长走。陆刚没有丝毫犹豫，说完后直接高高跃起，朝着对方冲了过去。克雷尔不慌不忙，指尖直指陆刚，一股雷霆直接出现在上。下一瞬，这道雷霆直奔空中的陆刚而去。一声轰鸣，陆刚直接被击落在地，翻起了白眼。下一秒，其直接进入吃虎状态，站起身来后，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朝着克雷尔冲了过去。这家伙简直乱来，要表现也不是这么表现的吧？陈州心中暗骂，随后吩咐众人道：你们走，我去帮忙。手臂一挥，无数血雨朝着克雷尔急射而去。众人也知道这场战斗自己根本插不上手，赶忙向外跑去。看着威势凶猛的血雨和以极快速度冲来的陆刚，克雷尔没有丝毫惊慌之色，手中短杖轻轻转动，一股强烈的风暴在他周身出现，直接将陆刚整个身子掀飞了出去，血雨也尽数被吹飞。这是风雷双系。陈州看着眼前这一幕，有些心惊。这蜥蜴人可比之前碰到的那蜥蜴人法师莫里不知强了多少倍，如此强力的法术都是信手拈来。陆刚身躯刚刚站定，就见眼前的敌人双手一张，2道雷霆分别朝着他和陈州轰去。雷霆的速度快得出奇，陆刚根本来不及躲闪，又是被直直的轰中，但他摇摇晃晃的身躯还未倒下，反而在咆哮一声后，以更快的速度冲向克雷尔。陈州则是用一个火遁术堪堪挡下对方的一击雷霆，转头就看见陆刚又闷头冲了上去。他心中大骂猪队友，但怎能不住，口中轻念身兼爪力风定，一连3道咒术进行辅助。他现在可不敢再念什么这般的大咒术了，之前的反噬还没有彻底缓过来，更何况对方还是比之前的巴奈特更强大的精英。克雷尔见陆刚冲上来的身影，刚想调动空气中的风元素，可很快他就觉察到了异样，空气中风元素显得异常不活跃，让他调动起来困难了很多。他哪里还不知道这是敌人的手段？无妨。克雷尔将短杖收入怀中，望着以极快速度冲过来的陆刚，双掌摊开，大拇指并拢，对着陆刚瞄准了片刻。无数的魔力逐渐汇聚在掌心。雷龙炮！一只巨大的雷龙从面前显形，本来昏暗的场地都因此都亮了数分。雷龙舞动2下，就径直朝着陆刚撞了过去。但陆刚此刻的意识早已模糊，只剩下一股疯狂之念，哪里还会退让？背后的虎影暴涨，额头上的王字发亮，咆哮一声后，挥爪迎上了雷龙。雷龙和庞大的虎影朝着对方撞去。龙虎斗第56章逃命！轰隆隆隆，几声巨响，巨大的虎影转瞬间被碾碎，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陆刚的身影直接被雷龙淹没。数秒过后，整片区域的建筑全数被摧毁，原地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坑洞。好险！陈州抖了抖有些麻痹的手臂，刚才仅仅是擦肩而过，他都感受到了那雷龙的恐怖。要是真被那雷龙正面命中，怕是灰都不剩了吧？这家伙真是乱来，就只会添乱。他扔下了早已昏迷不醒的陆刚，煽动着风之翼缓缓飞上了天空，和对面的克雷尔对峙了起来。克雷尔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敌人，没想到有人居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救下人。刚才的风元素的静默估计也和眼前这个人类有关。人类，你的实力不错，让开吧，我今天有要事，可以放你一马。经过刚才的打斗，逃走的几人已经消失在了克雷尔的视野内，
他心中有些着急。你们蜥蜴人不都是喜欢自报家门吗？怎么你不说话了？陈州继续拖延时间，他现在只想着吴俊义等人赶紧跑远一点。本作沃伦家族第2喜，天空行者克雷尔，既然你找死，就怪不得我了。见陈州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克雷尔也不废话，掏出短杖一挥，一股飓风朝着陈州席卷而来。陈州手中无数羽毛飞出，控制着空气中的风元素，形成一股风暴对撞上去。2股风暴对撞，很快消磨殆尽。但等陈州看向对面，哪里还有克雷尔的身影？他回头看去，对方居然已经朝着吴俊义等人逃跑的方向追去。妈的，被骗了！这家伙不打给老子放什么狠话！陈州赶忙挥动风之翼，朝着对方追了过去。克雷尔一路风驰电掣，哪里是吴俊义等人能比的？很快就追上了逃跑的几人。雷来！在吴俊义几人惊恐的眼神中，数道天雷从天空中朝着他们劈了下来。赶来的陈州看到这一幕就知道要糟，那几人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攻击？操控着无数血雨朝着克雷尔袭去后，陈州口中轻吐2字：地动。吴俊义几人身下的地面涌动，居然带着几人向着前方翻滚。虽然姿势不太优雅，但是好歹躲过了这几下雷霆。看到这一幕的克雷尔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个人类能用这种方式保护他人。可这一招呢？随手召开风墙抵挡住陈州的攻击后，克雷尔手中魔杖再次晃动，眼中雷霆闪烁，一道雷云凭空出现在众人上方。降雷术！雷云追着吴俊义等人，无数道雷霆从空中朝着他们劈下。地陷！吴俊宇等人脚下的地面陷落，几人掉落下去。地动！地面覆盖，随后他们如同电梯一般在地下行动。那滚滚天雷劈在地面上毫无作用。克雷尔脸色有些难看，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类在拖着他的同时，还能这样保护那老者，这让他心中也不由升起了鄙视的心思。你要保护，那我就要在你的保护下看着你的保护对象被杀。风锥！巨大的无形风锥狠狠地插入地面，将地底的众人直接给掀飞了出来。克雷尔一眼就看见了空中那老者的身形，五指张开，指尖雷瞬间急射而去。完了！陈州本想利用羽毛的风操控将老者往他这边带，可雷霆的速度比他的羽毛快太多，他根本来不及反应。眼瞧着雷霆马上就要轰中老者的身体，一具庞大身体挡在了老者面前。是汪四！只见汪四被雷霆击中的地方焦黑一片，但是人却摇晃了几下，没有倒下。焦黑的身躯也在一股绿色气息的治愈下缓缓恢复。汪四，干得漂亮！吴俊义看到这一幕，大喜。等众人落到地上，汪四将老者抱在怀中，像没事人一般就朝着外面继续跑去。吴俊义和何小璐2人也赶忙跟了上去。克雷尔气得直咬牙，居然几次3番都被拦住了。他刚想继续向前方追去，身体却不受控制般停在了原地。伸直！陈州扇动着翅膀，缓缓地降到了他的身前。这次你别想跑过去了！你这家伙！克雷尔愤怒地喊道。原本和善的面容此刻有些狰狞。雷影！几具浑身带着雷霆的克雷尔出现在了他身旁，越过陈州，朝着吴俊义等人追了过去。陈州刚欲射出血鱼阻拦，却被一股剧烈的强风摧毁。该死！看着眼前人类第一次吃瘪，克雷尔大笑，高兴极了。哈哈，人类，你就给我乖乖留在这吧。陈州有些无奈，局势瞬间逆转，眼下反而是他被克雷尔拦在了这里。吴俊义等人跑在路上。汪四，你的伤口怎么样？没什么大碍，我本来就是治愈天赋，这点伤算不得什么。汪四跑路的同时还将自己的伤口露出来给几人看，果然原本焦黑的地方已经结成了痂，看着已经恢复了。汪四，你这恢复力也太恐怖了吧！何小璐则是有些担忧的说道，也不知道陆营长和陈州2人怎么样了。吴俊义则是说道，放心，有大佬在肯定没事。你没发现大佬一直在分心保护我们吗？没有我们，说不定大佬早就把那个蜥蜴人给杀了。你别说了，对方又追过来了。几人心中一惊，向后看去，果然3道散发着雷霆的身影在空中急速地朝着几人飞来。怎么回事？难道大佬输了吗？何小璐回头看了几眼，笃定地说道，不，这不是本体，这应该是类似于分身一样的东西，实力应该会差本体很多，而且很容易击散。在几人谈话之间，3道雷影发起了进攻，无数道雷霆从这些雷影的手中射向4人。都来我身后！汪四的身躯仿佛又大了数分，将另外3人牢牢护在身后。雷霆轰在他的身上，打出无数的焦黑印子，但他的天赋只是治愈，又不能真正抵挡住这些雷霆。没过多久，汪四的身子便开始颤抖起来，但他仍在苦苦支撑，
直至意识都开始逐渐模糊。这么下去不行，汪先生的治愈天赋再怎么强，也迟早会被打死。何小璐看着挡在他们身前的巨大身躯，着急地说道。吴俊义咬着牙说道：何小璐，能不能给我创造机会，我去拼了，看能不能把那几个影子击碎。好，我能把你直接传送到那几个雷影身旁，但机会只有一次。吴俊义没想到面前这女人还真有法子。放心，你把本大爷传送到那个法师影子身边，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们。何小璐开启天赋雷达上几个绿点和红点的位置清晰可见。他的天赋雷达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当他触摸任意物体时，就能将这个物体传送到雷达另外一个红点或者绿点的位置。准备了。当他的双手触摸到吴俊义那一瞬间，吴俊义的身子瞬间消失不见，出现在半空之中，在那几道雷影身边。本大爷来也！吴俊义挥舞着匕首，直接将身旁的雷影砍溃散，随后朝着一个转身，两把匕首直接朝着另外两道身影掷去。两把匕首在空中隐隐发光，巨大的能量蕴藏在其中。这正是他的技能武器爆炸，能将所有武器根据品质和投掷威力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眼下两把匕首正是他最心爱的两把稀有匕首，爆炸威力绝对可以解决那两道影子。看着那两道雷影猝不及防的样子，吴俊义心中大定，稳了。但他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其中一道雷影居然也散出了光芒。下一秒，这道雷影居然先他武器一步爆炸开来，将两把匕首都给炸飞了出去。而另一道雷影则是头也不回地朝着汪四飞去。在飞行的途中，雷影身上的雷霆越来越亮，这正是自爆的前兆。小心！还在空中的吴俊义朝着下面几人连忙大喊。汪四看了看冲过来的雷影，又看了看身后的老者和何小璐两人，犹豫了片刻后，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竟然主动朝着那道雷影扑了过去。庞大的身躯直接将那道浑身雷霆的身影紧紧裹住。轰隆！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掉落下来的吴俊义和何小璐两人朝着爆炸中央看去，一具巨大的焦黑尸体在烟雾中缓缓显现。不是汪四又是谁？汪四！汪先生！两人强忍住悲伤，他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辜负汪四的牺牲，要带老者跑出去。两人回头看向老者的方向，瞬间呆在了原地。一道雷影此刻正静静地站在老者身后。小心！长官！但为时已晚，无数的雷霆已经覆盖了老者的全身。第57章亡灵族降临。老人的身体碎成泥块，散落成一地，在场几人都不由愣神，这是什么情况？那道雷影看到这一幕，哪里还不明白被欺骗了？转瞬之间消失在了原地，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去，只留下吴俊义和何小璐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雷尔随手挥出几道雷霆，打碎了飞来的血雨枪，随后魔杖挥舞，召唤出一道狂风，和陈州召来的飓风对撞。他眉头轻皱，眼前这人类确实是他见过的人类中最强的，无论是法术还是体能都非常出色，现在仍然是游刃有余的样子。此子或许将来会对他们的族群造成威胁，必须要将他再次就击杀。想至此处，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就在这时，一道雷影去而复返，融入了他的身体内，分身的记忆涌入本体。克雷尔瞬间暴怒，该死的人类，又欺我！随后丝毫不顾陈州，径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急速飞去。看到这一幕，陈州站在原地纳闷了片刻，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吴俊义他们跑出去了没有，不过看那道雷影都回来了，恐怕凶多吉少了。陈州从空中降落，寻了好久才找到了废墟中的陆刚。不愧是野兽，即便是被轰成了这样，居然还有点生命气息。命回！陆刚的生命气息稍微稳定了下来。老陆啊，老陆，都救你多少次了？城市的一个角落，几道人影正在其中快速穿梭，每个人的身上都弥漫着一层黑色的雾气，偶尔遇到蜥蜴人也都像是瞎了眼一般，将这几人都无视。突然，其中的一名身影开口说道：我的泥人死了，我们可能被发现了。泥人张，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到边界了。另一道身影开口应道，正是之前交给陈州石头的周静，而其余三人正是从蜥蜴人包围中逃脱的老者三人。徐少尉此刻也开口说道：没想到那个小队能拖到现在，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这次的行动自然是由他组织的，除了明面上几支队伍之外，就连陈州这支暗里的队伍都是诱饵。为了让这个诱饵显得真实，也为了躲避对方能根据气息追踪的天赋者，他特地喊来了泥人张，将老者的气息依附在泥人身上，在三人传送的同时，将拥有老者气息的泥人同步传送到陈州那边的传送阵之中。除了他们五人，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就连陆刚都以为是真的护送首长。
老者的声音响起：“不要大意，继续赶路。”“是，首长。”几人继续赶路。赶路途中，徐少尉不禁有些疑惑：这些蜥蜴人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次非但是被发现的时间比预期大大延迟，他布置其余诸多手段也都没有派上用场，就好像洗个澡、刮了胡子、吹了造型，出门遇见的相亲对象是隔壁村里的40岁智障寡妇一样无语。想至此处，他突然朝一旁的周静问道：“现在是几点了？”周静看了看手表，回道：“好像是下午快5点了，怎么了？游戏降临当天是不是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好像是这样的，没错。”老者闻言问道：“小徐，你发现了什么吗？”“我不敢肯定，但接下来肯定会发生些什么。有一个时间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战斗之中，那就是3天的新手奖励时间。这是不是就意味着3天时间结束，他们人类就不再属于新手玩家？到时会不会出现新的变故？结合蜥蜴人的种种诡异行为，他觉得这些完全有可能。”就在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声在全部人类的脑海中响起：“新手时间结束，现在开始投放第2魔物化主战种族亡灵族，开始投放其余种族，为自己种族而战吧，祝你好运。”在提示响起的下一刻，又一道提示再次在全部人的脑海中响起：“死灵族加入阵营战。”因蜥蜴人将宣战条件设置为自动宣战出现在本地区的所有种族，因此蜥蜴人将自动开启和死灵族的战斗。开启方：蜥蜴人，对战方：人族、亡灵族。阵营战开启后，双方将不得擅自脱离战场，脱离战场后将受到严重惩罚，全属性降低 10%。一方死亡或者投降后，战争结束。死灵族和人族并不属于同盟关系，可互相攻击。阵营战开启后，后续进入战场范围内的所有对象将自动加入对应阵营，如非双方种族，将由该对象自由选择阵营，选择后将无法更改。由于本次阵营战开启方为蜥蜴人，当人族、死灵族获胜后，所获贡献点降增加 50%。提示音结束，在场的5人也立即明白了为什么蜥蜴人如此反常，也明白了为什么蜥蜴人的宣战卷能够成功开启，因为他们想要对付的根本不是他们人类，而是死灵族。在宣战的一开始，蜥蜴人就将即将降临的死灵族作为了宣战开启的条件。徐少尉有些沉闷地开口说道：“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这场游戏的意义了。”他本以为这场游戏只是针对人类的一场选拔，但如今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5人的周围一丝丝黑雾开始弥漫，原本就不太明亮的城市现在变得更加幽暗起来。无数的白骨在5人周围的地面爬出，一只乌鸦从周静的怀中飞出，扑向了这些还未成型的骷髅。在乌鸦的进攻下，这些骷髅成片的倒下。你的怀因特对骷髅怪零级普通造成了伤害。怀因特击杀了骷髅怪，怀因特的特性生效，你获得了骷髅怪的属性信息。骷髅怪零级普通，种族亡灵族，力量 0.7， 敏捷 0.6， 精神 0.6， 智力 0.2， 体质 0.8， 魅力 0.1， 天赋魂火，本命天赋魂火不灭身不死，可吞噬同类的魂火，获得进化。技能劈砍 LV1。第58章飞将。妈的，这搞些什么？好不容易可以出去了，又来了这么多怪物。吴俊义一刀砍下了一只僵尸的脑袋，气喘吁吁地说道。何小璐更是不堪，他的属性也就比普通人高上一点，对付起几只骷髅怪都显得有些狼狈，更何况经过刚才长时间的奔波，他的体力也有些不支。看着天赋雷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他显得有些绝望。吴俊义，你走吧，老娘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吴俊义一甩手，手中的匕首飞射而来，一记武器爆炸解决掉何小璐面前的骷髅，开口臭骂道：“你这臭娘们，老子像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何小璐有些感激地看向吴俊义，突然惊道：“一只浑身散发着铁质光泽的骷髅怪从吴俊义身后快速突袭而来，来不及了！眼瞧着吴俊义马上就要惨死当场，何小璐突然福临心智，他猛地一把抓住刚才身前的骷髅怪，天赋发动，传送。这只骷髅怪凭空出现在了吴俊义身后，挡下了那一记致命的挥砍。那铁质骷髅怪眼中的魂火动荡，显然没想到这一出。吴俊义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干得好，大兄弟！他连忙从背包中抽出新的武器，砍向了身后的铁质骷髅。叮当一声，武器砍在那骷髅身上毫无建树。你对布林克1级准精英造成了刃击伤害，铁骨抵挡成功。你对布林克造成了轻微伤害。妈的，是准精英！吴俊义大骂一声，
直接将武器丢在原地向后撤去。骷髅怪正想追去，却突然发现刚那个人类丢下的武器开始发光，轰隆一声巨响，这只骷髅怪整个身子被炸飞出去，腿都给炸掉了一只。吴俊义回头看到这一幕，大喜，小小骷髅被本大爷玩弄于股掌之中。但很快他的笑容就凝固了。只见那骷髅怪随手从地上捡起几块骨头，对准了自己的腿骨断裂处，那骨头竟然自动连接了上去，并且很快就转化为铁质骨头。随后那骷髅怪站起身来，活动了身体，感觉并无大碍后，便对着吴俊义咯哒咯哒触碰了几下上下牙骨，显然是在嘲笑吴俊义的徒劳。吴俊义脸色难看，这还被骷髅给嘲讽了。不过这骷髅怪准精英的实力虽然比不上一般的蜥蜴人准精英，但论诡异程度可比后者多得多。眼看这只怪物重新冲了上来，吴俊义也不示弱，提刀便迎了上去。就在骷髅怪欲挥刀斩下之时，一只僵尸凭空出现在他面前，这势大力沉的一刀直接砍进了面前僵尸的身体内，被死死卡住。骷髅怪脑袋中的魂火动荡，显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何小璐的天赋。吴俊义心中大喜，抓住机会，手中大刀寒光一闪，将眼前这只骷髅怪的脖梗砍了半截。靠，真硬啊！武器爆炸，卡住的大刀发出耀眼光芒，很快炸了开来，烟幕弥漫，无数骷髅架子漫天掉落，一颗骷髅脑袋掉落在了吴俊义脚下。吴俊义捡起来看了看，脑中的蓝色魂火居然还在动荡，这都还不死啊！将这脑袋扔到脚下，随后用力一踩，踏成了粉末，其脑袋中的蓝色魂火也终于熄灭。你击杀了布林克，2级准精英。何小璐在此刻也明白了自己天赋的正确用法，那就是将身边的敌人传送至吴俊义身旁的敌人面前，用来干扰那些怪物的行动。这些僵尸和骷髅的行动缓慢，只要在他们攻击到达自己身上之前，触摸到对方的身体，就能将对方转移至别处。至此，无数骷髅怪物被传送得乱七八糟，吴俊义则在其中穿插，尽情地收割着怪物。好啊，大修女，你还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嘛，搞不好咱俩还真能杀出去。两人互相配合，这片区域生成的亡灵生物不断被消灭。何小璐正玩得开心，正当他想如之前一样将面前这只僵尸传送至别处时，这只僵尸居然先一步抓住了他的手，又是一只精英怪。何小璐心中一惊，传送！这只僵尸很快消失在面前，出现在了数十米外的一只骷髅怪旁。僵尸看了看自己还停留在半空中的手，自言自语道：哦，原来不是依靠主动触摸，是接触了就能被传送走吗？何小璐和吴俊义两人看到这一幕，哪里还不明白，眼前这只僵尸起码是精英级别的怪物。吴俊义赶忙对着这名僵尸说道：僵尸大哥，这次的阵营战我们人类和你们亡灵族是一伙的，没必要打生打死的，我们一起去对付那些蜥蜴脑袋去才对。僵尸放下了手，点了点头，你说的不无道理，不过我许久未进血食，两位可否先自我补气养血？闻言，吴俊义两人心头一颤，面前的僵尸身影转瞬间消失在两人面前。何小璐看着雷达，大喊道：在我们上面！吴俊义拉住何小璐，朝着一旁毫无形象的侧滚。轰！一声巨响，两人原地所在，被这只僵尸踩出一个巨坑。看着这恐怖的力量，两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这哪里是他们两人能对付的怪物？吴俊义从背包中抽出数把武器，疯狂地朝着僵尸扔去。武器爆炸！一阵阵爆炸声后，你的武器爆炸对夜影飞将旅内2级精英造成了爆炸伤害，飞将之体抵挡成功，你对旅内造成了轻微伤害。僵尸的身躯从白烟内缓缓走出，这些看似威猛的爆炸只是让他的毛发烧焦了一些。恐怖的绿眸死死地盯着两人。人类，你让我稍微有些不太爽利，为何不安静赴死？言罢，僵尸身形一动，出现在了吴俊义和何小璐两人面前。哈哈，久违的血食！看着僵尸狰狞的面孔和即将落下的忧虑利爪，吴俊义算是彻底认命了。算老子倒霉！恍惚之中，过往种种浮现在心头。别回头，直接跑！一声急促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何小璐，你他娘的要做什么？听到此话，吴俊义猛地一回头，便望见了何小璐那张带着惶恐却又无比坚定的亮丽脸庞，以及那朝着他伸来的双手。下一秒，他的眼前一晃，面前的恐怖僵尸已然变化成一只普通的骷髅怪。我靠李奶奶！何小璐。第59章枯木逢春。看着突然消失在眼前的猎物，吕内的神色有着些许玩味，他对着留在原地的何小璐问道：人类，你这么做有何意义？能活下一个就是一个，哪能管什么意义呢？吕内不禁发笑，
挥手打散了周围的白雾。两人能清楚地看见数十米外一道身影正头也不回地朝着外面跑去。现在呢？你觉得还值得吗？何小璐心中略显苦涩，本来就是让他跑，这有何不对？有趣有趣，若不是出来此地血食不足，倒也不必杀你。吕内再无多言，伸手朝着何小璐的心口抓来。倒也好，不必整日提心吊胆了。何小璐看着尸爪越来越近，反而内心愈发平静了下来。何小姐不必害怕，有我在这里，没人能伤害得了你。一道平静的声音传入何小璐耳中，眼前的突然出现的那道背影是那么熟悉而又宽广，她再也绷不住，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汪四先生，雷击而不灭，深哭而不屈，是谓枯木逢春。汪四重返战场。吕内警惕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这名人类，他刚才的攻击落到这人身上如同石沉大海，没有荡起丝毫波澜。他退出数米，站定后问道：你又是谁？汪四朝着面前的僵尸呲起一口白牙。汪四！吕内歪了歪脑袋，没听过。下一秒，汪四顿时吃痛，背部出现了4道血淋淋的抓痕，上面不断散发着深绿色的腐毒之气，腐蚀着伤口。这里哪里来的攻击？汪四心中讶异，他根本没有看到眼前的敌人出手。汪四先生，是影子，你的影子袭击了你。在身后的徐小璐完整的目睹了这一幕。汪四的影子中突然窜出一个黑影，袭击了汪四。就在这时，身前的吕内的身形也动了起来。飞将之力得加持下，这一击是大力沉。汪四勉强用双手架住，但是2只手臂也被划出2道巨大的伤口。身后的黑影也再次袭击，汪四哪里还能顾得上，狼狈的倒地一滚，就想躲过身后这一击。但是那道影子如同粘在他身上一般，牢牢地跟住了他。背后这一击也未能躲过，再添数道伤口。面对着防不胜防的影子袭击，再加上吕四的正面突袭，汪四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我倒是什么厉害人物，原来是个样子货。吕内看着眼前四处爬滚的汪四，不禁嗤笑道。但没多久后，吕内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尽管眼前的敌人身上的伤口已经布满全身，但这人就是摇摇晃晃没有倒下。他赶忙让叶影停下了攻击，汪四却仍然不停地喊着，在地上痛苦地爬行。别演了人类，起来吧。汪四见敌人看破，也停止了表演，缓缓站直了身躯。模板天赋逢春，身上的伤口瞬间全部愈合。他中气十足地对着面前的僵尸说道：没吃午饭吗？再用点力。吕内的脑子虽然腐坏了，但听到这句话也是大怒。我就不信你的天赋能一直用。身后的影子再次发起攻击，吕内也紧跟着冲了上去。汪四不闪不避，前后2爪尽数抓到了汪四的身躯之上。但是和之前不同的是，爪子却如同碰到了钢铁一般，不进分毫，就连爪子上的腐毒气息都无法腐蚀对方的肉体。这是怎么一回事？吕内心中大惊。汪四嘿嘿一笑，他可不是故意要挨那么多下打，要扮猪吃虎的，而是他的天赋就是要如此。逢春模板天赋，瞬间治愈5分钟之内受到的所有伤势，并根据伤势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产生相应抗性，伤势越重，对于该伤害的抗性越强，抗性时间持续30分钟，冷却时间6H。下一秒，吕内的脑袋就被汪四的大手抓住，随后巨大的力量灌注其中，将其拎起来狠狠地灌在地上，一拳又一拳。吕内被对方跨坐在身上，丝毫不能动弹，只能单方面被动的挨打。他不停地愤怒咆哮：可恶，要不是我还没有尝过血食，怎么会如此？汪四可不管那么多，凭借着体型死死地压制住身下的飞将，拳头狠命地砸在吕内的脑袋上。就在一记拳头再次落下之时，场中几道白光闪过，汪四突然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低头看去，自己的胸口居然不知何时被几道巨大的骨刺穿透，就连心脏处都被彻底刺穿。汪四先生！在远处观战的何小璐看着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刚刚还占据上风的汪四居然被瞬间刺穿胸膛。吕内，你也太丢脸了，一个刚晋升的人类精英就能差点让你魂归。吕内一把推开面前僵硬的躯体，朝着白雾中走出的一只白骨构成的野兽说道：查尔斯，这次多亏你了。那只名为查尔斯的野兽将尾骨处串着的几具蜥蜴人和人类的尸体甩到了吕内的脚下。那你的血食可别又阴沟里翻了船，将尸体上的血气尽数吸入体内。吕内原本枯槁的面容顿时丰满了很多。嘿嘿，还是战争好啊，好久没有吸食到如此新鲜的血食了，更何况还有精英级别的超级血食。言罢，吕内便看向汪四的尸体处，却空空如也。四处望去，发现那2个人类居然趁着他吸食血食的时候逃跑了，这都没死。
汪四和何小璐两人正疯狂地向外面逃去。汪四先生，你怎么样了？看着那还插在心头的那根骨刺，何小璐担忧地问道。问题不大，只是没想到又出来一个精英，功亏一篑。汪四脸色难看，眼下他真是发动了第二个模板天赋，才保住了性命。枯木模板天赋，被动天赋，当自身遭遇到致命伤害时，将自身转化为枯木状态，并强制保留1点生命值，持续10分钟。此状态下，自身除逢春以外的所有技能和天赋全数封印，并将无法使用装备技能。逢春使用后，枯木状态自动解除，冷却时间1天。他的2个模板天赋本就是配套使用，可没曾想遇到了第二只精英，逢春又已经使用过了，眼下只能逃跑。但两人怎么能跑过已经比之前状态更盛的吕内呢？一道身影静静地挡在了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吕内静静地看着两人，舔了舔嘴唇，乖乖地成为我的。一阵爆炸声响起，吕内的声音戛然而止。成为你大爷！吴俊义几个跳跃，站在了何小璐两人面前。吴先生，吴俊义，你干嘛还回来？何小璐看着这一幕，心中虽然暖暖的，但嘴上仍然臭骂道：当然是来救你们啊！救人？就凭你？吕内恶狠狠地看着这个杀马特人类，他的爆炸显然不能伤他分毫，但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威压感。一根火红色的羽毛不知何时停留在了他的面前，上面缠绕着不断旋转的火焰风暴，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气息。吕内抬头望去，一名人类青年漂浮在半空之中，周身上百根同样恐怖的羽毛齐齐对准了他。凭我，有意见吗？第60章 S 级评价。吕内眼中青光微闪，随后浑身放松了下来，哈哈大笑道：差点又被你们这群狡猾的人类给骗了，连精英级别都还没到的人，在这给我装什么？陈州眼神微眯。哦，吕内面前的羽毛瞬间爆发出极快的速度，朝着他突袭而来。吕内面露轻蔑之色，他刚刚用探查过对方，不过是个准精英，能有什么实力？抬起右臂迎了上去，一股诡异的气息缠绕其上，飞将之力。但和羽毛接触的一刹那，他的面色大变，这根看似普通的羽毛摧枯拉朽一般摧毁了他的飞将之力，从他右臂手掌处穿入，一路刺穿至右肩处，所过之处尽数被熊熊烈焰焚烧殆尽。他的整条右臂就这样被一根羽毛给摧毁了。逃！吕内头也不回地向后跑去，他哪里还不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是真正的怪物，是那种完全不能以模板等级来判断的超级怪物。但他很快发现，就连逃跑也是个妄想。他被空气中的风紧紧纠缠在原地，脚都迈不开来，而那来源居然还是身前这根小小的羽毛。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根羽毛会掌控这么多种元素。咬了咬牙，他直接转身朝着陈州跪倒，求饶道：饶命！我们死灵族这次和你们人类是同。话音未落，羽毛在其脖子处绕了几圈，一颗丑陋的脑袋落地，火焰升起，将其身子和脑袋统统烧成了灰烬。就你这水平，过去也是给蜥蜴人送菜，不如助我升级。陈州吐槽了一句，随后将目光投向了原先那白骨野兽所在的位置。可那头野兽看情况不对，早就溜之大吉。看了看周围无数慢吞吞的骷髅和僵尸，陈州轻叹一句：可惜现在杀你们都没3倍经验了。漫天飞羽，吴俊义几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无数羽毛穿梭在建筑之间，那些死灵生物如同割麦子一样倒下，就连那些铁质的准精英骷髅和僵尸都抵挡不了一击。每次看到大佬都能刷新我的3观，为什么我们像是拼死活命，大佬像打游戏刷怪呢？吴俊义的吐槽也说出了汪四和何小璐两人的心声。不多时，场上为之一清，附近所有的亡灵生物被尽数剿灭，系统的提示音也及时响起。恭喜你完成了一场漂亮的中型战斗，击杀暗影飞将吕内1级精英，击杀骷髅怪1级准精英2只，僵尸1级准精英1只，骷髅怪0级65只。战斗评价 A 加，出彩。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僵尸之戒、骷髅甲 X4、骷髅头盔 X7、骨头 X72，少量经验。当前经验3级0.21百分号100百分号。终于升级了，现在升级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杀这些低级的怪物经验本来就少，如今新手奖励加成还没有了，恐怕以后是更难升级了。升级的提示音也很快响起，恭喜你升级了。在2至3级期间，你战斗一共获得了 S 加级评价1次， A 加级评价2次， A 级评价1次， A 级评价次， B 加级评价7次， B 级评价2次。总体评价 S，
评价受战斗烈度和战斗规模影响。恭喜您一共获得1点属性点。A 级评价属性点奖励100%，从 D 级奖励10%逐级10%增加。根据您期间的表现，系统自动为您分配为力量 X0.1、敏捷 X0.1、体质0.1、精神 X0.7。根据您期间的表现，请在以下7项中选择3项，6、7最多可以选1项作为自己的额外奖励。1、技能点 X2， 2、自由属性点 X0.3， 3、声望 X2 B 级评价特殊奖励， 4、技能点 X3 A 级评价特殊奖励， 5、黄金技能点 X1， 该技能点加在任意技能上后，该技能必然发生良性进化。 S 级评价特殊奖励。 6、鹰眼 LV1 被动技能，拥有鹰一样的眼睛，大幅度提升视野，轻微提升动态捕捉能力，能够看破简单的遮掩和迷雾。 7、狂怒特殊技能，无法升级，主动技能，使用该技能后，全身细胞将狂暴化，力量中幅度增加，速度中幅度增加，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2H。 A 加级评价特殊奖励，太棒了！虽然有所预料，但看到评价到了 S 级，陈州心中还是异常喜悦。果然，评价升到了 S 之后，奖励不但提高，可供选择的也更多了。前5个选项，陈州很快就下了决定，选了4、5。但在2个技能的选择方面，他这次是真的犯了难。2个技能都非常出色。作为一个基本上都是远程输出的人来说，鹰眼无疑是很重要的。他现在往往面临白雾中的敌人就无法准确瞄准的难题，鹰眼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在提升视野的同时，还能提高对速度较快敌人的捕捉能力。狂怒的强大也不用多说，属于爆种技能，更何况这还是 A 加级特殊奖励，品质自然不会差。犹豫了再三，陈州还是选择了狂怒，放弃了鹰眼。主要是他怕日后鹰眼的定位和旺气数重复，白白浪费一个珍贵的技能。既然没选择鹰眼，那在旺气数之上自然不能吝啬，直接将旺气数升至3级。3级后的旺气数并没有产生质变，但是精神力消耗大幅度降低了，加上自身的精神属性也进一步提升，以后倒是可以经常使用了。至于黄金技能点，陈州打算将其先留着，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短板，倒是不必这么急着使用。再加上很多技能还未经过变异的洗礼，可以等等再看。因为缺少了积3倍奖励的缘故，掉落的装备品质大幅度下降，也就只有那个戒指还可以一看。僵尸之戒，精良戒指，可以召唤一只准精英级别的僵尸供你驱使，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天。虽然实力不怎么样，但或许在某些时候能派上用场。陈州将其戴在了手上，系统提示却突然响起：注意，你佩戴了3枚戒指，当前只可生效前2枚。还以为能戴10个戒指呢。陈州将最早掉落的火遁戒指取下，这个戒指目前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刚好拿下来。第61章各有收获。收拾完奖励，陈州便向着吴俊义3人走去。3人因为也算是参与了战斗，收获颇丰，此刻都沉浸在奖励的查看上。你们怎么样？吴俊义抬起头高兴地说道。没什么大碍，还好大佬你来得及时，不然怕是要给我们收尸了。是啊，陈队，多亏了你，我在边上蹭蹭经验都升了1级，虽然评价只有 C 甲。何小璐升了1级，脸上笑容洋溢，显然是获得了不错的奖励。陈州摆了摆手，别，这东西以后你还不一定感谢我呢，评价太低对自己的潜力影响很大。何小璐闻言愣了一下，随后笑道：陈队，你也太高估我了吧，能蹭点经验升级变强就已经很不错了，哪能还顾得上潜力不潜力的。陈州听到此话，想了一想，倒也是，并不是谁都和自己一样追求最好，很多人生存都是问题，哪里还顾得上其他。随后他转头看了看汪四身上的伤口，问道：汪四，你没事吧？没事，天父救了我一命，只要后面恢复就不会有什么事。想不到你居然晋升精英了。汪四苦涩一笑，死里求生啊，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子的体验了。再说了，就算精英又能怎么样，实力还是不足。他一想到将自己逼入绝境的怪物被陈州如杀鸡般宰掉，就有些唏嘘。别妄自菲薄，你的天赋可不弱，无敌的保命戒啊，我想要还没出给呢。陈州发自肺腑的羡慕，至今自己连晋升途径都找不到，看来要去想想办法搞到一张精英晋升券。对了，首长怎么样了？到这时他才想起他们的主要任务。吴俊义有些犹豫地开口说道：我们没保护好首长，他被那些雷影攻击变成了泥块。我就知道，你们不必在意，这应该是替身法，我们的任务其实到这里也就完成了。3人听闻都有些不解。啊，这是为什么？以后再说吧，
这件事就别管了，反正你们知道首长没死就是了。陈州其实早就想过这个问题，自己作为一个外人，凭什么军方会这么信任，将保护这片区域最高长官的任务交给他？要知道，看军方对首长的态度，不可谓不重视。但如今给自己的小队中，除了老陆算个好手，其余人哪里算得上精锐？他可不信整个军中就没有藏几个像样的强者。新加入的那名男警察更是一开始就死了。整个队伍中除了陆刚，没有一个军方人员，这有可能吗？最后更是将队伍的指挥权给了他这一个外人，而不是陆刚这个军方人员。在这时，陈州心里就有些明白了，或许这也是军方给自己的一个暗示。你这边也是诱饵，一丝一丝得了。可能也只有陆刚那个傻子确实被蒙在鼓里吧。本身这家伙嘴巴也不太牢靠，军方应该也是怕他不知何时就泄露了消息，就没有告诉他。既然这件事情结束了，吴俊义跃跃欲试道：那大佬，我们为什么不再回去里面杀些怪，打装备升级呢？反正这些死灵族的精英，你也是砍瓜切菜。你可别想得太简单了，虽然那个旅内实力远不如蜥蜴人的12席，但也能比得上一些较弱的蜥蜴人精英，更别提亡灵族里面也会存在强者精英。陈州闻言赶忙阻止了他这个危险的想法。最主要的是，这些死灵族都还没恢复到全盛状态，初降生的他们似乎都处于虚弱状态，一旦让他们恢复过来，会比现在难产很多。讲到这里，陈州似乎也明白了蜥蜴人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蜥蜴人要在这个阶段宣战，并有这么多奇怪的举动。他们应该是要埋伏亡灵族，趁着他们虚弱状态狠狠地杀一波。何小璐奇怪地问道：可为什么蜥蜴人要这么针对亡灵族呢？陈州摊了摊手：谁知道呢？奖励、仇恨、巧合，或许都有。不过这都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片区域吧。当然，离开前我们可以在边缘区域清一清小怪，顺便看看战场局势，情况不妙我们就可以赶紧溜走。大佬万岁！带我们升级。哦对了，差点把老陆给忘记了，刚给他扔在哪个房间里去了来着？几人在一个不起眼的房间内找到了昏迷的陆刚，让汪四贝在背上后，就继续朝着外围跑去。城市内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三方混战在一起。尽管名义上人族和亡灵族属于一方，可双方都没把对方当自己人，见到就是打，场面异常混乱。陈州在路上也理了理自己的面板，这次的提升相当之大。姓名：陈州，3级，准精英。种族：人族。血量：99.400分号，100百分号。经验：0.21百分号，100百分号。力量：2.3 1.4 加血 0.3 加火 0.5。敏捷3.0 1.3 加血 0.2 加风 1.5。精神3.8 3.0 加血 0.3 加火 0.5。智力0.9。体质2.4 1.7 加血 0.7。魅力1.1。技能点1。黄金技能点1。天赋1。路人本命天赋2。变异 Z 3。欺凌 SS 白灵 X4。血之灵，体质加 0.7， 力量加 0.3， 敏捷加 0.2， 精神加 0.3， 火之灵，力量加 0.5， 精神加 0.5， 风之灵，敏捷加 1.5， 血雨 X108， 风之翼。4. 硬皮 D 5. 准精英，模板天赋。技能1。清风步 LV1。2. 炎灵术传说。3. 旺气术 LV3。4. 虚化 LV4。4级特效，虚化时将处于无法选定状态。5. 基础剑术 LV1。6. 狂暴特殊装备1。卑劣行窃史诗护腕偷窃技能空。2. 昆顿的救赎精良腰带。3. 魔影斗篷史诗披风。4. 青灵之鞋稀有鞋子。5. 僵尸之戒精良戒指。6. 碧灵之戒精良戒指。7. 庇护之帽精良头盔。包裹物品：烈妇的望远镜、火遁之戒、德里的莽撞、冰霜之鞋、逃脱卷。第62章黑暗天幕。克雷尔看着眼前那熟悉的死灵气息，浑身都在止不住的颤抖。在这一刻，他早就把首席交代的任务抛之脑后。何其幸运，何其幸运，居然让我第一时间就遇到了你，死亡操控者迪恩。前方一片黑雾中，刚苏醒的亡灵法师显得有些迷茫，愣了一会才想起来眼前的人究竟是谁。好巧啊，克雷尔，好久不见。是好巧，真是西神眷顾。克雷尔的气势不断攀升，周身风暴呼啸，雷霆密布。我这就将你打得魂飞魄散。亡灵法师眼眶中的魂火动荡，双手摆动。
克雷尔，别这么心急嘛，先来和你父母打声招呼。让我找找，让我找找。找到了！无数的灵魂从其手中划过，最后他从中抓出了2个哀嚎的灵魂，将其抛在地上。2具瘦小的蜥蜴人骷髅从地底爬起，摇摇晃晃的就朝着克雷尔走来。看着这一幕，克雷尔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你找死！无数雷霆从他的四周扩散开来，狂怒的风暴将建筑都给尽数摧毁。2具蜥蜴人骷髅瞬间被击成粉碎。亡灵法师迪恩面前，一面黑色的盾牌挡住了这些攻击。结，太残忍了吧！克雷尔，这可是你的父母啊！克雷尔面露疯狂之色，魔力疯狂涌动。死来，死来！别白费力气，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毫无进步，真让人失望。无数的骷髅僵尸从地底爬出，向着前方铺天盖地而来的雷霆冲了上去。前方是非阵营战区域，是否逃离战场？警告，战斗还未结束，此刻脱离战场将会面临逃离惩罚。检测到你拥有逃脱券，是否使用？豁免这次惩罚。否。陈州将手从面前的透明墙壁处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他们也到了战场的边缘。大佬，我们现在就走吗？吴俊义开口问道。陈州摇了摇头，不急，我带你们刷会怪，反正随时可以走。好耶！不但是吴俊义，何小璐和汪四2人也都非常高兴，有大佬带刷，这不是稳稳的。我就不停留了，上面还有任务，我得先走了。苏醒过来的陆刚此刻却迫不及待的要走。虽然陈州等人告诉他老者只是个替身，但他却一直怪自己实力太弱，就算当个诱饵也没有起到拖延的作用。陈州并不打算挽留，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他明白这家伙自尊心极强，打定主意的事情谁来也不好使。行，后会有期。这几次真是谢谢你了，陈兄弟，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老陆，义不容辞。言罢，陆刚转身离开，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那我们就开刷。看着周围的亡灵生物，几人欢呼地跟在陈州后面冲了进去。恭喜你完成了一场普通的小型战斗，击杀骷髅怪1级，准精英1只，骷髅怪0级13只。战斗评价 B。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骷髅甲 X1， 骷髅头盔 X2， 骨头 X9， 少量经验。当前经验3级 8.21 分号100分号，真爽啊！随着又一处骷髅聚集地的清理，陈州的经验很快涨到了 8%。 尽管没有3倍奖励的加成，但耐不住怪多呀。和蜥蜴人完全没法比，这骷髅架子到处都是，一扫就是一大片。得亏是他，换做其他人恐怕早就立即而亡了。何小璐，哪边？左边。那边全是红点。几人快速升级的还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何小璐的雷达天赋，以前都是为了躲开怪物，现在倒好，直接变成寻怪仪了。几人正准备继续出发，突然前方一股浓黑的雾气朝着众人扩散而来。和之前那淡淡的黑气不同，众人无法透过这股黑气看到内部的任何东西。这是什么？陈州催动羽毛，一股剧烈的风暴朝着前方席卷。但令人诧异的是，空气中原本的白雾都被吹散，这股黑气居然只是稍微停滞了一会，就继续朝着几人蔓延。但很快几人就发现，这股黑气根本不是以他们为目标，而是整片区域全被覆盖了。他们的两侧也开始有黑气蔓延过来。走！预感到有些不妙，陈州赶忙带着几人向后跑去。身轻，跑了片刻，却还是没有逃脱。这股黑气居然已经从上方蔓延下来，几人的身影很快被黑气给淹没。你受到了黑死君王西蒙的黑暗天幕影响，你的视线将受到大幅限制，你的精神力使用相关法术将受到一定限制。黑死君王，这称号一听就不是好惹的，应该是亡灵族里面的强者了。难道是因为刷怪太狠被盯上了？但陈州很快摇了摇头，这黑气一看就是不分敌我全范围的，自己应该没这么倒霉就被盯上了。大佬，大佬，你在哪里？听到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呼喊，陈州口中微念，雾散。在他周身一块的雾气瞬间消散，吴俊义三人的身影也重新出现。吴俊义哭喊道：我靠，大佬，这什么情况啊？我差点以为要和大佬你走散了。何小璐也是一脸后怕。是啊，而且被这黑气覆盖后，就连我的天赋使用起来也是异常困难。不刷怪了，赶紧走，现在情况不对，被这黑气主人盯上，怕是不死也要脱层皮。几人都是以陈州为主，此刻哪里有意见，纷纷朝着来时的路赶去。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龙吟声传入几人的耳中，随后空气中的黑气被一股剧烈的强风吹散，几人的视野豁然开朗，
空气中无论什么雾气都不复存在。几人惊讶地朝龙吟声来源望去，在城市中央的上空，一头巨大的绿龙和一头古龙在互相撕咬，那恐怖的龙威让如此远的几人都感受到深深的不安。非但如此，随着雾气消散，几人发现此刻的城市早已经千疮百孔，无数的建筑倒塌，有些是被拦腰砍断的，有些是被劈成碎渣的，可想而知城中的战斗有多么激烈。陈州看着这一幕也有些心惊，我想我们得赶紧走了，不然无论是蜥蜴人还是亡灵族腾出手来，恐怕我们都没好果子吃。第63章离去。战后，大佬，我们真的要离开吗？望着前方的透明墙壁，吴俊义显得有些犹豫。陈州疑惑地问道：怎么了？这不是我们之前就决定好的吗？吴俊义叹了一口气：哎，我知道大佬你有逃脱券，能够豁免本次逃脱的惩罚，可我们没有啊。我是说万一亡灵族这场战斗打赢了呢？我们身为同一阵营，是不是不但可以避免这次的惩罚，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奖励？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兴奋之色，仿佛一个赌徒一般。陈州刚想说些什么，身后的何小璐立马上前拎住吴俊义的耳朵，臭骂道：吴俊义，你在想些什么？就凭你在这个战斗中的贡献，赢了你有什么好处？到时候被不知道哪里来的怪物给杀了，你后悔都来不及。赶紧给我走！说罢，他便拎着吴俊义的耳朵朝着前方的透明墙壁走去。疼，姑奶奶轻一点，我走，我自己走。陈州看着眼前这一幕笑了笑。其实吴俊义说的不无道理，按理说人类完全可以在区域边缘等待战斗，分出胜负。别的不说，万一亡灵族赢了，起码属性掉落的惩罚是没有了。可他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蜥蜴人这边准备这么充分，这场战斗亡灵族一开始便处于弱势，恐怕很难赢得战斗。再者是他看到了城市中央那蜥蜴人和亡灵族强者的对决，只要稍微被波及到了，恐怕就很难逃离了。因为在战斗状态是无法脱离区域的，而之前那个黑暗天幕是将整片区域的人全部拖入了战斗状态。要不是被蜥蜴人的那声龙吟驱散了，几人还不能如此轻易的出去呢。前方是非阵营战区域，是否逃离战场？警告，战斗还未结束，此刻脱离战场将会面临逃离惩罚。发现你拥有逃脱券，是否使用？豁免这次惩罚。是。走出战场，陈州感觉浑身轻松。虽然这次非常曲折，但是他的收获属实不小。不但70获得了第3根核心的0，还收获了一个传说技能，等级也顺利达到了3级，实力相较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佬，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吴俊义揉了揉发胀的耳朵，问道。我有些事情要回家里一趟，离这边应该还有一段距离。陈州拿出背包里的指南针看了看，有些担忧地说道。不过现在地形变化太大，可能要费上一番功夫了。啊，大佬，你不去和大部队会合了吗？我就不去了。陈州一想到这次军方坑了他一把，他心里就略有不快。虽然军方出手确实大方，这次也没有发生什么太不好的后果，但这种被利用的感觉着实令人不适。我要去和大部队会合了，我的家里人还在那呢。我这边也是，老婆还在等我。何小璐和汪四两人的都表示要去南面和大部队集合。城市里大部分的普通人都在军队的保护下撤到了南面，何小璐和汪四的家人也在其中。你呢？陈州转头看向了吴俊义。这个杀马特青年低头想了片刻，随后开口问道：大佬，我可以跟着你吗？你的家人呢？我家人不在这边。吴俊义显得有些低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抱歉。陈州想了想，此时3倍奖励已经过去了，而且这些低级怪物的经验已经很难让他再快速升级了，带着人倒也不是什么问题。那你就和我结个伴吧，等我这边的事情忙完，我就和你去寻你的家里人。谢谢大佬。决定了去处，几人便互相道别，各自踏上了旅途。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或许这就是最后一面了。几日后，这片战场终于恢复了寂静。这期间，无数的亡灵生物从外部源源不断地涌入战场，甚至让躲藏在城市中的人类一度以为要赢得了战斗。但很可惜，最后获胜的仍是蜥蜴人。随着利斯德将躲藏在地下的最后一名人类击杀，这场阵营战最终以蜥蜴人的胜利宣告结束。系统果然不会让任何人钻空子，到了战争的后期，所有人的身上根据相应的阵营就会升起一道光柱，用以提示敌方。不少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人就因此遭了殃，连跑都来不及跑出去，就被敌人追上杀掉。城市中央的巨大的深坑内，一道浑身都是鲜血的身影正盘膝坐在那，在其身旁散落着无数有着恐怖威压的龙骨。片刻后，几道身影出现在其身旁。老大，最后的老鼠也被我杀了，我们赢了。利斯德高兴地朝着面前的身影说道。蒂摩斯睁开眼睛，
难得带着笑意点了点头。是，我们赢了。其余人呢？利斯德张口欲言，但最后还是低头沉默。蒂摩斯看到这一幕，原本因胜利而喜悦的心情也有些消散。罗德里克，你来说说吧，伤亡情况如何？握着断裂的金枪，金甲残破不堪的罗德里克犹豫了片刻，还是说了出来：士兵千不存一，准精英几乎全灭，12席以下的精英全灭。顿了顿，他接着说道：第12席巴奈特战死，第6席格里菲兹重伤昏迷，第10席提姆战死，第2席克雷尔大人战死。听到最后，蒂摩斯身上爆发出滔天的气势。克雷尔，他怎么死的？克雷尔大人在大战后，在亡灵族的援军中遭遇了增援的疫病君王，为了不打扰大人您的战斗，克雷尔大人他拼死重伤对方，将其赶出战场，自己也透支生命死亡。克雷尔，亡灵族！一声愤怒的龙吟声响彻天地，我要杀光你们这群骷髅架子！就在此时，一道穿着蓝色实验长袍的蜥蜴人缓步来到了众人身旁，他将身上背着的包裹扔到地上，躬身朝着蒂摩斯说道：大人何必动怒，我们蜥族必将崛起，亡灵族不过是您的踏脚石罢了。蒂摩斯怒视这名蜥蜴人，吼道：列夫，你倒是打得好主意，在胜利之时才能看到你的身影。大人冤枉，我又没什么战斗力，前身死的突然，啥也没给我留下，只能如此。列夫跪倒在地，大喊道：不过大人，我从外面带来了好东西。说罢，列夫解开了包裹，数块散发着魔气的盔甲片散落了出来。见到这一幕，利斯德嗤笑道：我说怎么不见第9席的影子，原来早就被人宰了。第64章，真正的第9席。老八，看来你还不知道第9席的内幕。第4席卡宾第一次开口说话。哦，卡宾，你说说啥内幕？老九不是族长从外面捡回来的吗？利斯德来了兴趣，他当上12席的时间不长，确实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我们12席一直都在变动，唯独第9席从始至终一直没有变过，一直是盔甲恶魔。卡宾蹲下身摸了摸盔甲，因为一直以来第9席的本体就是这副盔甲，而不是人。可我看第9席的实力也就那样，值得搞得这么神秘吗？列夫在一旁连忙反驳：利斯德大人，这你可就误会了，一直以来主导这副盔甲都是使用的人，这是根据使用者的实力来界定的。利斯德听闻露出了玩味的表情。原来如此，那不如这副盔甲就交给我使用如何？利斯德，别胡闹。蒂摩斯缓步走到盔甲碎片前，把第12席的尸体拿出来吧。大人，你是说要把盔甲给尸体使用？列夫大惊失色。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呀。我知道，就这样办。蒂摩斯的语气不容商榷，列夫也只得照办。随着第1枚盔甲碎片附在巴奈特尸体上，其余的盔甲碎片纷纷自动安装了上去。很快，巴奈特的尸体就穿上了全套的魔气盔甲。众人安静等待了片刻，没有丝毫动静。利斯德不由吐槽道：是不是必须要活人才行？怎么半天没动静？下一刻，尸体爆发出了滔天的魔浪，众人纷纷使用手段才勉强抵挡住不被吹走。但转瞬间，魔浪就被全部吸纳回盔甲内，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但等众人看向原地，那穿着盔甲的尸体已经站起身来。他伸了个懒腰，缓缓说道：没想到还有被放出来的一天，真是难得。蒂摩斯上前一步，朗声说道：先祖，眼下是西族生死存亡时刻，希望您相助。哈哈哈哈！盔甲内的人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大笑了片刻后，朝着蒂摩斯说道：我为什么要帮助你？西族把我封印在盔甲内，我没有找你们算账就不错了。蒂摩斯显然没想到还有这一茬，顿时语塞。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利斯德见状厉喝道，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他们面前这么嚣张的家伙。下一秒，他的心中警兆凸显，随后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腹部传来，他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飞。怎么会？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波动，这是他昏迷前的最后意识。在场的其余蜥蜴人看到这一幕，全都面色严肃，纷纷拿起了手中的武器。他们都没有看到眼前这个复活的先祖是如何行动的。要知道，利斯德的实力算得上强劲了，居然不是其的一合之敌。现在的12席就只有这个实力，真是越活越过去了。盔甲蜥蜴甩了甩手，不屑地说道：就这实力还这么嚣张，真是不知死活。先祖，我们没有恶意，这次之后我会助先祖解除盔甲的诅咒，让您恢复真正的自由。哦，听到了蒂摩斯的提议，眼前的盔甲蜥蜴明显有些异动。他确实被困在盔甲中太久了。也罢，说说什么情况吧，又是哪一族出了什么天才？说来话长，不过先祖你要做好准备，这次我们面对的是诸天万族。
盔甲蜥蜴愣神了片刻，随后周身魔浪涌动，声音洪亮，响彻整片天空。有趣，这才有趣！你们记住了，本座名为森。一处破烂的超市内，几道人影正在其中摸索。该死，这才几天时间，怎么超市内的东西就被人彻底抢光了，连一点都不留？猴子，你省省吧，这都多少天了，这超市也不知道被别人光顾了多少遍。你能找到一瓶口香糖就算不错了。哎，自从那群骷髅架子出现后，真是越来越难混了，这可比之前那群蜥蜴怪多太多了。嘘，都给我小声点，你们两个，外面有动静。三人连忙噤声蹲伏下身，一阵硬物踩踏在地的声音传来。被称为兽猴的人耳朵动了动，随后脸色突变，朝着另外两人张了张嘴巴。是古狼！另外两人听到是古狼，脸色顿时变得不好起来。怎么是这个怪物？随着声音越来越近，几人的身上都冒出了冷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被发现。年长的那人做了个手势，随后三人开始缓缓挪动身形，生怕发出一点声音。但那兽猴刚挪动脚步，身上的口香糖罐子瞬间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快散开！三人脸色大变，疯狂地逃离原地。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传来，几人刚才待的地方被一只由骨头铸成的狼形怪物占据。看着古狼悠悠的眼神，几人有些发颤。拼了！兽猴掏出蜥蜴人长枪，耍了几个枪花之后，率先攻了上去。但还没等刺到，一阵白光闪过，他的长枪直接被从中切断。正是古狼那如刀的尾巴，一击截断了他的长枪。看着古狼那即将挥下的利爪，兽猴却并不慌张。一个魁梧的身影将古狼的身子从空中撞了下来。干得好，大胖！古狼刚摔落在地，另一人从包中掏出一张小网，朝着古狼抛了过来。小网在空中越变越大，直接将古狼牢牢地粘在地上。捕网！见古狼被困住，三人大喜，纷纷从包内掏出消防斧或者铁棍，朝着古狼狠狠砸去。没多久，原地就留下一地的碎骨。太棒了！杀了这怪物，我估计很快就升到1级了。听说1级会比现在强上很多。兽猴擦了擦脸上的汗，兴奋地说道。另外两人也面露喜色，能这样没有损失就杀掉一只1级的怪物，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不过为什么战斗还没有结算？年长的那人看着地上还未化作蓝光消散的骨头，有些疑惑。几人面面相觑，刚刚的喜悦瞬间消失。我听说古狼向来都是以群体行动的，万一这只是落单的呢？但很快，三人就再也没有侥幸之心了。超市的四周的黑暗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幽火，那正是古狼眼中的魂火。第65章古狼。年长的那人看形势不对，没和另外两人打声招呼，直接跑向了后方那看似没有幽火出现的地方。老邓，你他！兽猴还没骂出声，就看到了那人的身子刚出现在超市外，就被一只体型巨大的古狼一口咬住，随后一用力，两截身子掉落在地。起码是准精英。看着那比普通古狼还要大上一圈的身影，兽猴明白，今天恐怕就是自己的死期了。大胖，你是不是隐藏的高手啊？别装了。两人背靠着背，看着那围过来的古狼群，身子都在止不住的颤抖。我是个大爷，求等会死得痛快点吧。两人握住了武器，就要准备拼死一搏。就在此时，数根长枪从林子内飞来，绕着两人围成了一个圈。趴下！两人哪里还不知道有援军，赶忙听话的趴下身子。轰轰轰轰，7、8声爆鸣声响起，烟尘之中响起骨骼和铁器碰撞的声音，伴随的还有几声爆炸声。等烟尘散去，兽猴两人惊讶地发现，周围散落着一地的碎骨头，而一名红发的男子正在和那头巨大的古狼缠斗。红发男子的属性明显不如那头古狼，手中刀刃和古狼的利爪接触，武器掉落，人也被击飞数米之远。就在两人想要支援之时，古狼脚下掉落的武器却突然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武器爆炸，轰隆一声，古狼防御薄弱的腹部被此一击，身上的骨头掉落一地，庞大的身子也倒在地上。好强！兽猴两人看着这一幕，不由感叹，眼前这人居然单枪匹马干掉了一支古狼的小队，其中还有一只准精英级别的古狼。在他们的幸存者圈子里，他们只听说过精英级别的强者有这个实力，难道眼前这个红发男就是精英强者？两人刚想上前答谢，却突然瞥见那倒地的古狼尾巴骨突然伸长，朝着红发男突袭而去。小心！眼瞧着那名红发男面露惊愕，马上就要惨死当场，其怀中突然爆射出一道红光，后发制人，竟直接切断了坚硬了古狼尾巴。这是什么？两人都惊讶，都看着这一幕。要知道，古狼的尾巴是他全身最坚硬的地方，之前兽猴的武器就被普通古狼的尾骨直接给截断了，更何况是眼前这只准精英级别的古狼。那道光芒切断了尾骨后，
又轻飘飘地飞回红发男的怀中。两人看清那道红光，都惊呼出声。一根羽毛。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不可思议之情。这一定是个非常强悍的技能或者天赋。你们没事吧？将血鱼小心地收入怀中，吴俊义朝着瘦猴两人走去。看着两人惊讶的神情，他心中不禁暗爽。切，要是让你们知道，这羽毛的威力还没发挥极致，我老大还有上百根这样的羽毛，不让你们吓死。两人回过神来，急忙道谢。谢谢兄弟的救命之恩。吴俊义摆了摆手，小意思。对了，你们是哪里来的？两人刚要说话，眼前的红发男却止住了他们。算了，你们等会说吧，等我老大来了再说。瘦猴两人听闻，心中更加讶异，这么强的人居然还有老大，他的老大该有多强？吴俊义瞥见两人的神情，心中更是爽快。对，就是这样子，还是跟着老大好啊，天天装逼。没过多久，一阵强风凭空吹来，几人不由用手挡住了眼睛。等几人抬眼，一道披着黑色披风的青年出现在了三人面前。老大！陈州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骷髅脑袋丢在了地上。这匹古狼果然是被操控的，差点让这骷髅架子跑了。系统的提示音也响起，恭喜你完成一场普通的小型战斗，击杀古狼1级准精英，骷髅法师1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B+，轻松惬意。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骷髅法杖 X1， 古狼尾 X1， 少量经验。当前经验3级，12.300分号，100百分号。骷髅法杖稀有武器，能够召唤一只骷髅兵，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古狼尾稀有材料，古狼的尾巴硬度较高。看着出现在手中的法杖和尾巴，陈州有些惊讶。自从3倍奖励消失以后，杀准精英级别的怪物掉武器都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这次居然掉落了一件稀有武器和稀有材料。而经验方面就更少了，少了3倍奖励，并且现在大部分碰到的怪物都以0级或者1级为主，导致他过了2天了，也才只有 12% 的经验。4级估计是遥遥无期了。老大，又有什么好东西？陈州将手中的武器随手扔给了吴俊义。一件稀有武器，没什么用，给你了。吴俊义看着手中的骷髅法杖，喜不自禁，可以召唤骷髅的法杖啊，好东西啊，再不济也能拿来爆掉。瘦猴两人看着新出现的那名男子，居然随手将他们梦寐以求的装备扔给了别人，还是最实用的召唤武器，都露出了难以置信和羡慕的神情。刚刚升到1级的喜悦也消散不见。你们是附近幸存者基地的人吗？听到了那名青年向他们问话，他们赶忙回答：是的，离这里不太远，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吧。你们有听过花园小区吗？花园小区正是陈州的家。这2天，两人已经路过了数个幸存者聚集点了，只是很可惜的，都不是陈州的家所在地。这次地图扩建后，森林的面积大得可怕，并且方位变化也很大，大多数时间两人都是在森林中赶路。瘦猴仔细回忆了一下，不确定地说道：花园小区好像是有这么个小区，不过什么？不过我们原本的聚集点已经被亡灵族彻底占领了，我们现在都是在城市边上的一处大厦里面待着的，先带我们去看看吧。瘦猴闻言大喜，眼前这个青年看样子完全不惧怕的样子。要是眼前2个人联合聚集点的强者将那块地彻底收复的话，物资就不会这么短缺了。第66章，熟人。跟着瘦猴，陈州和吴俊义两人很快来到了一栋大楼前。只见他围着大楼四处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处灌木丛前停下了脚步。张姐，开门，是我。片刻后，灌木丛的枝蔓开始不断蠕动，留出一个可以供人通过的缺口。瘦猴朝着陈州两人解释，因为经常被怪物袭击，所以我们把地下的所有入口都堵住了，只留下几个隐藏的入口。随后，瘦猴和他的伙伴就率先钻了进去。陈州用望气术简单探查了一番，发现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气息后，朝着吴俊义点了点头，两人也紧跟其后钻了进去。没走多远，几人就来到了一处宽阔的地下停车场。一男一女正守在入口的地方，看着陈州两人，神情明显有些戒备。瘦猴，这2位是？说来话长。瘦猴将自己的遭遇简单描述了一番。那名女子也有些感慨：唉，没想到老张也……这个聚集点的人本身就不多，有能力的更是少之又少，如今又少了一个可靠的战力，今后恐怕更加艰难了。走吧，2位，我带你们去见王队长，他是我们这的管理人，麻烦你了。几人行走在地下停车场间，一路上都是落魄的人，3、5成群的坐在地上，神情有些呆滞。好一点的坐在车内，不过看样子吃的也不是很好。姐，你们这里物资很短缺吗？陈州有些疑惑，
之前他和吴俊义两人也路过了2个聚集点，明显不似这里一样，人们的状态都不错。张杰叹了一口气，这附近的超市点本来就少，自从前2天亡灵族出现之后，基本上所有的物资点都被这些怪物占据了。我们有战斗力的人本来就不多，最近又挨，为什么不去寻找别的集聚点？我们路过了几个聚集点，那边都有军人主持秩序，物资也还算蛮丰富的。张杰讶异地看向陈周2人，之前瘦猴的描述不太清楚，他还以为2人是附近的幸存者，可听他们现在的说法，他们居然是外面来的，而且还路过了好几个聚集点。你们是别的聚集点过来的？陈周点了点头，可以算是吧，不过我家是在花园小区，回家来拿点东西。张杰觉得这人还真奇怪，别的聚集点既然物资不缺，说明实力也不错，非要回家来拿些什么东西，他还以为对方有家人在小区内呢。你恐怕要失望了，现在别说花园小区，这附近所有的聚集点全被亡灵族给占领了，根本没办法进入。谈话之间，3人来到了一处简易的会议桌前。至于说花园小区的具体情况，你可以问我们队长，他好像也是花园小区的。陈周看向了张杰指向的那名中年男人，愣神了片刻。王叔，你是？小陈。面前那被张杰称作队长的男人，正是花园小区的保安队长王定山。王队长，你们认识？王定山哈哈一笑，点了点头。小陈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吗？作为保安队长，我自然是有点印象。说罢，他上前摸了摸陈周的身子，没有缺胳膊少腿，不错，亏我还担心过你的安全呢。不过看样子，那你过得还算不错。寒暄了一番后，陈周便直入主题。王叔，我这次回来是想回家看看，希望有个认路的带我过去，或者你给我指个路，我自个过去瞧瞧。王定山皱了皱眉头，小陈啊，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实力怎么样，但是现在小区里可全是怪物啊，我们也非常想清理这些小区，但除了折损人手，根本没有任何收获。吴俊义一听这话就有话说了，叔，你也太小瞧我们老大了，准精英都是菜，精英怪我们老大都能单杀。王定山听后讶异地看向了陈周，看其只是笑笑，他仔细想了想，心中一定，既然这样，我带上几个人陪你走一趟吧。王叔，你不是这里的管理人吗？这合适吗？王定山摆了摆手，什么管理人，谁强管理这里罢了，这里之前的强者走的走，死的死，就剩下几个歪瓜裂枣的，我可头疼死了。陈周也不矫情，那就走吧，说不定还能给你们清理出一片安全区出来。王定山哈哈一笑，只当这是一句玩笑话，之前这里可是有一个精英级别的强者带着一队人马想要去清理附近的怪物，结果到最后只剩下那名精英独自回来，一脸恐惧地搜刮了在场幸存者的大部分物资，逃离了这片区域。这次带陈周过去，也是希望他看到那些怪物的恐怖，让他知难而退。据瘦猴说，陈周2人的实力相当不错，特别是跟在陈周身后的那个杀马特青年，能够将瘦猴从古狼的嘴中救下。要是2人能够留在聚集点内，也能为他分担点压力。最近那些怪物的活动范围可是越来越大了，也不知究竟还能躲藏多久。再次穿过藤蔓，几人来到了外面。这次王定山还带上了张杰和瘦猴2人。瘦猴这家伙听说队长要带着陈周2人去花园小区，便主动请缨要跟着一起。和瘦猴一块回来的大胖消息稍微有些落后，等他知道几人出去的消息都是半个小时之后了，他抱着脑袋后悔莫及。靠，瘦猴这家伙升级都不带着我啊！集聚点内的其余人看着这一幕都有点奇怪，这2人平时让他们出去搜物资都躲都躲不及，上次让他们出去都是唬骗了半天才同意的，这次怎么这么积极？听说这次可是去花园小区啊，他们有些人也是那个小区里的居民，那地方现在可是被一些非常恐怖的怪物给占据了。张杰也是万分无奈的被拉去当壮丁了。大胖瞧着周围人的神情，哪里还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要是你们知道那2个大佬的实力，恐怕到时候都会后悔没有跟着过去闻经验。大胖暗自思忖着，到时候等大佬回来，该怎么想着法子跟着一起再去混混经验。第67章扫荡。树林间，陈周几人行进的很快，这主要得益于张杰的天赋。路上的所有杂草、藤蔓统统都让开了道路，一路上遇到的一些游荡的骷髅兵也在他藤蔓的绞杀下碎成骨渣，威力相当不俗。看起来是与植物有关的天赋，想必聚集点门口的藤蔓也是他的杰作。几人不多久便到达了一处街道，一看到那再熟悉不过的建筑，陈周就晓得目的地已经到达了。街道上都是花园小区附近的一些店铺，尽管只有5天的时间，他竟不由有些物是人非的感觉。怎么样，小陈，我没有骗你吧？说实话，当王定山看到那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亡灵生物，自己都有些被吓到了。之前的怪物虽然很多，但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这还是明面上的，那店铺内不知道还藏着多少怪物呢。瘦猴也心里打鼓，虽说之前吴俊义的表现很强悍，但那说破天也就是一支古狼小队而已。
但面前光这个街道内就有着不下100只的亡灵怪物和数只准精英，这真的能打得过吗？他不禁有些后悔太过冲动，不过现在走应该也没有什么事吧。张杰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操控着周围的藤蔓，将自己隐藏得更深。他已经随时准备好撤退了，没有理会王叔。陈州简单地用望气术探查了一番街道，随后便朝着吴俊义说道：“老吴，老样子，上去吸引火力吧。”“行，小陈，那我们就回去啊。”王定山还没反应过来，吴俊义已经大吼一声冲了出去。好咧，老大！几把匕首被吴俊义扔在了身前不远处，武器爆炸。随着几声爆炸声响起，街道上的亡灵生物都将目光投向了几人的隐藏点，店铺内和地底下躲藏的亡灵生物也都纷纷显出身形。那密密麻麻的幽光让王定山3人的头皮发麻，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吴俊义丝毫不惧，在前方骚包的摆了个 pose。张杰看到这一幕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队长，你这个业主和他朋友是不是脑袋有点不太好？我也不知道啊。王定山苦涩地朝着陈州问道。小陈，你这是做什么啊？别想不开啊，你王叔还想多活2年呢，你王叔媳妇还在聚集点等着你王叔呢。陈州看着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亡灵生物，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淡淡的对着3人说道：“有没有远程攻击手段？这样蹭经验会更多一点。”瘦猴闻言眼睛一亮，难道前方那个骚包男是个绝世高手？这么多怪物都不怕？想罢，他从怀中掏出了几把飞刀，投出去之后也站到了吴俊义身旁。大佬，我来和你一起。吴俊义看着站在自己身旁的瘦猴，歪了歪脑袋，这家伙是不是傻？跑这里来！看着近在咫尺的亡灵怪物，吴俊义转身就朝着陈州跑去。老大，救！留下瘦猴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啊！身前最近的古狼已经跃至半空中，马上就要朝着他扑来，再跑也已经来不及了。瘦猴脑袋迷糊，我他妈究竟在做什么呀？耳边风声骤起，一道红光从其身侧划过，红光似毫无阻挡般划过空中的古狼，继续朝着后方的亡灵生物飞去。而那古狼从头到尾瞬间碎成骨渣，稀稀疏疏落在瘦猴的脚边。又是那根羽毛，瘦猴顿时回想起那根一击断掉准精英古狼尾巴的羽毛，渴望着仍然密密麻麻的亡灵大军。瘦猴并不觉得这根羽毛能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威力再大的技能那也只能对付几只怪物啊。当他正准备朝着后方逃去，就听见耳边传来又一声耳熟的风声，随后是第2声、第3声、第无数声。瘦猴很快就见到了他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场景，无数的红芒从其身后飞射而出，似一道道剑光一般冲进去了前方的黑茫茫的亡灵大军中。那些恐怖的亡灵生物，无论是1级、2级、3级，无论是普通还是准精英，无论是孱弱的骷髅兵、凶猛的古狼、恐怖的食尸鬼，亦或是诡异的亡灵法师，在这道红芒之下都如同薄纸一般被轻易地划破身躯，随后化作骨渣或者灰烬。看似恐怖的亡灵潮水却被这一根根羽毛摧枯拉朽般粉碎。瘦猴第一次从这些亡灵的身上看出了恐惧，在看到最前方的部队被荡清的时候，部分亡灵甚至准精英眼中的魂火动荡，居然头也不回地朝着暗处躲避，但都是无用。无数红芒在摧毁了亡灵潮水后，在空中盘旋了片刻，就继续朝着剩余怪物杀去。那恐怖的速度让红芒周围的风压都有些失衡，没有任何一只亡灵生物能逃脱红芒的追击，纷纷化为一地的骨渣和碎块。一只地血鬼钻入地下，还在暗自庆幸，下一秒一根红芒从天而降，居然将整块地面轰出一个数米的焦黑色大坑，而那地血鬼连渣都未曾找到。一名躲藏在怪物中的亡灵法师疯狂地在身前召唤古强、古盾，将身上能用的法术道具尽数使用，希冀能够躲过一劫。但那道红芒却根本不讲道理，一般摧毁了他的古强、古盾，甚至是他身上所有的魔法盾牌。就在他看着身前终于势能耗尽停下来的羽毛松了一口气时，那羽毛瞬间迸发出惊人的烈焰和狂风，席卷了他的全身，在一阵哀嚎中，原地只留下一堆骨灰。也不知多久之后，随着最后一只憎物被肢解成碎块，街道为之一清，无数红芒也停下脚步，化作一根根羽毛在空中飘荡。瘦猴呆呆地看着这些羽毛慢悠悠地在空中飘落，划过他的脸颊，却如同微风拂面，柔软异常。谁能想到，就这样一根轻柔的羽毛，在刚刚还是如同飞剑一般凶狠的大杀器。他转头看去，空中的红色羽毛如燕鸟归巢般落入一名神色淡然的青年袖中。第68章矛盾。恭喜你完成一场精彩的中型战斗，击杀亡灵法师2级准精英，地穴恶魔1级准精英，憎物2级准精英，行尸1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A 轻松惬意。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骷髅法杖 x1， 肮脏指甲 x1， 魂火项链 x1， 少量经验。当前经验3级，16.900分号，100百分号。肮脏指甲，稀有盔甲，轻微提高身体物理抗性，少量提升腐蚀抗性。魂火项链，稀有项链，少量提高精神恢复速度。陈州挑了挑面前掉落的一大堆装备，也只有这件盔甲和项链还算可以。如今他的身上大部分部位都穿上了稀有级别以上的装备，也只有衣服部位还是之前最早掉落的蜥蜴皮甲。不过看着那新掉落盔甲上面那绿油油的粘液，他还是选择不更换了。这盔甲确实挺肮脏，也不差这一点腐蚀抗性了。至于项链还算不错，他直接穿了上去。按照系统的说法，如今他的身上也只有耳环部位还空着了。小陈，陈州抬起头来，王定山正在面前欲言又止。王叔，怎么了？那个，你难道已经是精英了？王定山现在脑袋还有点晕，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幻术。但那狼藉的街道和系统的提示告诉他，刚才那一切都是事实。其实他是想问陈州是否已经晋升到了精英还要高的级别，但他并不知道再往上升是什么级别。之前他也跟着聚集点内的那个精英强者出去一起行动过，但哪里会有这种破坏力？哪里会有这种统治力？在他眼里，那人也就个属性比自己强上一些，但凡怪多个几只，那人也要避其锋芒。但陈州那是啥？站在原地，只手一挥，无数红芒漫天飞去，脸部红气不喘，亡灵大军悉数尽灭，颇有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的那味道了。王叔，你也太瞧得起我了，我连怎么晋级精英都不知道呢。陈州朝着街道内走去，留下一脸震惊的王定山和张杰。吴俊义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心中暗爽。对，就是这个感觉，老大装逼装得越来越不动声色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俊义就发现了陈州那无形装逼的特质。当他见识过陈州的实力后，早就已经被震惊的麻木了。要是下一刻陈州一招就干掉一群精英，他都不觉得奇怪。可他就喜欢看其他人那毫无所知，然后满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老大，等等我！抛下两人，吴俊义赶忙跟了上去。要是让老大先走，那可是一点经验都不剩了。老大，也等等我！吴俊义一脸疑惑，哪里来的人和我抢小弟这个职位？回头一看，瘦猴一脸谄媚的跟了上来。瘦猴丝毫不理会吴俊义敌视的目光，将手上一堆的材料和一件稀有的匕首递给了陈州。老大，这是刚才我掉落的装备和材料，您拿着。吴俊义看着这一幕，心中警兆大响。这小子上道啊！我可是从没给老大送过装备，因为天赋原因，还一直是老大给我装备啊。小弟地位不保了。陈州看了一眼瘦猴手上的装备的，摆了摆手，你自己收着吧，我没什么用。他包里都塞得满满的，不是什么有用的装备，他早就已经不拿了。谢谢老大，谢谢老大。瘦猴笑着鞠了两躬，美滋滋的将那稀有匕首拿在手上。老大喝水。吴俊义在一旁递上了一瓶矿泉水，顺便还偷偷瞪了一眼瘦猴。瘦猴哪里能忍？老大，我来帮您拿包吧。老大您歇着，我来探路。看着三人的身影马上就要消失在白雾中，张杰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队长，你这个业主真是不得了啊。是啊，说不定我们这次还真能把这块区域给收复了，说不定。王定山在震惊过后就是庆幸，这样也能缓一缓聚集点内的矛盾了。张杰听到这句话，眼神有些闪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王定山叹了一口气，走吧，别跟丢了。他们的聚集点已经相当艰难了，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一开始，怪物的强度已经远超第一天的强度，密度也远超当初。没有任何天赋的普通人很难在外面生存下去，失去了3倍奖励后，升级也变得异常困难。第一天，你能杀怪获得天赋，成为天赋者；第2、3天，你能通过3倍奖励获得优秀装备和大量经验，成为优秀的战斗人员。而现在，你只能在怪物遍布的树林中，凭借自己普通人的身躯杀掉足够升级的怪物，并且运气足够好，不被敌人的精英强者顺手给解决掉。普通人和战斗人员之间的壁垒越来越坚固，当初的懦弱者现在只能依靠他人收集来的物资存活，而那些人似乎还不知自己的处境。王定山现在还记得自己当初的经历，对着自己破口大骂：老王，你到底行不行？我已经吃了1天的泡面了，你赶紧出去给我找点好吃的回来。不少人仍然在不断抱怨着聚集点内搜集来的物资越来越少，殊不知这些都是战斗人员拼了命从外面收集过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聚集点内的绝大部分战斗人员都离开了这里，他们并没有丧失道德底线，不愿意去做坏事，也不想去供养这群废物，宁愿自己离开。作为聚集点内的管理人员之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员私底下找他谈过话了。王队，我们还管那些普通人的死活干嘛？
不愿意出去搜集物资，整天在聚集点内等我们投喂。王队，小李子死了，可你知道那些人说些什么吗？他们说小李子真是废物，真是废物。他们知道这些物资都是小李子拼了命给他们搜集来的吗？王队，我们小队接下来收集到的物资都会保留，不再上交了。有个胖子居然说自己是政府高官，还要我们专门给他找好吃的，真是想屁吃！老子不伺候了！普通人和战斗人员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大，聚集点内甚至出现了好几起斗殴事件。王定山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毕竟他之前也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希望这次能成功收复吧。第69章，藤蔓绞杀。哦，你是说你们本来准备再找个地方躲避，把那些无关的普通人都给抛弃了？陈州听到瘦猴的这番言论，有些惊奇，没想到他们聚集点的矛盾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瘦猴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说道：“我们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物资已经越来越缺少了，大部分人不再像游戏一开始那样单纯，只想要保全自己的亲人。”陈州点了点头，他倒是很认可瘦猴他们的想法。换作是他的话，从一开始就不会管其他人的死活，先趁着3倍奖励赶紧升级再说。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到这里他就想到了那些军方人员，陆刚他就是为了大局早早的晋升了精英，这类人在军中还不少见。在前几个聚集点也基本上都是军方的人员管理着聚集点，将物资收集过来统一分配，并没有出现瘦猴他们的情况。不过究竟谁对谁错呢？陈州他倒是不知，或许都没有错。哪有那么多事，要我说就全靠自己，不行就拉倒。吴俊义在一旁听了半天，最后总结了一句。3人边走边说，很快就来到了花园小区的大门口。在门口等待了一会，王定山和张杰2人也跟了上来。看着门口那熟悉的保安亭，王定山有些怀念。这才几天时间，我都有些记不清我之前还是个保安了。行了，王叔，别缅怀了，我们进去吧。陈州带头走进去了小区，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人并没有在小区里面看到亡灵生物的踪迹。王定山皱了皱眉头，有些不太对啊，之前这里的怪物可比外面只多不少，里面肯定有什么变故，大家小心点吧。到了如今，众人可不会抱侥幸心理，只要稍有不对，那就当最坏的情况来处理。出于谨慎，陈州第一时间就开启了旺气术。在旺气术的世界下，前方的白雾中混杂了不少的黑色气息，伴随着些许红色气息。威胁程度中等，气息属性死亡，看起来确实有点猫腻啊。不过危险程度不高，陈州倒也不是很担心，这个程度顶多是个亡灵族精英的水平，问题不大。陈州的家在11栋，处于小区靠里面的位置，几人继续朝着小区内部深入。白雾之中只有陈州5人的脚步声，场面略显诡异，有点恐怖啊。老大，我倒是怀念骷髅怪那张脸了。你不用怀念了，现在就出现了。也不知吴俊义是什么乌鸦嘴。在几人来到了小区中心的花园处时，无数幽光出现在了几人周围的白雾之中。陈州抬手，数十根红芒从袖中射出，飞至高空之上，随后盘旋着刮起一阵巨大的风暴，将周围的白雾尽数吹散。众人也看清楚了周围的情形，不知何时，几人已经落入了无数的亡灵包围圈，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骷髅和行尸。陈州看着这一幕，若有所思。普通的亡灵生物可没有这种思维，看样子有亡灵族的强者在操控这些生物啊。小陈，这里交给我们吧，你留着力气对付幕后的怪物。其余人也明白，眼下这些怪物估计只是开胃菜，便主动揽了下来。陈州点了点头，这些亡灵生物身上都没什么血气，他的血之灵的血气确实很难得到补充。张杰将手附在一旁的树木上，整片花园的泥土开始不断蠕动，似有无数虫子在底下窜动。藤蔓绞杀，数十根藤蔓从花园的地下破土而出，将身旁的行尸和骷髅牢牢地束缚在了原地。花园内本身就有着大量植物，对张杰的天赋有着极高的加成。属性稍微低一点的怪物直接被当场绞杀，属性高一点的也被困在原地不得动弹。体质判定失败的都会被束缚在原地。你们抓紧进攻。这招明显消耗不低，张杰的脸色有点发白。王定山3人也不废话，对着这些被束缚住的怪物就开始疯狂输出。互相配合之下，很快就消灭了一部分的亡灵生物。就在此时，怪物群中突然冲出2只浑身铁质的骷髅怪，挥舞着手中的骨刀，飞快地朝着张杰扑来。是准精英！陈州正准备操控着羽毛救张杰，却发现了自己白担心了。张杰不知何时已经利用身后的藤蔓缠住了自己，在骷髅怪朝自己扑来的时候，就控制着藤蔓将自己拉走，完美地躲过了这次攻击。陈州看着这一幕，暗自称奇。果然，能活到现在的都有2把刷子，光这开发天赋的手段就已经相当不错了。王定山见到张杰被袭，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
随后一声大吼：“嘲讽！”两只铁质骷髅身体不受控制般向着王定山发起攻击，但两只骷髅还没接近王定山，其身体就被一根藤蔓给往后勾了过去。但是嘲讽的效果还在，骷髅也只能傻乎乎追了过去。一路上，布满尖刺的藤蔓不断地抽打着两只骷髅，铁质的骨骼也被打得逐渐开裂。最后，两只骷髅无奈化作了一堆枯骨，却是连两人的衣角都没有碰到。陈州没想到两人凭借配合，居然这么轻松的就将两只准精英解决了。虽然这两只准精英感觉只是粗制滥造的，但好歹也有着不错的属性。外围的亡灵生物也在吴俊义的爆炸武器下，也很快被消灭得七七八八，其中也没有别的准精英怪物。这些亡灵生物的质量很差，生物也主要以骷髅和行尸为主，就连外面街道上的怪物质量都比这里高上不少，所以众人解决起来还算是比较轻松。这也让他们相当疑惑，这幕后之人究竟想做些什么？就这么让自己手下的怪物白白送死？好像又有新的怪物。兽猴眼尖，突然又从远处看到了新的身影，连忙大喊道。几人定睛望去，果然远处出现了十几道人形身影，正摇晃着朝着这里走来。忽的一枚巨大的火球从那群人影中呼啸而来，张杰脸色突变，忙操控着数根藤蔓迎了上去，将火球在空中击碎。但他也不好受，数根藤蔓损毁，反噬之下自己也受了不小的伤。但还没完，数道冰刺和锋刃又从那群人影中飞出。几人讶异，这些难道全是骷髅法师？不，他们应该是从我们聚集点离开的那些人。张杰看着自己面板上的提示，脸色难看地说道。张百奇，1级准精英，火球对你造成了伤害，藤蔓抵挡成功，你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第70章活死人。数根血雨及时地挡在了众人面前，血雨中的风元素涌动，随后形成一个无形的屏障，冰刺和锋刃击打在屏障上，泛起一阵波澜，随后消散在空气中。李有志，1级准精英，冰刺术对你发起了攻击，抵挡成功。李有志没有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吴晨，1级准精英，锋刃术对你。陈州看着面板上的提示有些懵逼，这些真的如张杰所说，全是人类。如果说第一击是意外，那接下来的几次法术总不是意外了吧？这些人为什么攻击他们？但很快，众人就知晓了原因。那摇摇晃晃走来的10数道人影越来越清晰，那干枯的皮肤和泛白的眼睛，无一不在彰显着他们不是活人的特质。王定山望着那人群中熟悉的面孔，呆滞的喃喃道：“张百奇、吴晨、戚鹏，他们怎么会？”他有些不可置信，这些人明明不是同一批离开的，有些是出去探索后音讯全无，有些是直言聚集点不适合独自离开的。可现在，这些人居然全部都死在了这里。他脑子有个恐怖的猜想，难道整个聚集点都在某个怪物底下的监控下？那……王定山不由想起了聚集点内唯一的一个精英强者刘伯山，他不会也。他赶忙提醒众人小心箭矢。话音刚落，几支箭矢从高空中呼啸而来，目标直指众人身后的陈州。虚化。面对这意外的一击，陈州不敢大意，直接开启了虚化。懦弱长弓手刘伯山，2级精英，对你造成了穿透伤害，箭矢虚化躲避成功，免疫本次伤害。哪里来的弓箭手？陈州头大，望着箭矢射来的方向，开启了望气术。只见一条红线一直往斜高处蔓延，渐渐消失在白雾深处。陈州想了想便明白了，那弓箭手定是在一旁的高层居民楼上，但那地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攻击范围。虚化时间很快消失，又有几支箭矢从高空中朝着他射来。陈州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只能先去解决弓箭手。我去解决弓箭手，你们坚持一会。风之翼瞬间展开，无形的飓风将射来的箭矢和法术统统破碎。身兼巨硬力沉气力脚快，怕吴俊义他们坚持不住，陈州一连吐出10字言灵。只见5人身上斑斓的光不断浮现，一瞬间5个增益 buff 上身。做完了这些后，陈州风之翼扇动，原地腾飞，消失在了空中的白雾里。望着陈州的背影，吴俊义有些担心，老大一个人过去不会有事吧？先担心我们自己吧。他回过头看向了场内，15名本该死去的人已经来到了他们的不远处。吴俊义或许不清楚，但作为聚集点管理员的王定山可是能清晰报出这些人的名字，因为这些人无一不是之前聚集点内的强者，7名准精英，8名战斗力强悍的队员。吴俊义感受着身上涌动的力量，有些不屑，怕什么？我们身上有着老大加持的 buff， 坚持一会不成问题吧？王定山苦涩地笑了一声，你以为只有我们有？那批活死人可是聚集点内战斗力最高的一群人啊！
只见那群活死人中有2人抬起手中法杖，魔力汇聚，群体聚力术，石符术。见这2人还想继续施法，王定山立刻大喊道：“打断他们！”张杰将手插入泥土里，一阵地涌过后，数根巨大的藤蔓出现在了这群活死人的身后，满是尖刺的藤蔓朝着那2名释放辅助法术的人抽打而去。活死人中瞬间冲出了数人，拦在了藤蔓之前。其中1人手持一把破刀，对着藤蔓根部砍去，魔力灌注之下，破刀燃起熊熊烈火，竟将藤蔓一刀两断。火焰刀断口处绿色汁液不断流下，藤蔓似乎感受到了疼痛，四处翻滚，溅起一地烟尘。张杰满头大汗，这些藤蔓可是就相当于他的器官，如今被砍，剧烈的疼痛让他痛喊出声。使火焰刀那人他认识，在聚集点内也算小有名气，没想到也成了活死人。不过眼下可容不得半点犹豫。张杰一狠心，将双脚也死命蹬入土中。活死人中央再次升起数根粗壮的藤蔓，疯狂地搅乱他们的阵型。一群法师施展着各色魔力护盾，吃力地抵挡着藤蔓的进攻。其余活死人见状，立刻舍弃了那群法师，直奔张杰而来。什么？王定山几人讶异，这些活死人是有战斗智慧，还是另有人操控？挡住他们，不能让他们靠近，等张杰把法师都解决掉。吴俊瑜从包中掏出一大把骨笔，朝着活死人中扔了过去，感受一下氪金战士的恐怖吧。武器爆炸！再次掏出一大把骨笔，武器爆炸！无数爆炸声响起，即便成了活死人，这群人的防御也没有强上多少。一时间残肢被炸得满天都是。就在吴俊义又抽出一大把匕首准备扔过去时，一道魁梧的身形举着一个巨大的塔盾从烟雾中冲出，直奔吴俊瑜而来。战争冲锋！猝不及防的吴俊义连将双手护在头前都做不到，那声势浩大的壮汉已经冲至前方数米处。拦截！拦截 LV1 能够对任何移动的飞行物或是移动的个体使用。拦截后，该飞行物、个体将强制终止移动。拦截时将受到该飞行物或个体造成的伤害，该伤害将豁免 90%。冷却时间30分钟。高速移动的壮汉瞬间被截停在原地，没有剧烈的碰撞声，没有四起的烟尘。庞佛刚才那浩大的威势如同一个笑话。王定山那相比之下稍显瘦弱的身躯举着一个骨盾牢牢地抵住了壮汉的塔盾。他抬起头看着这个聚集点之前的第一坦克，怒吼一声：“死了就死了，还出来祸害什么？”左手直接扣住面前壮汉的脸庞，猛地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直接将壮汉连人带盾按入泥土之中。第71章死亡操控者。瘦猴看着前方的战斗，一脸惊恐，这怎么个个都这么猛啊，完全插不进去手。他看了看身旁脸色苍白的张杰，算了，我守好张姐就行了。就在这时，他脸色突变，握着匕首的手紧了紧。有什么东西在靠近？虽然战场上爆炸声、碰撞声不断，但他的天赋让他总能从中听出不一样的地方。那脚踩在泥土上、落叶上的声音，此刻在他耳里无限放大。他脑中一一浮现出那15个活死人的面庞，是蛇眼，那是在聚集点内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杀人犯。接连杀了几个人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原地消失，逃离了聚集点。没想到他是隐身，没想到他也死在了这里。他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听着那脚步不断的靠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瘦猴的手止不住的颤抖，他压根不敢出声提醒身旁的张杰，在如此之近的距离下，蛇眼一个暴起就能将2人杀掉，那可是准精英级别的强者。我能怎么办？脚步声在2人身后停下，瘦猴能清楚地听到那轻微的风声，那是手臂抬起的声音。那是瘦猴猛地一个转身，手中的匕首用力朝着后方的一处空气中刺去。噗嗤，那是刺入肉体的声音。用力一脚，一道人影凭空出现，右手高高抬起，正欲下刺的姿势，眼睛上插着一把匕首，脑袋被毁了个稀巴烂。瘦猴大口喘着粗气，那是他身上肾上腺素涌动的声音。解决了刺客，瘦猴也放松了不少，但当他瞥见张杰状况时，吓了一跳。黑色的雾气正沿着他的手臂不断蔓延，面色也在发黑。张杰，你怎么了？似乎听见了瘦猴的呼唤，张杰勉强睁开了闭上的眼睛，他发出虚弱的声音：“瘦猴，把我拉！”瘦猴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立马上前将其从土里拉出来。拉出来的那一刻，他都吓了一跳。张杰的双手双脚的血肉都已经被黑色的雾气彻底腐蚀殆尽，尽数化作了枯骨。要是再晚一些，等这些黑色雾气彻底蔓延至张杰的全身，怕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骷髅了。瘦猴连忙掏出几瓶快速恢复药剂往他嘴里灌去，
但严重的伤势让张杰昏迷不醒，药剂也完全不起作用。这到底什么情况？他抬头看向了战场后方，那些巨大的藤蔓此刻已经尽数枯萎，上面缠绕着黑色的诡异气息。在那几名活死人中间，一名衣袍华丽的骷髅法师正静静地站在那。出于好奇，兽猴直接丢了个探查术喂过去。精神判定失败。死亡操控者迪恩3级精英，力量、敏捷、精神、智力、体质、魅力、天赋、技能。兽猴看着全是问号的面板，一脸疑惑。虽然说探查术喂现在的用处越来越少，还会引起对方的注意，但是这种除了名字称号全是问号的情况，他可从来没有碰到过。他看向了那骷髅法师，却发现对方居然也在盯着他看，那眼睛悠悠的，似要将人给吸进去。迷迷糊糊之中，兽猴竟觉得天旋地转，下一秒就再无意识。摄魂术！一番酣战之下，吴俊义和王定山两人终于解决了所有冲过来的活死人。陈州所留下的 buff 比想象的更要厉害。身兼中幅度提升身体的防御力，持续时间15分钟。巨硬中幅度提升身上防具的防御力。力沉中幅度提升力量判定。气力中幅度提升提示武器的锋利度。脚快中幅度提升移动速度。在陈州高达 3.8 的精神属性之下，炎灵术发挥了比之前更强的效果，每个术甚至都能比得上一件精良装备的属性加成。吴俊义犹记得刚才自己的稀有短刀和那活死人的火焰刀相撞，竟直接将对方的武器折断，一刀将其削手。不过两人的脸上并无轻松之色，他们也看到了后方那名衣袍华丽的骷髅法师，不出意外的话，这怪物恐怕比那些活死人更加难对付。先撤回去，张杰的状态似乎不太妙。王定山余光瞥见后方躺在地上的张杰，有些担心。行，两人面朝着骷髅法师缓缓向后退去。令人疑惑的是，骷髅法师并没有追上来的意思，身旁的活死人法师也没有发起攻击。王定山边退边朝着身后的兽猴问道：兽猴，张杰怎么样了？没人回答。兽猴，王定山有些疑惑，回头看了一眼，不知何时兽猴已经站在了其身后。怎么回事？噗嗤！王定山口中吐出一口血沫，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那瘦弱的男子。兽猴！一旁的吴俊义看见这一幕，心中大骇，拎着刀就冲了过来。你小子他妈干嘛呢？别杀他，他被控制了。听到王定山的话，吴俊义赶忙转为刀背，打在了兽猴脑袋上。虽然威力不大，但兽猴经此一击，直接晕了过去。王叔，你没事吧？王定山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摆了摆手，不太行，生命值快见底了，还带着流血的状态，不能移动。怎么不喝药啊？没用，普通的药剂是不能在战斗中使用的。你自己看看我们的状态栏。吴俊义看向自己的状态栏，果然提示在战斗状态。仔细找了一番，才发现问题出在空气中那黑色雾气上。你受到死亡操控者迪恩的死亡气息 LV4 的影响，体质判定失败。你受到持续 buff 死亡气息。死亡气息，在此气息影响下，你的肉体将不断受到腐蚀，每过一段时间你将受到一次体质判定，判定失败后你的生命值将轻微下降，并持续处于战斗状态。那怎么办啊？看着四肢变成白骨的张杰，不知敌我还晕过去的兽猴，重伤躺地不能移动的王定山，吴俊义一阵头大。难道靠我一个人打对面那些怪物们啊？饶了我吧。第72章再见克雷尔。兽猴无比期待陈州能够像之前一样威风凛凛的出现，在其面前装一波大逼，但他并不知道陈州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陈州离开地面后，就顺着视野里的红色气息不断追寻，很快他就发现了那名弓箭手的位置，就在边上一栋居民楼的天台上。又是一名活死人，手上拿着一把巨型长弓，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天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陈州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望气术世界下的空间内开始充斥着大量的红色不祥气息。新的提示在面板上弹出：威胁程度高度危险，气息属性风、雷、死亡。他留了个心眼，利用数十根血雨在周身组成了一个厚厚的狂风屏障。果不其然，当他刚接近对方，活死人刘伯山就瞬间爆发，攻搭3箭，接连3发，9支箭矢缠绕着朝他快速射来。9连射！陈州想振翅离开原地，躲开攻击，却发现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束缚住了。你受到天空行者克雷尔3级精英风之父，体质判定失败，精神判定成功。你将被束缚在原地 2S， 但豁免风之父造成的风系伤害。克雷尔，怎么会是他？
陈州没想到新出现的敌人居然是自己的老熟人，可克雷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不是蜥蜴人沃伦家族的第二袭吗？而且当初还和亡灵族打了那么一场战斗，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和亡灵族同一战线才是。但当克雷尔从后方的白雾中出现的那一刻，陈州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那原本还算优雅的蜥蜴人面庞，此刻已露出惨灰之色，兽瞳也尽数泛白，已然是活死人的面貌了。蜥蜴人那场战斗难道输了？连第二袭都死了，被做成了活死人？但眼下不是思考的时候。陈州口中轻吐，剑还，飞射的箭矢如同进了泥潭一般，顿时便缓了下来。感受着炎灵术消耗的精神力，陈州心中大为满意。对于越难实现的目标，炎灵术的消耗也就越大。让箭矢直接失去动能停下来和让其飞行速度变缓的难度明显差了一个档次。但对于他来说，一根停下来的箭矢和一根飞行速度缓慢的箭矢都毫无威胁。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剑缓可比剑效果好上很多。合理的利用炎灵术的措辞能让他省下相当多的精神力。风之腹的效果结束，陈州轻松避开了9根毫无势能的箭矢，朝着天台继续飞去。但长弓手刘伯山显然不想让他轻松靠近，手中长弓快速拉动，一根又一个的箭矢朝着陈州射来。虽然箭矢的力量和速度还算不错，但陈州现在可是 3.0 敏捷属性的人，再加上风之翼的加持，没有别的控制手段，这些箭矢根本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这些箭矢还是被其轻松躲开。空中的克雷尔见状，默默地挥动法杖，一股无形的力量附在刘伯山的长弓之上。附魔风，附魔雷，他再次蓄力拉出一弓，风云汇聚，蓄力剑 LV4， 10数道雷霆和飓风逐渐环绕在这根箭矢之上。陈州看到这一幕，顿时眼皮跳动，有些心惊胆战，绝对避不开。手中微动，无数血雨从袖中飞出，化作血雨盾挡在面前。轰隆一声，箭矢快如闪电，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陈州射来。但还有更快的，雷霆术！克雷尔魔力汇聚，一道真正的雷霆率先朝着陈州劈了过来。天空行者克雷尔3级精英，对你释放了雷霆术。血雨盾抵挡成功，你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雷霆与血雨盾相撞，成功被抵挡住，消散在空中。但是血雨盾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盾牌，正中央的羽毛被劈散，露出了一个不小的缺口。而刘伯山那是如闪电的那一剑，就穿着这个缺口向着陈州直射而来，已经完全来不及说出任何的话了。炎灵术的缺点就在这里，面对这脑子都来不及反应的情况，自己的嘴巴更来不及反应。下次一定要找个快速讲相声的天赋。虚化，尽管身体已经成功虚化，但陈州明白这远远不够，这根箭矢绝对带着元素伤害。风之翼停止扇动，两只翅膀如同双手般将自己紧紧环绕住。风之翼作为风之灵的衍生能力，看似能力远低于血之灵的衍生能力血雨，其实不然。作为一个可以视作自己器官的新能力，风之翼如臂食指，要是以为仅仅只有飞行能力，那真是太小瞧它了。它更像是一双新的手臂，而这个手臂不畏疼痛，是大力沉，可攻可守。攻可做2把长刀，边缘锋利，锋刃缠绕其上，威力更盛。防可当做一个大盾，挡住周身任何角度，风盾挡在其前，防御更强。一些小型的法术和箭矢在其振翅一拍之下，尽数都可以打落。懦弱长弓手刘伯山2级精英的蓄力剑 LV4 对你造成了物理、风、雷属性伤害。虚化闪避失败，风之翼抵挡成功，活化鳞片抵挡成功，你受到了轻微伤害。轰！一声巨响，陈州被这根箭矢射中，巨大的力量让其直接横空飞了出去。数十米之后，他才扇动翅膀停了下来。看着面板上的提示，陈州脸色有些难看。没想到那根箭矢的威力如此巨大，连风之翼都没有彻底抵挡住。幸好他还有一层保底，那就是由地级天赋硬皮变异而来的活化鳞片。时间现在已经是第5天，陈州这2天自然也没有浪费变异的次数。第一个他变异的就是硬皮，结果也很让他满意，他得到了一个 C 级的防御天赋，活化鳞片 C， 你拥有一枚防御力惊人的鳞片，鳞片防御力等于你全身平均防御的10倍，鳞片面积约等于你手掌大小，鳞片可以活动在你体表的任何位置。巨龙肯定非常希望拥有这个天赋。第73章双杀。摸了摸胸口的鳞片，陈州有些庆幸，得亏有着这鳞片，不然自己怕是要受点伤了。没想到那根箭矢的威力如此之大，看着距离又被重新拉开的战场，陈州有些无奈。那2个不死人搭配之下，
仅凭一般手段完全近不了身。自己的血雨又被克雷尔的风系法术给牵制住，还要分心防御，属实有点难办。不过与其说是敌人强，不如说是单单克雷尔强。毕竟要不是他的附魔，那刘伯山的蓄力剑可能连他的风之翼都无法突破。虚化更是完美克制刘伯山这种物理系的弓箭手。也不知克雷尔究竟是怎么死的。看着克雷尔挥动法杖，天空之中乌云密布，陈州明白其又要施展见过的那招了。降雷术，他可是见过这招的威力的，哪里还敢怠慢？看来得施展点真本事出来了。身后的漆黑斗篷随风飘动，无数的紫色气体从中蔓延开来。魔影，那些紫气仿佛有生命一般，慢慢在陈州的背后凝聚成了一个庞大的紫色魔影。这只魔影和上次有所区别，那就是他这次还继承了陈州的风之翼。一对巨大的紫色魔翼遮住了半边的天空，轻轻扇动之下，那降雷术照来的雷云瞬间被击碎。陈州大喜，这照出来的魔影可比上次强上太多。之前他还以为这个魔影是固定属性，没想到是根据自己属性会发生相应变化。这次更是继承了自己的风之翼，也不知道这个魔影的上限在哪里。有了魔影在身后，陈州再无顾忌，全部血雨化作红芒，朝着克雷尔和刘伯山射去。克雷尔挥动法杖，飓风术，无数狂风席卷而来，欲与血雨对抗。但别忘了，魔影的魔雨也紧跟来。在散发着魔气的黑光撞入狂风之中后，克雷尔再也抵挡不住，漫天飞雨燃着熊熊烈火，朝着两人射来。火盛雨速风烈，炎灵术再次加持，此刻什么防御都无法阻挡这滔天大势。飓风突破，风之屏障突破，雷遁突破。站在天台上的刘伯山第一时间就被淹没在无尽火焰之中，他最后射出的箭矢甚至连一根羽毛都无法击落，简直孱弱的可怜。你的血雨对懦弱长弓手刘伯山2级精英造成了穿刺、火焰、风属性、魔属性伤害，蜥蜴皮甲抵挡失败，你造成了巨额伤害，你击杀了刘伯山。刘伯山死后，所有血雨尽数朝着克雷尔射去，他的面前的最后一道防御也被彻底粉碎。眼看着就要被击中，克雷尔的身体却瞬间化作一道雷霆，朝着后方逃去，速度之快让陈州望尘莫及。雷遁，这家伙手段实在太多了。陈州心中暗骂，口中微微轻吐2字：空空间固定，无法使用任何的移动技能。在吐出这2字后，陈州的精神力瞬间见底，脑袋发疼。尽管固定的空间只有克雷尔身边的那一小块，但只要是涉及到空间这种概念的法术，都是属于高阶法术了，哪有那么容易？克雷尔的雷遁强行终止，显出原形，但已是活死人的蜥蜴人法师的脸上却丝毫不见惊慌之色，很快就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雷影，克雷尔身形一阵模糊，随后化作5个一模一样的身体，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去。可惜这招或许对别人有用，但对于陈州来说却一目了然。忘气术，5道身影中4道身影的周身只有丝丝的红色气息散发，唯有1道身影红色的气息铺天盖地，漫天飞雨完全不管其余4道身影，朝着克雷尔的本体射去。眼见逃不掉，这名蜥蜴人法师也终于停下了逃跑的脚步，回身静静地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羽毛，他高举手中法杖，口中念念有词，无数的魔力开始汇聚在他的周身。陈州看到这一幕，哪里还不明白这家伙又要放大招了？靠，有完没完啊？他甚至想要放弃击杀这家伙，直接逃跑算了，完全想不明白这蜥蜴人怎么会死在亡灵族的手上。但一想到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击杀这种级别的强者了，他就忍不住心中的贪念。毕竟没有魔影加持的他，可能还不是克雷尔的对手。拼了！再次忍着头疼说出了2字：念强。精神力提升，空中的羽毛威力再度上升，血雨和魔雨汇聚成2把长枪，长枪之上燃着熊熊的魔焰，空中的风能量涌动，2把长枪加速，再加速，不断旋转，呼啸着朝着下方的克雷尔刺去。克雷尔身上的魔力波动此刻也上升到了极限，身上的法袍被这狂暴的魔力吹得呼呼作响，手中的法杖上风，雷元素疯狂涌动，让人触目惊心。就在这紧张时刻，忽的，克雷尔那庞大的魔力居然毫无征兆地溃散开来，随后2把长枪毫无阻拦地穿过了他的身躯，留下2个大洞。怎么回事？陈州看着这一幕面露疑惑，他都已经准备好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碰撞了，不管结果怎么样都溜之大吉，没想到结果是这样，是被魔力反噬了。
陈州将目光投向了那缓缓下落的蜥蜴人法师的尸体，他很快露出了惊疑之色，在那张灰暗的脸上，他居然看出了一丝解脱之色。而克雷尔那原本泛白的瞳孔，在最终的死亡时刻居然恢复了清明。你的血雨枪对天空行者克雷尔3级精英造成了穿刺、火焰、风属性、魔属性伤害，魔力护盾抵挡失败，雷电法袍抵挡失败，你造成了秒杀伤害，你击杀了克雷尔。看着击杀提示，陈州沉思了片刻，随后他扇动着翅膀，朝着克雷尔尸体落下的方向飞去。他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奇妙的猜想，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收获一个顶级的大手。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把克雷尔的尸体收起来。第74章幻魂术。迪恩的心情真是到了极致，这次的降临一落地就被迫加入了一场阵营战，还直接碰上了一个疯子，偏偏这疯子还和他有仇，实力还强，硬是把他多年的藏品杀了个一干二净。要不是最后疫病君王大人及时赶到战场，恐怕他也要交代在那里了。本来他还觉着不错，拿到了那疯子的尸体和灵魂，转化为能被自己操控的活死人。要知道这疯子全力爆发之下，可是能将疫病大人也给重伤的，这可比起他那一堆的藏品厉害多了。离开战场后，他寻了个小型的人类聚集地，一边熟悉着这疯子的手段，一边袭击周边的幸存人类，转化为活死人，补充自己的战斗力。没想到这还没2天，又被人寻上门来。他眼光毒辣得很，一眼就瞧出来那当中那名披着黑斗篷的人类是个狠人。本想利用克雷尔和刚转化的人类精英刘伯山引他进入高楼解决掉他，可谁想得到那人类原地就起飞，竟然凭空长出了一对翅膀。那行吧，我的2个活死人精英，其中一个还是大名鼎鼎的沃伦家族第2系克雷尔，总不会打不过你一个人类的准精英吧？结果关注了半天，还真他娘的打不过。自己的2个活死人精英被撵着打，那刘伯山就是个超级废物，躺得比谁都快。感受着脑海中和克雷尔身体的联系彻底消失，迪恩也再不抱任何希望，赶紧走，被那人类追上可要遭老罪了。哎，又要从头再来了，这次降临真是降临了个寂寞，完全没有先机。迪恩叹了口气，不管对面那一脸紧张的杀马特青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吴俊义确实紧张，大佬不在，3个队友全部躺在地上不知死活，自己独自面对着一个可能是幕后黑手的敌人，还有一群活死人法师，能不紧张吗？但幸好那个亡灵法师似乎对他毫无兴趣，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某项事物上面。过了不知多久，吴俊义汗都把全身浸透了，那亡灵法师还是没有管他，终于在某一刻摇了摇脑袋后，就领着几名活死人法师转身离开了。卧槽，太好了！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吴俊义知道肯定和老大有关，毕竟这里除了他们几个人，就只有老大会做什么事情来影响对面这个法师了。他松了一口气，自己这条小命应该是保住了。砰！一声巨响，吴俊义直接下瘫在地，心脏都差点给吓跳出来。刚松口气，就给我闹哪出！定睛一看，原来是老大，还拎回来一具蜥蜴人的尸体。吴俊义，有没有看见亡灵族的法师？陈州的语气很急促，看起来非常着急。吴俊义指了指亡灵法师离开的方向，有个很像幕后黑手的亡灵法师，那些活死人都跟着他走了。翅膀扇动，陈州瞬间消失在原地，朝着迪恩离开的方向飞去。迪恩并没有离开多远，很快就被陈州撵上了。看着后方追上来的陈州，迪恩脸色难看，但是并不觉得意外。这家伙能杀掉克雷尔，那速度就必然不会太慢。他指挥着一旁的活死人法师，朝着陈州射出了各样法术。一时间，数道火球、冰刺、风刃朝着空中的陈州袭来。陈州速度丝毫不减，风之翼护在胸前，振翅一闪，那些法术尽数被拍落，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迪恩没想到这人类实力居然这么恐怖，这些法术连阻挡片刻都做不到。一咬牙，他一脸心疼的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子，不，拔开瓶塞，阴寒的气息散布全场，无数幽魂在小小的瓶子内喷涌而出，咆哮着冲着空中的陈州扑去。陈州脸色一变，止在了原地。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亡魂类的怪物，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理。在幽灵靠近之时，他扇动着风之翼，想要将这些幽魂都给打飞，但当风之翼触碰到这些幽魂时，却径直穿过了这些幽魂的身躯，毫无作用。陈州一时不慎，被这些幽魂直接扑到了身上。你对幽魂1级普通造成了风属性伤害，闪避成功。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幽魂1级普通对你造成了精神伤害，精神判定成功，免疫恐惧。你受到了极微伤害，你被超过10只以上幽魂缠身，
受到了负面 buff 幽魂缠身。幽魂缠身，移动速度下降 50%， 每多一个幽魂缠绕，速度再次下降 1%， 最高 90%。每过1分钟将会产生一次精神判定，判定失败后会造成恐惧。幽魂的伤害似乎和精神属性相关，陈州的精神属性极高，这些普通的幽魂压根无法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但是上百只幽魂却把陈州死死地缠在原地，速度直接下降了 90%， 动都动不得一下。靠！用火试试！身上的血雨燃起熊熊烈焰，朝着这些幽魂射去。你的血雨对幽魂一级普通造成了血属性、火属性伤害，弱点暴击。你杀死了幽魂。意想不到的是，燃烧的血雨极为克制这些幽魂。陈州大喜，应该是由于不单单是火属性，血雨其本身的血气对这些幽魂也有着不小的克制。坏我好事，全部去死！上百根血雨漫天纷飞，追逐着漫天的幽魂。你杀死了幽魂2级准精英。不知过了多久，随着最后一只巨大的幽魂死亡，这场追逐战也彻底结束。但是那名亡灵法师迪恩却已经彻底失去了踪影。早在他放出瓶子内的幽魂时，就直接转身逃跑了。看样子他根本没打算和陈州动手。陈州有些遗憾，那亡灵法师的手段不少，就连克雷尔都被其控制。要是击杀，掉落一定相当不错。不过哪有什么都是十全十美的，毕竟他已经获得了他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行窃手套、史诗手套，主动技能行窃，释放该技能后将偷取对方一个随机技能，效果持续时间、冷却时间根据该技能决定。该技能可以储存在手套中，但该技能将只有1级，技能可进行替换。行窃冷却时间 12H。 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使用这个手套的技能行窃，但就在刚才，他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对着迪恩使用了这个技能。幸运女神眷顾了他，他居然真的行窃到了自己想要的技能，那就是换魂术。换魂术 LV1， 对一具尸体使用该技能后，将会呼唤该尸体的灵魂，只要该灵魂没有离开尸体太久，就能与灵魂取得沟通。沟通成功后，可与灵魂签订协议，灵魂融入尸体，该生物将会以半生半死的状态继续存活。当前可契约数量01。第75章灵魂契约。在看到这些活死人的状态时，陈州就在思考一件事。这些活死人明显是被某个亡灵怪物给控制的，可这怪物究竟凭借什么控制的呢？一者是天赋，二者就是技能。如果是技能，那他有没有可能通过行窃偷到这个技能，进而也控制住这些怪物呢？当陈州看到克雷尔的一瞬间，心里的那想法就越来越强烈。要是他也能把克雷尔控制了，那是多强大的一股助力。所以他在杀死克雷尔的那瞬间，他就立刻把他的尸体给收了起来，避免等会找不到被系统给回收了。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去寻找那名幕后的亡灵法师。运气也是真的好，虽然不知道那亡灵法师迪恩究竟身上有多少技能，但最少也有5个以上吧。陈州居然第一次就直接获得了那个关键性的技能换魂术。但是这个技能和陈州预想的相差甚大。首先，这个死去的人不能死去太久，因为必须要灵魂就在周围，而死亡时间过长，灵魂早就消散，换魂术就无法施展成功。第二，换魂术施展成功后，只是提供了一个和这个灵魂沟通的权利，你必须要和这个灵魂达成一致，签订一个灵魂协议，才能成功获得它的效力。第三，1级的换魂术有上限，而且只有1人，因此陈州特别好奇，为什么那名亡灵法师的换魂术显得如此强大。蜥蜴人一族宁愿放弃人类，也要和亡灵族死拼，两族的关系定然不会太好。那克雷尔的灵魂怎么会和这个亡灵法师签订灵魂协议呢？更何况那些死去的人类被这个亡灵法师杀了，还会同意签订灵魂协议？还有那高达10数名的活死人，这个换魂术就算升到10级，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上限吧？看来那亡灵法师迪恩的身上还有数个可以辅助换魂术体的天赋或技能，这可不是个好消息。他可没法保证能和克雷尔的灵魂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更何况他不知道已经是活死人状态下的克雷尔再次死亡后，灵魂还会不会存在。思考之间，陈州已经飞回到花园中央，吴俊义正呆呆地坐在那，一旁躺着3人一蜥蜴，要么死要么惨。老大，你终于回来了！吴俊义看到陈州的那一瞬间，直接大嚎。他可太苦了呀，心惊胆战了好久。闭嘴！陈州没空理会这活宝，他还有要事要做。看了看王定山3人的状态，陈州口吐6字：命回，肉生，筋回。兽猴的眼睛微动，似乎有了醒过来的迹象。张杰4肢的血肉肉芽蠕动，
双手双掌居然看着就要重新长出来。王定山身上的伤口也很快愈合，面色也恢复了血气。看三人的状态缓了过来，陈州转头看向了克雷尔的尸体。为了这一刻，他可是努力了好久啊！幻魂术，你对天空行者克雷尔3级精英的尸体释放了幻魂术，精神判定成功。克雷尔的灵魂得到了召唤，但是他并没有回应你，你可以继续尝试召唤。陈州皱了皱眉头，想了一会后，开口朝着空气说道：“克雷尔，我知道你就在附近，看你死去的样子，你一定很不甘心吧？来谈谈怎么样？”见还是没有什么动静，陈州继续开口：“我知道你也是被迫听命那亡灵法师迪恩的吧？难道你不想报仇吗？”当迪恩的名字刚从陈州嘴里吐出，空气中突然阴风大作，温度都低了许多。见状，陈州心中大喜，有戏，合作吧，我们一起去杀掉迪恩，一起去杀掉那些骨头架子。话音刚落，一道提示音出现，克雷尔的灵魂响应了你的召唤，现在你可以在脑海中和其交流。随后一道嘶哑却又略显低沉的声音在陈州的脑海中响起：人类怎么合作？沟通了许久，两人也终于达成了协议。首先，陈州要保证不能对蜥蜴人中的沃伦家族的成员主动出手，不可肆意屠杀蜥蜴人。当沃伦家族成员对其出手时，陈州可以反击，但克雷尔不会出手帮忙。第二，陈州要去寻找死亡操控者迪恩的踪迹，并将其的灵魂之火彻底摧毁，同时要尽可能多地击杀亡灵生物。作为代价，克雷尔将在日后听命于他，为之效力。灵魂契约成立。在两人确定好权利和义务后，契约生效。阴风呼啸，克雷尔的尸体浮至半空之中，一阵抽搐后，闭上的眼睛缓缓睁开。但令陈州惊讶的是，此时的克雷尔虽然皮肤还是灰暗色的，但是眼睛却并不泛白，而是明显有着瞳孔和眼白的区别。主人，天空行者克雷尔为您效力。复活的克雷尔第一时间就起身下跪，向陈州献上忠心。虽然说之前谈契约的时候，两人还是唇枪舌剑的，但既然契约已成，那克雷尔那骨子里的贵族礼仪就让他真心效忠于眼前的这个人类。陈州哪里见过这阵仗，赶忙起身扶起了克雷尔。克雷尔，不要叫我主人，以后就叫我大人吧，还有以后也别下跪了，我们人类没有这个礼仪。克雷尔鞠了个半躬应道：好的，大人。说起来有件事我很疑惑，为什么克雷尔你的眼瞳此刻恢复了正常，而且感觉之前你好似也不会说话？大人，和你不一样，之前死亡操控者迪恩根本没和我们这些灵魂达成什么契约，那他是怎么命令你们的？克雷尔苦笑一声，他根本不是命令，他是操控，他的天赋能强制将我们这些死去人的灵魂拉入身体之内进行操控，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没有自己身体的操控权。陈州大骇，什么天赋如此霸道？那岂不是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可以拉起一支活死人大军？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幻魂术有个前置条件，就是必须要精神判定通过。另外，他的天赋似乎不能操控模板等阶高于他的生物。不过，等他升到君王等阶的话，可能真的称得上一方霸主了吧？克雷尔缓了缓，接着说道：迪恩仅仅是亡灵族的一个缩影，灵魂在亡灵族强者的手中如同玩物。大人，您可以小瞧那些低阶的亡灵生物，但对上那些高阶亡灵生物，可千万要小心。第76章疑惑。恭喜你完成了一场史诗的小型战斗，击杀幽魂1级普通67只，击杀幽魂2级普通39只，击杀幽魂2级准精英1只。战斗评价 A+，出彩。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幽魂之戒 X1， 灵魂之徽 X45， 少量经验。当前经验3级 21.600 分号100分号。在迪恩彻底离开了战场后，战斗结算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可惜的是，击杀了迪恩控制的活死人居然没有奖励，这让陈州很难受。不过想来也是正常的，不然凭借迪恩的能力控制尸体复活，再让别人击杀，岂不是能一直卡 bug 刷经验装备？还好战斗的过程应该是算进去了，这次的战斗评价不算太低。幽魂之戒稀有戒指，轻微提升精神抗性。灵魂之徽普通材料，灵魂生物死亡后遗留的灰烬可作为一些炼金的材料。装备不算特别好，不过这次有了克雷尔这个战力，已经是这次最大的收获了。陈州将戒指和材料装回背包内，转头看向了一旁受伤的几人。经过了他刚才炎灵术的治疗，除了张杰还处于昏迷当中，王定山和瘦猴都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你们感觉怎么样？王定山坐在地上，显得有些颓废，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次多亏了你小陈，不然我们聚集点的人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心中确实后怕，聚集点内所有离开的强者全都被做成了活死人，说明这个怪物已经盯上了这片区域。
要不是陈州突然到来，他们终有一天会被这个怪物全部做成活死人。老大，你那个……吴俊义看着陈州身后的那名蜥蜴人，有些惊讶。他现在才认出来，这蜥蜴人不就是沃伦家族的第二席吗？哦，他以后就是我们的同伴了。克雷尔，和大家打声招呼吧。克雷尔上前来，将右手抚在胸口，微微鞠躬。克雷尔见过各位，今后我将为陈州大人效力，请多指教。王定山和瘦猴见这蜥蜴人一板一眼的对视了一眼后，朝着克雷尔点了点头。你好。他们不知道，但吴俊义可是见识过这蜥蜴人的强大的呀。堂堂蜥蜴人一个家族的第二席，按照人类的说法，就相当于一个人类国家的第二强者。当初仅凭借几个分身就追着他们几个人到处跑，不但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就连首长都没有保护好。而这妖牛逼的人，此刻居然成了自己老大的手下。虽然不知道老大做了什么，但他只想说一句卧槽。这边的事情估计也告一段落了，我准备回家去看一眼。陈州四处张望了一眼，白茫茫的一片，也不知还会不会出现怪物。王叔，你们几人就在这等着我吧，我顺便也把四周探一探。克雷尔，你留在这里保护他们。是，大人。王定山也知道自己几人现在的状态，真遇到什么状况也是拖累陈州。小陈你去吧，不用管我们。点了点头。陈州背后的风之翼山洞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没过多久，陈州就来到的熟悉的单元楼前，他没有直接飞进房间，而是打算再走一遍普通人走过的路。望着那熟悉的大门，他的心中五味杂陈。虽然才离开5天，但仿佛已经很久没回家了一般。这个家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寄宿，从父母离世再到相依为命的奶奶离世，这个家陪伴他过了不知多久的时光。每一天的夜晚，他都在这个家中度过。如今世界真如他在床上时期盼的那样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但他却又怀念起以前那普普通通的时光。人就是这样，失去了东西才知道最珍贵。感慨了一会后，陈州迈入了楼内。1楼的大厅略显杂乱，不少血迹溅在墙面上，封闭的空间加上白雾的弥漫，让大厅内略显幽暗，显得格外恐怖。虽然已经是个实力不错的强者了，但看到这幅画面，陈州不免还是有点害怕。靠！早知道把吴俊义那个活宝带过来了。不过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肯定不会带外人来这里的，就连克雷尔都一样。他最大的秘密变异天赋就是来自于奶奶的一件遗物。无论是最强的 SS 天赋70，还是综合性极强的探查技能忘气术，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于变异。所以他是绝对不允许有人知道关于这个秘密的任何消息的，就算是再低的概率都不可能。数十根血羽从袖中飞出，燃起熊熊火焰，把大厅照亮。陈州心中这才有了些许安全感。11楼很快达到，看着那被破坏的铁门，陈州微微皱眉，心中却并不意外。遇到了这种情况，家里没人时被撬门搜寻物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过这些人应该不会拿走他父母和奶奶的遗物，但事情却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当他在家中找了一番后，发现不但物资没了，家里所有的一些小物件也尽数被拿走，包括他父母的遗物和他奶奶的遗物，甚至是他和奶奶的合照都不见了。至于吗？就算是漠视了，也没必要拿这些东西吧。陈州心中有些疑惑，皱着眉头想了片刻后，他出门去了别的楼层，发现部分的楼层房间门都完好，并没有任何损坏，而有些打开的门里面也仅仅是被拿走了一些物资，那些私人的物品都没有被动过。陈州心中不安感越来越强烈，自己的家里绝对被一些有心人搜过了，那些人的目标应该就是我父母的遗物或者我奶奶的遗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奶奶留下的那个白色手串。他们难道知道这里面的秘密？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回到家中，陈州在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床上躺下，想了一会后，心中越来越乱。他不知道这些人究竟知道多少事情，也不知道他父母的遗物和奶奶的遗物还有什么秘密，这些人获得了怎么样的能力，也不知道为什么奶奶的遗物会有这样的能力，究竟是什么情况？第77章搬迁。好烦！陈州心中有些烦躁，这次回来本来是打算看看父母和奶奶的遗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的，却遇到了这种事情。等会去问问王叔吧，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到聚集点内。不想了，陈州把头闷在枕头内，决定不再考虑这件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一切的反动势力都是纸老虎。更何况经历了今天的战斗，他的内心有了更多变强的动力，那就是灵魂。死去的克雷尔都可以通过换魂术复活2次，那自己的父母和奶奶，他们的灵魂是不是也还可以寻到？虽然克雷尔说过死去的时间过长，灵魂就会自动消散不见，但那是实力不够强大。
迪恩一个精英实力的亡灵法师就能将灵魂玩弄到如此地步，难道更强的君王，甚至是还要强的亡灵族强者，没有更多的灵魂术手段吗？这种末世游戏都出现了，难道这个创造末世游戏的神明或者造物主没有将死去多年的人复活的手段吗？他是万万不幸的。陈州翻身望着天花板，右手抬起，狠狠地握拳。只要他足够强，说不定他就能够复活自己的父母和奶奶，并带他们走上足够幸福的未来。陈州离开不久后，张杰也苏醒了过来。他对自己恢复的双手和双脚异常惊喜，本以为自己会死掉或者是彻底残疾，没想到那个男人能将这么严重的伤势都给治愈。要知道，虽然在游戏降临后，虽然每个人都身体都有些数据化，但遇到这种断肢的情况，身上是会永久性的带着一层断肢的负面 buff 的。有这样一层 buff 在，你的生命是无法恢复满值，治疗药水也是无法修复残肢的。他在晕过去的时候，人都是绝望的。在这种吃人的游戏中，残废就意味着死亡，这没有任何的区别。张杰想了想，内心似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没过多久，陈州也回来了，脸上不喜不悲，看不出什么情绪。众人见状也没有自讨没趣，只是讨论着聚集点转移的事情。如今花园小区的幕后黑手已经逃离，恐怕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而且那些数量众多的亡灵生物也被众人清剿了一遍，剩下的也不足为虑。这里应该是近期最为安全的地方了，并且这里的居民楼内物资充足，每个房间都有着软乎乎的床铺，这对于快要发生混乱的聚集点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了。既然已经决定了，王定山等人就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们几人赶回聚集点后，就招呼着众人收拾东西，一众人浩浩荡荡地赶往花园小区。至于不愿意跟着，心存顾虑还想着留在停车场内的人，王定山也没有强制要求，这些人只是信不过他们。过不了多久，他们要是看其余人都没什么事，自然也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求收留。很快，花园小区就重新恢复了热闹。毕竟聚集点内的幸存者是附近好几个小区还有商铺、行人等一起的，数量自然不少。而其中最为火爆的就是陈州所在的那栋居民楼。瘦猴的嘴巴不牢靠，回来就大肆的宣扬自己多厉害厉害。你们都不知道，我就是那么轻轻一捅，那刺客就死在了我手下。你们知道那是谁吗？蛇眼，就是之前那个超级杀人狂。要不是我啊，队长他们根本坚持不了那么久，早就垮下来抬来了。说起来，我还是张姐的救命恩人呢，你说是不是啊，张姐？但明眼人谁不知道，聚集点内这么多强者，这么久以来，每天都是苟延残喘的活着。陈州这个外来人一来，瞬间就能够大摇大摆的转移聚集点，整片花园小区和街道，一只亡灵生物也看不见踪影。那还用说什么？赶紧抱住大腿啊！身为聚集点管理员的王定山不逞多让，直接公权私用，把自己一家人的住所安排在了陈州对面。其余人看还了得，纷纷抢占陈州楼上楼下的房间，不少人还因为房间的事情大打出手。胡子，我和你换个房间吧，我那个房间是200平米的大平层，里面全是吃的。你不是之前最想要一个大房子吗？哥让给你了，圆你梦想。大斌子，你当我是傻啊？你那栋楼最靠近街道，万一怪物来了，第一个遭袭。我这房间楼上往上数3层就是陈大佬的房间，边上全是聚集点内的管理员和队长，还有比这里还安全的吗？靠，你让不让？怎么着？你还想动手不成？噼里啪啦。为此，王定山不得不出面调解，最后只能让2人一起合租在一起。其余人也纷纷效仿，至此大部分的人都住进了这栋楼，没住进来的也选择了附近的几栋，搞得又蛮寒酸的。至于物资，他们则是去附近几栋居民楼内搜过来，再囤在这栋楼内。陈州本人倒是对此没什么抵触，只觉得楼上楼下都热闹了很多，有了几分游戏降临前的样貌，还挺好的，很久没有感受过这么足的人气了。大家新搬迁，物资也非常充足，都洋溢着幸福感。吴俊义和克雷尔2人则是住进了他的房间。如今他房间内的东西都被彻底搬空，没有了什么秘密，自然也就无所谓了。他打算在这里休息2天，附近的亡灵生物数量不少，在家休息的同时也帮王叔清理一下，顺便也给自己升级。就在晚上准备休息时，他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张姐，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张姐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卷轴。小陈，我想这个东西你很需要，你拿着吧，谢谢你救了我。陈州刚想推辞，却瞧见了手中的那张卷轴的名称，脸上不由露出了惊喜之色。那我就收下了，我确实很需要这东西。精英晋升卷轴第78章质检员陈州。精英晋升卷轴使用后将开启精英晋升任务。警告：精英晋升任务必须单人完成，该任务难度较大，请做好准备。任务期限 48H， 任务失败后本卷轴将失效。前置要求：模板等阶为准精英。
陈州万万没想到，苦寻许久的精英晋升卷轴居然在张姐手上有一张。他有些好奇，张姐，为什么你自己不使用？这卷轴你又是哪里来的呢？张杰轻叹一口气，缓缓道来。原来当初游戏刚降临之时，他和死去的刘伯山还是队友，和陈州一样，他们也被困在了某个的小区内。他们召集了一群战斗天赋拥有者，抱团清理怪物，最终合力消灭了那个区域的头目某个蜥蜴人精英怪，成功逃脱。但队伍内也死伤惨重，只余下4、5人。彼时还有3倍奖励，而张杰和刘伯山2人则是很幸运的拿到了精英晋升卷轴。刘伯山第一时间就使用了这张卷轴，却没想到那卷轴的晋升条件极为苛刻。张杰在听到这些条件后就放弃了使用，等待较好的时机。但越到后期他就越不敢使用，直至现在。而刘伯山也以最低等的等阶晋升精英，获得了相当难堪的称号懦弱长弓手。陈州听闻有些疑惑，张姐，什么条件这么困难？张杰看着陈州，突然有些说不出口，因为他仔细想了一想，这些条件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来说好像并不算什么。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了，但主要就是击杀准精英和精英敌人为主，并且独自击杀更好。送离了张杰，陈州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的卷轴，若有所思。如此说来，精英晋升任务倒不是太困难了，只是这卷轴在大战期间使用最为合适，眼下反而不是什么好时机。大人，您是想要使用精英晋升卷轴晋升吗？克雷尔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陈州拍了一下脑袋，对呀，自己在这瞎想什么？克雷尔作为过来人，肯定比自己了解。是的，克雷尔，你有什么建议吗？大人，我只能告诉您一件事，我们沃伦家族中12系的强者基本都是自然突破的精英，就连被袭当中也只有少部分是通过卷轴晋升的精英。你的意思是，通过卷轴晋升注定成不了强者？克雷尔刚想点头，却突然想起击败自己的大人现在还是个准精英。那倒也不是，强如大人您这样的水平，就算是通过卷轴晋升，也肯定是站在了精英的顶点的那批人了。陈州有些烦躁，摆了摆手，示意克雷尔离开。克雷尔鞠了一躬，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内。哎，我也想自然觉醒啊。陈州明白，虽然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超常人，甚至是大部分的精英的实力都比不上他，但真要在晋升精英的这一步落后了，那无疑对自己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损失。他见识过刘伯山的实力，与其说是精英，倒不如说是个稍微厉害点的准精英。他的模板称号懦弱长弓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效果，但听名字就不太理想，这模板称号似乎并不能给刘伯山带来任何明显的提升。而陈州见过唯一一个自然觉醒的汪四，他在之后也了解过。模板称号枯木逢春，自带2大天赋，预防急死，还能顺回生命，相当于有了第2条生命。两者一对比，简直天差地别。但汪四那遭遇哪是正常人能学的？基本上就是踏进了棺材，硬凭着自己的不屈的意志和精神突破了桎梏，成为了精英。他怎么敢学？如今的他已经面临实力瓶颈了，升级暂时还遥遥无期，而装备目前也看不到任何更换的需求。在这种末日游戏中不进则退，他必须要想办法赶紧晋升精英。不过根据张杰所说的，刘伯山他是以最低要求完成的任务，那我完成度高一点，是否能将奖励也提升？陈州还是狠不下心来将自己置于死地。再说了，自己有着变异这个变态的天赋，真没必要如此拼命。且看吧，要是机会不错，就把卷轴用了，不能老是想着自然突破这途径了。咚咚咚，晚上真是异常热闹。就在陈州准备入睡之时，敲门声再次响起。谁啊？陈州嚷嚷着把门打开。一名俏生生的女孩站在门口，低着头，有些欲言又止。陈州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女孩，破烂的外套有些遮不住那胸前的伟岸，脸蛋似乎刚刚洗过，白皙中透点微红。他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4个大字：童颜什么来着？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陈队长，可以请你。看着女孩那唯唯诺诺而又异常呆愣的样子，陈州的心中不由泛起一阵邪火。自从他拥有了血之灵之后，浑身的气血异常活跃，本来一直处于战斗之中倒也还好，可如今休息了下来，那少年的欲望自然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邪念一生就再也停不下来。陈州咽了一口口水，试探性的将手搭在面前女孩的背上，双手都在止不住的颤抖，声音微微发颤。站在门口说不太好，那个我们进来说吧。女孩似乎被陈州突然搭上来的手吓了一跳，身子猛地一颤，但最后还是低着头没有闪开，顺着陈州的力量进入了客厅。好的，关上了大门。女孩显得非常紧张，不停地用双手搓着衣角，但还是微微张口。陈队长，那个。陈州感受着手上的触感，心中更是躁动。
我大不了你几岁，叫我陈哥就好了。陈哥哥，那个……听到了那一声诺诺的哥哥，陈州少年心气哪里还忍得住，下半身都要爆炸了。应该没事吧？以我现在的实力，可以任性一回吧？我想要这个女孩可以吧？我非常非常想要这个女孩。陈州壮着胆子，将手慢慢的往女孩的腰间探去，他能感受到面前女孩的害怕，那娇弱的身躯在不停的颤抖，他的脑袋似乎都要充血爆炸了，迷糊着说出了奇怪的话。站在客厅说不太好，那个进我房间说吧。啊！女孩抬头发出了惊疑声，一眼就看到了陈州那马上喷出火焰的炽热眼神，她的脸蛋瞬间红成了一个熟透的苹果，眼神躲闪，又重新低下了脑袋，声音低如蚊蝇。好好的。房门被重重的关上，里面传来了女孩软软糯糯的声音：陈哥哥，那个呜呜。这一晚，陈州那老旧的床板承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质量检测，质检员陈州从晚上9点忙活到了凌晨1点，并在凌晨3点时继续加班，忙活到了凌晨6点。第79章，春风得意正少年。正所谓春风得意正少年，用此话来形容陈州再合适不过了。不但新获得一个强力的手下，还彻底告别了自己的右手生涯。搂着那白嫩的身体，陈州的心中感慨万千。世界确实改变了啊！以往这种级别的女孩，他怕是连看都不敢多看几眼，而如今却乖乖地躺在自己的怀中。不经意间，陈州看到床上那一小滩的血迹，有点讶异的同时，心中也不由有些内疚。昨晚光顾着自己发泄了，丝毫没有顾及身旁这个女孩的感受，倒是有些苦了他。转头看着身旁女孩那微微颤动的眉毛，他心中暗笑，这女孩连装睡都装不成样子。正想逗逗，却发现自己居然连这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罪过呀，罪过！夏诗雨确实在装睡，他心中的羞愤已经到了极致。昨晚本来只是想来找大佬借几件装备，却不知为何迷迷糊糊之间就借到房间内，在迷迷糊糊间又借到了床铺之上。身旁的那个男孩明明一开始还懵懵懂懂，却在后来把他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狂风暴雨般的攻势让他中途都昏厥了好几次。不过他心中却并无太多反感，反而有些庆幸，不然也不会半推半就般就失了清白。在和平年代，她的美貌或许能给他带来很多的好处，但在这种时候，美丽只能是一种罪过。虽然游戏才降临5天，但他已经面临了无数的骚扰，就连刘伯山都在有意无意地暗示他，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撑住多久。父母不在身边，聚集点免费发放的食物也越来越少。要是再过几天，他甚至不清楚自己会不会像聚集点其他那些稍有姿色的女人一样，凭借自己的身体去依附那些强者。现在这样就挺好。他微微睁开眼睛，面前的男人实力强大，虽然样貌平平，但那方面的才能却非常出色。想到这里，他的脸蛋又变得通红。不装睡了。陈州似笑非笑地看着身旁的女孩。夏诗雨将脑袋埋进被子当中，只留下一双大眼眨巴眨巴。哥哥非常坏。陈州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昨晚确实有些禽兽了，这要是在游戏降临前，少说也得关上个10多年。话说回来，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哼，某个禽兽还知道呢，哪有刚见面就把人骗睡觉的。夏诗雨露出了脑袋，嘴巴鼓鼓囊囊的，显得非常可爱。我叫夏诗雨，哥哥你记住了。看着那可爱的女孩，陈州笑着捏了捏那鼓起来的脸蛋。记住记住，我的诗雨同学。面对着这个自己第一个女人，陈州打算好好对待，毕竟自己现在实力也够，照顾一个人问题也不大。诗雨，你现在住在哪里呢？住在3栋2楼。女孩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本来是住在5栋6楼的，可……陈州回忆了一下，3栋已经是非常接近外围的一栋建筑了，这女孩还住得如此低的楼层，相当危险。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后你就和我住一块吧。真的吗？女孩的眼神突然变得异常明亮，激动的直接坐起身来，就连自己身无片缕都忘记了。陈州看着那惊人的规模，鼻血都差点流了出来，伸手上去就盖在了上面，可别让它走光了。感受着那股柔软，他点了点头。真的，我会和王叔说一下，你也不用回去了，有什么东西都会找人搬回来的，毕竟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夏诗雨本来还挺害羞，但当他听到了最后的一句话，眼眶顿时有些湿润了起来，就连陈州的臭手都不再管了。呜！看着扑在怀中嚎啕大哭的女孩，陈州倒也不好意思再动手动脚了，抱着女孩缓缓地拍着她的背。别怕别怕，以后有我在。他想想就明白，这个时代一个漂亮又无依无靠的女孩究竟有多么困难。哭了好一会后，夏诗雨才缓过神来，她抬头愣愣地看着眼前那男孩，心中突然爱意喷涌。可现在她疼痛的走不下地，该如何是好？她想了一想，似乎从记忆中搜寻到了某些东西。
随后将长发扎起，在陈州讶异的目光中缓缓俯下脑袋。陈州又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末世真好啊！正午，陈州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发现吴俊义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干嘛呢？吴俊义顶着2个熊猫眼，生无可恋地看向陈州。老大，给我换个房间吧，还以为这次能睡个好觉呢。陈州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昨晚确实有些闹腾。你和克雷尔搬到楼上去吧，我去找王叔商量一下。好的，老大。陈州才打开大门，却发现王定山已经站在门口了。看地上的散落的烟蒂，显然已经站了好一会。王叔，你在等我？王定山见状，赶忙掐灭了手中的香烟，将剩下半截塞进了上衣的口袋。虽然昨天在居民楼内搜到了大量的香烟，但这东西毕竟是消耗品，用一点少一点，尽量节省。小陈啊，昨天的女孩。王叔，你是指夏诗雨吗？现在还在我房间里面休息呢。王定山听到这句话并不惊讶，那女孩样貌确实不错，本性也比较好。本以为小陈经验少，把握不住，没想到还挺有悟性。小陈啊，诗雨是个好女孩，你好好待人家。昨天晚上还有不少女的想来找你，但都被我打回去了。王定山说到这里有些感慨。小陈你也别记恨叔哈，那些女的游戏降临前都清高得很，结果现实一个比一个不堪，都不怎么干净。王叔你放心，我正打算和你说这件事，楼上的房间麻烦您腾一腾，给吴俊义和克雷尔2人住。至于诗雨，她以后就和我住一块了。王叔你安排点人把她的行李都给带过来吧。王定山闻言有点惊讶，没想到陈州并不打算逢场作戏，确实对这女孩上心了。要知道他见过太多的事，不少战斗人员对这些女人的态度都是玩一玩，给点物资或者装备就算是大发慈悲了。看样子诗雨倒是找了个好归宿。行，包在叔身上。哥哥，我嘴巴破皮了。夏诗雨眼泪汪汪的抬头看向面前的男子。一整个下午，隔一会就要来一次，他哪里受得了？明明上午还告诉他下午要去清理怪物的，结果一回来就让他低下头来。别说话。第80章武器大师。游戏降临第6天，努力奋斗。陈州啊陈州，你不能再堕落了，色是刮骨刀。早上起身，陈州拍了拍自己的脸，试图让自己清醒。身旁的女孩还在睡梦中，嘴中不时嘀咕：哥哥，诗雨真的吃饱饱了。陈州用被子将那白皙的肉体盖好，坐在床边，暗暗下定决心，今天真的不能再沉迷了，要去好好打怪升级。虽然那感觉销魂蚀骨，让他欲罢不能，但变强是更重要的事情，不能因小失大，晚上再回来好好享受吧。每天起床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将变异的次数用掉。今天已经是游戏第6天了，前5天他分别获得了 SS 级天赋70清风步旺气术， C 级天赋活化鳞片以及冰霜之鞋变异的沼泽之鞋。沼泽之鞋，精良鞋子，轻微增加移动速度和减速抗性。被动技能行沼，在沼泽地形上行走将不会出现减速状态。一个是在冰面上行走，一个是在沼泽上行走，两者的差别确实也不大。对于目前的他来说，还是没有什么用处。单论移动速度加成而言，甚至还不如身上的稀有鞋子青灵之鞋。至于今天是否对技能基础剑术 LV 亦使用变异 Z 级，注意变异方向未知且不可逆，甚至可能出现不明后果，是否使用？是。技能变异中，技能变异成功，技能发生特殊变异。基础剑术 LV 一成功变异为武器大师 LV 1。在技能变异成功的一瞬间，无数记忆涌入陈州的脑海中，刀枪剑矛，弓弩斧钺，戟鞭棍锤，钩叉槊剪，一时间18般武器的基本用法皆了然于心。片刻后，陈州才睁开眼睛，心中大喜，变异技能暴击了。这个技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毕竟也打架也只能用1-2种武器，但对于陈州来说简直就是神技，是量身定制的神技。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武器，都是根据战场的情况来用血雨构筑成合适的武器。这个技能适配上他的血雨再合适不过了。武器大师 LV 1，轻微提升所有冷兵器的掌握度，使用威力。18般武器样样精通，奖励一下自己。勤劳的质检员陈州翻身再次进了被窝。正午时分，陈州精神饱满地走出房门，他决定再也不放纵了。整理好装备，他准备去楼上寻克雷尔和吴俊义2人出去升级。才走到楼道间，就发现楼上闹哄哄的，不知道在吵些什么。原来是一名男人正堵在1201的门前，正指着吴俊义大骂，一旁围着一大群的吃瓜群众。臭小子，现在立刻马上把我的房间还给我，否则别怪我的铁锤无情，
砸烂你的黄毛脑袋！你算老几啊，朋友？你砸呀，你砸呀，就朝这里砸！还你的房间！我呸！要不是我老大，你现在还在停车场吃西北风呢，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吴俊义一脸痞子样，疯狂地 diss 面前的男人。你好了，老吴你就别吵了。虽然当初定下了谁先抢到的房间就归谁，但现在大佬指明要这间房啊，而且不是给了你一件稀有装备作为赔偿吗？王定山此时也在现场，此刻正不停地劝阻在场两人的争吵。老王，我和你同为管理员，难道连一间房的使用权都没有了吗？是不是太过分了？把你口中的小陈喊过来，我要亲自和他说这件事。可我就在这，你有什么事就说吧。一道男声从人群后方响起，大家见正主来了，纷纷让开一条路。老吴见到陈州那年轻的面貌，不由有些惊讶，随后开口说道：那个，我和老王年龄差不多，就叫你小陈吧。小陈，听说你让这黄毛住我的房间，有这一回事吗？陈州皱了皱眉头，是又怎么样？老吴接着开口：小陈啊，和你商量个事咋样？你把房间让给老吴我以后就跟着你，你只拿我就打。我敢保证，我可比这黄毛厉害多了。吴俊义闻言大怒，正想开口说些什么，被陈州止住。不需要，还有这房间，我想让谁住就谁住，你没资格在这和我商量，你也别倚老卖老。你有什么资格小陈小陈的在这里叫唤？陈州心中有点恼怒，这片区域的所有怪物都是他清理的，这人平白享受这一切，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老吴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一个小年轻这么说道，面子顿时有些落不下来。好歹他也是聚集点内的管理员之一，实力强大，之前都是被人追捧，哪被人这样指着脸骂过？他的脸色有些阴沉，姓陈的，你别太过分。陈州面色很厉，滚！老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最后放下几句狠话：好好好，都给我等着。随后转身离开了。陈州看着老吴离开的背影，第一次感觉心中的杀机如此强烈。人群中的一名黑袍人看到这一幕，默默地离开了现场。老吴走在回家的路上，越想越气。自从游戏降临后，他从一个小小的水电工变成了聚集点人人追捧的管理员，不时还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美女投怀送抱，整个人都已经飘飘然了。眼下却被一个小年轻当众羞辱。陈州，你等着，迟早有一天老子把你千刀万剐。可惜你没机会了。谁？老吴惊骇，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黑袍人，敢这么侮辱大人，就赐你千刀万剐。老吴哪里还不明白，眼前这人想要杀自己，先下手为为强。他举起腰间的锤子，高高跃起，朝着面前的黑袍人狠狠地砸去。看锤子上的光芒，明显用了技能。看着离黑袍人越来越近，老吴的脸上泛起一丝喜色。可不知为何，他觉得空气中的风太过于强烈，正欲挥锤下砸，却发现了不对劲。他的锤子呢？再往下瞧，他的手臂呢？他的身子呢？直到他的视野翻转，才发现原来身体已经被切成了碎块。黑袍人默默地弯腰，拎起掉落在地的锤子，消失在了原地。第81章，心态的变化。小陈，你别生气，老吴他就是这个性格，你别太放在心上。王定山捏了一把汗，生怕陈州当场就把老吴给格杀。陈州面无表情，开口应道：放心王叔，我没放在心上。对了，那个老吴现在住在哪呢？听到这句话，王定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是要干嘛？就连围观的人都心中泛寒，有些畏惧。王叔，我只是想去探望一下他。看着陈州那张略显和善的脸，王定山却没有丝毫的放松，他只觉得背后的寒意越来越浓。他住在……就在这时，一名黑袍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陈州的身后，手上拎着一把血淋淋的铁锤。他躬身将铁锤双手奉上，抱歉，大人，属下擅自做主，请责罚。陈州转头瞥了一眼那铁锤，接了过来，随后开口厉喝道：克雷尔，谁允许你擅作主张了？去杀100只亡灵生物赔罪。是，属下知错，属下这就去。无形之风涌动，黑袍人的身影消失，只留下陈州手中那一柄带血的铁锤。在场的人全都冷汗直冒，说不出话来。那把铁锤是老吴的贴身武器，精良品质，那可是老吴的命根子啊，从来都是锤不离身的。老吴刚对了一嘴面前的年轻人，转眼带血的武器就出现在这名年轻人的手上，发生了什么还需要言语吗？至于陈州嘴里的惩罚，哪里是什么惩罚？以那个黑袍人的实力，杀100只亡灵生物都是随手的事情，但他们却不敢质疑这个青年分毫，全都默默地低着脑袋，生怕被陈州盯上，怀疑和老吴有所关联。王定山愣愣地看着眼前那熟悉的脸庞，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老吴的事情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聚集点内没有产生任何风波，好似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但从自此之后，再也没人敢轻易的敲响1102的房门。陈州也乐得清闲，出了这件事，他也没心思继续出去杀怪，又回到房间内对床铺进行一番新一轮的质检。由于克雷尔和他有着灵魂契约，克雷尔击杀的所有怪物他都有经验反馈，虽然不多，但能躺在家里就享受着升级的快乐，已经相当不错了。折腾半天过后，看着身旁喘着粗气体力不支的夏诗雨，陈州心想着也要带他去升级了，不然以他的体质，这女孩根本受不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有点自保能力。游戏降临了这么多天，夏诗雨的等级依旧是0级，这可不太行，万一以后有人拿他来威胁，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诗雨，你想不想要变强？轻轻抚着嫩滑的背，陈州开口问道。啊！夏诗雨刚欲回答不想，却抬头瞧见了陈州那认真的眼神。我想，哥哥，我想要变强。陈州站起身来。好，那我明天就带你去升级，你可要抓住了未来。夏诗雨迷离地看着眼前那雄伟。诗雨会牢牢抓住未来的。当天晚上，1102的客厅内，大人，属下有句话当说不当说，您这样不好吧？还请您以提升实力为主。克雷尔非常担心陈州的状态，整日沉迷在女色当中，一天到晚窝在房间里面，这样子哪里还能找亡灵族报仇啊？而且看那人类女人也不是很美啊，胸前还有着2个大大的累赘。他们蜥蜴人一直都是以健美为美，这种胸大体弱的女人也不知是怎么给自家大人下了迷药。克雷尔，我明白，明天我就和你一起出去升级。克雷尔闻言松了一口气，另外把夏诗雨也带上，让他蹭蹭经验升级。啊，女人误事啊！克雷尔心中哀嚎。对了，大人，明天就是游戏降临第7天了，您可能要注意了。陈州闻言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么说？第7天之后，这场游戏就彻底脱离了新手期，届时会降临不少新的种族。原来亡灵族和蜥蜴人都还是开胃菜啊！没错，大人，不知大人你发现了没有？不论是蜥蜴人还是亡灵族，都没有刻意针对人类一方。陈州想了想，确实是这样。这是为何？因为这场游戏在现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硬性要求，但是第7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属下没办法说。我明白了。克雷尔离开后，陈州独自坐在沙发上，思忖着刚才克雷尔提供的那些信息。虽然克雷尔刚才看似讲了一堆废话，但实际上给他提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消息。明天下午5点，满第7天的时候，估计人类一方会遭遇些不好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眼下第2个种族亡灵族也降临了整整3天了，人类一方才逐渐缓过神来，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没想到又要遇到新的挑战，陈州的心情才高兴，没2天又低落了下来。自己这2天确实懈怠了不少，沉浸在肉体和被人追崇的快感中，整个聚集点的人都对他又畏又敬，那被人追捧和畏惧的感觉让他一下子迷了进去。少年心气免不了浮躁，陈州此刻静下心来，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太对劲，自己的心态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单论老吴那件事，要是放在游戏降临前，就算他被某人如此放狠话，他也不会想着杀掉对方。别说杀掉对方，他就连对对方的勇气都可能没有。但现在他不但对老吴的言语非常不满，内心深处还有着更阴暗的想法。即便克雷尔没有动手，他也会找个机会把老吴给宰了。就算他得知了老吴死亡的消息，他内心都没有半点波动，似乎死掉的只是一只鸡杂一般。他已经越来越容不得别人对他不敬了，但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游戏降临，末世出现，勇敢者进，懦弱者退。既然自己已经成了那新时代的弄潮，就不应该畏畏缩缩。陈州的内心越来越坚定，眼神越来越明亮。女人，权力，作为强者，这些就是我应得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系统的面板上，那从一开始就陪伴着陈州的路人天赋渐渐淡去，有新的字逐渐浮现。第82章，我是主角。恭喜你，本命天赋路人进化。本命天赋路人成功进化为主角。主角大幅度增加友方和敌人对你的关注度，幸运值大幅度提高，并且能概率看到隐藏的事物，自带光环系技能主角光环。主角光环，作为主角，主角光环怎么少的了？敌方对你造成任何概率性的技能都将以最小值进行判定，你对敌方造成的任何概率性技能将以最大值进行判定。你已经不再默默无闻，成为了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故事将以你的一举一动发生巨大的变化，你就是自己和他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本命天赋进化了，这是怎么回事？坐在沙发上还在思考的陈州有些讶异，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系统就突然提示自己的本命天赋进化。说实话，路人天赋在一开始确实帮助了他许多，初期的那些敌人都因为这个天赋的作用将他忽视，让他有机可乘。能够在游戏初期活下来，收获血之灵，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路人天赋。但到了如今，这个天赋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弱，他那强劲的实力已经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再加上那一点传说度，就连敌对的种族都将他盯得死死的。他也有想过利用变异将其转化，但是却提示本命天赋无法变异。本以为这个天赋就会这样一直保持下去，没想到在这种时候突然就进化了。陈州沉下心下来想了一想，这件事情大概率和自己心态的变化有关。无论是对夏诗雨的霸占，还是对老吴的心狠手辣，都体现了自己的那霸道并不是内心无故的放矢，而是真真切切的将自己摆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不管如何，自己的实力总算是又进一步了。新获得的天赋比起路人强大了不知多少，特别是主角光环，在这个任何技能都以判定来决定的游戏中，一个能最大限度提高自己判定成功率和降低敌人判定失败率的天赋有多强，自是不用多说。太好了，奖励一下自己。天降喜事，陈州喜不自禁，不由又进入睡房，打算质检一下床铺。夏诗雨满脸通红的看着身上的男人，不知为何，今晚的他显得格外的耀眼，比起之前来看显得更加夺目。虽然在不断晃动，但他的目光仿佛一刻也离不开面前的男人，整个人都要沉沦进去。要命！诗雨，你沦陷了。游戏降临第7天，陈州早早起床，既然已经决定了不再堕落，那就不能再这样怠惰下去了。起床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将今天的变异名额给用了。他身上的天赋和技能都已经差不多全部都变异个遍，剩下的几个都属于非常合适，他怕变异过后反而不搭，暂时也就不再考虑。所以接下来主要的目标就是身上多余的那些稀有装备，是否对装备火遁戒指、稀有戒指使用变异 Z 级。是，装备变异成功，火遁戒指成功变异为水遁戒指。看着手上和火遁戒指从装备名字到技能介绍都只差一个字的水遁戒指，陈州有些无奈，又废了一件装备。但这才是常态，变异技能虽然强大，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好的结果的，不然的话这技能就该叫做进化。话说回来，有没有人会真的获得进化这种天赋呢？陈州摇了摇脑袋，自己真是想多了，变异这个技能都没搞明白究竟是哪里来的，还想着别的技能。这枚戒指他准备等会给夏诗雨，毕竟这种防御术对他来说已经聊胜于无了。有着多重防御的他根本不缺少这一个小小的水遁术。戒指的装备栏宝贵，没必要留给这戒指。敲门声响起，大人，您起床了吗？来了。陈州起身走去开门，心中不禁暗想，克雷尔有时候真是够装，作为控制风元素的大魔法师，就住在楼上的他能清晰地感知到楼下的动静。此时的他早就明白陈州已经坐在了客厅内，不然怎么会正好在陈州刚出起床没多久后就来敲门。刚打开房门，藏在黑袍中的克雷尔的眼睛就亮了起来，恭喜大人，实力又进一步。陈州摸了摸自己的脸蛋，有些奇怪，克雷尔，为什么这么说？有这么明显吗？确实相当明显，之前大人看着像是藏锋的利刃，虽然刺眼，但是却仍然有时候会忽略。但现在大人就像是一把夺目的神兵，强大而又自信。大人您是又有什么新的精进？确实有点进步，但倒也没有这么夸张。陈州被这么一夸，倒也显得不好意思起来。但克雷尔知道自己可没有半分恭维，那股由内而外散发的强大自信是不容作假的。他也不知道自家大人是怎么回事，明明这2天都待在家中沉迷肉欲当中，每晚都是咯吱咯吱床板晃动的声音，怎么就实力又精进了呢？难不成这方面也是一种修行？陈州忽然想起些什么，开口问道，对了，让你打探的事情怎么样了？抱歉，没有找到，王先生那边也和我说并没有消息。那好吧。陈州本想再探探这个聚集点内有没有其余人获得了别的元素晶核，但看样子是没有收获了。之前军方有不少的晶核，但军方是何等实力，光精英就杀了不少于2位数。现在所在的聚集点才多少人，没人获得晶核也是正常的事情。2人正在谈论之际，夏诗雨也穿好装备走出房门，身着一整套简易的蜥蜴装。不过这也无所谓，本身就是带着他升级，也不需要他亲自上去杀敌。陈州随手将水遁戒指抛给了夏诗雨，拿着，保护好自己。啊！夏诗雨手忙脚乱地接过抛过来的东西，但等他看清手中的事物之后，脸很快就涨得通红，尖叫出声。戒指。第83章正式开始，恭喜你完成一场精彩的中型战斗，
击杀行尸2级准精英，骷髅战士2级准精英，食尸鬼1级准精英。战斗评价 B 加，轻松惬意。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中良经验，当前经验3级 34.600分号100分号。临近正午，陈州领着克雷尔和夏诗雨将附近最后一块亡灵生物的聚集点给剿灭了。再往外走就是无尽的树林。想到昨晚克雷尔的提醒，陈州也就放弃了继续外出的打算。经过了一上午的练级，夏诗雨也顺利升到了1级。不过因为自己动手比较少，所以评分比较低，只拿到了 0.4 的属性点。拿到的技能也比较鸡肋，名为降雨术。降雨术 LV1， 在一片区域内召唤乌云，降下大雨。降雨强度和精神、智力属性相关，持续时间30分钟，冷却时间1天。不过好歹也算是变强了一些。几人返程回到花园小区，还没进大门，就看到许多人在四处奔走，拿着各类的物资朝着自己临时的家中搬去。关于第7天会出现新的种族的事情，陈州也和王定山提了一嘴。看这样子，他是将这消息告诉了聚集点内的其余人。走到了居民楼前，陈州等人又瞧见一大帮子人正在楼周围搭建围墙、挖坑造沟。王定山则正在一旁卖力的指挥。这边的墙是谁搭的？来个会土系法术的给他稳固一下。这条沟太浅了，谁力气大？赶紧挖深一点，都给我卖力点，不然怪来了谁都跑不了。王叔，你这是在做什么？王定山循声回头，看到了陈州，但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小陈老大。看着王定山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陈州感觉有些好笑。王叔，你还是叫我小陈吧。好，小陈啊，我们这不是怕到时候又出现很多怪物吗？很多普通人怕得要命，我们这边搭建一些简易的防护。王定山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虽然用处不大，但也就求个安心吧，最起码挡挡普通的骷髅兵和僵尸问题不太大。陈州看着那破破烂烂到处都是缺口的围墙和那浅浅的地坑陷阱，有些无奈。你们这样来得及吗？没办法呀，传统的方法肯定来不及，不过配合上一些小法术应该还可以。我来帮忙吧。看着这些人忙忙碌碌，只为了在这末世中多一点生机，陈州的心中也有点于心不忍。反正也就是几个字的事情。地声，在忙碌的一群人突然发觉脚底下的地面开始震动。这是怎么了？地震了吗？这地面怎么突然升起来了？卧槽，这该不会是陈老大的法术吧？我刚看他念了几句咒语。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围绕居民楼一圈的地面平白抬起数米之高，只要简易修缮一下，就是一堵天然的围墙。神迹啊！我的天，怎么会有人已经拥有这样高能的法术了？我的土墙术只能在我面前升起小面破墙啊！你那点法术能和陈老大比吗？陈老大威武！王定山也是惊骇地看着这一切，虽然他知道陈州非常厉害，连精英怪都臣服于他，但从没有真正感受过。陈州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再次轻吐2字：地线。刚才他是要构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屏障，现在则是要在屏障的外围造几个大型的陷阱。话音落下，众人就看见围墙外面的地面逐渐塌陷，形成了10数个巨大的坑洞。有人壮着胆子靠近坑洞，吓了一大跳。那黑乎乎的，完全看不见底，这要是掉下去，就算是准精英级别的怪物，没有点手段也断然爬不出来。一想到一上午自己一群人在这里死命挖坑，也就挖出几个数米的坑洞来，这人就觉得好笑。老吴之前居然敢和这种人物放狠话，真的是嫌命长。要是自己有这能力，早就当上了祖国人。接连放了2道大炎灵术，陈州的精神也有点疲惫。王叔，大的框架给你们搭好了，至于墙体的修建和陷阱的演示，你们就自己来吧。王定山还久久沉浸在法术的强大威力中，没反应过来。王叔，哦，好。小陈，真是谢谢你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你赶紧去好好休息。此刻的夏诗雨看着陈州的背影，含情脉脉。打怪的时候都还没能体现出他的强大，往往就是一道红芒飞出，那些怪物就尽数死亡。如今这2道法术才真正具象地展现了陈州目前的实力。他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幸运到了极致，将自己交给了这样强大的一个男人。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抓住这男人的心。听说陈姐姐那边还有这几件女仆和护士装，等会去问陈姐姐取经，把那几件衣服要过来，给自己加点战斗力。陈州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只是单纯简单的释放了2道法术，就给其他人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克雷尔在回去的路上还在不停地拍着马屁，大人您真是御下有道，适当的展现力量能够让自己更有威信。时间流逝，很快就到了下午4点多，陈州几人坐在客厅内静静地等待系统的提示音降临。新手保护结束，
所有区域限制解除。诸天征战种族降临：哥布林族、兽族、矮人族、血族、狼人族、羽族、精灵族、巨人族。现在开始投放随机其余种族。诸天种族降临达到10个。游戏正式开始。第一场游戏将在1小时之后开始，所有人类玩家强制参加。人类玩家可自行组成1-5人的队伍，自由参战。游戏类型：未知。人类玩家游戏失败惩罚：死亡。人类玩家游戏胜利条件：未知。陈州当前面板属性：姓名：陈州，3级，准精英。种族：人族。血量：100百分号，100百分号。经验：34.6百分号，100百分号。力量：2.3、1.4加血 0.3 加火 0.5。敏捷：3.0、1.3加血 0.2 加风 1.5。精神：3.8、3.0加血 0.3 加火 0.5。智力0.9。体质2.4、1.7加血 0.7。魅力1.1。黄金技能点1。天赋1。主角本命天赋2。变异 Z 3。70 SS 白灵 X4 血之灵。体质加 0.7。力量加 0.3。敏捷加 0.2。精神加 0.3。火之灵。力量加 0.5。精神加 0.5。风之灵。敏捷加 1.5。血雨 X108 风之翼。4。活化鳞片 C。5。准精英模板天赋。技能1。清风步 LV1。2。炎灵术传说。3。旺气术 LV3。4。虚化 LV4。4级特效，虚化时将处于无法选定状态。5。武器大师 LV2。加了1点技能点，小幅度提升所有冷兵器的掌握度，轻微提升使用威力。18般武器样样精通。6。狂暴特殊主动技能，使用该技能后，全身细胞将狂暴化，力量中幅度增加，速度中幅度增加，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2H。A 加级评价特殊奖励。装备1。卑劣行窃史诗护腕，偷窃技能幻魂术，灵魂契约克雷尔。2。昆顿的救赎精良腰带。主动技能巨魔之玉，快速恢复自身生命上限 20% 的血量，冷却时间24H。3。魔影斗篷史诗披风，大幅度降低自身的存在感。主动技能魔影，释放后将在身后召唤魔影，在召唤期间，魔影将会重复本体的所有动作，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6H。4。青灵之鞋稀有鞋子。5。僵尸之戒精良戒指，可以召唤一只准精英级别的僵尸供你驱使，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天。6。碧鳞之戒精良戒指，轻微提升全身防御力，中幅度提升毒属性抗性。7。庇护之帽精良头盔，幅度提升精神力恢复速度。主动技能 BO， 开启技能后将自动解除所有控制状态，并免疫 ES， 冷却时间24H。包裹列夫的望远镜，德里的莽撞，沼泽之鞋，逃脱卷。第84章食人世界。本次游戏地点食人族世界遗迹。游戏类型大逃杀。参加种族人族、矮人族、兽人族、哥布林族、羽族。逃脱条件一击杀任意敌对种族5名。队伍条件将乘以队伍存活人数，队伍不可单独逃脱。2。击杀10人彝族10名。队伍逃脱条件同上。3。未知。4。未知。完成任意一项即可逃脱该世界，逃脱任务完成后仍可继续停留，任务完成度越高，奖励越高。胜利条件未知。警告：本次游戏将在3天后彻底关闭，届时未完成逃脱任务或者未胜利的所有玩家将被抹杀。陈州从黑暗中醒来，坐起身来晃了晃脑袋。靠，这也太霸道了！本还以为参加游戏的方式是就地开始游戏，没想到一到时间，脑袋就像被一个巨大的钻头给钻进去了，人立马就疼得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就是一片荒凉的戈壁。大人，您醒了！一道嘶哑的声音从耳边传来。克雷尔一身黑袍，不知何时已经醒来，此刻正戒备地观察着四周。克雷尔，你什么时候醒来的？也没有多久，比大人您早了半分钟吧。陈州定下神来，观察了一下四周，有些讶异。到处都是横七竖八躺着还在昏迷的人类，吴俊义和夏诗雨2人就躺在他的附近。在了解到这次的游戏可以组队参加，并且全员都要参加时，陈州就和吴俊义、夏诗雨2人组成了一个小队。毕竟凭借他现在的实力，带上1-2个人的问题也不算太大。要是真让他们自己去参加游戏，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值得一提的是，和陈州签订了灵魂契约的克雷尔也算作人类玩家，且绑定和他组队。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以一个4人小队进入游戏的。按照要求，他们要击杀20名敌对种族的玩家，或者40名食人彝族才能逃脱这场游戏。这可不算是个小数目啊！仔细观察了一番，陈州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处于戈壁上，而是位于一块高耸的石柱之上，只是这根石柱巨大无比。在石柱顶部有一个非常大圆形平台，石柱上躺着100来个左右的人类。陈州他们的位置处于边缘，可以看到石柱下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而在往远处看，目光所及，密密麻麻的尽是些类似的石柱，这些石柱上也躺满了晕过去的人类玩家。初步估算，这起码得有上百根石柱了。这岂不是意味着这里起码有着1万余名人类玩家？陈州皱了皱眉头：“克雷尔，你对这地方有什么印象吗？”克雷尔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闷：“大人，属下对这里还真有点印象，毕竟我们蜥蜴人一族降临过此地，也算是此地会变成这副模样的罪魁祸首之一了吧？”“哦，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的食人一族也是参加游戏的种族之一，和我们人类一样。”“可以这么说，那他的世界都变成了游戏世界，是不是就意味着食人一族的游戏已经彻底失败了？”“没错，食人族确实失败了。”陈州饶有兴趣地接着问道：“所以，假如我们人类在这场游戏中最终失败了，我们的世界也会变成这副模样喽？就算有人能够侥幸活下来，也会被这样选中成游戏场地，然后被继续追杀。”克雷尔沉默了一会，是。陈州闻言也沉默了下来。两人谈话之间，又有不少人醒了过来。陈州远看这些人的精气神，明显实力不弱。看样子，实力越强的人，醒来的时间就越早。每根石柱上少则没人，多则4、5人。就在这时，空气一道无形的波纹散过。这是群体探查术。感受着熟悉的波动，陈州有些恼怒。是谁这么大胆？要知道，探查术就已经非常惹人厌恶了，这人还敢冒着得罪这么多人使用群体探查的法术。克雷尔，是遮掩术。遮掩术 LV4 能够遮掩己身，阻挡一定程度的探查术和稍弱的瞳术观察。LV4 特效：遮掩术可对群体释放，对象越多，效果越弱，耗费的魔力越多。陈州小队4人身上蓝光一闪，那道波纹扩散到陈州4人附近时就自动躲开。顺着波纹的来源望去，陈州和一名身材矮小的阴郁男子对上了眼，两人隔着7、8个石柱的位置，还算是比较远。而在其身旁，3男1女正戒备地观察着四周，明显是一个小队的。这么早醒来，这5人的实力，秃鹫怎么了？队长，我好像瞧见几个不错的猎物。马尾男顺着秃鹫的眼睛看了过去，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黑袍黑斗篷的双人组。好强！黑袍人他看不明白，但那个黑斗篷青年，他一眼就看出对方的实力绝对不弱。那由内而外散发的强者气息，让人的目光都不由被其吸引。有趣，老大，怎么样？动手吗？秃鹫兴致勃勃地朝着马尾男建议道。他们最多也就2个人，我们可有5个人。马尾男摇了摇头，这里不比外面，先把最基本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再说吧。秃鹫虽心有不甘，没有说些什么，只是舔了舔嘴唇，对着陈州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看见这一幕的陈州眼神顿时狠厉了下来。找死！他已经把对方列入了黑名单。虽然对方有整整5人，甚至可能都有精英实力，但那又如何？自己和克雷尔实力都属于精英中的佼佼者，可不虚他们5个。这种挑衅他可忍不了。马尾男看见这一幕顿感不妙，这家伙又用天赋了。他赶忙对着秃鹫低喝：“秃鹫，我不是和你说过不要动手吗？”秃鹫满不在乎地说道：“队长，我们难道还怕他们2个？我看那男的披风品质不错，队长你难道不馋吗？”“是啊，队长，我看这一圈就那2人装备看起来最好，是个肥羊。”5人中的花臂男也开口帮衬道：“再说哪有人能是我们5个人的对手？队长你就是想太多了。”事已至此，马尾男也不好说什么。秃鹫的本命天赋寻衅滋事使用后就没办法撤销，双方的怨就在秃鹫做出挑衅姿势的那一刻就结下了。既然决定了要做对手，那等下次见面就要全力出手了。谁能想到，只是一个对眼，人类的2方顶级队伍下次见面可能就要拼个你死我活。被秃鹫挑衅的对象总会失去脑子一样，不管实力差距，会把秃鹫当作仇人复仇。凭借这一手段，他们5人都不知道阴了多少人和怪物。这也是5人能晋升精英的关键，这技能用好了就是拉仇恨的神级技能。小队5人皆是精英，他们如今已经不忌惮任何人。第85章羽族杀来。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醒了过来，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只是全部都是国内人，并没有出现外国的人类。场面也慢慢的变得闹腾了起来。
卧槽，这脑袋也太痛了，我感觉脑浆被搅了好几圈一样。这里是哪里啊？我靠，食人族世界是什么鬼？我的天老爷，我们5个普通人组队，还想着抱抱团，结果要我们杀25只怪物，我还不如直接从这里跳下去呢。吴俊瑜没过多久也醒了过来，还算是比较早醒来的一批人。老大，这里好多人啊，我们这是跑另外一个星球来了。还没等陈舟说话，吴俊义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这游戏也太他妈邪门了，一瞬间把全球人给传送，过于夸张了。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人，吴俊义显得有些兴奋，没过一会就和周围的人聊上了。陈舟也没阻止他，正好让他去搜集点情报回来。说起来，陈舟到现在为止还是只在苏城的一些地点内转悠过2圈，虽然明白全世界都遭遇了游戏入侵，但人家具体发展成什么样，有没有地方甚至恢复了秩序，这些他都不得而知。待下诗雨醒来之时，差不多所有的人类都已经清醒了，不少艺高胆大的人开始尝试着从石柱上往下探。毕竟现在这场景四周都是石柱，看着周围也不太像是出路，也就只有石柱下面的无底深渊像是可以探索的地方。虽然有人顺着绳索往下爬，但没过多久便吃痛往回爬。这片深渊越往下，空中的风就越烈，甚至会造成一定的锋刃伤害，一般人根本难以支撑。而岩壁光滑陡峭，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跌落深渊，没人愿意去尝试攀爬。陈舟拿出背包里的列夫的望远镜，拿着它对着深渊望去，但是底部实在太过幽暗，陈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这底下根本不是有什么东西遮挡，而是单纯的太过深邃，外部的阳光无法照射到底部。克雷尔瞧着陈舟手中的望远镜，有点眼熟。大人，这东西……哦，好像是你们第7席掉落的东西。克雷尔有些无语，之前还在想第7席的前身被谁杀的，没想到也和大人有关。克雷尔，你之前碰到的食人族的地形都是如此险恶吗？大人，食人族世界广袤无比，我也只来过一次，并没有碰到这样的地形。陈舟虽然有心下去探个究竟，但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想出这个风头。大家安静一下，我是来自第3军区的洪少，请听我一言。一阵洪亮的声音响彻在100来根石柱之上，声音因石柱的地形不断回荡，让人无法忽视。闹哄哄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一些窃窃私语，类似于狮吼功的技能。陈舟有些讶异，能在这么空旷传遍上百根石柱，这声音中蕴含的能量相当强大。循声看去，一名彪悍的迷彩服军人正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峰之上。他鼓了一口气，接着喊道：我们军方会尽可能保障大家安全，大家如果相信我的话，请往我这边的石柱靠拢。另外，如果还有别的军队的兄弟，请尽快来我这集合。不少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普通人闻言大喜，纷纷向离开自己所在的石柱往洪少那边跑去。石柱和石柱之间距离不算太短，不少人着急之下甚至不慎掉落深渊。好在后来有军方的人开始维持秩序，这些军方的人实力都相当不俗，每个人拎个人，还能轻轻松松越过石柱之间的深渊鸿沟。老大，我们过去吗？吴俊义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这个洪少所在的军区似乎很厉害啊，我刚聊天有一个人就是那块地方出来的，听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超大型的基地，里面的幸存者超10万，强者如云。陈舟摇了摇头，这个洪少想的太简单了，他们的长官一定在游戏前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求保护普通群众。可惜这场游戏的类型是大逃杀，每个人都要杀死一定数量的敌对种族或者食人彝族，就算是军方的人再厉害，也没办法帮助这么多的普通人完成任务，反而会害了他们自己。大人，那边好像有些骚动。就在这时，克雷尔突然出言提醒。顺着克雷尔指的方向看去，北方石柱上的人们正在疯狂地往这边奔跑，有些实力不足之人根本不足够越过石柱之间的鸿沟，纷纷掉落深渊，只留下一声惨叫。什么情况？陈舟拿起望远镜张望，只见一群长着一对白色翅膀、鸟嘴鹰钩的人面怪物坠在这群人的身后，正不停地举弓拉射，飞过的石柱上只留下一地的尸体，跑得稍慢的人全部都给射杀。这是羽族。回忆起一开始的游戏提示，陈舟就想到了这个种族。游戏才开始多久，这么快就追了过来？随着距离拉近，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了那群鸟人，惊叫着就开始逃窜。部分人选择往更远的石柱跑去，但大部分的人朝着洪少的那根石柱跑去。这些鸟人飞在空中，很少有人有手段能够攻击到，即便是偶尔有几道法术袭去，也被这些鸟人身上的屏障挡了下来。洪少面露凝重之色，朝着身旁的眼镜军官问道：苗群，那群鸟人什么实力？长官，最低都是准精英级别，精英数量绝对不少。望着那乌泱泱100来只鸟人，洪少脸都绿了。这让他怎么保护群众？他们小队只有他和苗群2个是精英，加上刚才加入的别的军队的人员，他们这里也才4名精英，
10余名准精英的战力。看着四周石柱上那些不为所动的人类玩家，洪少面露阴翳之色。这些人里面大部分的实力都不低，却丝毫没有为集体奉献的意思。估计等会知道这群鸟人的实力，很快就会散个一干二净。长官，我们怎么办？上！但是万一情况不对，杀够5个就赶紧逃脱，逃脱不了也撤离，我们换个地方会合。苗群惊讶地看着眼前的长官，这可和他们所听到的命令不一样啊。洪少面无表情，这是首长给我们队长单独发的指令，你回去后可以验证。第86章云中客。老大，这群鸟人数量不少啊，我们赶紧上去杀他个20只，我们不就可以逃脱这个游戏了吗？吴俊义看到怪物却不怎么害怕，反而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有2个大佬在身边，他有什么好怕的？夏诗雨也露出了期待之色，他对这陌生的环境有些恐惧，还是陈州那个小房子温暖。陈州没有回应。旺气术，威胁程度极高，气息属性杂草，威胁程度这么高，陈州吓了一跳，看着那群鸟人只是拿着弓到处射，没瞧着有多强的能力，怎么威胁程度这么高？看到那些鸟人脸上那若有若无的微笑，陈州心中有些不可思议，难不成他们把杀人当作玩乐？克雷尔，有探查法术吗？把那些鸟人的信息发过来看一下，就那个蓝头发那个吧。陈州指着远处天空中一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蓝发羽人族。克雷尔望着那个羽人，有些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应道：好的，大人。作为堂堂第2席，探查术自然是有的，只不过这类探查术一般都会引起敌方的关注，没有陈州允许，他也不会主动使用。云中游侠，陆3级，精英，种族羽族，血量100百分号100百分号，力量2.1，敏捷4.2，精神1.8，智力1.2，体质2.6，魅力3.4，天赋1、2、3、4。云中客模板天赋，在空中进行战斗时，全属性判定将得到中幅度的提升；当在云中进行战斗时，全属性判定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且移动速度和闪避率都得到大幅度提升。被动技能召云，战斗中每次攻击有几率在敌人身边召唤出一团云雾，受到伤害时有几率在身边召唤出一团云雾。技能1、2。陈州看着克雷尔传来的面板有些疑惑，就随便指了个家伙，就是个精英。看这个属性和克雷尔相比也丝毫不差啊。大人，有句话属下当讲不当讲。看着远方空中投来目光的蓝发羽人，陈州有些无奈，说：属下听闻羽人族当中黑发是普通颜色，而异色头发的羽人一般都是羽人当中的贵族，实力相当强劲。你不早说！蓝发羽人脸色不善，已经率着一小队黑发的普通羽人族朝着陈州几人飞了过来。无论在什么种族，这类的探查术都是被视为挑衅。大人，我们要上吗？上个屁，先走！陈州大骂。打得过这对鸟人，后面还那么一大群呢。那100来只鸟人中还有着10来个发色各异的鸟人，要是每一只都有这只蓝发鸟人的实力，哪里打得过？难怪这游戏的类型叫做大逃杀。浮空术，克雷尔给吴俊义和夏诗雨2人释放了飞行的法术。陈州展开风之翼，4人朝着石柱的外围飞去。离去前，陈州望了一眼洪少所在的地方，军方确实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保护群众，只是实力相差太大。这些羽人开始施展出各自的手段后，军方的人员顿时损失惨重，失去了军方的庇护，其余人也自然鸟作兽散，纷纷朝着四周跑去。观望的人也不再抱有希望，各自离去。羽人也开始分出一支支队伍，分开追杀逃离的人类。看着数以千计的同族惨死在羽人的弓箭之下，陈州的心中也不由泛起了一丝悲哀之情。操！等老子牛逼了，把你们这群鸟人都给宰了！大人，他们快追上来了！陈州收回目光，身轻不速。克雷尔也挥动法杖，顺风术、迅捷术，法术加持下，4人的速度极快的提升，很快与身后的羽人拉开距离。大人，我们还追吗？追！王族的威严不容玷污，加速之法尽数给我施展。是！一阵阵光芒闪过，这对羽人的速度快速提升。飞了10数分钟，陈州他们还是没有与身后的羽人拉开距离，而他们的加速之术持续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身后的那些羽人个个都是风系魔法的佼佼者，即便是加速之术消失，也很快会被续上。再这么跑下去，被追上也是迟早的事情。想至此处，陈州面露狠厉：吴俊义，你和夏诗雨去前面等我们，我和克雷尔先去解决掉后面的那些鸟人。好！
吴俊义也知道自己留在这个地方只会碍手碍脚，这些羽人都飞在空中，灵活得很。他的爆炸武器对这些鸟人的威胁程度很小。四人分开，陈州和克雷尔停下脚步，在空中静静等待。很快，一蓝五黑六道流光疾驰而来，停在了两人面前。陆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的两名人类，怎么不跑了？陈州没有回答，只是开口说道：“在开打之前，我有个问题，不知阁下能否解答？”陈州发现这些所谓的异族贵族都骄傲得很，看待他们人类的眼神都非常轻蔑，包括之前遇到的那些蜥蜴人贵族也是这副模样，因此他想要借此询问点东西。蓝发羽人身旁，一名健壮的黑发羽人开口说道：“大人，和这些老鼠废话什么？直接杀了他们便是。”陆朝着侍卫摆了摆手：“洛康，退下。人类，有什么想要问的你就说吧。为何你们羽人族可以如此快速地找到我们人类的所在地？”陈州对这点非常疑惑，他们人类玩家一出来，除了那些任务，根本没有任何信息，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但羽人族却在一开始就派遣了精英部队前来袭击。陆文言笑了几下，接着开口：“告诉你也无妨，我们四族的任务其实和你们人类的并不相同。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击杀人族，第二是击杀食人彝族，并且你们人类的位置在我们的系统中清晰可见，想必你们的游戏类型是大逃杀吧？但我们不是，我们的游戏类型是大猎杀。”第87章云雾。陈州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这样，怪不得这个游戏类型叫大逃杀，原来无论他们逃到什么地方都没办法摆脱这些降临种族的追杀，那岂不是就意味着那些普通人无论逃到哪里都难逃一死？3天无尽的追杀，这些降临种族为了获得更好的奖励，一定会不停地追杀至人类全部死亡。虽然陈州自诩他人的生死与自己无关，但得知如此之多的人类都要被这些异族当作猎物给追杀致死的时候，心中也泛起了愤怒之情。这次的游戏，他想要将这些异族宰杀殆尽。陆看着眼前人类的神情有些不满，这人得知了这些消息，不应该会绝望吗？为何还露出了这副愤慨之情？这让他的心中异常不爽，刚才的口舌似乎都白费了。人类，该知道的你也知道了，可以安心赴死了吧？眼前的人类并没有回应，只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卷轴，默默地撕碎。陆的神情忽地变化，他大怒道：“人类，你居然敢如此小瞧我！”那张卷轴他有印象，精英晋升卷轴。精英晋升任务开启：1击杀50只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怪物050；2协作击杀3只准精英怪物033单独击杀3只准精英怪物034协作击杀1只精英怪物015单独击杀1只精英怪物01完成任意2项任务即可晋级，完成任务数量越多，完成度超额越多，晋级后的奖励越高。任务剩余时限47小时59分。陈州面色狠厉地看着眼前的蓝发羽人：“谢谢你提供的消息，现在就来充当我晋升精英的资粮吧。”找死！陆还未动手，他的5名侍卫就率先发起攻击，5支箭矢快如闪电，朝着陈州的面门直射而来。克雷尔正欲出手，却被陈州喊住：“克雷尔，为我列阵，暂时不要出手。”风之翼振翅一拍，5根箭矢直接被拍飞出去。克雷尔也看到了刚才陈州使用的那张卷轴，明白了他心中所想，点了点头，退至后方。大人小心，情况不对，我会来助您。看到了陈州如此托大，居然独自来迎战，将他们当作晋升精英的资粮，好似他们就如同盘中餐一般。陆的心中更是大怒，什么时候猎物都敢如此嚣张了？好好好，杀了他，不要留手。说罢，他口中念念有词。云雾术，一时间空气中云雾弥漫，6名羽人的身形也隐藏在云雾之中，不见踪影。这招对我可没用。袖中血雨飞出，原地环绕，照出一道飓风，就要吹散这片云雾，但结果却让陈州大跌眼镜。这道飓风仅仅吹散了些许云雾，就消散于无形，不得寸进。哈哈，人类还想要用风来吹散云，想得挺美的。我的云雾乃是众水所化，寻常风想要驱散，做梦！作为以云雾作为主要手段的陆，怎么会不防范敌人的风系法术？他早早的利用众水将自己的云雾净化，非但寻常风不能驱散，敌人在此云雾中还会不断沾染众水，导致行动速度大减。陈州眉头微皱，没想到还有这一出。数道流光从云雾中飞出，朝着陈州袭来。但这些箭矢虽然速度极快，但威力却不足。陈州的风之翼只是轻轻一震，就尽数打落。就在风之翼震开之时，一道耀眼的流光突射而出，看这速度和力道，就完全不是之前那5根箭矢可以比拟的。那个蓝发的羽人出手了，风之翼根本来不及阻挡，陈州只得用血雨化作血雨盾挡在流光之前。有着武器大师的加持，
他对盾牌的掌握也得到了提升，将盾牌轻微调整到合适的角度，以期望能够挡下这一击。但这支箭矢刚接触到盾牌，陈州的脸色就发生了变化。这根箭矢上附带的力道比他想象的还要大。一长串的判定消息在他的系统上显示：你受到云中游侠陆3级精英的流光剑的攻击，云中客加成，力量碾压，血雨盾抵挡失败，活化鳞片抵挡成功，主角光环生效，撕裂效果失效，你受到轻微伤害。居然打出了力量碾压的效果。这支流光剑直接击碎了他的血雨盾，轰在他的活化鳞片上，将他狠狠地击飞出去。陈州的整个人被轰入白茫茫的云雾之中，那些羽人侍卫气功用枪开始不断在云雾中穿梭，对他进行骚扰，而主要的攻击手则交给隐藏在云雾中的鹿。有着云中客的加成，鹿的每一击杀伤极大，力量碾压之下，要是没有活化鳞片的抵挡，一击就会将其打成重伤。但陈州仍是没有惊慌，口中轻吐，力强身坚。有了炎灵术的加持，起码力量上不会被打出碾压效果了。虽然风系法术不能用了，但他的炎灵术还是可以直接驱散空中的这些云雾。但他并没有立刻使用，这么大一片的云雾，还是使用了什么重水的云雾，即便是炎灵术驱散起来也不会太过于轻松。而看过对方天赋介绍的陈州知道，即便是驱散了对方的云雾，对方还可以再次召唤。一旦他暴露出自己可以驱散云雾的力量，那么对方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就会更加小心，自己恐怕就再也难以找到路的位置了。因此机会只有一次。使用着由血雨构筑而成的血雨枪，陈州不断应付着5名羽人侍卫的进攻。在风之翼的帮助下，这5名准精英敌人的威胁不是很大。为了麻痹敌人，陈州并没有对这些羽人侍卫使出杀招。又是3道流光袭来，这次的路的位置更近了，这些流光明显从更近的位置袭来。望气术，身后的一片云雾中，一道亮眼的红色气息正不断游走。找到你了，雾散。第88章暴起。漫天的云雾在炎灵术的咒力之下瞬间被抹除，鹿的身形也被暴露了出来。陈州眼神一亮，找到你了。狂暴，狂暴，力量中幅度增加，速度中幅度增加，持续时间10分钟。这个特殊技能的冷却时间很长，陈州在获得之后并不是第一次使用了。虽然这个技能简介没有任何副作用，但实际使用起来却并不是这么回事。在狂暴期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神智有些不太清晰，思考能力减弱，甚至有不少的嗜血杀意。因此他在使用这个技能过后就没想过要打持久战，他生怕自己会因为神智不清晰错判战场上的形势。就如同现在一样，狂暴一出，他就要来一个一锤定音的结果。无数血雨汇聚成血雨刀，陈州朝着一脸惊愕的鹿杀去，全力爆发的速度让那5名侍卫羽人都完全反应不过来。鹿确实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云雾会突然消散，没有任何前兆，也没有任何的原因。他那花费不少心思由重水构成的云雾的就突然消散。他心里有预料过眼前的敌人会采取什么方式发起反击，或许是威力巨大的狂风，或许是范围超大的攻击手段，亦或是逃离云雾范围内再次寻个战场。但就是没有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让他的云雾消散于无形。这样的后果就是他没有任何准备的直面陈州那蓄谋已久的攻击。风烈火盛，刀力力强，既然要出手，那就是全力以赴。陈州口吐8字：风之灵，火之灵，全功率爆发。血雨刀燃起熊熊烈焰，环绕着刮骨的疾风，重重地砍在了鹿的身上。那华丽的盔甲被瞬间撕碎，鹿的项链破碎开来，化作一道蓝色的护盾挡在其肉体之上，但仍是无用。蓝色护盾被继续粉碎，血雨刀直直地砍在了这名羽人贵族的身上，半边翅膀直接被砍断，一道深入骨髓的伤口从肩膀处一直蔓延至腰间，伤口处火焰燃烧，血流不止。要是刀身再长一些，眼前的羽人贵族怕是要被这一刀直接劈成2半。受此重创，鹿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直接从空中跌落了下去。你对云中游侠鹿3级精英造成了血属性、风属性、火属性伤害。天空之甲抵挡失败，水盾抵挡失败，血之灵判定成功，风之灵判定成功，火之灵判定成功。你对鹿造成了巨量伤害，造成了流血、燃烧、缓足、断肢状态。一击之下，威力恐怖如斯，不但造成了惊人的伤害，还附加了4项异常状态。有着
主角光环的加成，各种负面状态的附加几率上升到了最高。看着跌落的鹿，陈州丝毫没有放过的意思，手中的血羽刀分解开来，化为上百根血羽，直冲下方的鹿而去。大人，5名黑发羽人大惊失色，没想到短短数秒之内，眼前的这名人类就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实力，场面瞬间扭转。不但让大人那从未失手的云雾消失，还瞬间重创了大人。但他们并未因陈州的实力而害怕，反而快速地朝着鹿落下的方向飞去。洛康，你带着大人赶紧走，这个人类不是我们可以匹敌的。好，4名羽人侍卫挡在了鹿与陈州之间。漫天的血雨落下，他们展开翅膀，挥着长枪，艰难地应付着漫天的血雨。片刻之间，身上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那洁白的翅膀也已经变成了红色，只能勉强维持不掉落下去。面对全力爆发的陈州，他们能抵挡住一波血雨，已经是用尽了手段。那名为洛康的羽人侍卫在其余人的掩护下，接住了从空中落下的鹿，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从怀中掏出一张卷轴就要使用。看着群体逃脱卷蓝光闪烁，他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只要逃离了这个地方，利用他身上的恢复药剂，大人很快就能得到恢复，就能顺利逃脱。他已经完全不想着和这个人类为敌了。强如自家大人，就连一招都接不下来，就已经重伤濒死。但是他没有下次了，他的大人也不会再有下次和这个敌人为敌的机会了。一道不知何处飞来的锋刃闪过，他握着群体逃脱卷的手掌被切落。天空行者克雷尔3级精英对你使用了锋刃。克雷尔是那个蜥蜴族的12席，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还在帮着那名人类？不过没有人解答他的疑惑了。4名侍卫的尸体从空中落下，漫天血雨朝着他和怀中的鹿袭来。洛康紧紧地抱住怀中的鹿，大人，快醒醒啊！你击杀了洛康3级准精英，你击杀了云中游侠鹿3级精英。精英晋升任务已完成，是否晋升？1击杀50只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怪物，6/50；2协作击杀3只准精英怪物，1/3；3单独击杀3只准精英怪物，4/4；4协作击杀1只精英怪物，0.1；5单独击杀1只精英怪物，1.1。否，精英晋升任务居然在一战过后立马可以完成了。陈州当机立断选择了否，这才刚开启任务，傻子才会现在就以最低的要求晋升。凭借他的实力，他完全可以在这场战斗中将所有的条件都达到100%，甚至是300%、400%。届时他就不相信如此完成度水平晋升的精英会比自然觉醒的那些精英要差劲。恭喜大人，大人实力惊人，仅凭一己之力就杀掉了羽人的贵族和其侍卫小队。克雷尔这个狗腿子第一时间上前祝贺，刚才多谢你了，克雷尔，不然恐怕就让他们给跑了。在洛康使用那张卷轴的时候，空间中明显传来了波动。陈州也明白，那无疑就是类似逃脱卷一样的卷轴了。幸好克雷尔及时突然出手，打断了那名侍卫。两人谈话之间，这些羽人的尸体化作蓝光消散不见。到了战斗结算该收获的时候了。第89章再得新语，恭喜你完成一场史诗的小型战斗，击杀云中游侠鹿3级精英，羽人战士3级准精英5名。战斗评价 A+， 精彩的爆杀。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云中甲、云中靴、羽人弓 X3、羽人甲 X2、白羽 X6、中良经验。当前经验3级 41.200分号100分号。云中甲精良护甲，中幅度提升穿着部分的物理抗性、元素抗性。附带技能甲中云，被动技能受到攻击时，该护甲将有几率释放出一团云雾，该云雾具备简单遮挡敌人视线、神识的作用，且对自身无效。云中靴精良鞋子，中幅度提升移动速度，小幅度提升穿着部位的物理抗性、元素抗性。附带技能云中行，被动技能在云雾环境中移动之时，将消除自身产生的任何声音，并且移动速度中幅度提升。羽人弓普通武器，少幅度提升穿刺。羽人甲普通护甲。白羽稀有材料，羽人身上的精华之羽具备一定的效用。看到这个护甲和鞋子的时候，陈州想哭的心都有了。终于有了一件合适的护甲和鞋子了呀！他身上的蜥蜴皮甲已经从第一天穿到了现在，脚上的青灵之鞋也一直没有更换。云中甲和云中靴搭配起来简直就是神技，而附带的技能甲中云和他的主角光环搭配起来更是无敌。他先让克雷尔穿上这个护甲，然后用拳头击打克雷尔的身子，一拳又一拳，盔甲毫无反应，一直打到了第19拳，才从盔甲内散出一片云雾来。
这几率真的不太高啊。再次尝试了许久，两人判定这个出现云雾的几率大概在4%至5%左右。之后就轮到陈州自己尝试了，他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这件护甲，命令克雷尔拿着拳头砸向自己。这次经过测试，在主角光环的影响下，这个几率达到了惊人的30%。这一前一后的差距可真是大，在实战中的表现自然也就天差地别。5%的几率你只能靠运气，但30%的几率完全可以纳入战斗体系当中了。收获了2件精良装备，陈州心中也是喜悦。虽然这个大逃杀游戏有些危险性，但对他来说机遇更大。换上了云中甲和云中靴，陈州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掉落的材料白羽。本以为又是一件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作用的材料物品，结果当他刚将这几根白羽拿到手上，一道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响起：70检测到羽毛类材料，是否吸收？陈州心中有些疑惑，难不成这个材料可以净化70？是。6根白灵化作白光被陈州吸入体内，随后他的手臂奇痒无比，拉开衣袖查看，右臂上居然多出了6根崭新的血羽。在一阵错愕过后，陈州大喜。说实话，虽然血羽有着108根，但用起来总是捉襟见肘，往往化作血羽刀，那就没办法再有多余的血羽来保护自己，或者用作远程进攻。化作血羽盾之时，也往往因为血羽的数量不足，只能护住自己身体的小部分。但现在这些羽人掉落的白羽居然能转化为自己的血羽，他甚至恨不得立马就杀个回马枪。这些羽人现在在他眼里就是个移动的宝库啊！要是杀他的千百个的，那岂不是？陈州已经幻想着真正的漫天飞羽了，到时候他哪里还会忌惮那100来个的羽人族？在火力之下，一切反动势力都是纸老虎。石柱之上，原本的人类出生点之上，本来满满当当热热闹闹的场地，现在已经空空如也，只余下几名羽人族在不断盘旋。但每根石柱之上那狼藉的地面无一不表明，这里刚才发生了一场大战。最高的石峰之上，一名红发羽人正静静的单脚立在最顶端，眼神微闭，好似睡着了一般。空中一名白发羽人从空中盘旋落下，面色焦急，开口问道：“呵，有看见路吗？”名为贺的男子没有睁眼：“冠，这种事情该问你自己吧。当时大家忙着狩猎，谁能注意到谁去哪里了？”冠的脸色有些不好，我的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之感。那群人类里面也有不少强悍之辈，因何却遇到了一个人类5人精英小队，都差点折在那，我怕露出什么事情。贺仍是没有睁开眼：“不用怕了，鹿已经回归父神怀抱了。”什么？冠大叫一声：“死在哪里了？谁杀的？该死的人类，居然敢杀我们伟大的天族，我定要杀了他！”冠心中恼怒，展着翅膀不停地在原地转圈，嘴中念念叨叨：“东南方，你去吧，见到父神的时候替我问个好，谢谢。”看着仍然闭着眼睛的贺，冠的心里更加生气。贺，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我去就是送死？那你和我一起去。不去，此地风景甚好，正适合我小憩一会。你又偷懒，你又想小憩3天是吧？冠跳着脚大骂，但是无论他如何说，贺却如同瞎了一般没有理会。冠飞上去凑近一看，这家伙居然拿羽毛把自己耳朵给堵住，50紧闭，当着他的面就睡了过去。气煞我也！冠绕着贺飞了半天，又骂了半天，最后无奈离去，朝着东南方飞去。呵，你等着，看老子怎么把那个人类的项上人头取过来！冠飞了半晌，突然停下来。我和贺那个家伙赌什么气？真是无语。不过鹿的仇不能不报，好像阴和雀就在附近养伤，刚好找上他们一块去，这总不能翻车了吧？立在石峰上的贺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喃喃自语道：“这下得喽，还得拉上2个傻子一块见父神。”第90章遭遇。朱鹏宇的内心是崩溃的，余下的人类玩家还有那么多，起码数千的数量啊！这些天杀的鸟人偏偏盯上了他这支小队，准确的说是盯上了他，可他真不是故意的。适才他出于好奇，便用了系统的探查术观察了一番这群鸟人，让其中一名鸟人给死死的盯了半天。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这会屌人部队此时还在和军方的强者对战，他和队友们一边观战一边对着屌人评头论足。这与人族除了飞行能力不足为惧，只要能限制住其飞行的能力，就能轻松胜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老朱，你有这个限制的手段吗？我没有。正经人谁有这种技能？我也没有。几人正玩着梗，谈笑风生，转眼间那些军方的强者纷纷逃离，速度之快让几人瞠目结舌。那些鸟人失了对手，自然也就盯上了他们这群围观的群众。
特别是他刚才用了探查术挑衅了对方，这支羽人小队就此紧紧地追着他们不放。尽管他们小队实力不弱，颇有手段，但是他们真没有手段对空中的敌人发起攻击啊！跑了那么久，也终于彻底耗尽了体力和魔力。老朱，我魔力都给耗尽了，跑不动了呀！老朱，我的魔力位也没了，接下来的防御术都不能释放了。老朱，我真跑不动了，我替你们挡一会，你们跑吧，替我活下去。朱鹏宇望着队友们那苍白的脸庞，内疚感油然而生。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坦白：是我老朱对不起你们啊！其实是因为我用了探查术挑衅了这领头的鸟人，才一直追着我们不放的。队友几人沉默了片刻，但最后还是没有过于责怪。老朱你啊，可害惨了我们啊！算了算了，反正都要死了。临近死亡，几人也不再想怪罪谁，反正大家都会化为一滩枯骨。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了几道黑点，几人更加绝望，因为那几道黑点也是飞在空中。如今飞在空中的不是羽人族，还能有谁？这下子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几人也再也不想跑了，停在了原地，准备安心的面对死亡。老朱，你是个好队长，我们下辈子一起做队友吧。朱鹏宇泪流满面，是我老朱对不起你们啊，害了你们。几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浑然不顾身后飞来的几根箭矢，还有前方那漫天的红芒。在知道羽人族掉落的白羽可转化为血羽后，陈州也不想跑了。这些羽人族现在在他眼里就是移动的宝库，当然最好不要遇到太过难缠的精英。接上吴俊义两人，陈州就领着小队往回赶去。要是预估的没错的话，此刻的人类玩家应该正在和羽人族的大部队酣战，这会儿回去说不定还能喝点汤。可没想到没往回飞多远，就遇到了一股人类玩家小队，还有追在其后面的羽人小队。观察了一番，确定这对羽人中没有发色奇特羽人贵族，陈州当机立断就选择出手，漫天飞羽燃着火焰就朝着羽人小队飞去，顺带着几根羽毛将那朝着地面上那人类小队射去的箭矢打落。恭喜你完成一场精彩的小型战斗，击杀羽人战士3级，准精英5名。5名仅只有准精英级别的羽人侍卫，自然是根本抵挡不了，一个照面就被全部杀完。陈州再添5根崭新的血羽，他也从这支小队的队长朱鹏宇口中了解到他们走后石柱那块发生的事情，和他预想的相差甚多。他本以为来袭的羽人族数量不多，人类一方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好歹有着10000余人，里面的精英和准精英数量比起这群鸟人部队绝对是只多不少的。可陈州低估了人性的缺点，这10000余人无人指挥，各有心思，唯有少数军人主动上前迎敌，大部分人都抱着捡便宜的心思，不愿意出手，在一旁观看。这种情况下，凭借些许军中强者，哪里能对抗这么多的羽人精英部队？在军队死了不少人后，剩余的军方人员居然一反常态，直接掉头就跑了。看到这一幕，那些隐藏在人群中的观望人类强者也懵了，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一声就跑了呢？不是应该在那召集众人一起对抗，然后许些好处，最后大家一起来对抗吗？这下子人类一方彻底没有了领头的力量，剩余的那些稍有实力的人类玩家更不愿意留在那，纷纷朝着外围跑去。有句话说得好，遇到一只熊，你不需要跑多快，只要能跑得比你的同伴快就行了。剩下的人类玩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身体素质稍差的普通人再无活路，不少人甚至连石柱间的深沟都无法越过，只能原地等死，或者拼死一跃掉下深渊而死。这部分人活过了游戏降临的前7天，有些是窝在家中独自生存，有些在幸存者基地勉强生存，但如今没有实力的他们如同鸡仔，毫无反抗能力的被杀死在战场之上，甚至连反抗都做不到。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即便如此，四散而逃的人类玩家数量仍有近万，仍远远超过羽人族。羽人族也没办法全部追上，只能分成数十支小队追杀而去。大佬，你们难道还想回去凑热闹？朱鹏宇看着眼前的小队，心思涌动。不说别人，光眼前这个大佬的实力就够恐怖了，一整支的鸟人小队都被瞬间绞杀。大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带我们一程吗？朱鹏宇指了指队伍中痛哭流涕的众人，有些悲戚的开口说道：我们魔力和体力都已经彻底耗尽，身上的药剂也在被追击的过程中消耗完了，要是大佬你不管的话，等于是宣判了我们死刑啊。队伍中的夏诗雨看到这一幕，心中有些不忍，拉了拉陈州的衣角：陈州，要不我们带他们一程，反正也不费什么力气。陈州没好气的甩开衣角，这女人还真是没吃过半点亏。不愿。说罢，他头也不回的朝着空中飞去。吴俊义见状也赶忙跟了上去。克雷尔留在原地提醒了夏诗雨几声：夏小姐，我们走吧。夏诗雨这才如梦初醒般跟了上去。等到4人的背影在空中渐渐远去，
直至看不见。朱鹏宇收起了脸上的谄媚，啐了一口后，恶狠狠地说道：“靠，拽什么拽？毛都没长齐的家伙！”就是，这几个家伙仗着有点实力就嚣张的要死。老朱，我看刚才那个女孩样子还真不错，比起我们之前掠过来的那些女的好看不知道多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嘿嘿。老大，你看那边是什么？好像是狼啊，这里怎么会有狼？快跑！是哥布林，哥布林骑兵！一阵惨叫过后，哥布林骑兵扬长而去，只留下一地的血。第91章猎杀与人族。末世7日，好人难做。刚才遇到的那支小队实力还算不错，不然也不会在一支精英羽人小队的追击下坚持这么久了。可他们是如何做的呢？弃石柱那里的千万同胞于不顾，只想着自己逃命，能救下他们一命已经算是大恩大德了，还想着白嫖。陈州可不会惯着他们，自己虽也算不得什么好人，但对于别人要求可高了。宽以待己，严于律人，说的就是这样。夏诗雨跟上来之后就变得有些沉默。陈州也不想搭理这个女人，虽然说之前和她相处得很愉快，但他发现这女人脑子里还是有点拎不清，没有想明白这个所谓的大逃杀意味着什么。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庇护，在这场游戏中，以夏诗雨的实力是99%在第一波的袭击中就会被击杀的。老大，嫂子她也是心善，你也就别生气了。吴俊义见气氛不对，上前劝了几句。最好是。夏诗雨闻言又感觉委屈，眼泪珠子就往下掉。他觉得他又没做错什么，陈州那么厉害，那几人没什么实力，留在那必死无疑，为何不救？不就是陈州心狠？小女孩脾气又上来，立在原地就不往前飞了。陈州瞥了一眼他，没有搭理，自顾自地往前飞去，继续寻找落单的羽人小队。克雷尔也没停留，默默地跟着向前飞去。唯有吴俊义在原地停了一会，劝了几句，见这女人还是犟着个脾气，处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也实在没办法，摇了摇头，起身便朝着陈州追去。老大，你真不管嫂子了？陈州回头奇怪地看了吴俊义一眼。谁说她是你嫂子啊？再者说了，我带她升级，给她装备，助她逃离追杀，她给我的无非一点肉欲之欢，我哪里欠着她了？既然她决定独自留在那，就留那好了。本来也是个累赘，小心思还那么多，完全分不清大小王。夏诗雨站在原地好一会，结果还是不见陈州他们回来，心中也不由慌乱起来。浮空术的持续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望着四周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终于意识到离了陈州，自己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花瓶。想至此处，他赶忙飞身朝着陈州离去的方向追去。幸好他们飞得也不算太远，飞了不到几分钟就看到了几人的背影。陈哥哥，诗雨错了，等等我。闻声，陈州停下脚步，回头静静地看着他。诗雨知错了，诗雨下次再也不敢了，这次就原谅诗雨吧。夏诗雨脸上的泪珠子不停地往下掉，生怕就此被抛弃。没有下次。陈州眼神冰冷，完全不似在床铺上那般柔情，让夏诗雨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归队。小插曲过后，几人继续四处搜寻，不时遇见人类的逃亡队伍，不过陈州并不打算和这些人有什么交集，只是打个照面就离开了。过了几个时辰，陈州才寻到3支羽人小队，其中一支有数个羽人贵族带队追杀着一批军方的强者，陈州倒是不想趟这浑水，飞速的离开了。另外2支都是普通的精英小队，由5名准精英级别的羽人战士组成，纷纷化作陈州的血雨资粮。至此，陈州的这支小队已经算是击杀了21名敌对种族玩家了。恭喜你的小队达成逃脱目标1，击杀21名敌对种族。是否逃脱该游戏？提示：只要完成任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逃脱，也可以等游戏时间到达3天之限后自动逃脱，但逃脱时必须处于脱战状态，且需要10S 的引导时间。否，此时才刚刚游戏开始不到半天，陈州就没想着杀几只怪就逃脱游戏。这里面的精英、准精英的敌人众多，是升级和拿装备的好地方。不过达成了最低的逃脱条件，队伍里的吴俊义和夏诗雨倒是松了一口气，这起码保证了最坏的情况，他们也可以逃离此地。看着又一大批的人类部队，陈州心中疑虑重重。克雷尔，话说羽人族降临的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吗？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看到什么10人彝族啥的，看样子也不太好找。那人类想逃脱，就必须要击杀5个敌对种族。可这羽人族是这些普通人能击杀的吗？每个最低都是准精英级别的怪物，更何况人类有10000余人，这羽人前来袭击的也就数百人，那岂不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逃走？这显然不太可能。大人，这点我倒是知道，这些所谓的游戏并不是依据等阶或是等级，而是全员召集。你看人类是如此，羽族还有哥布林族什么的也是如此。克雷尔声音沙哑，
接着缓缓到来。只不过人类作为猎物方，位置信息暴露，他们可以主动派遣强者前来袭击，而与人族的弱者位置不明，往往躲在某处。毕竟作为猎杀方，并没有所谓的逃脱条件，只要能活下来就好。陈州眼睛一亮，他一直都嫌碰到的羽人族又少，精英强者又多，收获的白羽少之又少。要是前去寻到这群羽人族的普通族民，岂不是能收获无数的白羽？届时再反过头来击杀这群羽人贵族，不是完美？我记得在石柱那会之时，人群的骚乱是从北方引起的，说明那群羽人是从北方袭来的。而且那会离游戏开始时间也不算太久，说明那些羽人族的降生点离我们也不太远。既然如此，那就朝北方前进。克雷尔明白陈州心中所想，不由出声提醒了一句：大人，虽然那些袭击而来的羽人族皆是精锐，但这可不意味着羽人族的本族没有强者镇守啊，说不定那里强者更多。我自是明白，但是不去看一眼，怎么知道是不是有机会？如果没机会，我自然也会撤走的。不去看一眼，陈州终究是不会担心的。更何况血羽数量的提升对于陈州的实力提升太关键了，眼下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机会，怎么能放弃？出发！寻找羽人族营地。第92章崔杰。风景变换，陈州几人朝着北方快速飞去。石柱之间的深沟消失，石柱之间的深沟消失，变成了类似丘陵一样的地形。在途中，他们发现了数量相当不少的人类玩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赶。看来想法相似的人着实不少。毕竟按照目前的情况看，要是对上那些羽人精英的话，大部分人都是没办法完成任何一项逃脱任务的。而此时另外几个种族和食人族都还未看到踪迹，只能在羽人族这边想办法了。但是这人数未免也太多了，这些人就这么笃定北方有羽人的营地吗？陈州心中有些疑惑，毕竟他也是根据克雷尔的经验来判断的。就在这时，空中突然飘落了几张传单，引起了陈州几人的注意。这地方怎么会出现传单？这种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产物让几人有些警惕。克雷尔点了点头，法杖轻亮，操控风中元素。那几张传单被风吹至几人面前，随后在空中稳稳立住，铺张开来。上面写着是3行汉字：一、北方有羽人营地，速来；二、南方出现哥布林骑兵，小心；三、食人族据传在遗迹，位置未知。松开控制后，传单开始随风飘扬，继续朝着远处飞去。陈州看着这个传单有些感兴趣。这个传单蛮有意思，里面有着微量的魔力痕迹，用来维持它不落在地上，而是顺着风不断飘荡。看起来是某人的天赋，虽然不能指定通知谁，但是可以通告距离较远的人类玩家一些信息。难怪有这么多人朝着北方赶来。这样也好，一来确定了那边确实有羽人营地，二来的话也有了别人助力。不然的话，光凭我们几个还怕对付不了那么多的羽人族呢。再说了，他可不是必须要杀掉那么多羽人族或者怎么样的，他只是需要那些羽人掉落的白羽。就算是别人杀掉的，他也可以通过交易来获得吗？几人再次向前飞了不到10分钟，就瞧见了前方一处巨大盆地，有着无数的羽人正不停地飞起落下，看这数量绝对不少。陈州拿着望远镜探了探，点了点头，看来这里就是羽人族的降生点了。吴俊义看着那个羽人的数量有些担忧，老大，我们就这样冲上去恐怕不太妙吧？倒也是，先找个地方再观察一番。四处张望了一番，刚好看见盆地上方有着一大块石林，石林中小小的石柱密密麻麻，面积极大，躲藏在其中，这些在空中的鸟人光凭肉眼绝对没法发现。看着即将靠近的鸟人侦察队，陈州也不敢怠慢，带着众人就朝着石林落下。没想到刚进石林，几人就突然遭遇了袭击，几支箭矢从阴暗处朝着几人射了过来。感知到后方那隐隐约约的魔法波动，应该还有法师在释放法术。谁？随后打飞了这几根箭矢，陈州操控着血雨就朝着来袭处射去。血雨燃着火焰，缠绕着飓风，所过之处的石柱尽数折断。袭击者面容也彻底暴露了出来，居然是几名人类玩家。其中一人见状神情大变，连忙举着手大喊道：误会啊，误会，我们以为是鸟人族呢。陈州却似没有听到一样。几道血雨划过，数人的身躯直接被切断，残肢燃着火焰，死的不能再死了。那名开口的人身上亮起一片护盾，抵挡了片刻后破碎开来。那人大叫一声，身上亮起一片绿光，速度极快地朝着后方跑去。可哪里跑得过风元素加持的血雨？最后被血雨追上，击中脑袋，无头尸体晃晃悠悠了几下，扑通一声躺在地上。这些袭击者连一击都没有扛下来就被打杀。很快，几人的身体化作蓝光，逐渐消失，原地只留下几个巨大的深坑。恭喜你完成一场普通的小型战斗，击杀人类，1级普通，
X2 人类2级普通 X1 人杰2级准精英 X1。你射我几箭，我也射你几箭，很合理。陈州并没有觉得自己残忍，刚才那几箭的力道不弱，要是普通的人类玩家，恐怕就要受伤或者死亡了。更何况那些人还在凝聚魔力，也不知还要释放什么法术。他就不信这么近的距离，这些人还看不清他们的面容。我靠，这群人这下子可踢到铁板了呀！之前就看好几个队伍遭了他们袭击，这下好了，命都没了。那黑披风男是什么实力啊？那道红芒是什么？有人看清楚了吗？怎么威力如此之大？这些人实力不低啊！那黑披风男看着就像是精英实力了，那黑袍男实力估计也不弱。他们不会把我们全杀了吧？怕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再说还有军方的人在呢，他们肯定不敢乱来。陈州这才发现，原来这片石林到处都是人，每根石柱后面都躲着人看着他们呢。怪不得刚才在外面都没看见多少人类玩家，原来全部都躲在这片石林里面了，都在瞎嚷嚷什么呢？万一被猿族发现了，谁都没好果子吃。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仔细看去，一颗人头脑袋钻出地面，正大声呵斥：谁在这里打架？不知道规矩吗？崔警官，不是我们啊，是他们打架，还打死人了呢。四周的人纷纷喊冤，将矛头指向了陈州等人。谁敢乱杀人？崔警官嫉恶如仇，直接从地底钻了出来，看其身材矮小，倒是有点像封神中的土行者模样。陈州主动开口：是我杀的人，不过是那些人先袭击的，不论是谁，只要杀了人。崔警官正欲说些什么，却瞧见了陈州等人的样子，是正当反击就没事啊。阿 Sir，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想挨打不成吗？崔杰呵斥完那个质疑的家伙，随后满脸笑容的对着陈州几人点了点头。几位刚来这里吧，不如由我来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也好。崔杰心中缓了一口气，差点就得罪大佬了。作为拥有土系之心的男人，他能隐约感知到对方身上的魔力等级。那站在黑披风男身后的黑袍男，身上的魔力波动恐怖的简直就像深渊一般，而那人居然还以面前的黑披风男为首，那这人有多么恐怖他都不敢想象。幸好自己机灵。第93章羽人王族镇。我们自从发现了羽人族营地后，就通过天赋者的各种途径传播，召集了不少人类玩家来这，不过数量也就1000余名左右吧，大多数人都隐藏在这片石林内。崔杰领着陈州小队穿行在石林之间，不断介绍。我们也不清楚具体来了多少人，我们军方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击杀这里的羽人族逃脱，对于众人的外出猎杀行动一概是不管的。穿行之际，陈州看见一旁有不少人类受伤不浅，正在疗伤。他们这是出去猎杀过了？没错，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达到逃脱条件，虽然这里的羽人族大多数都很弱，但是有很强的卫队在保护他们。营地中甚至有着一名准首领阶级的羽人族王族。陈州也是颇为惊讶，他至今为止都没有见过精英阶级以上的怪物，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见了。这个准首领的情报有吗？崔杰苦笑，没有任何情报，只知道这名准首领的名字叫做朕，其余一概不知。所有与之碰面的人都死了，即便是侥幸逃回来的，也在精神错乱中发疯而亡。正因为如此，我们人类一方损失惨重，经常有人会想着偷几个怪物杀掉，然后逃脱，但大部分都失败了，能活下来的也是受伤不浅。陈州眉头微皱，这下可有点不太妙啊，他要是想获得大量的白羽，势必要对上这些卫队。可按崔杰的说法，那个准首领的实力可不容小觑啊。那你们有什么打算吗？总不可能就这样耗下去吧？3天过后完不成逃脱任务，可是要全员抹杀的。更何况这些羽人的营地说不定还会转移，届时恐怕就更难完成任务了。崔杰正色道：这也是接下来要拜托各位的事情了，各位请跟我来吧，我们红中卫会把接下来的事情跟你们讲清楚的。绕来绕去，几人最后来到了一处石林中的溶洞内，溶洞内到处都是穿着军服的军人穿行，看样子是军方的一处临时的指挥所。再走了一会，一处篝火前，数量不少的人类玩家席地而坐，正听着站着的军官发言。陈州仔细看了几眼，发现此人正是一开始那名第3军区的红少。陈州几人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众人的关注。崔杰轻声说道：诸位坐下来听一会吧，恐怕你们再晚来一会就赶不上这场战斗了。说罢，崔杰自顾自找了个空子坐了下来。陈州几人对视几眼，也在崔杰旁坐了下去。总之，这次的行动就是这样，各位也都算是人类中的精锐了，希望大家把这次的消息传达下去，不要落下了。红少似乎在陈州来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任务，此刻已到了结尾，不然到时候等我们都完成任务走了，剩下的人单凭自己恐怕怎么都完不成这次的逃脱任务了。有人举手发问：我有疑问，虽然红中卫你说到时候大家一块发起袭击，
可那名准首领怎么办？谁来对付？洪少没好气地说道：“我早说过了，各凭本事，到时候谁碰上了就自认倒霉吧。再说了，大家都这么畏畏缩缩，没人愿意当这个出头鸟，谁能完成任务？现在这样最好，大家一起上，谁被盯上了就准备好遗言吧。”有人应和：“就是，现在已经好久没人完成任务了，都怪最早的那几个傻子。羽人族的戒备已经相当严密，往往还没发起袭击就被那些护卫队给盯上了。”虽然只是简短的听了一会，但陈州已经明白这群人的意思了。现如今在羽人族营地已经遭遇不少人袭击的情况下，整个羽人族的戒备开始严密，往往这些散人刚开始袭击就被护卫队给缠上，甚至是被那名准首领攻击，这导致人类一方任务完成的没多少，死伤倒是相当惨重。因此洪少就想着呼吁大家一块发动袭击，整整1000余名人类玩家一齐发动袭击，届时护卫队就没法顾及这么多地方，到时候就各凭本事。你要是能杀掉5个羽人族，完成逃脱任务，就算你运气好；要是被护卫队盯上，甚至是被准首领看中，那你就算是抽中大奖了，等死吧。讲实话，这确实算是个好办法，也是能让大部分人类玩家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然就凭着一小队一小队的人类前去袭击，恐怕就是葫芦娃救爷爷，纯送人头。陈州心中也是对这个方案非常满意，因为这样也非常利于他浑水摸鱼。要是真就靠他自己去袭击营地，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做。至于那名准首领，他想着自己应该不至于那么倒霉吧。再者，他对自己的实力也有自信，再怎么样逃总能逃掉。那就散会，袭击的发动信号以我的狮吼功为准，届时各位自己找个位置就发起袭击吧。洪少目光灼灼，紧盯下方的众人。如果大家还想着磨磨蹭蹭，贪生怕死不出力，到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任务。洪中尉放心，我们知道分寸，不会拖后腿的，这事我们肯定会照做，我们不会拿生命开玩笑的。众人信誓旦旦，在一片祥和中离开溶洞。陈州几人了解完信息后，也顺着人群离开了溶洞。几人走至石林的偏僻无人处，吴俊义忍不住开口问道：“老大，我们真的要听那个洪中尉的发令发起袭击吗？”陈州思忖片刻，摇了摇头：“我们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并没有这么急切，实在不行也没必要强求，到时候再观望观望吧。即便是关乎生死，我想这群人还是会闹出不少笑话的。”崔杰走至洪少身后，开口说道：“长官，虽然他们信誓旦旦，但我想这件事没那么容易。”洪少毫不在意：“没事，到时候他们自然会一起进攻的，这是阳谋，我会给他们没办法拒绝的大好条件。至于我们，不是早就在一开始就完成了那逃脱任务吗？他们要真想找死，哼，那我们走就是了。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少了几分变强的机会。”第94章，恐怖的阵毒。羽人族的营地在一块巨大的盆地中央，四周都是石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将营地放在这种地形极差的地方。而在某处石林边缘，陈州几人正躲在其中，在其周围和对面的石林中，都隐隐约约能看见不少人类的踪影，数量绝对不少。看来大部分人都收到了发起袭击的消息，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听命的人能有多少了。下方的营地面积很大，羽人族的数量相比人类刚降临时的数量差不了太多，估计也有个10000名左右。如果实力足够，只要不碰上羽人族的卫队，人类玩家完全可以轻松杀够5名羽人族，完成逃脱任务。等了好一会，石林边缘的人影越来越多，营地中也终于发生了一点变化。数十只野狗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羽人族营地的附近，引起一阵喧闹。不过这些野狗很快就被击杀，然后被羽人族围观。下一刻，轰隆！这些野狗的尸体发生爆炸，虽然威力不大，但是声势颇大，把羽人族整个营地都给炸得闹哄哄的。一阵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盆地的上空，进攻！事实也正如陈州所预料的那样，虽然洪少发起了号令，但并没有出现众人一齐进攻的盛况，只有寥寥不到100人冲了下去。这些人在看到只有这么点人冲下去之后，脸都黑了。有人想要撤回，却发现羽人族的卫队不知何时已经围了上来。陈州看到这一幕，嗤笑一声：这些人还真是实诚，没看到军方自己都还没下场吗？看来这场战斗又是一个闹剧。就在陈州以为这场战斗要无疾而终时，羽人营地的正中央的地面开始坍塌，引起了一阵恐慌。随后石头开始不断汇聚，凝聚成一个体型庞大的石巨人，开始在羽人营地中肆虐开来，造成了不少的伤亡。没过片刻，一名身穿华服的墨绿色长发羽人出现在了石巨人上方，仅仅一击就将其右臂切断。看到这一幕，陈州身旁有人惊呼出声：这是朕，绝对是朕！趁着他在对付石巨人，我们赶紧上！在看到羽人族的准首领被朕拖住后，
石林中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怕的原因无非就是卫队和朕，如今卫队已经被最早的那批傻子给吸引走了，朕也被石巨人暂时拖住，此时不上更待何时？他们可不想被抹杀。进攻！又一声号令中，千余名人类玩家大喊着从盆地上空落下，各展神通，很快对羽人族造成了不少的杀伤。看到这一幕，吴俊义也是心中痒痒。老大，我们上吗？陈州心中也明白此刻是绝佳的好时机，点了点头。我们上。诗雨你躲在这，克雷尔你跟着我，吴俊义你自己小心，随时准备撤退。好。无尽血雨从空中落下，这些普通的羽人族在这些血雨的袭击下就像是纸片一般脆弱，完全抵挡不了分毫。克雷尔明白是关大人的实力进展，直接就是火力全开，漫天雷霆朝着那些羽人族劈下，短短片刻之间就有近100名羽人族死在了2人手下。在他们附近的那些人类玩家真是叫苦不迭，大佬啊，留点汤给我们啊，你的任务不是早就完成了吗？不过陈州他们没有丝毫收手的意思，只是在不断收割这些羽人族的生命。见状，这些人类玩家也只能另寻地方。羽人族也并不是吃素的，在一开始的手足无措后，他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纷纷飞上天空，对着下方的人类发起反击。不少人类玩家根本没有对空的手段，只能干瞪眼。真论起实力来，人类玩家比起留守在营地的羽人族还要差上不少，因此很快战况很快就转变了起来。一开始人类大举进攻，看起来声势浩大，结果很快就被打得节节败退，不少实力强劲的玩家更是杀了5名羽人族之后就直接撤离，这就更导致了人类一方败退得更快。陈州看着这一幕真是心中焦急，这他妈算啥？才杀了100来名羽人族，人类这就败退了。不过当他看到那石巨人被朕一击轰碎核心后，他也再也不敢停留，急忙招呼着克雷尔和吴俊义撤退。这他妈搞的真是虎头蛇尾！朕解决掉石巨人，看着周围的闹况大怒，这群该死的人类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杀了这么多的子民，真是该杀该死！他的眼神中绿芒闪烁，一丝丝墨绿色的烟气从头发中蔓延出来，随后化作淡绿色的颜色朝着四周蔓延开来。接触到的羽人族并没有什么不适，但人类玩家一接触到此烟气，突然身体冰冷，不停地打寒战，晕晕乎乎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就连话都不能讲清楚，短短10数秒内就倒地不起，眼看就活不成了。四周的人见状，脸色大变，纷纷想远离此烟，但这烟气蔓延速度极快，这些人根本躲避不及。不少人想用火烧、风吹、护盾挡，但都失效。很快，这些人在绝望之中被毒雾笼罩，化为一地的尸体。一时之间，就有数百人死在绿烟之下，这烟气还在不断向外蔓延。陈州看到此状，心中大骇，这他妈是什么鬼？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猛的毒系技能，这鸟人也太过凶猛了吧！他尝试用血雨控制风元素吹散毒雾，可那毒雾却丝毫不受风的影响，这有别于之前碰到的云雾重水。云雾重水完全是由于风元素不够强烈，吹不动而已，但这毒雾却如同不在空间之内，如同它的虚化一般，根本无法被选定。更令他惊骇的是，当这毒雾接触到他的血雨，他的血雨居然也被染上了绿色。随后他的面板上居然传来了自己中毒的提示：你的血雨被毒液圣灵震4级准首领震毒感染，精神判定失败。由于震毒得因果特性，你被震毒所影响，体质判定失败，你感染了震毒。震毒每秒失去8体质属性值，百分号的生命上限持续30S， 无法治疗。这怎么可能？这震毒居然能通过自己的血雨直接传染到自己的本体，这是什么恐怖的毒？凭他目前的体力，他每秒要失去 5.6% 的生命上限，而且还不能治疗，这哪里有人能够活得下来？第95章撤离。陈州的生命值快速下降，非但如此，仅仅感染了震毒不到3秒，他浑身开始发冷，甚至神智都开始有些不清晰了。这个毒素显然还能影响人的神经系统。见状，陈州再也不敢怠慢，赶忙口吐2字：毒驱。炎灵术开始发威，随着精神力的快速下降，这个致命的毒素开始逐渐消散。陈州的脑袋也总算是恢复了清明，这要是再过一会，他怕是连使用炎灵术的能力都没有了。等到面板上的震毒状态彻底消失，他的精神力竟然已经消耗了1半还要多。陈州大惊，要知道之前他固定空间所消耗的精神力也就比这多上一些，可想而知驱散这个毒素有多么困难。至此，他再也不敢怠慢，速度全力爆发，带着克雷尔和还不知所以然的吴俊义撤离战场。
他可不敢再感染一次这个阵毒，再有一次恐怕真要走。虽然这个毒素的扩散速度很快，但比起拥有3点敏捷属性和风之一体的他，还是差上不少的。几人很快就离开了盆地，重新回到了石林内。但其他人类玩家可就没这么好运了，只要速度不过关，没有什么逃脱手段的，全部都死在了这毒雾之内。陈州几人脸色难看，站在石林边缘向下看去。此时整片盆地内都布满了这淡绿色的烟气，隐约还是能看见遍地的人类尸体。吴俊义看见这一幕也是心中后怕，要不是老大，自己恐怕现在也成了那里的尸体之一了。石林的某处，一颗脑袋从地里猛地钻了出来。崔杰一脸恐惧，要不是自己关键时刻钻进地里面，怕是当场就死在那里了。也不知道洪中尉他们跑出来没有，不过估摸是凶多吉少了。据他所知，洪少虽然实力强悍，但是速度并不是他的强项。这次真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谁都没有想到羽人族的准首领实力居然如此恐怖，仅仅是一个范围性的技能就几乎将人类玩家全灭。想不到洪中尉这次也是失算了，连自己都折在那了，这里实在太危险了，我还是回去吧。和崔杰组队的队员已经全部死亡，他早就击杀够5名羽族玩家，能够逃脱这场游戏。崔警官，这么急着走干什么？一道声音从空中传来，崔杰惊讶地抬头看去，洪少气息虚弱，在另外一名军服青年的搀扶下从空中缓缓落下。洪中尉，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幸好苗群有着浮空之术，勉强躲过了毒雾的扩散。洪少叹了一口气，有些难过。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统统折了在了那。虽然他对其余人的生死不在乎，但对于自己队员还是相当有感情的。崔杰开口问道：中尉，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还要继续在这死磕吗？洪少语气有些不甘，羽人族将营地建立在这里，绝对和他底下的那个食人族遗迹有关。我有预感，那里绝对关乎着我们这次任务的胜利条件。如果获得这场任务，胜利奖励必然无比丰厚。可惜了，这次遇到了这种狠角色。在刚发现这块营地之时，他们就通过一些手段发现了藏在羽人族营地之下的食人遗迹。只是这块营地内羽人族强者众多，他们也没办法偷偷溜进去，只能想办法召集众多人类玩家，想趁乱混进遗迹中。不过他们也没料到羽人族中的准首领实力已经强悍到如此地步了，就算是精英级别的人类玩家，在这恐怖的阵毒之下也化作一滩枯骨。随着3人完成逃脱任务，化作蓝光被传送了回去，石林内又重新恢复了平静。恭喜你完成一场精彩的中型战斗，击杀羽族战士1级普通 X57， 羽族战士2级普通 X98， 羽族战士3级。战斗评价 A。 战利品计算中，战利品结算：白羽 X12， 灰羽 X138， 中良经验。当前经验3级 53.200分号，100分号。随着参与战斗的人类玩家或死或逃，在石林中躲藏的陈州众人也终于迎来了战斗结算。无数根羽毛凭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不过因为杀掉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羽族，只有12根白羽，剩余的都是普通的灰羽。灰羽普通材料，羽人身上的普通之羽，灰蒙蒙不知有何用处。陈州将一根灰羽拿在手中，欺凌略有感应，但并没有吸收。他想了想，应该是数量不足，抓起一整把的灰羽拿在手中，果然天赋发生了反应，将手中的羽毛尽数吸收，化作了身上的血羽。算了一下，5根灰羽能转化成1根血羽，虽然比起白羽略有不足，倒也还算不错。将这些掉落的羽毛全部转换完成后，陈州又添整整39根血羽，战斗力上升了一大截。虽然收获不错，但陈州仍不怎么开心。这次进攻羽人营地的人类玩家算是彻底玩完了，就算能侥幸逃出的，也不可能脑子秀逗再回去，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机会。他心中愤恨，都怪那个羽人族的阵，还差点给我毒杀。要是实力足够，第一个除掉的就是他。不过他也明白这就是嘴上说说，这名叫阵的羽人族首领就靠着身上的毒性，就不是他能对付的。这毒还带着因果特性，他的远程攻击也都无用，要对付阵绝对不是目前的陈州能做到的。老大，我们还不走吗？吴俊义满脸担忧，生怕那名羽族首领发现他们的位置。别急，羽人营地遭此袭击，自身伤亡也不小，他们肯定忙着收拾营地呢。几人向下看去，此时的绿色雾气已经消散，营地内众多羽人忙忙碌碌，看样子是在救治伤员，而那名羽人族首领不知去了哪里，看不见踪影。望着那成脸盆状的地形，陈州略有所思，或许还有点机会。夏诗雨，等会要辛苦你一下了。第96章雷霆。落上扇动翅膀，落在了营地中的大帐前，在门外躬身朗声说道：圣灵大人，
族中伤员已经都处置完毕。帐内沉寂片刻，传来了一阵尖锐的男声：“知道了，逃走的人族务必要派护卫队追杀。另外，10人遗迹尽快破解，时间不多了。禀圣灵大人，燕大人已经亲自带队去追击那些人族贼子了。至于10人遗迹那边，倔大人已经破解了大半，估摸很快就能打开了。”明白了，你退下吧。洛尚松了一口气，转身飞离此地。帐中的那名圣灵大人给他的压迫感实在太强。飞了没多远，一名黑发的羽人侍卫追上来询问：“洛尚，圣灵大人那边怎么说？”洛尚没好气地说道：“洛灵，我们继续做好巡视便是。这次圣灵大人饶恕了我们的失职之罪，下次可不一定了。这次人类的袭击来得非常突然，他们护卫队疏忽大意，被人类玩家的诱饵勾引，导致族中大量族人被击杀。特别是南方的某处营地，不知发生了什么，数百名族人和巡逻队尽数被杀。这次没有被圣灵大人责怪，已经是万幸。要不是10人遗迹开启后还需要人手，恐怕他们这次难逃死罪。”两人飞在空中，不知何时天气开始变换，刚刚还晴空万里，如今却已乌云密布。洛林不禁嘟囔了几句：“10人世界的天气真是反常。”话音落下，豆大的雨滴开始从天而降。两人抖了抖羽毛上的水珠，落在地上。他们最讨厌这种雨天，这会让他们的羽毛上沾满雨珠，飞起来格外费劲。这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啊！洛尚点了点头，不过也是奇怪，10人世界中水分本来就比较少，不然也不会形成如此干旱的地形了。此时居然会降下如此大雨，可能是因为此处世界已经失衡了吧？两人瞧着这越来越大的雨，皱了皱眉头。可是这雨这么大，真的正常吗？他们没发现的是，随着暴雨倾盆，脚下的积水已经越来越深，短短片刻就已经没过了脚踝。一名褐发女性羽人领着一支小队，正往着羽人营地飞去。他们正是出去追杀逃离人类玩家的羽人族队伍，此刻已完成任务往回赶。燕大人，你瞧那边！队伍中的一名侍卫出声提醒。众人停下脚步望去，在羽人族所在的盆地上空，一朵突兀的乌云正降下瓢泼大雨。这一朵乌云不对劲，处于盆地中的羽人族因为视线原因，暂时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远远望去，这片乌云不飘不动，面积仅仅覆盖住了盆地及其周围的一块地域。这些外面赶回来的羽人一眼就瞧出了这朵乌云并非自然产物。烟脆生生的声音响起：“不好，还有人类余孽，恐怕这是人类的技能。我们赶紧回去通知大家。”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这支小队的速度再次提升几分，化作几道流光朝着羽人营地飞去。此刻营地内的羽人也有点觉得这雨下的有些过于大了。过了许久，这雨还是没有小下来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空中的雨珠都快要连成一条雨线。空中甚至刮起了狂风，外面的羽人们纷纷从空中降下，躲入营帐之中避雨。这种恶劣天气下还飞在空中，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雨珠落在羽人族的帐篷上，响起噼里啪啦的响声。洛尚皱着眉头：“洛灵，这雨有些不对劲，我们去周围看看。”行。就在两人欲要起飞之时，乌云中轰隆轰隆之声响起，几道亮光在云中蔓延。两人惊呼出声：“雷霆！这云绝对有问题！我去禀告大人。”洛灵，你飞上去看看什么情况，可以的话把这云给驱散了。好。洛灵扇着翅膀，顶着狂风向上飞去。下一秒，一道巨大的雷霆从天而降，直接劈中了半空中的洛灵，半声都没吭出。刚刚还活生生的羽人，如今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从空中笔直落下。洛灵！洛尚瞠目欲裂，但此刻并不是缅怀之时。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充满了魔力波动的哨子，用力吹响。哔！清脆响亮的哨声响彻整个营地，这是代表遇到了紧急情况的哨声。这在今天已经是第2次吹响了。无数羽人走出营帐，查看情况，就连羽人族的首领朕都走出营帐，疑惑地望向空中。就在这时，乌云中的雷霆法术彻底爆发，无数道雷霆从乌云中落下，整块营地如同雷霆炼狱一般。空中遍布的水汽和地面上已经达到膝盖高度的水面，让电流在整片盆地中快速传递。无数的普通羽人就连这一击都承受不住，直接翻着白眼，被电翻倒地。洛尚感受着那从脚下水面传来的电流，心中大骇：你受到天空行者克雷尔3级精英的雷霆法术伤害，抵抗失败。你受到中量伤害，你受到负面 buff 麻痹，无法移动，持续5S。糟了！被电流麻痹的他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道道威力更加庞大的雷霆从空中落下。庞大的电流汇入水面，再传导至他的双脚处，蔓延至他的心脏。不知坚持了多久，他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对不起，圣灵大人，我又疏忽了。是谁？
如此威力的雷霆对于朕来说自然是小儿科，但其他族人可没有他的本事。看着四周不断倒下的族人，他心中大怒。他的手段都在一身毒功上面，对于这种情况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究竟是谁？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他飞上天空，仅凭肉身和翅膀，一拳一翅打中空中乌云。费了不少力气之后，这一大片乌云也终于被彻底打碎。但此刻的营地早已经千疮百孔，侥幸活下来的羽人族在不停哀嚎，更多的族人则是变成了一具具冷冰冰的尸体，再也不能言语。朕心中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致，他们羽人族已经多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大亏了？接连遭受了2次袭击，一次的伤亡比一次的伤亡还大。顺着雷霆中的气息，他很快就飞到了盆地上方的石林某处，但那块地方早已经没有人的踪迹。可恨！可恶！朕愤怒地将整片石林尽数损毁，仰天大笑。第97章漫天血雨。哈哈哈！这下子可真是发了。陈州望着面前那堆成小山的羽毛，难掩喜色。他将一旁的夏诗雨狠狠地揉进怀里，亲了一大口，流下了满脸的口水。这次夏诗雨可算是大功臣，平平凡凡的降雨术被炎灵术加强过后，变成了倾盆大雨。那块羽人族营地所在的盆地完全被水淹没，水深接近1米。配合上克雷尔那被炎灵术加强的雷霆法术，羽人营地中绝大部分的羽人都被电杀。这次整整掉落了6832根灰羽，至于白羽比较少，只有74根。装备就更不用说了，足足掉落了上百套羽人族的白色套装和不少的稀有装备。由于这次掉落的装备和材料过多，系统甚至和上次阵营战一样开了个临时仓库存放，不然陈州都不知道这么多装备放哪里去。作为克雷尔的灵魂契约的主人，他的经验都来到了 79.5%， 当事人克雷尔经验更是达到了3级的满值，只要陈州升到4级，克雷尔也能自然而然升至4级。饶是如此，陈州仍有些不满足，感慨自己不会什么雷霆法术，不然这个经验必然是要自己亲自去吃掉的。老大，你也太厉害了！这下子那个什么朕不给气疯掉。吴俊义疯狂地拍着彩虹屁，作为队伍里的一员，这次他也蹭到了不少的经验，成功升到了3级，心里也开心得很。克雷尔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眸光的闪动能看出他内心的不平静。要明白，在这个所谓的游戏中，等级越高，升级就越为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升级所需要的总经验增多了，另外一方面，当你等级越高，你击杀低等级的敌人就有经验惩罚，经验变得极少。克雷尔卡在3级也算是比较久了，磨了多个战争世界，也就只到了一半的经验，可如今被陈州这么一操作，自己竟然直接到了3级的瓶颈。羽族作为诸天万族之一，在整体实力上其实是高出蜥蜴人不少的。那个羽族的首领朕更是传说中的人物，曾在数次战争中大发神威，凭借阵毒灭杀了敌方的数万大军。论群体杀伤能力，那些法爷都还要逊他一筹。没想到这次在陈州手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说实话，在一开始他还是对陈州成为他的主人比较不服气的，只能感慨时运不济。毕竟当时那种情况，要是他不答应签订灵魂契约，那他的灵魂可就彻底消散了，到时候可连一丝找亡灵族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可现在看看，自己的运气相当不错，自家主人的实力简直是个谜，经常莫名其妙就得到了提升，如今更是展现出了对环境惊人的敏锐度。胆大心细，更是有着未知的机缘手段，何愁不能成大事。他此刻也算是彻底服气了。陈州并不知道自己手底下人心里的小九九，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的那堆羽毛，将手附了上去。天赋欺凌的渴望已经达到了极致。欺凌检测到羽毛类材料，是否吸收？陈州心情激动的默念吸收。无数的白羽和灰羽化作蓝光流入陈州的身体内。霎时间，陈州顿感身上奇痒无比，双臂、双腿、背部、胸部，所有的部位都似乎有着蚂蚁在啃咬一般。他想要去抓，却不知从何下手。啊！一阵凄厉的惨叫过后，数不清的鲜艳红色羽毛源源不断地从陈州的身躯内部长出来。短短片刻后，他就如同一个红毛怪一般，怪异得很。血羽已达吸收上限1080根，请继续提升血之灵的强度，以提升血羽数量上限。痛苦过后，收获也是巨大的。血羽的数量已经足足到了1080根，比之前有了10倍的提升。苦尽甘来。陈州哈哈大笑，虎躯一震，浑身血羽带着飓风朝着前方的石丘射去。无数的血羽将天空都给覆盖住了，红彤彤的一片，连太阳都给遮住，如同一片红云一般，地面上出现一大滩的阴影。以前的那都算啥？这才是真正的漫天飞雨。在震耳欲聋、此起彼伏的轰鸣声中，
远方那座原本巍峨耸立着的巨大石丘，竟然在眨眼之间就被炸得粉碎，无数碎石和尘土如雨点般四散飞溅开来，形成一片遮天蔽日的烟尘之云。随着烟尘逐渐消散，原本所在之处呈现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一个直径足有数米、深度更是难以估量的巨大坑洞赫然出现在眼前，量变已经产生了质变。如此威力，还有谁能阻挡？陈州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之情，欣喜若狂地放声大笑起来，并手舞足蹈着，为自己的实力进步而庆贺。这仅仅只是他所展现出来的寻常威势罢了，稍微利用了一点羽毛中的风系能量，如若全力爆发，他都不敢想象这威力是如何。漫天的红芒飞回，如燕归巢一般，纷纷飞入陈州的两袖之间。然而此刻，他的双臂早已容纳不下如此数量的血雨，多余的血雨逐渐从他的手腕开始蔓延，一直缠绕蔓延至他的双肩之上。在全部的血雨回归后，陈州的脚步突然踉跄，脸色一阵苍白。大人，克雷尔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急忙上前搀扶。大人，您没事吧？无碍，就是精神力消耗有点大。陈州摆了摆手，脸色不太好看。虽然威力是大，但是消耗也大。这么多的血雨靠着他 3.8 的精神属性驱动，显得有些勉强了，而且精准度也无法保证，只能依靠火力覆盖来替代精准度。看样子这个漫天血雨并不能作为自己的常规手段使用。陈州暗自思忖了片刻后，茯苓心智，他再次驱动全身的血雨，只是这次他并没有将其直接射出，而是在自身周围形成了一件件的血雨武器。一时间，血雨剑、血雨盾、血雨枪、血雨刀，10件各式武器尽数成型，每件武器由108根血雨构成，漂浮在他的周围。如此一来，他就不用驱动全部血雨，只需要驱动每件武器中的1/5甚至1/10的血雨，就可以控制这些武器。等到这些武器即将要攻击到敌方之时，再全力驱动所有血雨，不但可以做到对这些血雨的100%利用率，还能节省自己的精神力消耗。同样，他还可以将这些血雨构成108根血雨小剑，在做到精准控制的同时，还能大大提高威力。尝试了一番后，陈州很快就对这些操作得心应手。望着108根血色小剑在空中灵活的游动，陈州喜不自禁，真是太帅了，太强了，我真是太机智了。第98章，哥布林族。石原之上，数名人类玩家满脸惊恐之色，慌不择路地拼命狂奔着。在他们身后，10多名身材矮小、面目狰狞的哥布林骑兵正在狂怒地嘶吼着，向他们疾驰而来。这些哥布林骑兵浑身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息，手中紧握弯刀，刀身上沾满了鲜红的血液，身下的巨狼口中流淌着令人作呕的血水，甚至有一只巨狼嘴里还紧紧咬着一名人类的残肢。领头的短袖男人回头看了一眼，顿时吓得不行。最前头的哥布林骑兵已经很接近众人了，右臂正不停转动。随后一张巨网从其手中抛出，跑在最后面的男人被直接网住，被紧跟上来的巨狼一口咬住，扑哧几声后就断成了2截。其余人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根本不敢停下脚步，继续朝着前方跑去。虽然知道存活的几率渺茫，但也不能就此停下来等死吧。他们一行本来有50-60人，在石原上遇到了这支哥布林狼骑兵小队。这些哥布林骑兵利用巨网、短弓、长枪不断袭击众人，足足40-50人全部被活生生溜死，只余下他们几人仍在逃跑。看侧面，有人厉声呼喊，原来有几只哥布林骑兵不知何时居然从众人的侧前方靠近。瞧着这些哥布林在不断挥动手中的巨网，这些人的脸上露出了绝望之情。如果被这些巨网网住，就死定了，他们就没有见到有人能够逃脱这张巨网的。就在几人等死之际，10数根红色小剑从天而降，唰的一声穿过这些哥布林骑兵坐下巨狼的脑袋，随后快速的绕了一圈，快速的穿过这些哥布林的肩膀和腿部。在几人惊讶的目光中，这些恐怖的哥布林骑兵纷纷摔下巨狼，倒在地上哀嚎不止。那些血色小剑完成任务，纷纷飞回天空。他们抬头看去，一柄巨大的红色巨剑从空中缓缓落下，其上面有着4道模糊的人影。众人瞠目结舌，剑剑仙。这些把他们杀得落荒而逃，根本不敢反击的哥布林骑兵，在这剑仙的手中如同鸡仔一般。红色巨剑落在地上，陈州脚踏地面，心满意足，这次可真是圆了他剑仙的梦想了。他连风之翼都没用，用800根血雨构筑了一柄血色巨剑，踩在上面尽情飞行，倒也算是过足了剑仙的瘾。陈州一行人在袭击羽人营地过后，就不敢再去寻羽族麻烦。即便现在实力大进，他面对朕的毒也毫无办法。想起他们之前收到过的传单上曾有通知南方出现哥布林骑兵，小心！陈州当机立断，带领众人往南方赶来。一路无事，直至遇见了刚才的那一幕。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了。领头的短袖男不知哪里学的，抱拳道谢。陈州摆了摆手，毫不在意，举手之劳，看你们的模样是被哥布林追击至此。你们知道哥布林的营地在哪里吗？活下来的几人对视几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他们还在为逃脱任务发愁，这位剑仙居然要带着队友去哥布林营地。至于干啥，还能干啥？当然是杀怪了。短袖男挠了挠脑袋，我们没见到哥布林的营地，不过我们是在正南方遇到的哥布林骑兵，想来营地应该在更南方。陈州点了点头，对这说法不置可否，转身重新踏上了血色巨剑。切！一声轻喝，血色巨剑快速起飞，朝着正南方飞去，空中只留下几句飘渺的声音。对了，几位，刚才那些哥布林都还剩着一口气，你们将其击杀，应该也能完成任务逃脱了。几人闻言，赶忙跑到最近的一名哥布林身旁。果然，这些哥布林虽然四肢尽数被血色小剑洞穿，但还是活着。这个逃脱任务的击杀向来是以最后击杀计算的，可不算谁的击杀贡献大。几人合计了一番，这些哥布林骑兵再算上他们之前侥幸击杀的怪物，几人差不多刚好可以全部完成任务逃脱。从死亡的恐惧到逃脱的幸福，几人大落大起，不由哭出声来。救下短袖男几人后，陈州众人踩着飞剑继续向南方飞去。没过多久，果然看见了不少绿皮的身影。为了防止这些哥布林通风报信，陈州好心的送他们下了地狱。越往南方，哥布林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遥远的石原上方，密密麻麻的营帐也隐约可见。陈州他们害怕打草惊蛇，不敢继续前进，停在了空中。看样子那边就是哥布林的营地了。吴俊义望着那密密麻麻的绿点，有些头皮发麻。老大，哥布林这数量未免也太多了吧？克雷尔开口解释，哥布林族作为一种低劣的下等种族，完全是依靠巨量的繁殖力获取战斗力的，个体的力量相当简陋。他的语气中充满了鄙夷，似乎对这个种族相当嫌弃。陈州饶有兴趣地发问，克雷尔，我看你对哥布林相当厌恶啊，你对羽族可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何？自然是因为这个种族恶心、下贱、毫无礼仪，充满了野性和欲望，比兽人都还要不如。克雷尔回想起自己种族在面对哥布林的袭击之时的遭遇，脸上不由泛起一丝丝寒气。如果说对亡灵族的仇恨是因为家恨国王，对哥布林的仇恨就完全是因为其恶心的行径。陈州点了点头，虽然他没有见识过哥布林的事迹，但在末日降临前的各类动漫游戏中，哥布林向来都不是以什么好形象出现的。陈州对其的感官都相当不好，更何况蜥蜴人这种极为讲究礼仪的种族，对其自然是深恶痛绝。既然准备在这边讨点好处，事先的探查肯定是必须的。旺气术！陈州的双眼微亮，世界瞬间发生变化，漫天的黄色土元素遍布世界，这是食人世界中最多的元素。他继续朝着哥布林的营地望去，滔天的红色气息伴随着绿色、金色光芒不断蔓延。一道系统提示音弹出，威胁程度极度危险，气息属性风金。好家伙，又是极度危险！这里怕不是也有一个准首领级别的哥布林大佬？陈州脸色不佳，这下可难办了。第99章疾风剑圣，还没有找到遗迹入口吗？一群废物！在哥布林营地的核心地带，一个身形巨大且臃肿不堪的绿色皮肤怪物，正愤怒地将他手中紧握着的酒杯猛地砸向地面。随着清脆的破裂声响起，那酒杯瞬间化为无数碎片，四处飞溅开来。我听说那群鸟人快要进入遗迹了，这次岂不是又要落后于人？再找不到，全部都给我喂宝箱去！跪在下面的一群哥布林队长全都瑟瑟发抖，不敢言语。唯有侧座上一名布衣哥布林嗤笑几声，不紧不慢地开口：“明明找到了一个遗迹，高将军，您自己把它让给了兽族罢了。”科里诺克，身材魁梧的大哥布林眼中闪烁着凶狠而又充满敌意的光芒，他猛地转过头去，看向布衣哥布林：“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科里诺克拿起酒杯，缓缓饮入一口，闭上眼睛，静静品味酒中滋味，丝毫不在乎那几句威胁。大哥布林怒吼一声，身旁的巨型宝箱突然打开，露出其中的血盆大口，一条鲜红灵活的舌头如蛇一般从嘴中急速射出，眨眼间，那舌头就紧紧地缠住了下方的一名哥布林队长。这名可怜的哥布林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强大的力量卷进了箱子里。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箱子关闭，而哥布林队长的惨叫声也被硬生生地截断。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后，这诡异的宝箱下方流出了一地的鲜红血液。宝箱似乎也因为饱餐一顿而变得满足起来，它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就像是一个刚刚享用完美食的庞然大物打出的巨大嗝一般。跪在地上的哥布林队长们动也不敢动，浑身发抖，生怕成为下一个泄愤的目标。心中不由暗道：惹你的是科里诺克大人啊，
你拿我们泄气算什么事啊？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承受。高林可才不会在乎他们的感受，这种低级的哥布林纯粹就是消耗物罢了，他又不是傻，才不会真的和科里诺克动手。就在此时，品酒中的科里诺克突然眼眸一动，转头看向了营地外的某处高中。高林见状缓了缓心中怒气，开口问道：怎么了？科里诺克，有老鼠窥探。科里诺克站起身来，将手搭在随身的剑柄上。所有哥布林都没看清其是如何出剑的，只感觉疾风扑面，眨眼间一道亮眼的绿色巨大剑气就朝着某处高空劈去。这就是科里诺克大人的剑道吗？这威力太恐怖了！哥布林们窃窃私语，每次瞧见科里诺克出剑，他们都不由感叹其强大。就连高林的心中都没有那么平静，这家伙剑术又精进了不少，恐怕族中都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了。他们在这大吹特吹，被剑气袭击的陈州可就遭殃了。本来还想用望远镜瞧一瞧内部的具体情况的，一直到那名大肚子哥布林都还没什么事，哪想刚看见那名身形酷似人类的布衣哥布林，他就突然转头和陈州对上了眼。下一秒，那道绿色剑气就袭了过来。感受着那剑气上恐怖的威势，陈州也不敢怠慢，脚下血色巨剑解体，随后所有血雨化作10个血雨盾，一层层挡在身前，每层盾上面还附着风系能量，作为第2道屏障。口中再轻吐2字：盾尖。面对未知，他向来是以最恶劣的情况对待。之前在镇那边吃了一个亏，这边也有同级别的强者，怎么能放松警惕？果然，当剑气一接触血雨盾，陈州就感受到了其中内蕴的威力，比想象的还要大。第1层盾如纸一样被瞬间撕裂，第2层盾也没有抵挡多久，不到片刻便直接破碎开来。随后第3层、第4层，直到第5层才堪堪被挡住，剑气化作微风消散于天际间。你受到疾风剑圣科里诺克4级精英的疾风剑气攻击，血雨盾抵挡失败 X4， 血雨盾抵挡成功。你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陈州骇然，仅仅1道剑气就打破了4层血雨盾，这要是在之前，仅此一击他怕是就要重伤了。这家伙还是个精英，这是他有史以来见过攻击力最强悍的精英怪。一旁的吴俊瑜和夏诗雨两人没啥感觉，但克雷尔却明白这道剑气强悍，他可是知晓自家大人血雨盾强度的，寻常精英能打破1层就算是攻击力强大了，而现在居然被一剑砍掉4层。大人，敌人又是准首领。陈州挥手将破碎的血雨盾重新凝结，脸色凝重，不是，是一名称号为疾风剑圣的精英怪。疾风剑圣？克雷尔惊呼。陈州有些疑惑，怎么了？这人很出名吗？克雷人警惕地看了营地方向一眼，开口道：大人，我们边撤边说吧，这里不太安全。也是，我们走。陈州也没想到这么远还能被发现，还能被袭击，赶忙向后方撤去。大人，想必经历过这么多场战斗，你也对精英称号有所了解，同为精英，实力相差其实有些大到离谱。通俗来说，称号听起来越弱，人肯定就越弱，听起来强，一般也就越强。陈州点了点头，不由想到了懦弱长弓手刘伯山，这家伙简直就是精英之耻。而强大者如同克利尔的天空行者，陆的云中游侠，汪四的枯木逢春，都有着强悍效果和独特之处。但有一类称号却一直站在精英阶级的最顶端，剑圣。没错，就是剑圣，其中的强大者甚至可以逆伐首领。我们沃伦家族的第3席就是暗影剑圣，他的实力强劲，至今没人能逼他使出全力，估计我们族长都要稍逊一筹。讲到这里，克雷尔也不由苦笑，他还是所谓的第2席呢，真是名不副实。陈州闻言，心中暗自庆幸，幸亏当初不是那个第3席来追击，要真有这实力，恐怕他都活不到现在。可恶，那岂不是又不能杀怪了？陈州有些恼怒，自己的精英晋升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了数项，早就可以提交，但他可是想着以数倍完成度晋升的，他可不想搞个什么胆小剑客、愚蠢射手这样的傻子称号。不说技能差劲，光这称号被别人瞧见都尴尬死了。现在欢迎我们的大英雄胆小剑客陈州。一想到这幅画面，陈州就浑身鸡皮疙瘩。大人，我想你还是不要再想着杀怪的事情了。怎么了？克雷尔指了指后方，一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在不断靠近。那名剑圣脚步轻点地面，下一秒身形消失，在数十米的前方地面上再次出现，好似瞬移一般。这家伙心眼这么小吗？不就是看了一眼就追上来了？大人，忘记告诉你了，一般这类的剑圣都是武痴，估计是看到大人您实力不错，手痒痒了吧？
第100章一计。在了解到这名剑圣的目标是自己后，陈州就让吴俊义和夏诗雨两人逃去别处，等待时间到了就自动逃脱。果然，这布衣哥布林乔都未瞧那两人一眼，继续朝着陈州追来。也跑了不知多久，陈州终于失去耐心，身后那家伙就如同狗皮膏药一样，看其样子似乎这瞬移根本不怎么费力气。这位剑圣大哥，我可没得罪你啊，别追了。陈州停下脚步，有些无奈地喊道。科里诺克略带笑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类，开口问道：我见阁下身上带着不少我族的血腥味啊，这算不算仇呢？陈州见嘻哈无用，眼神也冷了下来。阁下非要做过一场，来。科里诺克毫不客气，右手搭在剑柄，下一瞬，3道疾风剑气瞬间成型，朝着空中的陈州袭去。克雷尔，一起！面对强者，陈州可不敢有半点拖大，喊上帮手再说。数十道血色小剑从袖中疾驰而去，转眼间就要和空中的疾风剑气对撞。科里诺克眼睛一亮，哦，人类的剑客，但他很快摇了摇头，不对，似是而非，徒有其形，败絮其中。那数十道血色小剑与他的剑气相撞，只是片刻之间就被他的剑气打成碎片。剑气于是不减，继续朝着陈州方向袭去，与血色的盾牌和克雷尔的魔法盾相撞，原地只余下漫天的羽毛飞舞。被打碎的羽毛在空中缓缓飘落，飘至他的身前。科里诺克正欲伸手接住查看一番，面前的这根羽毛却突然燃起烈焰，爆发出极快的速度，直奔他的眼睛袭来。不仅如此，他身体周围那纷纷扬扬落下的数百根羽毛在此刻全都燃烧起来。这些原本轻盈柔软的羽毛此刻变得锐利坚硬，如同离弦之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静止状态瞬间发动，径直朝科里诺克全身各处激射而去。火焰的高温让这片区域的空气都因极度受热而开始扭曲变形，呼啸的狂风让遍地的沙尘飞扬。一声声轰鸣声响起，科里诺克的所在地泛起漫天的烟尘。勉强抵挡住剑气的陈州见状大喜，这么多根血雨的偷袭，不死也要掉层皮吧？但系统的提示却泼了他一盆冷水。你的血雨对疾风剑圣科里诺克造成了血属性、火属性、风属性伤害，剑域抵挡成功，血雨损毁，血雨损毁 X384， 你没有对科里诺克造成任何伤害。剑域又是什么玩意？烟尘散去，科里诺克的身形出现在原地，一个直径10米有余的淡绿色透明领域出现在其身旁。他右手搭住剑柄，眼神冷冽。遭到数百根威力巨大的血雨袭击，他却连布衣都未曾破损半点。这名布衣哥布林显得很有兴致，有点意思，原来是以羽毛为基础攻击的。再来，再来！陈州望着科里诺克的剑域，有些骇然，他的数百根血雨居然全部被摧毁。虽然这些血雨可以重生，但这也是需要时间的。他不敢相信，再次催动100来根血雨，化作一道道红芒，向着科里诺克飞去。可事实比想象的更加惊人，那些血雨一旦飞入对方的剑域中，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直接摧毁。身旁的克雷尔也不闲着，降雷术、风追术、指尖雷，一道道法术朝着科里诺克袭去。但这些法术一旦进入剑域之中，就和陈州的血雨一般，直接被抹除掉了。这还怎么打？陈州大叫：克雷尔，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吗？克雷尔也是脸色难看，摇了摇头：大人，我也从未见过如此难缠的敌人。其实克雷尔心中隐约有个猜想，但他并不敢说出来。在剑域之中，当他和大人的攻击抹除之时，他能看见淡淡的风元素遗留，而这股风元素正是和科里诺克的剑气上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他们的攻击是被那名剑圣直接拔剑击落的。可恐怖就恐怖在这里，他居然从未看见过科里诺克出过剑，他只是一直站在原地，右手搭在剑柄之上。见两人不再攻击，科里诺克也有点失去耐心，没有别的手段了吗？还没等两人回话，他就摇了摇头，算了，也就那样，就此结束吧。随后陈州两人第一次剑气拔出了佩剑，以一种简洁而利落的动作将佩剑自上而下轻轻一挥。在陈州惊讶的眼神中，只见一道高达数十米、气势磅礴的巨大剑气横空出世，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压和凌厉气息向他们猛扑而来。所过之处，地面被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怎么，科里诺克失手了？高林见科里诺克久久未归，出来寻他，就瞧见他站在一处戈壁上默默无言。失手了，让他们进那遗迹里去了。科里诺克指了指那处被轰出来的巨大传送阵，脸色不太好看。没想到在关键关头，自己的凝聚的巨大剑气居然被传送阵的护罩给挡了下来。
他这一击竟然直接从地底劈出来一个遗迹入口，还是没有禁制，已经激活的入口。那两个人类想都没想就溜了进去，让他好生苦恼。哈哈哈哈！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着传送阵都没禁止，我们赶紧进去。克里诺克，不要等后面那群绿皮废物了。高林神经大条，兴奋地说道：“这次我们说不定比那群鸟人还快，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赶在其他3族之前。”克里诺克本不想进去，但一想到被那两个人类逃了进去，心中就略有些不爽利。最后被高林半拉半推着进了传送阵。与此同时，羽人营地，圣灵大人，您真要一个人进去，不需要我们陪同吗？却有些担忧。自从营地遭袭，镇大人的状态就很不对，内心似乎在压抑着一团怒火。你们待在外面吧，这次我难以心中愤恨，怕到时候无法分清敌我。却闻言心中一颤，圣灵大人，别担心，反正此处的食人也不成气候，当个泄气筒也挺好。朕的神色冷冽，语气冰冷，杀气十足。要是另外3族谁进去了，哼，就怪运气不好吧。第101章，来，一处幽闭的石室内，地上古老的传送阵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随后一道人影出现。靠，每次这种传送阵都这么晕眩。陈州骂骂咧咧，一想到自己被那个所谓的剑圣逼近一记就不爽利，真是倒霉。这些异族的心眼可真小啊，屌人也是，哥布林也是，看一眼就爆炸。他心中已经暗自将这个科里诺克也记在小本本上，日后实力够了定要找回场子来。晃了晃脑袋，他抬起头来，不过这里是什么地方？克雷尔。陈州下意识地呼唤万能的克雷尔寻求答案，没有任何回应。他这才发现这处石室内居然只有自己一人。一同进入传送阵的克雷尔不知踪迹。陈州没有太过惊慌，定下心来感受了一下灵魂契约，虽然模糊，但是他还是能觉察到克雷尔的生命气息还算平稳，应该没什么事。可能只是因为传送阵的特性，克雷尔或许是传送到了别的地方去，看来眼下只能靠自己了。不过话说回来，和克雷尔待久了之后，还真的有些依赖这家伙。作为一个蜥蜴族的大法师，一些常用的侦测术、飞行术之类的法术都是信手拈来，日常的处事更是给人感觉极为舒适。这家伙突然不在身边，陈州还真有些不太适应。收回心思，陈州将目光放在了身处的这间石室上。在血雨的验光下，石室内清晰可见，一间四四方方的房间，空间不大，除了一扇古老的石门外，别无他物。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是样式不同的石雕图案，上面的图案陈州并不明白其中含义，但看样子是属于历史食人族的历史雕文一类的东西，倒是有些类似于遗迹。四周探查了一圈，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陈州将目光投向了那唯一的出路，看样子只能打开那扇石门了。旺气术，旺气探路，稳的一批，威胁程度中等，气息属性土，危险不大。对此陈州也有所预料，毕竟在这座传送阵被劈出来的时候，克雷尔当机立断就带着他进入了传送阵，看他样子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更何况他的系统面板上还显示着逃脱任务已完成，是否逃脱本次游戏，再怎么被困也能退出游戏。想罢，他将双手搭在了那扇石门之上，微微用力，轰轰轰轰。虽然时间久远，但石门推起来并不吃力，反而显得很平滑。石门彻底打开，一处广阔的由石砖铺成的广场出现在了陈州面前。无数发光的晶石镶嵌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照亮了这处平台。平台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石头脑袋悬浮在半空之中，而在广场四周有着7个和陈州身后一模一样的石门，这些石门有5个都处于打开的状态，正正对应着广场上现在躺着的5具尸体。看来这里有点猫腻啊。陈州遥遥看了看那5具尸体，有3具已经血肉模糊，完全看不出本来的样貌了。至于另外2具尸体，一具样貌与人类相似，但是身材却矮小了很多，即便是死去了，还能看得出其强健的体魄和发达的肌肉。另一具身材更为健硕，魁梧的身形，绿色的皮肤，还有那突兀的獠牙，浑身充满了野性的气息。看样子这些尸体属于我没有碰到的另外2个种族的了，矮人族和兽人族。陈州皱着眉头，有些疑惑，在外面没有看到这2个种族，没想到跑这里来了，这里究竟有着什么东西？这5具尸体虽然死去，但气势不弱，生前实力显然不错，此刻却尽数死在了这里，死状更是惨烈至极。陈州也不敢轻易的踏足，他身子退回石门内，操控着数十柄血雨小剑飞入广场探路。但血雨小剑绕着广场飞了数圈，并没有激活什么机关，更没有出现什么怪物。陈州盯着那正中央的石头脑袋看了半天，如果说可疑，
这处广场最可疑的就是这颗突兀的石头脑袋了。他心一横，数十柄血雨小剑便朝着这颗石头脑袋疾驰而去。叮叮叮叮叮，石头脑袋的坚固程度超出了陈州的想象，这些小剑纷纷被弹开。陈州看向系统提示，并没有出现对战的提示，看样子这颗脑袋也并不是怪物，真是奇了怪了。陈州收回血雨，喃喃自语道：难道这里的怪物已经消失了，还是和这些矮人族、兽人族的强者同归于尽了？他还是不太放心，接下来又使用很早以前掉落的飞僵之戒，召唤了一头准精英级别的僵尸，前往广场溜了数圈，仍是没有什么动静。又想利用炎灵术将这片广场翻过来，可这广场似乎有着魔力保护，这个做法显然失效了。没办法了，只能自己上去探一探了。陈州有些无奈，他觉得这片广场绝对有点问题，但他既然查不出来，那就只能靠自己解决问题了。果然，当他的脚离开石门，彻底站在广场之上时，一道蓝色的护罩突然升起，隔开了广场和所有石门之间的通道。广场中央的石头脑袋睁开了双眼，亮出了那由琥珀构成的眼睛。石人嘴唇一开一闭，沉闷的声音在广场之上响起：欢迎挑战者来到石人试炼，10秒后开启试炼第一关，请挑战者做好准备。陈州有些无奈，不明白这石头脑袋究竟是怎么判定的，不过说到底也就是做过一场罢了。他并不畏惧，数不清的血雨从袖中飞出，一杆血雨枪，双手紧握，三面血雨盾周身环绕，数十柄血雨小剑空中游荡，蓄势待发，口中轻吐气锐盾坚力壮念强，属性提升的光芒在其身躯和武器盾牌上不断闪烁，气势拔升到了极致。四周墙壁上不断有石块飞来，在他面前的空地处逐渐构成了一具具石人身体。陈州目光灼灼，战意凛然。来，第102章石人试炼。10秒钟转瞬即逝，陈州的面前也出现了10名石人。这些石人身高不一，但至少2米有余，其耳、鼻、口、舌全无，只有2颗泛着红光的眼睛。身躯由一块巨大的方正石头构成，四肢和脑袋则由较小一点的几块石头组成。走起路来地板震动，压迫力十足。不过对于陈州来说，这些还算不上什么压力，都不需要靠近，数十柄血色小剑纷飞，转瞬间就将这些石人切了个七零八落。不过让他意外的是，这些石人就算断肢断臂，仍然没什么大碍，甚至那些掉落的石块还能被其重新吸附到身体之上，依旧行动自如。只有将其藏在身体或者脑袋里的一块石精击碎，他们才会彻底失去行动。相当不俗的种族天赋啊！当然，这也就是稍微麻烦了一点。在旺气术的世界之下，石精的所在处往往红光更盛，而他们那石头身体根本拦不住血雨小剑，被其轻易穿透，准确命中石精。你击杀了10人，3级普通。第一批10人很轻松的被全部击杀。广场中央那石头脑袋嘴巴一张一合，又继续宣读：试炼第1关完成，30秒后开启试炼第2关，请挑战者做好准备。陈州在空闲之余看了看面板，惊奇的发现，在逃脱任务中击杀10人彝族的任务已经达到了10%，这岂不是就意味着这些试炼中的10人就是所谓的10人彝族？可这有些奇怪啊，瞧这些10人的模样，不像是有智慧的样子，这也能称得上是种族？不容他继续思考。第2关试炼很快开始，这次的试炼对他来说仍旧非常简单，50名10人从4面8方向他袭来，但对于有着旺气术的陈州来说，这些10人的弱点一览无余，他就像开了挂一样，一剑就能解决一只10人怪物。短短不到1分钟，场上就只留下一地的碎石。试炼第2关完成，30秒后开启试炼第3关，请挑战者做好准备。这次的10人不再是由墙壁上的碎石构成，而是从墙壁中抽出了大块的花岗岩。这些花岗岩碎裂重组，组成了一只巨大的花岗岩巨人，其身高3米有余，体型庞大，唯一不变的是那2只通红的眼睛。陈州也不再胡思乱想，认真了起来。这次的敌人看样子就不太简单。时间刚至30秒，这只花岗岩巨人居然先发制人，双臂一甩，手臂上最前端的几块花岗岩化作投石，直接向着陈州抛射而来。在其巨大的力量之下，这些投石速度极快，幸好陈州早有准备，3面血雨盾浮空迎了上去。但这些石块中蕴含的力量远远超出了陈州的想象。虽然血雨盾没有碎裂，但这些石块居然压着血雨盾继续向他袭来。空中还有着无数撞击产生的碎石纷纷落下。
陈州并不慌忙，风之翼振翅一拍，将空中碎石尽数挡下，随后口中轻念石清，空中的石块力道下降，被血雨盾牢牢抵住。看着趁此机会朝他奔来的花岗岩巨人，陈州控制着空中的血雨小剑重组，组成了2把大号的血雨大刀。面对这花岗岩巨人的防御，血雨小剑已经无法深入破防，还不如大刀来得好使，势大力沉。2把血雨大刀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飞上前，将花岗岩巨人的4肢岩石关节处尽数切断。花岗岩巨人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2把血雨大刀再度变化，组成一柄巨大的血雨重锤，从其上方对准石晶所在处重重下砸。轰轰轰！数下沉闷的打击声后，花岗岩巨人的身体解体，系统的提示音传来：你击杀了花岗岩巨人3级准精英。好厉害的食人族，这个准精英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目前碰到的其他种族。陈州心中不由感慨，同时也生出了更多的疑惑：这么厉害的种族，如此强悍的种族天赋和基础值，是怎么战败的？和食人族比起来，蜥蜴人、羽族什么的就不说了，哥布林族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战斗结束，石头脑袋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这次和之前有所不同。试炼第3关完成，恭喜挑战者挑战成功，可以选择获得奖励，离开此地。奖励包括精良制史诗等级装备、特殊道具、强力药剂等。挑战者也可以选择继续挑战，但选择继续挑战后无法终止，必须完成接下来2关挑战，要么通关，要么死。警告：第4关、第5关极其危险，守关者实力精英起步，建议挑战者量力而行。挑战者是否选择继续？若5分钟后没有选择，则默认为放弃挑战，届时将会发放奖励，并将挑战者传送至地表上的随机安全地点。陈州饶有兴趣地看完了这一长段介绍，随后抬起头看了一眼那石头脑袋。石头脑袋仍是面无表情，琥珀构成的眼睛内并无半分波动。石头脑袋的这句话看似好像是一个正常的规则宣读，但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这段话中充满了偏颇，对放弃挑战的奖励和优待条件提了很多遍，同时对继续挑战的危险性一再强调，好似你一旦放弃就能收获许多，一旦继续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后悔的余地都没有，并且没有提及半分继续挑战将会获得的好处，给你思考的时间也极为短暂。当你没法做出决定之时，他甚至会帮你做出放弃挑战的选择。陈州心中笃定，这个石头脑袋在引导他放弃挑战。虽然放弃挑战也不错，但他陈州是谁，会怕这些？他的精英晋升任务正需要精英来填补呢。我选择继续挑战。此话落下，石头脑袋那沉闷的声音也响起，如你所愿。不知是不是错觉，陈州隐隐听到了其中蕴含的丝丝怒意。第103章，燃烧吧世界。30秒后开启试炼第4关，请挑战者做好准备。石头脑袋的嘴巴张合，宣布了第4关挑战开始。与此同时，这个房间内的地板、墙壁、天花板上开始露出无数的沙粒，沙粒似有生命一般，逐渐在陈州身前不到数米处汇聚，凝成一个人形生物，短短片刻之间就有了数米之高。沙粒没有停止，仍在不停汇聚，这个人的身形也在不断拔高，体型不断庞大。陈州面露惊疑，居然不是石头，这次是沙巨人吗？沙子这么柔软，这个巨人应该不难解决吧？有着旺气术这个透视外挂，不管敌人体型有多庞大，他都不担心。但陈州很快明白他错了。当这只身高5米有余的巨型沙巨人成型之时，他就第一时间开启了旺气术。旺气术的世界之下，这只沙巨人的气息却和以往的石巨人大不相同。以往石巨人的身体内部总会有一块部位的红色气息稍浓，这块部位往往就是食人核心石晶所在位置。而眼前的沙巨人全身上下都是颜色均匀的红色气息，他根本没办法看出这个沙巨人的核心位置在哪。这是为何？无往不利的外挂无用，陈州有些苦恼。算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将这个沙巨人打成粉碎，总会找到他的核心所在。时间一至，他率先发起了进攻，数十柄血雨小剑疾驰而去。令人意外的是，面前的沙巨人不躲不闪，任由这些血雨小剑打中自己的身体。你的血雨小剑对沙之巨灵石沙3级精英造成了物理伤害、风属性伤害，流沙体抵抗成功。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在陈州惊讶的目光中，那些构成沙巨人身体的流沙没有阻挡半分，这些血雨小剑直接穿透了沙巨人的身体，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物理免疫，风属性也免疫，开什么玩笑？陈州不敢相信，血雨空中重组，凝聚成一柄超大的长刀，
刀身火焰迸发，疾风环绕，从杀巨人身后横刀一斩，巨大的杀巨人被拦腰劈断，腰间出现一处巨大的空隙。你的血雨刀对杀之巨灵10杀3级精英造成了物理伤害、风属性伤害、火属性伤害，流沙体抵抗成功。你对10杀造成了极微小伤害，依旧效果极微。不过这次陈州算是看明白了，血雨刀接触到杀巨人身体之时，构成他身体的那些沙粒根本没有阻拦，沙粒顺着刀的力道被打开。风元素也是同理，这些沙粒全都顺风而动，只有火焰才稍微灼烧了一点的沙子，将其烧得焦黑，但这对这杀巨人庞大的体型来说根本毫无影响。陈州脸色有些难看，这下可麻烦了，看样子这个怪物是吃元素伤害的。杀巨人挨了2击之后，才慢悠悠开始反击，其身躯庞大，行动缓慢，一只沙掌缓缓向陈州拍了过来。陈州不敢怠慢，身后的风之翼振翅一拍，将这只沙掌拍得粉碎。散开的沙子在空中飘荡片刻，随后向着陈州刮来。这沙子！陈州赶忙后撤，利用风之翼将身旁的沙子向外吹去。但沙子多么渺小，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这些沙子穿过防护层，摩擦到陈州的身体之上，面板上弹出数百条被攻击的信息。杀之巨灵10杀3级精英，沙粒对你造成了物理伤害，抵挡成功，你受到了极微小伤害。极微小伤害很轻很轻，这伤害即便有上百次，陈州的血量也仅仅下降了 0.3% 左右。但陈州并无任何轻松之感，面前的巨人身上的沙粒可是以亿万来计的，要是稍不注意被那些沙粒给正面击中，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陈州催动风之翼，生成一个环绕周身的小型风罩，防止这些沙粒攻击，同时将血雨刀分解，转化为数十柄血雨小剑，燃着火焰不断袭击杀巨人，看看能不能运气好找到他的核心所在。杀巨人面对着陈州的攻击毫不在意，反而将身体的大部分躯干都化作沙粒，让其飘散在空气中。看这一幕，陈州更是疑惑，将身躯变得如此之小，难道他的身体内没有核心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气中的沙粒变得越来越密集，原本开阔的试炼广场逐渐被淹没，变成了一片风沙之地。这些沙粒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催动，开始不断旋转移动。不到片刻，一股强烈的沙尘暴就此出现。看着面板上不断弹出被阻挡的沙粒攻击，陈州变得有些烦躁起来。到现在为止，即便杀巨人的身躯变得如此之小，被血雨锤给打得半边身子都不见了，他仍是没有找到这个他的核心所在。难不成这个怪物根本就没有核心？想着忘气术世界下所有都散发着相同气息的沙粒，陈州心中有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总不可能这些沙粒都是他的核心吧？陈州望着那漫天的沙尘泛蓝，环绕自己的风罩在沙粒的攻击下消磨得很快，自己要不断用风之灵之中的魔力和精神力维持。可现在还是没有知道解决这个杀巨人的办法，总不能把这些沙子全部都给毁了吧？他的炎灵术也做不到这个程度啊。不，或许有可能。陈州心中突然涌现了一股疯狂之意，既然找不到，那就把这些沙子全部毁了。抬起右臂，仅存的数百根血雨从衣袖中尽数飞出，和那些有武器解体的血雨一起在空中游荡。火之灵蕴含的火焰能量全功率爆发，这些血雨如同一盏盏明灯，在沙暴之中点亮。陈州口中轻吐，火盛，那些明灯亮了一些，似能透过风暴。火烈，明灯化作火团，数千多火团清晰可见，仍未停止。嘴唇一闭一合，如恶魔低语般，再次缓缓吐出8字：火炽，火燃，火熠，火炬。陈州眼睛内焰光闪烁，燃烧吧，世界。第104章，识人就是。刹那间，数以千计的熊熊烈焰猛然喷涌而出，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壮观。火焰由红转黄，最终它们化作了深邃而神秘的幽蓝色炽热火焰，宛如来自地狱深处明火。此刻，整个试炼广场已经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炼狱，熊熊烈火蔓延至每个角落，吞噬着一切。火焰无情地舔舐着地面和周围的空气，释放出惊人的高温，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炙热，就连空间都被这股热气给灼烧的变形。那些细小的沙粒在如此恐怖的高温下，瞬间变得脆弱不堪，仿佛被点燃了一般，迅速融化成了一滩滩灼热的液体。而原本庞大无比的沙巨人，此刻也无法抵挡这熊熊烈焰的侵袭，他的身体逐渐失去形状，与周围的沙子一起融为一体，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在一阵虚无缥缈的哀嚎声中，系统的提示音也响起：你击杀了沙之巨灵10杀
3级精英。由于精神力有限，火焰很快退去，但残留的高温仍然让空气扭曲，广场的地面都变得坑坑洼洼，那蓝色的护罩都抵挡不住这火焰的威力。陈州自己也有些惊讶，没想到全力爆发之下，居然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强敌已灭，他将目光投向了广场中央的石头脑袋。即便是如此高温，这颗脑袋仍然完好无损，不过看其样子，明显有些被惊到了，再也不复原来的面无表情。陈州大喊：果然，你这脑袋一看就不是正经的石头脑袋。那石头脑袋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也就不掩饰了，他语气沉重地开口说道：恭喜你，人类，你完成10人试炼的第4关挑战。然后呢？第5关的挑战呢？石头脑袋并没有回答，而是自顾自地说道：人类，如果可以的话，让我讲个故事如何？陈州点了点头，颇有兴趣，他倒是要瞧瞧这石头脑袋嘴里能说出什么花来。很久以前，某个种族天生神异，由物化人，人人天赋异禀，本万般静好，却有一日遭逢大劫，遇万族入侵。陈州听到此处就明白，这个脑袋讲的估计就是食人族的遭遇。他也想明白，为何食人族沦落到如此地步，又为何在如今百般阻挠他的试炼。这或许对他们人族今后的行动有所借鉴。该族虽实力强劲，却无争霸之意，伤人极少。但某日，该族族人内核被某上族发现有诸多妙用，自此征战不停。该族强者为自保死伤殆尽，战争遂败，石脉尽毁，再无食亡可现。这么多弯弯绕绕，无非是技不如人战败了而已。这些食人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还并无伤人之意。陈州可不会相信这脑袋的鬼话。该族世界沦落，族人被封地底，如今沉寂千年，终有伴侣机会可重新食王风采，却遭上族发现，派遣义士前来夺取。如今仅存一线生机，不知义士可否网开一面？石头脑袋说到最后，那琥珀眼睛直直地盯着陈州。陈州有些好笑，大致情况呢，我了解了，不过你们族遭遇了什么，我不关心，我只想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不等回话，他接着说道，而且退1万步来讲，你们遗迹的入口不少，就算我不进去，那些屌人、兽人、矮人什么的，难道没本事进去吗？石头脑袋见陈州有松口的迹象，也坦白说道，实不相瞒，我们10人遗迹中共有8个试炼场，只有这8个试炼场都被通过，我族的遗宝才可以被拿走。如今有6座试炼场已经被那些异族通过，只余下2座。但是只要有1座试炼场仍然未通关，就算那些异族再强，也断然打不破规则，拿走我族遗宝的。我了解你们人族此次也是被入侵的种族，相信你也会明白我的苦衷的。陈州嗤之以鼻，要是你们食人族胜利了，恐怕这次也是入侵我们人族的种族之一吧。石头脑袋明显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州继续开口，而且你不是说挑战不可终止吗？我又怎么退出？退出后我又能拿到什么好处呢？石头脑袋忙开口道，那只是我的细语，实际上挑战者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只要你选择退出，我可以做主，将我权限内的所有奖励都给你。说罢，一张清单列表出现在了陈州的面板上，上面装备密密麻麻，更有着4、5件精良装备和1件史诗装备，另有特殊道具1件，药剂卷轴若干，属实不算少。这些东西起码抵得上杀10只精英怪的收益了。怎么样，人类，我的诚意很足吧？只要你选择退出挑战，清单上的所有东西都会发放到你的临时背包内，我们10人绝不食言。陈州有些异动，说实话，他到了此刻也已经明白，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估计就是获得或者破坏食人族那件养了1000年的遗宝。作为一个战败的种族，这场游戏的主人想必是不想看到食人族再次出现崛起的可能，也是因此举办了这场游戏。但是即便是他们这次失败了，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更多场类似的游戏举办，也会有更多的强者来争夺。眼前的这个石头脑袋这些举动简直就是徒劳，躲过了这一劫，还有下一劫，直至将食人族再次打落深渊。或许那石头也知道，眼下只不过想要苟延残喘罢了，一线生机都要紧紧抓住。既然如此，我拒绝。石头脑袋的琥珀眼睛亮了起来，拒绝接受你的提议，我选择继续挑战。石头脑袋愤怒的大吼，你耍我！陈州摇了摇头，不，先耍我的是你。既然你一切都在规则之内，就可以说明你所说的奖励也可以是骗人的，说不定我出去之后随便扔给我个精良装备就当做奖励了，那我找谁说理去？可你为什么要接受挑战？即便你挑战成功，你觉得你能争得过那些异族？为何不争？不争就像你们这群石头一样吗？千年不见光日，封印于地底之下，万事受制于人，沦落为人家的试炼场。石头脑袋闻言一愣，琥珀眼睛暗淡了下去，沉默不语。半晌后，
石头嘴唇一张一闭，再次宣读起来。30秒后开启试炼第5关，请挑战者做好准备。第105章，无来守护。10人遗迹的最深处，这里阴暗，唯有数量不少的发光晶石勉强照亮中央的祭坛位置。这里潮湿，地底的水汽在洞穴内蔓延，布满了每个石头人的身体。这里拥挤，小小的洞穴空间内躲着数以百万计的石人们。这里寒冷，永无日照的地底气温永远处于零下。这是石人们最讨厌的环境。他们喜欢干燥、温暖、充满阳光的地方。他们向往自由自在的地方，向往一个开阔的大广场，让他们能够漫无目的的奔跑。但他们并无选择的权利。无数的小石头躲在角落，密密麻麻地堆在一块，好似这样就能温暖自身一般。他们面无表情，毫无生机可言。常年的阴暗环境让他们的生长都受到了限制。他们的身体干枯易碎，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不少的石屑。他们似乎没有未来，好似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般。对于战争的恐惧让这些小石头的眼神空洞。他们已经习惯会突然从某处冲来大开杀戒的异族人。这些异族人占据了他们地表的世界，却还是不放过生活在地底的他们。他们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全部了。但这些异族人却如同恶魔一般，不断地缠绕着他们的生活。明明实力强劲，却对这些小石人们也毫不手软，尽情地展现着邪恶的一面。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也没人告诉他们为什么。洞穴最中央的祭坛，其上方挂下一根巨大的石柱，石柱内部隐隐有光芒散发，充满了神异之感。若靠近，可以闻到一缕异香。一名浑身布满深色苔藓老石头拄着石杖，正愣愣地看着这根石柱。石谷爷爷，这是什么啊？你盯着这个看了好几天了，有这么好看吗？苔藓老石头低头看去，一个浑身晶莹、眼睛由忧虑玛瑙构成的小石头人正好奇地张望着。他举起石杖，抬手装作要朝小石人打去，喝道：“石木，谁允许你来这里了？赶紧回去！”石木有些低落：“石谷爷爷，我回哪里去啊？这里总共就这么大，大家都能看到你在这看着这根石柱，你就和我们说说这是啥呗。”石谷四处望了一番，洞穴深处无数悠悠的眼神正紧盯着祭坛处。他有些无奈，放下了石杖，抬起石头脑袋看向了石柱深处的那深邃的光芒，缓缓说道：“石木，那是希望。”就在这时，祭坛上传出了一声异响。石谷眼神大变，忙踱步到祭坛之前。祭坛之上有着一幅四四方方的地图，正中间光亮处正是祭坛所在位置，而在其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位置各有一条线连接祭坛处。此刻7条线已经亮起，只余下西南一条线仍然黑着。刚刚的异响正是第7条线亮起的声音。石木的声音从其背后响起：“石谷爷爷，那是指什么希望啊？”“不，石木，我刚刚失言了，那个不是希望，是死亡的预兆。”石谷踉跄坐在地上：“你去通知大家避难吧，我们10人可以继续等下去。”石刚已经记不清他在这片试炼场待了多久，时间已经模糊，无尽的岁月中，他只能靠沉睡来度过。在记忆的最深处，他仍保存着他最为珍贵的记忆。他一遍又一遍翻阅，防止自己迷失在时间的洪流中。那是他还是个小石头时，和小伙伴们快乐的堆泥巴的时光。那段时光美好、静谧，生活无忧无虑。食人不需要吃东西，没有食物压力；食人也没有欲望，也自然没有了资源的纠纷。所有的一切好似顺其自然，本来一切也就该这样顺其自然。直至某一天，那突如其来的该死的游戏，那降临的万恶的诸天异族，将这份平静彻底打破。无数的大石头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中回归了大地，就连孕育他们的石母，引领他们的石王都在这场战斗中陨落。当某日，一阵莫名的失败提示音响起后，无数大石头、老石头失魂落魄，无声悲鸣。石刚懵懵懂懂地看着这一切，好似在无形中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自此之后，他们这群小石头就在老石头的带领下，来到了暗无天日的地底，再也未曾见到外面的阳光。岁月飞逝，他也从小石头成长为了大石头。他从战死的老石头手中接过了试炼场。他犹记得老石头最后的叮嘱：“小刚，无论如何，请坚守好这片场地。或许100年、1000年、万年之后，我们10人中会迎来曙光。狮王，他终会归来。”他儿时的小伙伴石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另一座试炼场的继承权，加入了他的试炼场。石刚，你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他亲眼看着石沙还有那群小石人们被莫名的存在抹除神智，眼睛彻底化作了红光，成为了这座试炼场的守关者。时光悠悠荡荡，无数试炼者前来，但竟在石沙的强大实力下折戟沉沙。
其余7座试炼场虽偶有失败，但他的那些玩伴们都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下来，成为了中流砥柱。直至今天，石刚望着面前那名目光坚毅的人族青年，他遇到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刚刚，系统已经向他传来了一个最坏的消息：第7座试炼场已经被哥布林族给击穿。至此，8座守护10人遗迹的试炼场仅仅只剩下他这一座，算上被击杀的石沙，他儿时的玩伴们全部已经回归大地。当年的那群堆泥巴的小石头们一个个消失，只剩下了他。记忆中的那幅一起堆泥巴的美好画面似乎也在一点点破碎，唯剩下自己一人。但他明白，他不能败，他要带着伙伴们的希冀继续战斗下去。他自然明白为何这次的试炼者所为何物，又为何来势汹汹。那是他们10人苦等千年的希望之脉络。既然所有人都已败，那就让我石刚来守护这一切。世人皆说食人无欲，但此刻石刚想要守护族人的欲望已经达到了极致。吾乃金刚不坏，石刚，吾来守护10人之未来。第106章，恐怖的金刚巨人。陈州警惕地看着广场中央的石头脑袋，在他宣读完第5关的挑战开始后，一股强大而神秘的气息从他身上喷涌而出，如汹涌澎湃的海浪般向四周席卷开来。随着这股气势的升腾，那石头脑袋原本隐藏于试炼广场地下的身躯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躯干部位，那是由无数块巨大的金刚石拼接而成的结构体，每一块都在光线的照射下折射出异样的光彩。紧接着，四肢也缓缓升起，同样由金刚石构成，粗壮有力，给人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当这些金刚石与石头脑袋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时，一个身高超过7米的超巨型石人屹立在陈州面前。在这个巨人的面前，整个试炼广场都显得渺小起来，仿佛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岳，其脑袋甚至快到顶到了天花板处。陈州看着这一幕，咽了咽口水，他敢保证，这是他目前见过给他压迫感最强的怪物。我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早知道就不要花放那么满，谈谈条件就出去了。望气数得世界之下，极度危险的字样在不断闪烁，提示着情况不妙。但情况不妙又能怎么样？现在已经开启挑战，再无后路可退了呀！陈州一咬牙，数十柄闪烁着红光的血雨小剑如同离弦之箭一般，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前方那宛如山岳般庞大的金刚巨人击射而去。叮叮叮叮，你的血雨小剑对金刚不坏石刚5级精英造成了物理风属性伤害，金刚之体抵挡成功，不坏之躯抵挡成功，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陈州望着这一幕，目瞪口呆，这防御力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夸张了？血雨小剑再次吃瘪，连破防都做不到，每一次撞击都只是在金刚巨人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色痕迹。陈州明白，面对如此防御力，即便是通过他的炎灵术加成，恐怕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金刚巨人慢慢的低下头来，那琥珀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敌人，充满了冷漠与不屑，仿佛在看着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紧接着，他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粗壮无比的右脚，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向着陈州狠狠地踩了下去。这一脚就像是一座巍峨的山岳从天而降，给人一种无法抵挡的感觉。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陈州心中泛起了无力之感，不能硬抗，不然必死。风之翼快速扇动，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将陈州紧紧地包裹其中，带着他逃离了踩踏区域。只见金刚脚如同山岳一般重重地砸向地面，发出一阵沉闷的巨响。随着这一脚落下，原本坚固无比的地板像是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瞬间被踏出一巨型深坑。而那层用于保护地板的蓝色光罩也在这恐怖的力量面前彻底破碎，化作点点光芒消散于空中。无数大小不一的碎石如子弹般四处激射而出，打在周围的墙壁和柱子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站在不远处的陈州更是切身感受到了这股强大力量带来的震撼。他只觉得脚下一阵剧烈的晃动，仿佛整个房间都要崩塌一般。这什么鬼威力？还没等他来得及停下脚步，那金刚巨人又俯下身来，挥舞着巨大的手掌猛力拍击过来。整片广场空间狭窄，在限制金刚巨人发挥的同时，给陈州留下的挪腾空间也不多。此刻面对这突如其来又范围极大的致命一击，陈州躲无可躲，只能被动抵挡。血雨小剑瞬间解体，漫天血雨化作10面巨大的血雨盾拦在巨掌面前。但这情形却如同螳臂当车，金刚掌与血雨盾碰撞，仅仅僵持了片刻，这些盾牌就尽数被拍碎成一根根羽毛，飘散在空中。金刚不坏石刚5级精英，对你造成了物理伤害，力量碾压，体型碾压，重量碾压。血雨盾抵挡失败，血雨盾
破碎 X10，风之翼抵挡失败。看着身前的防护一个个损毁，最后就连身前的风之翼都被拍散开来。陈州脸色大变，急忙心中默念：虚化，虚化，闪避成功。石刚没有对你造成任何伤害。金刚巨人的手掌直接掠过了陈州的身形，狠狠地砸在了他原本站立的地方后面的墙壁上，打得那蓝色护罩一阵涟漪，眼看着护罩摇摇欲坠，似乎下一秒便会彻底破碎。许久未曾使用的虚化再次救了陈州一命。陈州赶忙重新凝聚风之翼，快速腾挪到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他惊骇地看着面前的这个金刚巨人，足足10面血雨盾竟然都挡不住那一击。不，根本不是不能抵挡，两者简直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血雨盾根本没有给那个金刚巨人的手掌造成半点的阻拦效果，这是何等的攻击力！作为一个精英怪，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太超模了？那什么哥布林剑圣能比得过这家伙？他这段时间碰到的都是些什么怪物啊？他仔细琢磨了一下，眼前这金刚巨人虽然是5级的精英，但也不会那么变态才对。这可能和他被打出了整整3项的碾压效果有关。力量、体型、重量，他还是第一次被敌人如此碾压。上一次被碾压还是在被云中游侠路依靠云雾术提供的大量判定加成造成的力量碾压，这次直接被3项碾压。在开阔地带，他或许还能利用速度优势不断拉扯，想办法找出眼前这个金刚巨人的弱点，但在这个空间不算太大的试炼广场内，他的速度优势完全得不到发挥。难道只能硬碰硬了吗？可是我能有什么手段和其对抗吗？力量可以通过炎灵术弥补，但体型和重量该怎么弥补？看着那高耸威猛的金刚巨人，陈州的心中也不由浮现出一股绝望之情。不，看着那每一步走来都让房间颤了几颤的金刚巨人，陈州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但同时脑海里也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或许我也有一个巨人。第107章魔影巨人。虽然陈州自身并不能变成巨人，但斗篷中的魔影可以。他身后的魔影斗篷无风自动，魔影催动，一缕缕深紫色的魔气仿佛拥有生命一般，从那件破旧的黑色斗篷中缓缓地流淌而出。这些紫气逐渐在陈州的身后聚集起来，它们相互缠绕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高达4-5米的魔影。魔影通体漆黑，散发着冰冷刺骨的魔气，但即便如此，这道魔影和面前的金刚巨人比起来，仍然只能算是个小孩。陈州口中轻吐：魔裂，魔裂，魔煞，魔狂，直至感受到脑中的精神力已经面临枯竭，陈州才停下炎灵术的施展。随着炎灵术当中的咒力生效，身后那道魔影周身的魔气轰然炸开，宛如实质化一般，滚滚魔气如怒涛般向四周席卷而去。非但如此，无尽的魔气似从虚空中而来，这股魔气充满了狂暴之意，似要破坏世间一切一般，在房间内胡乱涌动。所有的魔气最后如同百川归海，源源不断地流入到陈州背后那道巨大的魔影体内。魔影宛如一个无底洞，贪婪地吞噬着这些强大的魔气，其身形也随着魔气的注入变得愈发庞大和真实了起来。短短数秒之内，这副魔躯就已经有了和身前的金刚巨人相媲美的身形，其脑袋上甚至长出了和陈州面容相似的五官，暗红的眼睛似要把人的灵魂都给吸进去。但这还没完，陈州心里明白，仅仅是一副身体怎么能对抗那金刚巨人那堪称 BUG 一般的防御。陈州双手一招，所有的血雨尽数回归己身，双手紧紧相握，掌心是象征核心的血之灵、风之灵、火之灵以及剩下的4根白灵，无数的血雨缠绕在双手之上，慢慢凝聚成一个饼，随后逐渐向上构筑，在顶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实心铁锤。这是由1080根血雨构成的超巨型武器，新组成的血雨重锤足足有着他半个身子的大小。此刻的他如同一个小孩拿着大型玩具一般，看起来别扭。由于其独特的特性，陈州操控起来却没有丝毫的不适之感，反而得心应手。武器大师赋予的全武器熟练度也让他勉强会使用这个重锤。但真正要对付金刚巨人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身后的魔影巨人。在陈州汇聚血雨之时，身后的魔影也在不断汇聚由魔气构筑的魔雨。当陈州的血雨重锤成型之际，身后的那足足有一辆卡车大小的超巨型魔雨重锤也出现在魔影的手中，其表面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蕴含着无尽的邪恶。陈州并不拖大，他心念一动，身形瞬间便融入到了背后那道巨大的魔影之中，仿佛与之融为一体般消失不见。这道魔影并非简单的作为遮蔽物存在，而是能够完全复制并执行他的动作和意图。此刻的他宛如一名熟练的机甲驾驶员，
操纵着这尊庞然大物。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被精确传递给魔影，让他如臂指使般做出相应反应。就在这时，金刚巨人的身形也来到了身前，没有丝毫废话，他毫无征兆地挥起硕大拳头，带着凌厉风声，径直朝陈州猛砸过去。面对如此凶猛攻击，陈州却并未露出丝毫畏惧之色。来！陈州操控着魔影挥动巨锤，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朝金刚巨人狠狠砸去。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撕裂开来，发出尖锐刺耳的呼啸声。他使用了脑海里最后的一丝精神力，与重血雨得重量增加，那由血雨构成的血雨重锤重量也大幅增加，如同晴天霹雳，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仿佛要撕裂整个世界。拳头与锤子的剧烈碰撞，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刹那间，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以撞击点为中心，向四周席卷开来。整个试炼场地都被这股恐怖的能量波动笼罩其中，剧烈的震荡着。重锤表面的魔雨在撞击中被摧毁，但很快就再次凝聚。但令陈州惊讶的是，面前金刚巨人的拳头却无半分损坏。在金刚之体和不坏之躯的防御之下，即便是如此的攻击强度，陈州仍无法破坏半分金刚巨人的躯体。面对这情况，陈州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发起进攻。尽管金刚巨人的庞大躯体看似完好无损，但他敏锐地察觉到，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所散发出的无与伦比的威压正在逐渐减弱、消逝。金刚巨人的拳头如雨点般密集地砸落下来，每一拳都带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威势。而陈州则毫不畏惧，他操控着魔影，挥舞着手中巨大无比的重锤，一次又一次地迎击上去。到了最后，陈州干脆舍弃了重锤，直接拳拳对轰。陈州并没有学过格斗术相关的技能，石刚也只是个战斗的菜鸟。两个庞然大物就这样直接在狭小的空间内如街头混混般扭打在一起。不知多久之后，庞大如山岳般的金刚巨人，其身躯竟然毫无征兆地开始浮现出细密的裂痕，仿佛遭受到了某种无法承受的力量冲击。那璀璨的琥珀眼睛也开始出现了不少的裂纹。在又一记猛烈的对拼当中，石头脑袋那琥珀之眼轰然碎裂开来，原处只剩下两个空洞的石洞。但陈州明白，这不是自己造成的伤害，是眼前这个石头人自己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失去了眼睛后，金刚巨人那原本不可摧毁的庞大身躯竟然轰然炸裂开来，最后只剩下那颗石头脑袋从空中径直掉落在了地面之上。经过数次翻滚后，石头脑袋终于停了下来，但此时已经面目全非。原本完整的石头嘴唇被硬生生地磕掉了半边，破碎的石块四处散落。陈州见状也走出魔影，缓步走到了石头脑袋之前。那颗脑袋虽然没了眼睛，但似乎还是能感知到陈州的到来。人类，你赢了。石头脑袋的语气平静，似乎已经料到了这副场景。杀我了吧，石精就在我的脑袋里面。如果可以的话，请你饶恕了那些小石头们。石刚无奈，数千年的积累，他早就达到了精英的极限。刚才的那爆发并非属于精英的力量，而是再次突破后的石王之力。但他并没有石人突破石王所必须的那件物品。不仅仅是他，族中的所有石人都无法承受住这股突破的力量。在强行突破一段时间后，身体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而崩溃。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拼死守护试炼场的原因。那突破石王的希望正在孕育，他们想要守护这份希望，但终究功亏一篑。你杀死了金刚巨人，石刚5级精英。陈州并没有什么废话，直接一锤子打碎了那颗石头脑袋。这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只不过这次是系统的机械声，而不是石头脑袋嘴里传来的声音。恭喜你通过10人试炼所有关卡，下面发放奖励。第108章通关试炼。恭喜你通过了10人试炼，恭喜你获得了金刚之戒、沙之项链、花岗岩之心、石精 X5。恭喜你通过了10人试炼，逃脱任务3，通关10人试炼完成。是否逃脱？否。开什么玩笑，逃脱任务3居然是通关10人试炼，这是一般人能做的吗？有实力做这个，完成前2项逃脱任务不好吗？看了看掉落的装备，陈州严重怀疑刚才那石头脑袋就是骗自己的。这掉落的奖励分明就是这些怪物自己死去后本该掉落的装备和材料。要是他真答应了那石头脑袋的条件出去了，恐怕给的就是一些石人掉落的材料。所以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这年头连石头都会骗人了，说不定什么主啊也都是可恶可恨的骗子，活该死翘翘的那种。不过当他拿起装备查看之时，刚才的郁闷之情瞬间缓解，因为第一件金刚之戒又是一件久违的史诗等阶的装备。可这件装备介绍有点奇怪，居然是一件带着诅咒的装备。金刚之戒史诗戒指诅咒装备，佩戴后中幅度提升全身的物理抗性，附带技能金刚之体
主动技能，使用该技能后，全身的物理抗性得到巨幅上升，元素抗性中幅度上升，任何无法达到一定伤害阈值的伤害都将被豁免。但当敌人的伤害达到伤害阈值之上时，该技能将失去效果。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2H。被诅咒封印中，这件装备被石刚凝聚精华净化，但与此同时，你也要完成它的任务后，诅咒封印才会消失。诅咒任务，获得一名食人的祝福。不说这个诅咒，这件装备简直是神装。常规属性就提升了全身中幅度的物理抗性，在开启技能后再次提升巨幅物理抗性和一定的元素抗性。在如此强大的防御之下，敌人还要对你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才能破防，不然在这10分钟之内，所有的伤害连刮痧都算不上，直接就是豁免。人海战术对他都没有任何用处。如果说虚化这个技能是为了规避大伤害的技能存在的话，这件装备就是为了规避高频率、长时间的多次伤害而存在的。只是可惜，这件装备还有诅咒效果，要完成诅咒任务才能解锁那个超魔的技能。不过获取一名食人的祝福，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吧。陈州将其替换了身上飞江之戒。第二件装备是一串项链。话说回来，这还是陈州第一次掉落项链部位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稀有了。另外一件稀有的部位就是披风，到现在为止，它也就掉落了一次魔影披风。沙之项链、精良项链，轻微提升自身的土属性法术威力，大幅度提升沙系土属性法术的威力。附带技能扬沙，主动技能，在一块区域扬起一片沙尘，沙尘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和使用者的精神、智力属性有关。陈州看着这属性有些无语，这算啥？好不容易爆了个项链，结果这些属性和他一点都不搭。那个附带的技能也有些鸡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吧。陈州还是将其穿戴了上去，至此他全身的装备也算是全部精良级以上了。陈州有些得意，单论装备质量，想必他在全人类当中也算是数得上号了吧。最后是一件消耗品和材料，花岗岩之心，消耗品，使用过后将会召唤一只准精英级别的花岗岩巨人供你驱使。花岗岩巨人的等级和实力将和召唤者的智力属性有关。持续时间15分钟，使用次数3/3。石精，普通材料，食人的核心可以充当不少魔法产物的燃料。这个消耗品算是不错，花岗岩巨人的实力他是见过的，比绝大部分种族的准精英都要强上一截。加上其强大的防御力，对上一些稍弱一些的精英也能抵挡不少的时间。只是可惜的是，花岗岩巨人的实力居然是根据智力属性来决定的，他的智力属性到现在也可只有 0.9 啊，甚至还比不上人类的平均值。收拾完掉落的奖励，陈州将目光投向了试炼场内。两大巨人的战斗让试炼场变得破烂不堪。随着战斗的结束，那保护场地的蓝色护罩也已经消散。与此同时，一座古老的传送阵基座从天花板上落下，正好好的立在了试炼场的广场正中央。陈州心里明白，这应该就是通往食人所守护的遗迹的传送阵了。只是按照那石头脑袋的话，他还要与其余4个种族争夺那所谓的食人宝物。如果其余7座试炼场守卫都有刚才那金刚巨人的实力的话，那些通关者恐怕都不是善羽之辈啊。不过再怎么说，不去里面看一眼，他是不会死心的。更何况他的那件新获得装备上的诅咒，可还需要食人的祝福才能解除呢。陈州走上传送阵，一阵系统声响起：恭喜你通过了食人试炼，请问是否激活通往食人祭坛的传送阵？当前传送阵开启数7%，当所有传送阵开启时后将开始传送，否则将在1天之后关闭传送阵，将所有人员传送至遗迹之外。激活！古老的传送阵蓝光大盛，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与此同时，陈州的面板提示再次出现变化。这次游戏的胜利条件不再是问号。游戏胜利条件：破坏或夺取食人族的千年石脉。食人遗迹中央的祭坛处，那名浑身苔藓的老食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脑袋低垂，不知在想些什么。寂静的空间内突然传来一声异响，老石头起身看去，祭坛地图上的第8条线已经亮起。至此为止，8座试炼场已经尽数通过。老石头的浑浊石头眼中的光芒彻底暗淡了下去，连最有希望成为食王的石刚也在刚才被彻底击败，已经没有谁能阻拦这群异族了。只见那巨大的祭坛之上，8个方位的传送阵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激活一般，同时闪烁起耀眼夺目的蓝色光芒。紧接着，一道道神秘而强大的身影逐渐浮现出来，身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和恐惧。第109章八方强者。东方，一袭华服，面色冷冽，眼角狭长，一头墨绿色的长发，身后伴着一对洁白羽翅。羽族独翼圣灵阵现。东南方，5名人类并肩出现，他们以中间的马尾男为首，构成一个简易的防御阵型，小心谨慎。人类精英小队现。南方
身材矮小却显得坚实强壮，一脸的络腮胡，随身抱着一个巨大的酒桶，老脸通红，晕乎乎的样子，似乎是刚喝完酒一般。矮人族，烈酒之歌，欧力现。西南方，一袭黑斗篷的人类男子出现，样貌平凡，却让人眼神不由放在其身上，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魔气和煞气。陈州现。西方，2米多高的魁梧身材，浑身赤裸，巨大的褐色兽瞳，2颗尖锐的獠牙，全身布满了各类图腾纹身，散发着恐怖的野蛮气息。兽人蛮荒战灵格鲁克现。西北方，浑身藏在黑袍之中，漂浮半空，雷霆如玩物般在其指尖跳跃，周身飓风环绕，威势非凡。蜥蜴人天空行者克雷尔现。北方，一名体型巨大的哥布林，面容丑陋，大腹便便，浑身散发着恶臭，伴随着他出现在传送阵上的还有2个巨大的宝箱，不知为何物。哥布林贪婪巨擘高林现。东北方，身着朴素布衣，明明是哥布林，身形却酷似人类，浑身散发出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强大气场，宛如一柄绝世利剑，凌厉而磅礴。哥布林疾风剑圣科里诺克现。陈州还没站稳，一口老痰突然从面前飞过，啪嗒一声打到了左手边那面貌凶狠的兽人脸上。陈州朝着老痰飞来的方向看去，一个晕晕乎乎的矮人饮了一口烈酒，右手燃起熊熊烈焰，竟直接朝着他左手边的兽人奔袭而去。陈州一脸懵逼，这什么情况？这矮人吐别人一口唾沫，还要打人？兽人身上的图腾纹身亮起，挥拳迎上，那本就红的脸此刻因愤怒变得红中透黑。矮人，你不要太过分！2拳狠狠的对撞，响起一声剧烈的轰鸣，空气都在震颤，扬起一阵气浪。力道相撞，2者对拳分离，相立不远站定。兽人大吼：老家伙，不就是杀了你们几个矿工，他妈的从几个世界前就追着我杀，都多少年了还记着，你们做个人行不行？不知为何，陈州居然从兽人的这几句话中听出了丝丝的委屈之意。矮人欧力又饮了一口烈酒，打了一口嗝，醉乎乎的说道：矮人有仇必报，格鲁克，你明白的，唯有你的人头才能将你的名字从矮人仇恨路上消除。格鲁克哀嚎一声，这个本来豪爽野蛮的兽人此刻真心被恶心到了，他是真不想跟这群矮人搭上边啊，打了小的来老的，打了老的祖宗都要过来打你，这些矮人自己打不过就呼朋唤友来打你，这谁受得了啊？看着欧力燃起烈焰的拳头，他身上的图腾一闪，大吼一声，然后直接转身朝着洞穴深处跑去，头也不曾回一下，转眼间就消失了踪影。欧力见状，吐出一口烈酒，酒雾在空中汇聚成一条酒线，朝着洞穴深处飘去，看样子就是兽人格鲁克消失的方向。欧力迈着小短腿，不紧不慢地顺着酒线的方向朝着洞穴深处追击而去。欣赏了这一番闹剧，陈州也终于有心思看看祭坛周围的情况，可他看了一圈，才发现情况不太妙。哥布林那个剑圣居然追了进来，此刻正略带笑意地盯着自己。羽人族的阵则是脸色阴沉地盯着克雷尔看，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而剩下的人类精英小队中，那秃鹫也是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其余人的眼神也颇为不善。这搞什么？全是敌人啊！就在此时，中央的祭坛处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欢迎各位试炼者。陈州这才发现，祭坛上那个布满苔藓的石头居然是个石人。老石头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接着说道：恭喜各位大人通过我们食人族的试炼场。随后他指了指祭坛上方的石脉，这个石脉之中的液体就是这次的最终奖励石髓，并且由于已经经过1000年沉淀，其已经拥有了一丝奇异的特效，运气好的人甚至能从中获取到一项食人的天赋，只不过其数量有限，估计只能供1个人使用，请各位大人。老石头话还没讲完，却突然止住，石头身子一阵抖动，片刻之间就化作一地的碎石，随后溶解开来，只剩下那一堆苔藓证明其存在过。老东西话还挺多，真当是为了你们族那点破烂来的呢？正那尖锐刻薄的声音响起，让陈州不寒而栗。这家伙未免也太凶了。哥布林剑圣科里诺克突然脸色大变，拔出佩剑，朝着身旁的空处一剑斩下，但并没有任何剑气出现。他持剑而立，皱着眉头大声喝道：朕，你是什么意思？若仔细看去，能看到空中有淡淡的毒雾蔓延，而科里诺克这一剑斩在虚无，切开一道裂缝，将这些毒雾给吸了进去。站在阵另一边的人类小队显然也遭到了毒雾的袭击，队伍中的胖子浑身发绿，不停颤抖。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其余4人却没有呈现中毒症状，他们也都是如临大敌般对着朕。朕桀桀一笑，不想死就都给我滚开点，我要那个黑袍人的命。果然，陈州看着朕直奔克雷尔而去。
立马明白，之前他们做的那些一定是被这个家伙发现了。陈州大喊：“克雷尔，走！”两人直接朝着洞穴深处飞去。朕冷哼一声，飞身追上。偌大的祭坛处，此刻只剩下人类的精英小队和哥布林族的2人。秃鹫小声询问：“老大？”马尾男沉吟片刻：“杀！先杀那个精英的疾风剑圣，再斩那个哥布林的准首领。”科里诺克也和高林站在一块，双方无言。随着一道疾风剑气出现，直接开战。第110章灵雨整。科里诺克随手挥出几剑，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这支人类小队。高林，这个传送阵不是指定1人的吗？为什么他们能一整个小队都传送进来？我怎么知道？或许是用了什么特殊道具吧。高林摸了摸自己的大肚子，看着这群人类被科里诺克的剑气砍得四处逃窜，颇为好笑。就这刚才还牛逼哄哄的，他都不想出手。不过多少人都无所谓吧，就这样的水平。看着5人狼狈却仍然坚挺的样子，科里诺克面色凝重了起来。高林，我要认真了，你不要大意，我觉得这帮人类不太简单。放心。科里诺克深吸一口气，目光炯炯，凝神静气，将剑柄举在胸前，从上至下缓缓砍去。33重微风，一道剑气出现，如轻微细风，缓缓朝着5人中的秃鹫飞去。秃鹫面露惊恐，却发觉自己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眼看着这股微风吹到自己的面前，轻拂过自己的脸颊。下一秒，其脸上出现了一丝血痕，血痕慢慢变多，身上的装备开始破损。但马尾男等人却似乎根本没看到这情况一般，竟直接趁此机会发射出几道射线一般的法术，朝着架势中的科里诺克袭来。高林有些奇怪，这些人类真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同伴吗？被科里诺克这一招命中，可没几人能接下来。他随手一招，身旁的宝箱跃至空中，打开箱子，露出那血盆大口，直接将那几道法术吞下肚子，没有掀起半分波澜。但他却收起了嬉笑的脸，这几道法术的威力比他想象的要大多了。33微风彻底爆发，但令科里诺克意外的是，秃鹫并没有死去，在技能彻底爆发的一瞬间，其余4名人类身上同时闪出了异样的光芒。在这一刻，面前的5名人类身上居然同时爆出大量的鲜血，但显然都不是致命伤害，就好似分担了这次的伤害一般。看着这熟悉的光芒，科里诺克惊疑不定，这是同命术？就连高林的脸上也露出了惊讶之色。更令他们惊讶的在后面，人类队伍中的那名胖子怒吼一声，所有人身上的伤口开始快速恢复，而他的身上也随之出现了大量的伤口，但其明显有着恢复类的天赋，伤口在其身上以显著的速度快速消失。之前朕的毒素伤害似乎也是这个胖子独自扛了下来。见此情况，科里诺克、高林同时惊呼出口：伤害转移！他们惊讶的并不是这个技能，而是伤害转移这类技能一般都是将一名队友身上的伤害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但眼前这个人类胖子却是将所有队友的伤害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同样的，同命术这个技能在他们哥布林族当中应用的相当之多，许多哥布林会对自己的坐狼施展这个法术，因此他们2人对这道法术再熟悉不过，但这法术是只能对一个对象使用的呀。无论这道法术升到多少级别，他们族中都没有出现可以增加施展对象数量的选项。眼前这5名人类是怎么做到5人同时连接在一道同命术的？高林和科里诺克对视一眼，明白了这支人类的精英小队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高林也不再犹豫，直接出手，2只宝箱怪一齐上前，一只从箱中吐出舌头，舌头上缠着一根巨大的铁锤，直接朝着5人砸去，打乱5人的阵型和行动。另外一只宝箱怪更是直接弹射出舌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包裹住5人中的那名胖子，眼看就要将其拉入箱子中间粉碎。高林面露得意之色，他明显看出这个胖子就是这个队伍中的核心所在。只要这个胖子被困住，那就算有着同命术，其余人也是无济于事。贪婪之势，主动技能对任意对象使用，使用过后对方将进行体质判定，体质判定失败后将被吞噬，并且每秒受到双方体质差值生命1%的伤害。期间吞噬主体全属性将下降 50%， 若吞噬主体生命下降至 50% 以下，吞噬对象将被吐出。高林的2个宝箱怪正是他的天赋，能分别分配他一部分的技能和属性。这个吞噬技能他自己来释放肯定不合适，但宝箱怪来释放就是个神技了，平白困住对方的一名人员。他的体质属性更是已经达到了极限态，他就不信能判定失败。你对再生战士，朱赞释放了贪婪之势，体质判定失败，贪婪之势释放失败。宝箱怪的舌头被挣脱，
那名为朱赞的胖子完好无损的再次回到战场。高林目瞪口呆，怎么会？他明显能察觉到面前这些敌人没有一项属性达到了极限态，而且他的面板还高出半阶，对这些人有着明显的判定加成。但眼下技能释放居然失败了。朱赞挣脱宝箱怪的舌头落回地面，他心有余悸，队长，你又救了我一命。马尾男摆了摆手，应该的，不过这2个哥布林未免也太强了，我的精神力已经消耗过半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虽然眼下看似他们和这2名哥布林打得有来有往，但实际上只是他们在被动挨打。齐良他自己明白，当自己的精神力彻底枯竭的时候，他们压根就不是对方的对手，得想办法快速解决对方。毕竟他的 S 级天赋太吃精神力了。其名为灵与整，灵与整 S 可将万物与灵与整之间互相转换，该天赋与精神、智力属性相关，两者属性值越高，可达成的效果越强。化整为零，主动技能，可将任何以群体为目标的技能或者效果转化为对单体使用，并且该技能效果会得到一定的增强，具体增强程度根据具体技能和属性值变化。消耗精神力将根据难易度发生变化。化灵为整，主动技能，可将任何以单体为目标的技能或者效果转化为对群体使用，并且该技能效果会得到一定的削弱，具体削弱程度根据具体技能和属性值变化。耗精神力将根据难易度发生变化。第111章升华。10人一骑的洞穴深处，2道身影正如无头苍蝇般乱窜。靠，这洞也太深了吧，还这么黑。陈州骂骂咧咧在洞中绕来绕去，脑袋都快要晕了。克雷尔，你身上的那个 debuff 的时间一直固定在那没有变化吗？克雷尔摇了摇头，没有，大人，没有丝毫变化。2人逃离战场后，动用了一切加速的手段，勉强算是甩开了身后的那鸟人。本想找个角落逃脱游戏算了，毕竟那个阵的毒实在太过恐怖，即便是实力提升了一波，陈州也没有信心去面对，倒不如稳一下，离开这场游戏得了。可是当陈州选择逃脱游戏，系统却提示当前处于战斗状态，无法逃脱战场。仔细检查了一番，这才发现克雷尔身上不知何时多了个 debuff， 导致其一直处于战斗状态。腐骨，每秒受到1点生命伤害，持续时间深入骨髓的毒素，其虽然杀伤不大，却难以清除，该毒素具备优先级。想来也就是那个镇搞的鬼了，难怪其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陈州有心想要用炎灵术驱散这个 debuff， 但却隐隐感知到这个毒素恐怕比镇毒还要难以驱散，自己的精神力怕是够呛。他思忖了一番，估摸着是因为腐骨上面的优先级导致的，这下可有点麻烦了。大人，要不你自己跑吧，反正根据灵魂契约所约定的，我死了对你也没什么影响。克雷尔有些沮丧，面对那传说中的人物，任谁都要先位几分。你当我想和你一起啊？那鸟人的毒可以从你这传到我这来，带因果特性的，邪门的很。要不是这样，我早跑了。陈州撒谎了，毕竟他的技能是通过行窃手套得到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身技能。他完全可以通过毁掉这件装备或者更替上面的技能来做到撕毁灵魂契约。只是他不知为何，心里有点舍不得克雷尔这个打手。另一方面，他内心也有些不甘，好不容易都走到这最后一步了，就这么灰溜溜跑了，心里实在不太爽利。既然走不掉，就跟他拼了。既然跟强敌战斗，自然要把身上所有的资源都给利用起来。首先是今天的变异名额，如今进了游戏也有接近1天了，今天的变异名额都还未使用。这次陈州选择了狂暴特殊，使用过该技能几次，陈州觉得这个技能还是不太适合他这个偏向于远程输出的人，更何况其还带着理智丧失的负面效果，这个就更让他讨厌了。思来想去，还是选择给他淘汰替换掉。是否对技能狂暴特殊使用变异 Z 级？注意，变异方向未知且不可逆，甚至可能出现不明后果，是否使用？是。技能变异成功，狂暴成功变异为升华。升华 LV1， 将自己的任意一项属性进行升华，升华后该属性的发挥效用将为 120%， 每级增加 3%， 持续时间15分钟，冷却时间 24H。 注意，该提升只针对发挥效用，无法突破极限态。好技能，仅仅是看了介绍，陈州心里就明白，这无疑是个永不落实的超强爆种技能，这可是100%加成的神技。虽然目前看似加成不高，但其越到后期效果就越为显著。陈州只是稍微想了想，就决定将存了许久的黄金技能点加在升华上。黄金技能点异常宝贵，他到目前为止也仅仅获得了1点。这点黄金技能点他存到现在，无非就是因为之前的技能大多数都是偏辅助型的，
同时感觉潜力也不足。是否对升华 LV 亦使用黄金技能点？是。黄金技能点使用成功，请从下列3个选项中选择你想要的进化方向。1、提升升华的技能效果，提高升华的基础属性发挥效用，并提升其每级增加的百分比。2、提升升华的续航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升华的持续时间，并降低其冷却时间。3、提升升华的作用数量，升华可以作用在2个属性上面，但发挥效用略微降低。不愧是黄金技能点，陈州惊叹，3项效果全部可以称得上是将这个技能推上了另一个层次。可惜的是，只能选择1项。首先，第2项是要排除了，15分钟的持续时间已经足够面对大部分的情况了。何况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以面对强敌。第3项和第1项都各有好处。提升作用数量可以在今后的战斗中有更灵活的变化和选择。提升技能效果则是将单属性的提升效果拉到极致，有利于更极致的输出或生存。犹豫个毛！自己有炎灵术，直接将选第1个，将精神拉满。有什么其他情况，全部交给炎灵术来解决。更何况自己的70大部分依靠的也是精神属性，选第1个绝对不亏。黄金技能点使用成功，升华属性变更。升华 LV 1，将自己的任意一项属性进行升华，升华后该属性的发挥效用将为 130%， 每级增加 5%， 持续时间20分钟，冷却时间20H。注意，该提升只针对发挥效用，无法突破极限态。中规中矩，加的程度不算太高，但是还额外增加了5分钟的持续时间，缩短了 4H 的冷却时间，倒也还算可以。依照他目前的 3.8 的精神属性，使用升华后应该能达到 4.9 的发挥力，这可不算个小数字了。要知道，即便是满值评价升级，也就只增加1点属性而已。陈州看了看自身的状态，很是满意，想必针对上阵也能有几个来回了吧。就算是遇到最坏的情况，他还留有一个后手，不过他倒是不太希望用到。第112章，镇之酒杯。朕慢悠悠地飞在洞穴之间，但若观其路线，能发现其正牢牢地坠在陈州2人的身后。朕很享受这个狩猎的感觉。那个躲在黑袍中的蜥蜴人早就被其标记肤骨之毒已经深深地嵌进了对方的身体内，他完全不担心这个毒会被驱散。拥有优先级的肤骨，并且还是在突破精神极限态的他释放的情况下，同阶的准首领中都难有人能驱散，更何况这2个精英，不，还有一个连精英都还不是。感应着那标记在洞穴内四处乱窜，慌不择路的样子，朕的脸上露出了快意之色。对，就是这样，在肤骨缠绕的绝望中奔跑，然后由我来终结你，让你在绝望之中被万毒腐蚀而死。结！但很快，朕那扭曲的笑容突然停了下来。那标记在其感知中突然停在原地不动了。已经认命了吗？朕感到有些无趣。这也太快了，完全不能让我尽兴。罢了，早点去解决了吧，说不定回头还能顺手把这次的任务给做了。朕羽翅微颤，化作一道流光直奔肤骨标记所在的位置飞去。就你一个？朕信步走进一处宽阔的洞穴之中，克雷尔正端坐在洞穴中央。那个人类呢？跑了？他难道以为我看不出你们2个的因果联系？见克雷尔并未回话，朕并不在意，似心情很好的样子，接着开口笑道：可惜了，要是你们2个一起对付我话，说不定还能多活几秒。那就请赴死吧。朕的面色瞬间变得很厉，墨绿色的长发飞扬，一股淡绿色的雾气从发梢处蔓延开来，那象征死亡的阵毒朝着克雷尔扩散而去。就在这时，朕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灼热之感，这地底全是阴寒之气，哪里来的如此之多的热气？朕心生疑虑，四处张望了一番，抬头便发现那上方的数千溶洞中皆透着火红的光芒，滚滚热浪从中涌出，刷刷刷，无数火团从中射出，直奔他而来。那炽热的温度令人心生恐惧，根本不敢直视。上方的岩石在这些火团的高温炙烤下，纷纷开始融化变形。原本坚硬无比的岩石，此刻变得如同柔软的蜡块一般，迅速的融化滴落。不止如此，就连他脚下的地面也开始变得滚烫，地面开始微微发红，眼看马上就要化作岩浆。这是精神极限态。朕脸色大变，慌忙扇动翅膀，想要逃离地面。不行，得赶紧离开此地先。但一股飓风骤然出现，将其死死地按在原地。随后数道威力不俗的雷霆劈在朕的身边，化作牢房，将其困在地面。洞中央的克雷尔居然浑然不顾那股毒雾，站在原地施展法术。其手中法杖早已蓄力多时，
风雷之域，这蜥蜴人是疯了吗？这是要和我同归于尽？朕大惊失色，在他的毒素下，没有人会选择正面应对，大多数都是跑或者躲避。眼前这个蜥蜴人居然不闪不避，就这么站在原地，任由毒雾侵蚀。要知道，就凭眼前这个蜥蜴人的体格，绝对扛不住20秒啊！还没完，一道人声突然传来，地动，镇周围那滚烫的地面瞬间涌动，一只由发红岩石构成的手臂紧紧地将朕攥在掌心，将其的皮肤灼烧处滋滋的响声。啊！朕吃痛，发出了凄惨的喊声。他没想到一时不慎，居然被眼前这两个家伙逼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是，这两人居然浑然不顾自身毒素的影响，直奔他而来。没错，这就是陈州和克雷尔商量的策略。既然毒素不可避免，驱毒消耗又过大，而且还会再次中毒，不如不去管他，趁着毒发身亡的那20秒内直接强杀朕。在升华的加成下，陈州的精神力已经再次达到了一个峰值。通过炎灵术对火之灵的无数加持，漫天血雨此刻已经化作了一团团炽热的火球，就连岩石都会被其融化成熔岩。他们正是打算配合上地形，将朕速杀在此。被困在双重牢狱中的朕似乎已经认命，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无命休矣！漫天的火球落下，将其和周围的地面都彻底轰成了齑粉，落入岩浆之中。陈州没有丝毫懈怠，口吐2字：毒驱。虽然强敌已灭，但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10秒，得赶紧解掉自己和克雷尔身上的毒素才行。看到自己身上的镇毒彻底消失，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他将目光看向了克雷尔，克雷尔，镇毒解了没？克雷尔脸色难看，面露害色，镇毒是解了，可肤骨还在。什么？啪啪啪！一阵掌声传来，陈州两人脸色难看的向着声音传来的地方望去，只见本该死去的朕正面带笑意的看着两人，两位还真是好算计啊。可是，你们真以为我会那么傻的走进来？怎么会？刚刚的那一切明明都那么真实。陈州不敢相信，刚才死去的那个朕脸上的恐惧不是作假能出来的。反正你们也都是个死人了，不妨告诉你们，早在进入这个洞之前，你们就已经中了我的幻毒，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想象的罢了，所以这一切才看起来那么真实。朕似乎很高兴看到两人脸上的震惊。好了好了，闹剧一场，该收幕了。陈州转身就跑。克雷尔，分开跑！开什么玩笑？准备了半天，居然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哪里还有心思对付这种怪物？但朕可不打算放过他。刚才那一切虽然是陈州他们的幻觉，但若他真的身处该地，可能结局如何还真不好说。这个人类已准精英之躯，精神属性居然快要触摸到了极限态，他可不会放任这样一个威胁存在。朕右手做握杯状，对着陈州离去的背影，眯着眼笑着说道：“请君饮。”朕执酒杯。第113章急死。陈州正拼命狂奔，却突觉眼睛一花。待他回过神来，人已经来到了一座凉亭内，四处云雾缭绕，看不清样貌，唯有亭中一桌2椅、一壶2杯，以及一位青衣男子。观其样貌，正是和朕的面容一模一样。陈州下意识的就想要催动身上的血灵，却发现毫无反应。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身着一袭从未见过的白衣，所有的装备和道具全部都消失不见，就连天赋和技能都无法使用。他哪里还不明白自己是着了朕的道了？这是什么诡计呢？青衣男子并未管陈州的奇怪举动，笑盈盈的开口说道：“有客来，欢迎。”他起身拿起酒壶，优雅的给陈州身前的玉石酒杯斟酒。酒满，请君饮第一杯。青衣男子将酒杯推至陈州面前，脸上的笑容诡异的让人发寒。此酒名为石夫。看着那发黑的酒水，陈州哪里敢喝？他想要拒绝，但身体却仿佛失去了控制权一般，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紧紧握住那个酒杯，手指微微颤抖着，似乎在与某种力量抗争。然而，这种抗争毫无意义，最终他还是缓缓抬起手，将酒杯送到嘴边，一饮而下。你受到毒液圣灵，朕4级准首领，朕之酒杯影响，体质判定失败。你受到负面 buff 石夫。刚刚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陈州便突然感到一阵异样从身体深处传来，仿佛有成千上万只蚂蚁正在他的肌肤之下疯狂啃噬，这种感觉既痒又痛，让人难以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瘙痒感愈发强烈起来，渐渐的演变成了剧痛，皮肤上都出现了颗颗点点的鼓包，部分皮肤甚至已经被腐蚀，露出那粉红的血肉。青衣男子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似乎很是满意，点了点头后，
拿起酒壶，又朝着陈州面前的酒杯斟上第二杯。请君饮第二杯，此酒名为融血。陈州使出浑身解数，想要重新掌控自己的躯体，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功。他就像一个被困在躯壳里的灵魂，无能为力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不受控制地拿起酒杯，并将其中的液体灌入嘴中。陈州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试图挣扎反抗，但这具身躯却完全不听使唤，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操纵。你受到毒液圣灵镇4级准首领镇之酒杯影响，智力判定失败。你受到负面 buff 融血，饮下此酒。陈州身上的肌肉和皮肤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涸，原本紧实有力的双臂变得松弛无力，脸上的皮肤也迅速皱缩起来，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沟壑，就像是被岁月侵蚀了数十年之久。如果此刻陈州能够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恐怕会被惊掉下巴。此时的他如同180岁的老人一般，形容枯槁，看着奄奄一息的模样。要完蛋！陈州心中哀嚎，恐惧地看着那如老人般的右手，再去拿向了那第3杯酒。别他妈给老子倒酒了呀！第3杯，此酒名为腐肉。你受到毒液圣灵镇4级准首领镇之酒杯影响，力量判定失败。你受到负面 buff 腐肉，判定再次失败。陈州的身体再次发生了诡异的变化，他全身的肌肉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剥落腐烂，眨眼间大部分的血肉都脱离了骨骼，散落在地上，只剩下寥寥数块仍顽强地附着在身体上。这场景如同噩梦一般，让人毛骨悚然。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经历了如此可怕的折磨，陈州却并未死去，他的意识依然清醒无比，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自身所处的困境。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变得不成人形却无能为力的感觉，简直比死亡还要痛苦千万倍。他甚至用那白骨手臂抓向了那第4杯酒，此酒名为化骨。你受到毒液圣灵镇4级准首领镇之酒杯影响，敏捷判定失败。你受到负面 buff 化骨。酒水落入骷髅的嘴中，像是落入一空间一般，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陈州身上最后剩下的那些骨骸也开始慢慢融化，原本坚硬无比的骨头此刻变得脆弱不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侵蚀着。随着咔咔声不断响起，他的整副骨架逐渐分崩离析，散落在地上，而这满地的碎骨也在片刻之后被彻底消解殆尽，化为一缕缕青烟飘散在空气之中，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即便如此，陈州依然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仿佛正端坐在那张椅子之上。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位青色男子动作优雅而娴熟地将酒杯斟满，推至自己的面前。陈州凝视着面前的酒杯，心中涌起一股无尽的悲凉。他已经彻底陷入绝望，而那个青衣男子则静静地站在一旁，脸上带着一缕笑容，似乎在欣赏着陈州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最后一杯，此酒名为碎魂。那是何等恐惧！他一步一步看着自己的身躯被一杯一杯的毒酒夺走，他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晋级精英，还自作聪明的将晋升精英当作自己的底牌，如今被困在这里任由人摆布。若是早些晋升，说不定还能从朕的手下逃脱。他也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抛下克雷尔，自己独自离开，受尽千斧万毒，最后落得如此下场。最后一杯酒被陈州射在无形的右手中，被灵魂畅饮，精神判定失败。你受到负面 buff 碎魂。陈州的灵魂在无尽的痛苦咆哮中消散于亭子中，朕看着那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人类，心中的变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每次他对敌人释放这个技能的时候，他就喜欢延长那过程，让敌人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中死去。镇之酒杯对任意敌人释放，释放后敌人将进行魅力判定，若其失败后将被拉入幻境，并强制饮下石肤、化血、肤骨、腐肉、碎魂5杯酒，并分别进行体质、智力、敏捷、力量、精神5项判定。每失败一项，敌人都将在技能结束后进行一次50%几率的即死判定。若5项属性全部判定失败，敌人将额外进行5次的即死判定。该技能具备优先级，冷却时间7天。朕早就通过探查术知晓了这个人类的具体属性，没有一项能高过他，再加上他面板的2阶压制，判定大概率是全部通过的。所以在技能结束后，陈州将进行整整10次的即死判定。难道有人能从这种概率上存活下来吗？怎么可能？第114章天灵妙君。缥缈的虚空之中，陈州的身体和灵魂都承受着无法言喻的剧痛。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他的意识猛地一震，
像是从一场漫长而可怕的噩梦中骤然苏醒过来。醒来的第一时间，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肉体，幸好每个器官仍然好好的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他并没有死亡，而是躺在洞穴的地面上，好似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幻觉一般。身旁的克雷尔正一脸担忧地看着他。大人，您没事吧？陈州正欲回答无事，就发现了自己面板上弹出的提示。由于你受到镇之酒杯的影响，食肤、化血、肤骨、腐肉、碎魂5项皆判定失败，你将受到共计10次的急死判定。不，我有事，很大的事。陈州只觉得头顶一凉，一股莫名的寒意袭来。他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碧绿如玉的酒杯正悬停在自己上方。酒杯通体透明，散发着诡异的绿光，周围弥漫着浓烈的死亡气息。陈州试图挪动身体，但却发现自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无法动弹分毫。最顶端还有着一个巨大的数字10的虚影。急死判定。看到这个酒杯，克雷尔顿时惊呼出声。面对这种急死判定的技能，他根本没有任何手段来帮助自家大人。这种技能的优先级极高，基本上任何的防御技能和保命技能都没办法使用。他脸色难看，这次他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了。作为灵魂契约主体的陈州死去，他的灵魂也会因为失去锚定而消散。陈州脸色凝重，试图用炎灵术驱散头顶的这个杯子虚影，但那隐隐的危机感让他明白，自己的精神恐怕支撑不了这种强度的咒术。正在此时，朕那神秘莫测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悄然无息地出现在离二人不远之处。然而他并未发起攻击，反而悠然自得地寻觅到一面墙壁作为支撑点，慵懒地斜靠于其上，嘴角微微上扬，目光则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2个人。他非常享受那种看到别人惊恐万状，最终命丧黄泉的快感。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这名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绝望。第一次急死判定开始。在一阵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惧之中，陈州头顶上方的碧绿杯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操控着一般，缓缓地倒转了过来。杯中的酒水影子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洒落在陈州的身躯之上。一种难以言喻的清凉之感传来，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游离于生死之间的边缘地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第一次急死判定通过，杯子上的数字跳转到了9。陈州和克雷尔同时松了一口气，但当他们看到那杯子上的数字时，心中却泛起了一丝苦涩。这种死亡判定还有足足9次，朕却嗤之以鼻，以为自己逃过一劫了。搞笑！第二次急死判定开始。杯中的酒影再次倾泻，和上次如出一辙。尽管灵魂依旧在生死之间游荡，但幸运女神似乎格外眷顾陈州，陈州仍是运气极好的活了下来。判定再次通过，朕来了兴致，运气还挺好。不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成功越多次，在失败之时，你就越绝望。第3次急死判定，绿光涮过陈州的身体。很快，判定又通过。陈州看着头顶那倒悬的杯子，有些疑惑。这急死判定，该不会吃我主角光环的效果吧？朕也是再次感叹这人类的好运，猜测到其说不定拥有增加幸运的天赋。不过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在10次的急死判定中存活下来。1/2的10次方，那是什么概念？这都能活下来。第4次急死判定通过。陈州这次确定了，绝对有问题。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个飞球，运气这东西绝对和自己不沾边。朕更是心中怒骂，这家伙什么狗屎运！第5次，我就不信了，你有本事全给我通过。第6次，你别逗我。第7次、第8次、第9次、第10次急死判定。克雷尔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州在足足9次急死判定下活了下来，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是看到了那个碧绿背影，他就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凶险与危机。每次判定通过的几率绝对不高，但自家大人就跟奇迹一样活到了第10次判定。而且看陈州那副样子，如今竟然显得十分悠然自得，仿佛根本就不担心自己会命丧于这个具有急死判定的恐怖技能之下。只见头顶酒杯再次倒转，绿影倾泻，一切都如同之前一样。这一次的判定依然毫无悬念的顺利通过了。朕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代表着急死判定次数的数字。只见他从最后的一瞬间跳到了0。与此同时，原本还散发着微弱绿光的背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满脸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道：“你无敌了，孩子。”讲实话，到了最后，他内心深处早已对自己所掌握的这项技能失去信心。这人类简直逆天！感受到头上的阴影消失，死亡的阴霾不复，身体也彻底恢复自由。
陈州难掩喜悦，大笑道：“就这，懂不懂主角的含金量？就算是1%的几率存活，老子也能活给你看！”哈哈哈哈！朕有些恼怒，身上气势不断攀升，眼中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人类，真以为你运气好，逃过这个技能就能活下来了？傻鸟！我还要感谢你呢。陈州看着面板上的精英晋升任务的失败提示，更是开怀，身上的气势暴涨，丝毫不弱于对面的朕。该跑的是你。如今的他已无需用卷轴晋升，经历了一次亲眼目睹的由生至死，经历了足足10次的急死判定，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在无限接近于死亡中领悟真谛。他的精神彻底突破，那精英的桎梏已再无一丝阻碍。精英达成！天宇欺凌无处之，烽火杀的血海流。舌战莲花庙退敌，人族传奇可称君，无名为天灵妙君。